好你个大耳贼，你就用这3瓜2枣打发我，老子差你这100个铜钱嘛！你不仁，那就休怪我不义。呸呸！唐人穿越到三国，好巧不巧成了刘备的军师，在荆州给刘备出谋划策，帮刘备训练5万兵马，抵挡了曹操的猛烈攻势，没有损失1兵1马。可在1个月前，一切都变了。大耳刘把诸葛亮请出山，他这个军师被诸葛亮取代，一山不容二虎。刘备留下诸葛亮，唐人被赶走。赤壁大战即将爆发，这兵荒马乱的，100个铜钱去哪里谋生路？大耳贼啊，大耳贼！亏我几天前还给你留意曹操的动向，马德，你这样对我，唐人无亲无故，孤独一人坐在河边思考着去路。曹操那里倒是可以去，但是曹操马上就要赤壁惨败，如今也只能渡江投奔江东，即便赤壁大战，也没有伤到江东的根基。曹操率领50万兵马南下，对荆襄9郡、江东6郡势在必得。但夏侯惇兵败新野，曹操并未责怪夏侯惇，毕竟坐镇新野的人是刘备，而且最近得了军师卧龙诸葛，如鱼得水。刘备何德何能，竟然能得卧龙相助？主公，捉到几个流民，怎么处置？便到军中押运粮草。诺，就说主公不可能见你，看你这次还有什么话可说。许褚，你在嘀咕什么？启禀主公，就是有一个流民说丞相肯定会见他，还和下官打赌100钱。哦，你们赌了100钱？对，我们赌了100钱。那你输了，你把这里流民带过来我看看。啊，这家伙是鬼吗？这都能说中？看来今天要好好的忽悠曹老板，把曹老板忽悠明白了，那以后小日子还能过得风风火火。启禀主公，便是此人与卑职打赌。草民拜见曹丞相。你可认识诸葛亮？启禀曹丞相，草民不认识。那你为何与许褚打赌？你是如何知道许褚肯定会把流民的事情禀报于我？启禀丞相，许褚将军一向军纪严明，若有流民来投，必定登记造册。至于我和许褚将军打赌，也是在赌。你赌什么？我在赌许褚将军一定认为我并非流民。有意思。许褚，卑职在。去陵上领1000金，然后把他也安插在军中谋个差事。小崽子，饿不饿？早就饥肠辘辘的唐人两眼放光，混在流民里的日子那更是饥不饱腹。唐人抢过扯下鸡腿塞到了自己嘴里。小崽子，你都饿成这样了，还敢在丞相面前摆谱，你咋想的？大头兵，你懂个鸡毛啊！你叫谁大头兵呢？小崽子，你就不曾听说过我许褚的大名？说出乳名还能吓吾一跳不成？你这黄口小儿，竟敢看不起本将军！就凭你也配称将军？你可知何谓将军？将领一军，你许褚能领军吗？这小子可忽悠，带兵打仗，你能行吗？你再能打，也不过是莽夫一个。黄口小儿，我不行，难道你就可以？故用兵之法，实则为之，武则攻之，备则战之，敌则能战之，少则能逃之，不弱则能避。此话一出，许褚眼睛顿时亮起来了。作为曹操的贴身保镖，不止一次听到曹操念这些，好像是什么兵法名篇，许褚一直搞不明白其中意思。每次曹操一扯这些东西，他都是云里雾里。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？实则为之，明明有10倍的兵力，为什么不直接发动进攻？围起来干什么？你懂个毛线？这个围是围歼的意思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啊！我10倍于敌就实施围歼，不要放跑一个进全攻；5倍于敌就实施进攻；2倍于敌就要努力战胜敌军。势均力敌则设法分散各个击破之，兵力弱于敌人就避免作战。我明白了，我全都明白了。那些老掉牙的东西没什么说头，给你说点新鲜的。什么新鲜的？16字真言，以之统兵，可枯木还逢春，柳暗复花明，立于不败之地。这大头憨憨太好忽悠，以后我的日子可好过了。16字真言，先生教我，先生教我。来看，唐人随手在地上画了一张地图，新野、樊城、江夏、荆州、江东皆在眼中。唐人开始给许褚分析当今荆州大事。既然你刘大耳朵为了诸葛赶我走，那我就虐爆你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追悔莫及。要想学孙子兵法，好酒好肉少不了。周公吐哺天下归心，眼下先攻新野。许褚，这新野弹丸小城，几日可攻下？主公早有谋划，处愚笨，还是不在丞相面前献丑了。但说无妨。主公挟天威到荆州、荆襄9郡与江东6郡，闭惶恐，刘备兵马不过万，必然无法坚守新野，所以刘备必退。哦，这憨货什么时候也能转述文辞了？
在楚看来，先前曹仁李典领兵攻打新野，被徐庶所破，曹仁复仇迫切，主公必满足曹仁将军。曹仁将军率领大军前往，刘备必弃新野而逃。不过什么？不过，若是曹仁将军复仇心切，难免再次中计。若刘备在新野城中布下硫磺火石，曹仁将军贸然入城，届时燃起大火，火烧新野，刘备派军中猛将反戈一击，恐怕。不好，曹仁已经领兵5万前往新野，如今正是盛秋，天干物燥。若真如许褚所说，刘备再施火攻，反戈一击的话，斥候安何在？在800里加急，告诉曹仁提防新野城火攻。夏侯渊率领3万虎贲前往新野，驰援曹仁。新野兼程前往，不得有误。诺。尘土飞扬，大地震颤，万马狂飙突进。夏侯渊率领虎贲骑飞抵新野城。完了！新野已化作火城，熊熊烈火，浓烟阵阵。数支骑兵在一名白袍银甲舞长枪的将军带领下，对侥幸逃出新野城的大批曹军进行袭杀。曹军如同蝼蚁，被快速收割，漫山遍野全是尸体。来将可留姓名。吾乃常山赵子龙是也。告辞。敌进我退的意思是，处于劣势要保存势实力，待机转移攻势，敌退我进的意思是打击敌方士气，积小胜为大胜。主公，曹仁将军率领5万兵马在新野遭遇埋伏，大耳贼火烧新野，曹仁将军引众将冒火突围，寻路奔走，死者无数。损伤如何？烧死、溃逃、被斩者无数。曹仁将军5万兵马，仅剩2万。大耳贼，你欺我太甚！5万兵马折损大半，为何会如此？夏侯渊呢？我派给了他3万虎豹骑驰援，为何还会有如此大败？若不是虎贲军及时赶到，曹仁将军怕已丧命于赵云枪下；若不是夏侯渊及时赶到，怕是连2万人都保不住。不忘泼一把火，新野又是一把火，曹仁愣是在同一道坎上接连栽2次。我就说吧，诸葛亮会火烧新野的。就不能收敛点吗？知道的说你是个憨憨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大耳贼的奸细。主公，刘备以前哪一次不是被我们打的如丧家之犬？自这刘备得了诸葛卧龙，我们却接连栽了2次，诸葛卧龙已成咱们心头大患。若是我奉孝还在，何至于此啊？主公，这诸葛卧龙实在不容小觑，若非您料敌于先，恐怕曹仁将军的5万人马将全军覆没。许褚，你可真是我的福将，若不是你，只怕他们就难回来了。说想要什么封赏？不如丞相赏我一坛好酒好肉。赏。小先生，你可是让我立下大功了，这都是丞相赏赐的酒，不够我再给你送。有话就说，是屁就赶紧放。小先生，我今天听到丞相在读兵书的时候，说什么以正合，以奇胜，什么什么的，以奇胜啥意思啊？还有什么555的？你说的是孙子兵法？对，好像就是孙子兵法。什么好像是？你不识字啊？不识字。看在你不知读识的份上，我就给你说道。你刚才所说是《孙子兵法·兵事篇》，凡战者以正合，以奇胜，故善出奇者，无穷如天地，不竭如江海，终而复始。日月是也，死而复生，40是也，生不过5，五生之变，不可胜听也；色不过5，五色之变，不可胜观也；味不过5，五味之变，不可胜尝也。啥意思？大凡作战以正兵交合，以奇兵取胜，善于出奇制胜的人，他的妙法是丰富多彩、层出不穷的，就像天地万物的变化无穷，就像江河流水的奔腾不息，周而复始。音不过5，宫商角征羽，但5个音融合演奏的音乐却是赏听不尽。色不过5，青黄赤白黑，但5种颜色调和汇成的画图之美是观赏不完的。味不过5，酸甜苦辣咸，但5味调配的滋味却是品尝不尽。作战的基本方式不外乎奇正2种，但奇正的变化运用却是无穷无尽。好玄妙，好厉害的样子。请主公和军师降罪。赵云将新野的情况详细的告诉了刘备和诸葛亮。当诸葛亮听到夏侯渊领兵杀到，曹仁逃出升天的时候，脸色变得极差。曹营之中竟然有人看破我的计谋，主公速下决断，曹营有高人坐镇，他们肯定会派骑兵到来，要是继续带着百姓逃亡，全军必败。我怎么忍心置百姓安危于不顾？军师，你说曹营有高人，是何高人？主公可还记得宛城之战？你说的是贾诩？臣认为应该是贾诩或荀彧其中一人，这2人的才智丝毫不弱于亮。
军师，下一步该如何行事？樊城不能去了，曹操大军南下，荆州必然陷降，樊城守军必投降曹操。吾等若是去了樊城，便是进了龙潭虎穴，当速速前往江夏。江夏囤积着荆州半数钱粮，只要进驻江夏，凭借着江夏险峻坚城，纵然曹操50万大军，也无惧于他。好，速速去江夏，替侄儿刘琦镇守江夏。是谁破我的计谋？特么的，到底是谁？大耳贼，看你怎么死！曹老板这边不好混了，都投诚好几天都不来看我。还好，赤壁之战不久就要开打，到时候曹老板连裤衩都输掉喽，我正好逃走，毁方已平定，中原是个好去处。实则为之，明明有10倍的兵力，为何不直接进攻？围起来干什么？主公，这个围是围歼的意思。哦，主公，10倍于敌，实施围歼；5倍于敌，实施进攻；2倍于敌，战胜敌军。势均力敌，则设法分散各个击破之，兵弱于敌人，避免作战。虎侯，你居然会兵法？没有，我听人说的，学那玩意我就头疼。反战者，我知道，反战者以正合，以奇胜。终而，我知道，周而复始，日月是也；死而复生，四时是也。生不过。这个我也知道，生不过武，武生之变，不可胜听也。这是大凡作战，要以正兵交合，以奇兵取胜。这个善于出奇制胜。许褚把唐人教的全说了出来，曹操彻底傻眼了。虎侯，你还知道什么？16字真言。哦，什么16字真言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快道来！主公，我不能给你说这16字真言，以之统兵，可枯木还逢春，柳暗杏花明，立于不败之地。我可不信16个字能说出什么大道理来。主公，我那个许昌，我那宅子，给你换大的；我那几位夫人，给你换几个年轻貌美的。许褚，我这就说，这16字真言，就是当敌强我弱的时候，要敌进我退，敌退我进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。许褚又把唐人教的说了出来。曹操看着许褚，忍不住又想起了郭嘉和奉孝征讨乌桓，郭嘉病逝是他心中的悲痛，每逢败仗，他都会忍不住痛呼：奉孝若在，孤何至于此啊！我来。小先生，你看我给你带来什么好东西？有酒有肉，你这日子过得不错啊！我哪里有这本事？这是丞相让我给小先生带的。许褚又塞了好几根金条给唐人，唐人顿时明白这是曹操的犒赏。曹老板犒赏楚憨憨，楚憨憨借花献佛。小先生，你说刘备是不是太蠢了？他逃亡新野，还要带着百姓，这不是累赘吗？带着百姓逃亡是累赘吗？这大耳流贼精啊！不是累赘吗？请小先生教我。刘备带着百姓逃亡有3个好处：一、获得仁德的美名，刘备亦无兵马；二、无地盘，全靠仁德之名撑着，损失了仁德美名，便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本；二、众多百姓跟随逃亡，看似愚蠢，但是你算一算时间，从新野前往江夏，不过200里，丞相还要收服接见荆州的官吏，需要耗费一部分时间。丞相抽出时间去追击刘备，已经过去了几日的时间，新野百姓连绵数十里。百姓连绵数十里，会有什么情况？这些百姓真实的作用，其实是为了阻碍丞相派兵追赶啊！刘备这大耳贼，竟然用新野百姓做肉盾。小先生，第3是什么？这第3就是给刘琦看的。刘备连新野百姓都不会伤害，更不可能伤害侄子刘琦。新野百姓和刘琦有什么关系？为何要做给刘琦看？若是不做给刘琦看，刘备大军若是到了江夏，刘琦必不给刘备开城门，刘备不就命丧江夏了？若是刘琦放刘备入城，不出1年，刘琦就要病死喽。什么？刘琦会病死？怎么可能？我听说刘琦擅长武艺，正值青年，怎会病死？江夏奉刘琦为主，如果大耳贼去了江夏，刘琦若是病死了，奉谁为主？哦，刘琦被刘备所害，这大耳贼嘴上仁义道德，一肚子男盗女娼。请丞相降罪。子孝，快起来！你取了新野，大功一件，何罪之有？丞相，罪臣在新野中计，险些全军覆没。刘大耳与诸葛村夫不过丧家之犬，来日命你统帅骑兵，再报此仇。如今刘备疲于奔命，诸位认为该如何行事？丞相，刘表已死，荆州一盘散沙，主公只需请一道圣旨，便可兵不血刃，收复荆州。好，圣旨便由你来写。多谢丞相。刘备如今已经放弃了新野，他会前往何处？启禀主公，直接派兵追赶围剿。刘备携老扶幼，走不了多远。主公给我1万骑兵，我必让刘备万劫不复。许褚听着夏侯惇的话和唐人所说有些差池。唐人说那些百姓就是刘备用来阻挡骑兵，如果贸然前去，很容易陷入被动。军帐中众将纷
纷请战，恨不得手刃刘备。启禀主公，末将有话想说。许褚，你还是率领虎士守护在主公身边吧，区刘备，不老虎猴动手。启禀主公，许褚认为刘备带着新野百姓逃亡，其中有诈。有诈！诸位将军，刘备携百姓出新野，去往何处？当然是樊城。樊城距离新野100余里，定是去樊城。曹操注视着许褚，难道他能算出刘备和诸葛亮下一步行动？贾诩和程昱等人静静地听着。刘备不去樊城，刘备必去江夏，取代刘琦。这虎痴什么时候开始学兵法了？你继续说。刘备携百姓一同逃离新野，名义上是仁德之举，实际是把百姓当肉盾，绵延数十里的百姓，拖延我军骑兵的追赶。如果我军骑兵不管这些百姓，百姓中有可能藏着刘备的兵马，伺机潜伏；如果我军骑兵管这些百姓，则被拖延，刘备轻而易举的逃走。许褚将他从唐人那里听来的话原封不动地说了出来，剖析入里，环环相扣。号称三国第一毒士的贾诩震惊了，其策百出的荀攸也呆了，把许褚视为虎痴的众多将领顿时哑口无言。刘备必去江夏，刘琦必死，一山不容二虎，一城不容二主。江夏有着荆州半数钱粮，若刘备进驻江夏，同孙权形成犄角之势，对我军十分不利。曹操也没想到许褚竟然还有这些门道，原本想看许褚笑话的张辽、夏侯惇等人全体晋升了。诸位以为许褚所言如何？启禀丞相，卑职赞同许褚所言，荆州归附，樊城必降，刘备只能前往江夏。至于新野百姓，丞相无需顾虑，只需派遣5万骑兵，便可追上刘备，只需拖住刘备即可。前往江夏需要渡江，如许褚所言，当埋伏骑兵于江岸。刘琦若是率领船只前来，杀刘琦，取江夏，先取江夏，后取刘备。丞相可修书一封，许诺蔡瑁荆州水军大都督之职，命他率领10万荆州水军去攻打江夏。丞相不费一兵一卒，便可取得江夏。好，李典、于禁、曹仁、张合、夏侯渊听令。是的。在，命尔等率领5万骑兵追击刘备，阻止他前往江夏。诺。贾诩，你写一封书信交给蔡瑁。看破我计策的人是许褚，不可能，一介莽夫怎么可能看破我的计谋？启禀军师，的确是许褚看破了军师的计策，军师的一切谋划全被点破。军师不必挂怀，曹仁也损失惨重，曹操正忙于收拾荆州，咱们还是速前往江夏。要加快脚步了，主公可在机民之中安插了兵士，等待时机反戈一击。先生，果然不出先生所料，刘备和诸葛亮他们确实要前往江夏，但我还有困惑。有何困惑？蔡瑁之前，荆州的水军掌握在黄祖的手中，黄祖镇守江夏，防御江东，荆州的半数钱粮、船舶、弓弩都存放在江夏。黄祖不久前被甘宁射杀，蔡瑁是刘表的小舅子，代替黄祖掌握着荆州水军。现在刘表死了，蔡瑁是荆州水军大都督，他现在前往江夏，早就一盘散沙的江夏，肯定望风而降。刘琦啊，质子，荆州的士卒能架空刘表，何况是一个质子？主公，军师，曹操派出5万轻骑掩杀而来，主公早做决断。5万骑兵，主公，咱们先行，让百姓拖住曹操的骑兵。此时，李典、于禁、张合、曹仁、夏侯渊各自率领1万骑兵追杀刘备，五路骑兵5万人马，仅用1日便追上了偕老扶幼的刘备兵马。在刘备和诸葛亮的计划之中，新野的百姓会抵挡住曹操骑兵的前行，可是出乎刘备和诸葛亮的事情出现了。不好，主公，曹军知道吾等要前往江夏，这些骑兵已前去布防，往江夏的路断了。若是去不了江夏，岂不是成了瓮中之鳖？后有曹操追兵，前有天堑阻隔。大哥，我和三弟拼死护大哥杀出去。曹营这高人不得了，从火烧新野到曹军骑兵堵截前路，连续2次看破了我的谋略，甚至对我行军路线与目标动态都了如指掌，这人了不得。军师，事到如今该怎么办？曹军骑兵阻截了前往江夏之路。启禀主公，曹仁、李典率领2万骑兵，把守住了长坂坡，我军前路断绝。大哥，让我率领1万人，捅他曹仁几个窟窿。不许冲动，你领1万人能打得过2万骑兵吗？那不是去送死吗？先听听军师怎么说。启禀主公，启禀军师，已经探查出此等谋略出自何人之手？出自何人之手？启禀军师，出自许褚之谋。放屁，不可能！军师，此事确实无疑。好一个许褚！刘备将诸葛亮安置在马车上，刘备也得知了许褚力压诸葛亮，接连2次技高一筹。没想到
背后之人居然真是许褚。许褚亲本家人，奈何助贼，汉贼不两立。这个许褚怕将是我一生之敌了。正当感慨之际，5万曹军骑兵已经占领了长坂坡，呼啸而来，如飓风席卷。虎豹骑势若奔雷，漆黑的战甲伴随着战刀的锋芒，让人忍不住心悸。不好，军队和百姓彻底脱离，已经连丁点的肉盾都没有了。没了百姓，曹军还能有什么忌惮？全军后撤，保护百姓。我等仁义之师，不可抛弃一人。刘备反应很快，但快不过虎豹骑，只是半刻钟的功夫，数千虎豹骑就已经穿插了过来，彻底隔断了刘备与百姓。完了，彻底完了！苍天啊，你真要亡我刘备吗？心腹汉室，还于旧都，此生都无望了吗？刘备的军队士气顿时变得昂扬起来，大批的人马被刘备的情绪所感染，每一次都是这样。刘备哭来了徐州，哭得了关羽，哭得了张飞、赵云、徐庶，哭得他们死心塌地。刘备哭刘表，哭得了荆州人心。刘备哭东吴，霸占了人家的荆州，还哭来了诸葛亮，哭得老诸葛溜出祁山，活活累死在了五丈原。主公，军师醒了，要见你。军师，吾等不慎，这才中了许褚的计谋，时也命也。此次若能逃出升天，必将那助纣为虐的许褚五马分尸，号为军师，学此耻辱。主公，亮必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你说这许褚咋回事？他啥时候学兵法的？就他那脑子，谁能教会啊？我看许褚被郭嘉先生的魂魄附体的可能性要大一些。对，郭嘉先生一死，许褚就突然变聪明了，这二者之间隐隐似乎有什么联系。莫非以前许褚都是装的，故意不显山露水？有这个可能，可能许褚一直是文武双全。对，郭嘉不死，许褚不出。小先生，怎么了？先生再教给我点兵法，好让我傍身。哦，这个嘛。你想学什么？我想学怎么当一个将军，最好是新鲜的，不是以前兵书上的，就像16字真言能唬住人，直接把主公都给震翻了的那种。怎么当一个将军，不就是为将之道吗？为将之道，当先治心。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麋鹿兴于左而目不顺，然后可以治利害，可以待敌。先生，你能给解释不？为将之道也，即是作为将领的原则，应当首先修养心性。必须做到泰山在眼前崩塌，面不改色，麋鹿在身边奔突，不眨眼睛，然后才能够控制利害因果，具可以对付敌人。哦，先生，你有大才，为何不在主公面前施展？施展个毛线！就等着曹老板赤壁大战好开溜呢！像别人那样吹捧曹操何其牛逼，我心悦诚服云，那岂不是太没有逼格了？军号响起，大江之上出现了一望无尽的水师船队，站立船头的蔡瑁绑了刘琦，准备送给曹操以示忠诚。刘琦已经算不得后患，我蔡家的依仗不再是刘氏。虎豹骑拖住了刘备，给蔡瑁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。当蔡瑁的10万水军抵达江夏城下的那一刻，城内的士卒望风而降，为耗费一兵一卒，江夏重镇便已易手。长坂坡残兵断戟漫地，遍地哀嚎。张飞率领数千死士豁出性命，左突右击，杀得数千死士近乎消耗殆尽，这才杀出了一条血路，血流成河，堆尸成山。刘备得以带着残兵逃出升天，刘备5万人马已经折损近半。尸横遍野，残阳如血，败得如此惨烈，他日不报此仇，誓不为人。先杀曹贼，再杀许褚。江夏易主，蔡瑁生秦长公子刘琦。好，甚好。曹操看着大汉地图，兖州是曹操的大本营，袁氏兄弟贡献了5个州，干死了吕布，徐州划入曹操名下，现如今又收下荆州，大汉天下不过13州，曹操已占据9个。放眼天下，仅有占据胶州的士燮，扬州的江东孙权，还有益州的刘璋和汉中张鲁不曾归附。荆州能如此顺利入手，许褚功不可没。许褚真是料事如神。主公，最近虎侯频频上策，桩桩计谋，料诸葛卧龙于先，让人忍不住惊奇。主公可知，现在军中盛传说许褚将军一直文武双全，只是不显露而已，还说郭嘉不死，许褚不出。什么文武双全？许褚要能文武双全，那可真是离大谱了。我麾下战将如云，谋士如雨，
不过要说厉害，还真没几个。奉孝为吾之子凡，长于军机；邢彧为吾之萧何，长于内政；荀攸善良策，成语多谋略。不过，若说这天下最传奇的谋士，还得是先生。众谋士，先生最为出众，尤其善于明哲保身。许褚，是你教的吧？主公，贾诩虽善明哲保身，此许褚将军所献计谋，非贾诩所能及也。无论是火烧新野，还是刘备欲往江夏，贾诩都未能参透。诸葛卧龙之志远胜贾诩，许褚将军之谋更在诸葛之上。主公，军中还有传闻，许褚将军为郭嘉先生亡魂所附。奉孝，奉孝，莫非真是你在天有灵，未能助我一统天下，含恨九泉，不愿瞑目？你们负责保护先生的安全，先生如有任何闪失，本将先斩了你们的狗头。起风了，江河往东去，北军要南征，天下英雄谁敌手？赤壁，我来了。江夏已得手，樊城陷降，荆州全入曹操之手，大军将前往樊城受降，唐人也要跟随大军南下，天下大乱。唯有2场大战决定历史走向，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，让纷乱了几十年的天下无法迅速统一。死了曹阿瞒，来了司马懿。长坂坡、当阳桥，士卒损失过半，张飞拼死夺下当阳桥，刘备逃出升天。此时张飞满身血水，手持丈八蛇矛，领兵守在当阳桥上。子龙，你为何烦我哥哥？我寻不见主母与小主人，因此落后。主公在何处？大哥在前面不远，你等跟我去。三哥，我上天入地，好歹寻主母与小主人来，如寻不见，死在沙场上也。数日间，曹操大军南下，已抵达战场。山下战将如云，甲兵重重。荆州已入我手，刘备生机断绝。你们说他将往何处？无外乎东去入江东，或西去入巴蜀，说不定还会一直南下入胶州呢。这些年刘备东奔西走，投陶谦，陶谦死；投吕布，吕布亡；投袁绍，袁绍败。孤好心收留，他却卷走了我的钱粮兵马，实在是可恨至极。这种小人若是不千刀万剐，怒火难平。胶州路远，刘备不可能前往。江东孙权与刘备素无交涉，反倒是益州的刘璋，他与刘备可是同为汉室后裔。先生以为呢？主公何不问问许褚将军？哦，小先生，你说这刘备接下来会去哪里？江东还是益州？你以为呢？益州刘璋也姓刘，跟刘备是亲戚。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。益州山川险峻，安全着呢。曹丞相要出兵，那也是从关中出兵。如今大军南下，从荆州出兵打哪个更顺手一些？这和刘备投靠谁有关系吗？曹丞相和大耳贼有仇，曹丞相打谁，刘备就会去投靠谁。反之，谁会被曹丞相打，刘备才去投靠谁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现在来看，江东孙权俨然已经和刘大耳朵站在了同一战线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许褚将军，丞相要见你，速去景山顶与众谋士共议军略。啊！我和众谋士一起共议军略？对，丞相和众多先生都在等着您呢。半山腰处，一众将军神情复杂的看着许褚，一个个内心五味杂陈。许褚这个憨憨，居然参加众谋士的会议，真是活久见。这个憨憨啥时候还成先生了？难道这家伙真的是能文能武的一代兵仙？主公唤我前来何事？许褚将军，荆州之内已无刘备生机，他将往何处去？许褚感觉他的头都要炸开了，他真的不想再装了。曹营内的谋士看他的眼光很奇异，武将的眼光更奇异。士兵们都说他被郭嘉的魂魄附体了，他好想把一切都公之于众，可是唐人不让他说。主公与刘备是同水火有仇啊，主公打谁，刘备就会去投靠谁；反之，谁会被主公打，刘备就去投靠谁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益州虽近，却有山川险峻，主公就算是要出兵打益州，那也是从关中出兵。如今大军南下，从荆州出兵打哪个更顺手一些？胶州貌似远了些。现在形势来看，江东孙权俨然已经和刘备站在了同一战线。这可是丞相临时起意，许褚将军临场发挥，虎侯这些年真是深藏不露啊！许褚真乃先也。不敢当，我是懵的，我就是行军的时候偶尔听别人说的。郭嘉不死，许褚不出，传言果然为真。贾诩恭喜丞相得一文武全才，恭喜丞相。仲康真是大智若愚啊！
白袍白甲骑白马，手中一杆亮银枪。张合、马延、张乙、焦处、张南等8将齐攻，数百骑兵团团围住。白袍将军乃拔青钢剑乱砍，手起处，衣甲平过，血如涌泉。诸将皆退避，不敢力战。来将何人？报杀罪名！我乃常山赵存。啊！我许褚也去。不可，不可二！此将凶猛，不可让虎侯以身犯险。我乃常山赵存。子龙到了，七进七出，勇力绝人，豪营发将，数百军士不能拦。此战之后，你常山赵子龙注定传遍天下。可惜子龙，你跟着刘备，注定一辈子受累吃苦。唐人当军师时，对赵子龙印象极好。关羽、张飞仗着刘备的关系，根本不把唐人看在眼里。大耳贼自号中山靖王之后，打心底看不起唐人，唯独赵子龙对他好。唐人屡献奇谋击退曹军，赵子龙对唐人极为敬佩。这次刘关张率先突围，却让子龙在后保护家眷，陷入了重围。好你个诸葛亮，使出这种计谋！此时的赵子龙还未找到甘夫人和刘阿斗，心焦如焚，欲要快速脱身。然而夏侯渊引10余将半路拦截，张合等8员战将尾随栖身。一时间，赵子龙为20余战将合围，纵使赵子龙有通天的本领，也插翅难飞。我原本以为吕布已经天下无敌了，没想到有人比他还勇猛。自吕布之后，已许多年未再见过如此战将，我当生擒之。丞相有令，不要放冷箭，当生擒之，活捉赵子龙。主公，这赵子龙已图我士卒50数，战将50员。许褚明日将有一白袍白甲骑白马，手持亮银枪者，那人会在长坂坡前，景山之下，一人敌百将，乱万军，威震天下。许褚就是你，也未必打得过他。先生真乃神人也，这赵子龙果真勇猛。许褚将军不可。虎儿回来。主公，我去就归。许仲康不可有任何闪失，赵子龙亦当生擒之。呀！常山赵子龙，某乃乔俊、许仲康。照我看来，你比那关羽、张飞都要强多了。素闻曹操麾下战将如云，今日一战方知不过尔尔，唯有虎侯才堪一战。后世素有一吕二赵三典韦，四关五马刘张飞之说。正如曹操所说，自吕布之后10多年间，他都不曾见过如此猛将。唐人看着许褚鏖战赵云，思绪已飞到了江夏。在他的推波助澜之下，刘备和诸葛亮已经成了瓮中之鳖。江夏已易主，大耳贼若是去江夏，那必死无疑。皇祖死前一直在江夏与东吴对垒，可见荆州水军丝毫不逊色东吴。不过周瑜智谋深远，他肯定不会看着刘备死掉。那他会深入荆州救刘备吗？如果周瑜不救刘备，那周瑜会怎么做？荆州、东吴、曹操、刘备、江夏，周瑜会奇袭江夏。他会把江夏的战船焚烧殆尽，来延缓曹操的攻势，阻止曹军南下攻吴。许褚如此刚猛勇武，怎么可能还懂什么计谋？既有谋略又勇武，这真是文武双全了。贾诩始终不相信许褚懂谋略，而且是那种1等1的谋略，能够看穿卧龙动向的谋略。文和，你说我如何才能收复此将？启禀丞相，下官认为以礼相待，以诚相待，此将必可收复。文和所言甚是。我主惜子龙之勇，不许冷箭伤汝，只许活捉。若不然，子龙早被枭首，汝还不快降，真要力竭而死。已经鏖战了100多个回合，仍旧不分胜负。赵子龙以险垂势，与许褚鏖战之前，他已大战一场，斩杀战将50余员，早让他酣畅淋漓。英雄惜英雄，许褚实在不忍赵云丧命。虎侯，你我各为其主，战便战，休打眼看枪。赵子龙景山之下，长坂坡前，一战威震天下。我许仲康生擒汝，也可扬名立万。二人再战成一团，然这赵云硬撑了20回合，终于裂了。与许褚鏖战120回合不分胜负的飞龙岿然落马，许褚已然一跃下马扑来。赵子龙此时早已力竭。正如唐人所料，东吴也有动向。东吴水军大都督周瑜正在练兵。启禀大都督，荆州蔡瑁率领10万荆州水军进入江夏，江夏士卒望风而降。都督，咱们怎么办？
坐观风云起，独坐钓鱼台。曹操南下，荆州9郡抵挡不住。如果刘备和诸葛亮能够坐镇江夏，倒也能据城而守。没想到曹操的动作如此之快。大都督，据说曹营之中有高人，计谋一环套一环，简直就是神来之笔。贾诩、程昱、荀攸都在曹营，曹营之中称得上人才济济。原本刘备的麾下有徐庶和唐人，可惜徐庶舅母离开了刘备，卧龙出山。诸葛亮以唐人势如水火。为何势如水火？谋士之中各司其职，岂不是更好？哈哈，各司其职，刘备连个地盘都没有，怎么各司其职？诸葛亮岂能甘愿做个副军师？可惜一山不容二虎，军中不能有2个军师指挥作战。大都督，咱们接下来怎么做？是否趁着曹操尚未立稳脚跟，前往江夏劫掠一番？江夏可是存放着荆州半数钱粮，足够咱们东吴水军10年用度。正有此意，升帐议江夏攻略。记住，不要愤怒，愤怒会降低你的智慧；也不要恨自个儿的敌人，仇恨会使你丧失判断力。与其恨自己的敌人，不如拿他来为我所用。本想死战一场，慷慨归西，何曾想沦为阶下囚。若不是大战消耗太多，必有余力同许褚继续鏖战。我入曹操监牢，糜夫人和小主公谁人可去救？子龙将军，你醒了。谢曹丞相命人为我疗伤。子龙将军神勇，吾在景山一览无余。若能得将军相助，天下一统指日可待。大汉13州，曹丞相独占9州，就算没有赵云，一统天下也是指日可待。曹操见此，便知恩计不成。子龙将军可知你伤得有多重？吾若是不派名医看护，纵然不死，也必落下残疾。子龙将军可知吾求贤若渴，恨不得即刻把将军奉为座上宾。只因我军内部群情激昂，你杀得血流成河，斩杀了孤的3员战将。大耳贼，无德小人，从徐州到荆州一路败亡，如今荆州生机断绝，又不知该去投靠哪家主人了。如果我家军师还在，曹丞相你根本打不进新野，更不用说独占荆州。哦，你家军师诸葛亮，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。我家军师不是诸葛先生。自唐人离开，一切就都变了。当初唐人的各种出谋划策，各种奇思妙想，各种巧夺天物，那时候即便刘备兵微将寡，可却能屡胜利强敌。徐庶一入我麾下，你家军师不是诸葛亮又能是谁？唐人军师。唐人，曹操怔住了。第一次听说世传卧龙凤雏，得一可安天下。诸葛亮的各种谋略，即便是曹操也是极为钦佩的。若非许褚多次点破，他恐怕早已栽大跟头。若唐人军师还在，曹丞相入不了新野城。军师，咱们如何行事？此时已经4面楚歌了。主公放心，我早有谋划。10日前，我已派书童前往东吴，我兄诸葛瑾就在东吴，他必能说服鲁肃来援。军师果然料敌先机，那咱们速速前往东吴。只是可惜了我这大半生的心血。特么的，到底是谁在曹营之中一律看破我的计谋，让我如此狼狈，几乎折损了所有兵马？不可能是许褚，一个憨货。许褚背后肯定有高人。自唐人离开新野，我的谋略便屡屡被曹营中人看破。难道唐人去了曹营？小先生，你神机妙算啊！俺许褚又立了头功。小先生，赵子龙兵败被俘之后，一直关在大牢里，丞相劝过几次，赵子龙宁死不降。赵子龙忠义，很难投降曹丞相。是啊，赵子龙宁死不降，水米不进。丞相爱惜人才，不舍得赵子龙陨落。那一场鏖战对赵子龙心服口服，许褚以最强状态面对处于劣势的赵云，也鏖战了100个回合。小先生，赵子龙若是一直水米不进，那恐怕要陨落了。小先生可有降服赵子龙之法？哦，怪不得你无事献殷勤，你这是有求于我啊！求先生教我。其实降服赵云很简单，你只需说一句话，赵子龙必降。什么话？先生教我。你附耳过来。这么一句话就能让赵云降服，先生可不要诓骗我。我何曾诓骗过你？你说你立过几次功了？我现在就去和赵子龙说这句话。这大憨货太好忽悠了，再忽悠多几次，我都可以告老还乡了。徐将军不必枉费心机了，赵云宁死不降曹操。这个赵云是硬骨头，主公3番5次的劝降赵云都失败了。赵将军，你是汉臣吗？徐将军，我见你勇武，你却质疑我的汉节。你走吧，我不愿见你。
赵将军，你若是汉臣，此时当入朝朝见天子，为陛下竭忠尽职。你在这监牢之中坐以待毙，算什么汉臣？算什么忠义之辈？许褚的斥责让赵云失神，许褚的话让赵云拨云见日。许褚是个憨憨，他并不知唐人教他这话能给赵云带来何等冲击。他也好奇，曹操费尽口舌与心机都无法让赵云归顺，唐人的一句话就能让赵云心悦诚服的归顺吗？徐将军，请带我去见丞相，我要去许昌，我要为大汉尽忠尽职，报效陛下。什么？这赵云突然想明白，此时的天子在许昌多劫多难，身边豺狼环顾。若他能护在天子身边，必不会让天子受制于曹操。天子身陷囹圄，需要他这等忠汉之臣庇护。我们要这样稳固荆州，那样攻伐东吴。主公，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？子龙将军。曹丞相可否将某的兵器战马交还于我？好说，来人呐，取子龙将军的龙胆枪与赵夜玉狮子。子龙将军可是愿意臣服于我？我乃汉臣赵子龙。对，子龙将军忠心耿耿，大汉栋梁之臣。赵云并不是投降，他一直忠于汉室，忠于大汉天子。子龙将军可是要前往江东？非也，我要去许昌，护陛下周全，以防奸臣伤害了陛下。曹操听到赵云此言，并不生气，他十分清楚，赵云这是在指桑骂槐，骂自己是奸臣。只要赵子龙去了许昌，那就是我的麾下战将。杯酒，今日我与子龙将军不醉不归。丞相，某从不饮酒，多谢丞相好意。将军吃口饭吧。生食汉禄，死为汉臣。赵云坚决不吃曹操的一口粮食。赵云提枪出门骑马，离开了太守府。我得子龙，如虎添翼。丞相，无人约束赵子龙，若是他逃亡江东，如何是好？放心，他不会去江东的。天子在许昌受奸臣胁迫，赵子龙怎么能够忍受天子在许昌受辱？赵子龙去了许昌，天子身边多了一员忠耿耿的虎将，既是天子的虎将，也是我的虎将。你小子行啊，你是怎么说服赵子龙的？我就说天子在许昌，你为汉臣，不想着报效天子，却在监牢之中坐以待毙，算什么汉臣？算什么忠义之辈？赵子龙就投降了啊！所有人都无法说服的赵云，被他一句话就说服了。贾诩和陈群等人对视了一眼，感觉自己的智商被碾压了。这他娘的会是虎吃吗？是认识的许憨憨吗？他要是个憨憨，那我们是什么？许褚也不明白，这个赵云为什么听到小先生教的那句话后，立刻就投降了。天作愿，接着我。小先生，为什么我按照你的话说了几句，赵云直接投诚了？曹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赵云他实则很反感，你就不一样。曹营当中唯有你可与赵云鏖战不败，可谓英雄惜英雄。你可知赵云为什么会对刘备效忠？赵云乃忠正仁义之人，心系汉室，忧心苍生，而刘备开口闭口句是仁义道德，兴复汉室。赵云就是这样的被其迷惑住，刘备不过是皇叔，而许昌的可是真天子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先生这招叫什么来着？对，釜底抽薪。虎侯是真变聪明了，跟在小先生身边久了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虎侯，我喝你的酒，吃你送的肉，不能白吃白喝，再送你一份大功，如何？去寻一口枯井，糜夫人和大耳贼的宝贝儿子就在枯井附近。啊，那糜夫人那个美啊！你一定要守着枯井，等着救人，避免糜夫人受辱为质，随时自决。许褚带着疑惑，带上300虎豹骑军，在景山附近开始了星夜搜寻。突然，婴儿的哭声入耳，许褚发现矮墙下躲着一名怀抱婴儿的妇人。那女子吓得浑身发抖，许褚一步步走过去，借着月光看到了真容。这妇人容貌秀丽，虽年不过20，却已为人妇，微微有些成熟。女子吓得手足无措。主公，大耳贼的糜夫人还有其子刘阿斗给我找到了。什么？昨夜宴席之上，我在想刘备的家眷会藏身何处，最后笃定应该是枯井。为何会是枯井？刘备好歹也是人主，妻妾必然貌美，混乱当中少不了遭人觊觎，躲在枯井边上，但凡有什么事情，可以即刻寻死，以免受辱。所以昨晚宴席散罢，末将便带300骑兵连夜追寻，在第4口枯井处寻到了糜夫人和刘阿斗。虎侯又给了故意大惊喜。赵云去了许昌，大耳贼的女人和儿子落入吾手，这下可真是断了大耳贼的脊梁骨走。去看看这位糜夫人。虎侯，糜夫人何在？糜夫人，虎儿，糜夫人如何？
主公月下初逢，容貌秀丽，虽年不过20，却毕竟已为人妇，微微有些成熟。曹老板听呆了，许憨憨居然诗情画意起来，一时间许褚脸上火辣辣的。突然，糜夫人坠井死了啊！仲康，定然是你酒业还未退却，月光微醺，只觉得这女子着实迷人，要用强，糜夫人才坠井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我跟着主公这么久了。主公杀我！主公杀我！你个许仲康得了便宜还卖乖，自己好人妻还推到姑的头上，不知你上哪里学了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来编排我。唐人的院子里，唐人看着眼前的哭泣连连的美貌女子，他大为不解。军中无美女，虎侯，你这是为何？这不是小先生的意思吗？此言何解？小先生昨夜不是说了，姑仅有佳人，貌美啊？这是糜夫人。不错，小先生和糜夫人年龄相仿，在某眼里郎才女貌。仲康，你误会了。先生的意思，我懂。你个憨批，你懂个鸡毛啊！先生聪慧过人，许褚尽量领会。若非是为这貌美糜夫人，先生为何让许褚连夜去寻？那不是你给我送来了酒肉，我才送你一桩功劳吗？先生放心，无人知晓。我将刘阿斗送给了主公，主公很开心，糜夫人就交给先生了。许褚先走了，先生随意，先生随意。许褚这个憨批，唐人虽然对刘备不满，但他有自己的底线，他可没有曹老板的癖好。糜夫人在惊慌失措中看向唐人，新野的逃亡路上，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颠沛流离，被凶神恶煞的恶人抓住之后，他甚至已经想到了自己的悲惨结局。唐人打量着糜夫人，虽然在乱军之中颠沛流离，但是糜夫人依旧俊俏。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！我这么像恶人吗？糜夫人，你去屋里洗漱一番吧。我与刘备也算是故交，不会伤害你。你与我夫君认识？何止认识，曾经也同处一座大帐之中。先生既然是我夫君的故交，能否派一辆马车把我送到夫君处？把你送走？你高看我了，我还想跑呢。我也想跑去中原置办田产，娶几房妻妾，过舒心的小日子，但我都没办法离开，怎么给你安排马车？先生，求你了。糜夫人，请自重。难道先生你也是被曹贼抓来，身陷囹圄？也不知阿斗现在如何？放心吧，曹操不会杀阿斗，不仅不会杀阿斗，他还会好好的养大，不会让阿斗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。为什么？汝妻子无养之，你就安顿在这里吧。这座别院我也是刚刚进来。东吴，鲁肃已经把刘备和诸葛亮接到了江东，刘备的营寨驻扎在江边，全都丢了，努力大半生积攒的基业，全葬送在逃亡的路上。糜真和阿斗也下落不明，赵云独自断后，怕是已战死沙场。诸葛亮清点了物资之后，眼前一阵发黑。唐人离开的时候，新野有5万兵马，钱粮众多，而且还有精锐的白耳兵。现在所有的兵马算在一起，也不过2000人，粮草辎重全部遗失。这他妈的就是一个笑话，败给了一个天下皆知的痴人。这不是告诉天下人刘备3请出山的卧龙，连傻子都斗不过的蠢货吗？主公，赵云将军来信了。什么？子龙将军来信了？竟然是子龙找到了夫人与阿斗，快把信拿来！刘备看着赵云的书信，脸色铁青，愤怒无比。子龙被主求荣，逃到曹营。赵子龙，我一直认为你是忠义之人，想不到你也是贪生怕死之辈。赵云的书信上写他去许昌的原因，但在刘备看来，赵云就是投曹了。他去许昌投天子，不就是投曹吗？关于糜夫人和阿斗的情况，书信上一字未提。难道妻儿已经遭遇不幸？曹贼，我与你势不两立。蔡瑁封汝为镇南侯，水军大都督；张允为驻顺侯，水军副都督。你2人要悉心操练水军，以后调用。蔡瑁、张允2人皆是势利小人，谗民之徒。主公为何加授显官贵职责，让他2人掌管荆州10万水军呢？我岂能不识人？只因我军皆北方之众，不习水战，故全用此2人。待事成之后，孤别有理会。昨夜被你折腾太过，今日起床过累。蔡夫人，与我再睡一会。先生，这处院落住的可还惬意？咦，糜夫人呢？可曾？有话就说，莫乱放屁。要是惦记，就接你那去。真如小先生所言，蔡瑁得以重用，不仅封侯，还号为水军大都督，统帅10万荆州水师。
看样子要打大仗了。赤壁之战，仲康有什么想说的？小先生，这是怎么说呢？今日受降的时候，感觉主公有些不对劲。哦，他是不是飘了？飘了是何意？飘了就是志得意满，双脚离地，不切合实际，自大自负，自我崇拜。对，主公就是这样，他飘了，他真的飘了，而且飘得很严重。赤壁之战，曹操为何会说就是他飘了？曹操得九州，任谁都会觉得天下大势已定。曹操都想着国号要不要围魏，临门一脚就能一统华夏，偏偏这时候飘了。大军南下，荆州已得，丞相不会轻易回师，必然要再上一场大仗。打益州要从关中入汉中，再从汉中入巴蜀，由荆襄之地进攻益州，要走水路逆流而上，太难了。所以江东的孙权是曹操唯一的目标。此战若胜，天下一统之势就算定下来了。江东与荆州常年鏖战，江东水师与荆州水师都是天下劲旅，能与江东水师抗衡者，唯荆州10万水师也。这也是曹丞相许给蔡瑁高官显位的原因。北军南下，荆州已失，唇亡齿寒，曹丞相意欲如何？江东孙权不会看不出来，他们不会坐以待毙。江夏守将何人？文聘善战能守，可堪大任。江夏现有多少兵员？不足1万。江东大军估计已经在前往江夏的路上了，该是水陆并进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！文聘孤兵守重镇，险之又险，悬之又悬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增援越快越好，越多越好。增援2万兵，江夏可保；增援5万兵，江夏可胜；增援10万兵，可在决战之前令江东元气大损。我这就去找主公。现如今曹丞相得荆州9郡，意气风发，恐怕你是劝不进去。我怎么没有见到唐仁兄弟？唐仁兄弟呢？鲁肃曾经与唐仁有过一面之缘，那时曹操还没南下，鲁肃与唐仁秉烛夜谈，唐仁与鲁肃讲了天下大事，并指出了东吴的一些弊病。鲁肃对唐仁惊为天人。子敬兄有所不知，曹操南下进攻新野时，唐仁未战，便临阵脱逃了。不可能，当年曹操派10万追兵追杀你家主公，唐仁统帅5000兵马，也敢挡住曹军10万兵马，给你家主公断后，舍生忘死，怎可能为战而逃？在鲁肃心中，唐仁的地位极高，虽然唐仁只有徐州一战，但是鲁肃从那一战中看出了唐仁的不凡之处。唐仁军师不在军中吗？不错，唐仁挂印而去。大事不妙啊！若唐仁军师被曹操所得，如虎添翼，必处处置刘皇叔。今夜5万兵马都是唐仁军师亲手操练，他对这些兵马了如指掌。若唐仁军师进入曹营，给曹贼出谋划策，必处处设伏，必让刘皇叔陷入绝境啊！曹营奇谋百出之人，会不会真是唐仁？许褚这等憨货，怎可能突然成为一流谋士？子敬，这些谋略肯定不是出自唐仁之手。若他身在曹营，早就得到信了，他应该还在流亡之中。鲁肃想起见唐仁那一夜，无比震撼。唐仁推算上下5000年，甚至推算到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兴衰与崛起，以及周边各个族群的崛起与衰落，让鲁肃推崇为先人一般。既然唐仁离开了刘备，那无论如何也要让唐仁来我东吴。如此一来，吾有大都督周瑜，文有大军师唐仁，何愁江东霸业不成？皇叔，10万石粮草已送到，足够刘皇叔用度。待我回去禀报主公，便来邀请刘皇叔去见我家主公。内事不决问张昭，外事不决问周瑜。孙权一直秉持着父兄的遗志，坚守祖业，把江东打造得固若金汤。江东4大家族朱、张、顾、陆也在孙权的制衡之下，如今的江东称得上是猛将如云，谋士众多。吴有周瑜、程普、黄盖、周泰、朱桓、甘宁、林操；文有鲁肃、二张、顾雍、陆俊。刘备和诸葛亮怎么会如此无能？所有的兵马都丢失了，连江夏也落在了曹操之手。主公，喜事啊，大喜！曹操退兵吗？不是曹操退兵，而是原刘备帐下的军师挂印了。诸葛亮离开了吗？不是诸葛亮，而是我与主公提起过的军师唐仁。主公需早早找到此人，若此人来江东，霸业可成？为何？哦，子敬，唐仁当真有如此能力？他若有此能力，为何离开刘备？主公，卧龙诸葛不肯居于人下，哪怕唐仁有惊天伟地之才，也不能压在卧龙的头上。主公速派人寻找，鲁肃愿为副军师，辅佐唐仁左右。这唐仁当真有如此能耐？千真万确，唐仁之谋在王佐之才的荀彧之上。来人，立刻派出人马寻找刘备原军师唐仁，此人万万不能落在曹操之手。现如今曹丞相得意忘形，饮有色令智昏之态，你是劝不进去的。不会的，我这就去找主公，让主公赶紧派兵增援江夏。为人主者，有时候谁都能劝得进去，有时候谁都劝不进去。历史上的赤壁之战，曹操种种错误决定，难道就没人劝谏过吗？唐仁不认为许褚能劝说成功，除非许褚发动兵变，挟持曹操以令3军。告诉他，狮子搏兔，必须全力。我还是要提早收拾，准备趁乱跑路了。
钟鼓齐鸣，管弦悦耳，数名舞姬伴着乐声而起，舞姿妖娆，轻纱宝履，若隐若现。曹营之中好酒好色之辈一齐参与了宴席。自入樊城之后，曹老板每夜都是大摆筵席。昔年文远在吕布麾下屡扼丞相，后徐州陷落，文远本以为必死无疑，是丞相不计前嫌，委以重任，文远才得以大展拳脚，敬丞相。张燕敬丞相，感念丞相不计前嫌，委以重任。徐晃也敬丞相。若说大恩，你们都不如我。曹丞相对我葬爸恩同父母啊，我敬丞相。不是攻下江东，成就华夏一统一，你们这些降将都要和曹某人一起名垂青史。主公，贾诩也是降将，敬丞相。好，你也是降将，都是降将。待天下大定，华夏一统，诸位的姓名功绩都将镌刻在那青史之上。这小小江东，弹指可下。那周瑜小而不足为惧，重康勿虑。完了，全都被先生说中了。小先生，你个许憨憨，又怎么了？能不能不要半夜进来啊？小先生，你一定有解决之法。先生教我。今天我都给你说了，曹丞相现在得意忘形，引有色令智昏之态。你非要去之前也不问我曹丞相听不进去怎么办？非要半夜找上门，你个憨批！这段时间主公轻而易举占荆州9郡，他飘了，我得先生多番指点，屡建奇功，得以与先生们共议军略。我也飘了，以为跟先生久了，已经变聪明了，实则不是，我还是他们口中的那个憨憨。小先生，某看着主公一生征战，多少次险死还生，终于有此基业。只差打下江东，主公一统华夏的伟业就基本完成，天下将再无纷争，主公也会成为像高祖刘邦那样流传千古的帝王。某实在不忍心看着主公这么多年心血付之一炬。解决之法很简单，你只需去找一人，一个麾下兵多将广，且可以与东吴水军抗衡的人。谁？文聘在江夏本就兵孤将寡，就算光明正大的强攻都撑不了多久，更何况是偷袭。曹丞相久令智昏，一时半会是醒不过来，兵贵神速，所以江夏是一定保不住了。当然，江东不会占据江夏，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兵力分摊驻守，所以极有可能会被他们毁掉。现如今调兵不及，与其救江夏，不如在江东水师返程的路上伏击。怎么伏击？江东水师在大江上顺流而下，你是打算用骑兵还是用步兵？自然是用水师。这天下间有哪一支水师具备与江东水师抗衡？哪一支水师能够有效的对江东水师进行伏击？荆州水师。对，荆州10万水师7000余船，乃是普天之下唯一能与东吴对抗的水师。去找蔡瑁。小先生，蔡瑁虽是心降，可毕竟位高权重，乃是主公亲封的水军大都督，他如何会听许褚之言？你曹营之内战将如云，谋士如雨，位高者有之，权重者有之，但那都是浮云。曹营之内谁与曹丞相最亲近，谁最受曹丞相信赖，那才是真正的权贵。你可知你才是曹营当中的最权贵？那蔡瑁有封侯之位，他不过将罢了，是最不被曹丞相信任。就那厮，怕是巴结你还来不及呢。你若去寻他，无异于送他一桩大功，怕是要给你磕头谢恩。拜谢小先生指点之恩。许褚孤骑离樊城，披星赶月，追风逐电，星夜及时寻蔡瑁，直奔蔡瑁水军大寨。此时许褚已豁出性命，主公恕罪。此时许褚只能拼尽自己的全力。来者何人？五位中郎将许褚，蔡瑁在何处？曹丞相有令，立刻带我去见蔡瑁。许将军何故深夜来访？丞相有何旨意？蔡瑁虽被封为荆州水军大都督，但他对许褚又敬又怕，不仅勇猛无敌，更是丞相身边的红人。许褚也没废话，直接把唐人交给他的话说给蔡瑁听。什么？周瑜会偷袭江夏？蔡瑁顿时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，他还打算明天便去江夏。江夏有许多战船、粮草和他在荆州训练的水军。许将军多谢相救，如此大恩，蔡瑁无以为报，现在马上整军。大都督，曹营之中有一流的谋士，连诸葛亮都败在此人的手中，败逃新野。卧龙之计被看破，便能看破本都督之计吗？周瑜凝视着江夏方向，志得意满。此时的周公瑾统帅东吴水军，年不过26岁，风华绝代。周瑜对于许褚屡屡献策也是有所耳闻，不过周瑜并不相信许褚能够击败卧龙。许褚追随曹操南征北战，这么多年的征战，只落下虎痴之名，怎么可能突然开窍？定然有人背后出谋划策。诸葛亮也是让天下人耻笑，
号称卧龙凤雏，一人可安天下。现在卧龙出事了，被一个号称虎痴的傻子玩弄，这可真是卧龙凤雏的一人可安天下呀！周瑜肆无忌惮地嘲笑着诸葛亮，黄盖却心中无数个担忧。放心吧，我周瑜之谋，天下人无人能看破，而且事后看破也为时已晚。如今曹操获得荆州，兵强马壮，他肯定认为天下归心，他肯定认为我周瑜不敢打他，他肯定认为他已经天下无敌。但是我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，先攻江夏，挫其锐气。周瑜站在船头，凝视着荆州的方向，他猜测着曹营之中屡屡现出奇谋之人。哪怕你是贾诩也好，荀攸也罢，甚至是曹操，我都会让你在赤壁折戟沉沙。诸葛亮，你看好了，让你狼狈的曹军是如何在我手中覆灭，那个把你逼到绝路的谋士是如何败给我周公瑾的。许褚，等明日你醒来，你就知道你背后之人也是一只狗熊而已。繁星低垂，大江浩荡，江夏重镇耸立在大江一畔，数百士兵在城楼上值夜，巡回往复。江夏城楼下方，宽阔的大江向远方延伸，在月光之下波光粼粼，一切如此的寂静，万籁俱静，直到平静的江面上泛起一丝涟漪。一艘又一艘楼船紧随而至，密密麻麻遍布江面之上。船头之上，程普、黄盖、周泰、吕蒙、江东虎将齐至。这一眼，周瑜、周公瑾率士卒1万，战船500艘，携江东诸将夜袭江夏。将士们，曹操并吞荆州9郡，他的疆域已与我江东接壤。唇亡齿寒的道理，没有人不明白。荆州已入曹操之手，和数十万大军并未北返，荆州水师更是严加操练。他们准备干什么？天下人皆知，前方就是江夏，那里有数不清的军械，数千船只停泊，单是储存的粮食就足够我军10年用度。天与之，安能不取？敌袭，有敌袭！楼船纷纷从江面上倾泻而来，直冲水门。数艘楼船已经登岸，牵于江东虎士开始攻城。水门被攻破，一艘艘江东楼船在江夏城内长驱直入，一时间喊杀震天。将军，不好了，敌袭！啊！传令点兵登城督战。当他迈出房门的那一刻，整个人彻底呆住。江东士兵早已冲入城内，正在满城的屠杀。梦中惊醒，毫无防备的江夏守军像犬马一样被追着、撵着、屠戮着，整个江夏城完全失控。救你吧！太守文聘携部将拼力厮杀，身披数疮，中箭昏厥，最终被江夏残兵护送杀出了重围。随后城中海量的粮草、军械被纷纷运转到船上，江东500艘船只被尽数装满，江夏另有1000余船只被尽数俘获之全部装满。江夏易主，周瑜撤退之际放了一把熊熊大火，他们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占据这座重镇，最后把拿不走的全部烧毁，不给曹操留下丝毫。熊熊大火肆意燃烧，刚刚苏醒过来的文聘目睹此景，忍不住急火攻心，一口血水吐出，直接昏死过去。妙哉妙哉！奇袭江夏，所获军械足以武装起10万大军，所获军粮足够10万大军数年用度。纵使曹操挥军南下，吾等也可从容应对。周郎年纪轻轻，却敢为天下先，老夫佩服。听闻刘备麾下有军师，名曰唐人，子敬对其推崇之至，年不满20，却曾以5000兵马阻断曹操10万大军。不知我与他谁更胜一筹？若能得见，必要促膝长谈，较个高下。能得鲁肃如此推崇，必然是少年英杰。唐人屡败曹操10万大军，其胆魄谋略堪称绝世。周郎今夜奇袭江夏，也必然轰动天下，可以说是各领风骚。不过先主去世留有遗言，外是问周瑜，内是问张昭，竟能将基业托付，老夫以为还是周郎更胜一筹。周瑜小儿，莫笑了，你看爷爷是谁？忽而一声爆吼，周瑜脸色瞬间变。滔滔江水之上，不知何时出现数不尽的船舰，荆州水师的旗帜飞扬。一艘楼船上，一魁梧猛将在甲板上高喊：“周瑜小儿，可认得你许褚爷爷否？”不好，蔡瑁统领荆州10万水军的蔡瑁大势休矣。大江两侧忽现摇旗，连绵起伏，呐喊声呼，军号嘶鸣，一时间地动山摇。周瑜统帅的江东水师瞬间陷入重围之中，八面埋伏，1万江东虎士奇袭江夏。许褚找来了蔡瑁，荆州10万水师旗帜。
快冲过去，快冲过去！莫要恋战，莫要回头，往前冲！周瑜完全没了之前的意气风发，往后退是荆州地界，十死无生，唯有不顾一切往前冲，入江东方有一线生机。荆州水军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，声势浩大，山呼阵阵，重围无穷，箭与四面八方击射，无比的急促，江东水军无处可藏。将士们，江东虎将多数在此州，反斩将军头颅者，某去丞相面前给你们请功。风妻印子只在今日。蔡瑁数万水军，命副手挥舞令旗，呈八面合围之势。江东水军猛向前突进，楼船相撞，江水搅起千层浪。程普、黄盖、周泰、吕蒙等人身先士卒，拼命厮杀，哭声、痛叫声、兵戈交击之音响彻大江两岸。冲，往前冲，莫要恋战！不，为什么？怎么有人识破我的计谋？怎么可能？究竟是谁看穿了我？究竟是谁棋高一筹？我周公瑾不服。江夏火起，火光冲天。樊城精致的别院内，唐人坐屋顶看着远处，也不知道曹老板酒醒之后会是什么样的神情。不对，江夏距离樊城近200里，根本看不到火光。这起火的地方不是江夏，这方向是鄱阳湖。曹老板准备训练荆州水师的方向，有人奇袭了荆州水军大本营。原来如此，曹老板，你恐怕是要雪上加霜了。鲁肃的府邸上来了一位其貌不扬、面目丑陋的客人。鲁肃好客，宴请此人通宵饮宴。你怎么看诸葛的新野之败？诸葛亮就该有此败，无论任何人守在新野，都必败无疑。哦，为何？在实力面前，任何计谋都是空谈。子敬、刘备和诸葛亮的兵马不过5万不足而已，曹操拥有的骑兵便有10万之众，派出5万骑兵追杀5万不足。试问平原之上5万不足如何抵挡5万骑兵？不是诸葛亮愚笨，哪怕就是韩信在世，也无能为力。想以5万步兵挡住5万骑兵，这根本就是一个笑话。那先生认为多少要兵马可以在新野抵挡住曹军？至少20万步兵才能在平原上战胜5万骑兵，少了20万步兵，无论是谁都要眼恨新野。这一战败得如此狼狈，怪不得诸葛亮实在是力量太悬殊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一切计谋都是空谈。先生认为江东可有击败曹操的机会？有机会，江东有长江天险，这一战江东并非没有胜算。被10倍之敌围困在江面之上，本已是十死无生之局面，但周瑜求活，他要竭尽全力，能带回几个江东子弟就带几个。程普、黄盖、周泰、吕蒙等诸将军都随他参与了此战。江东的中流砥柱落在今夜尽数被荆州水师围杀在这大江之上，江东军就相当于被打断了脊梁骨。江东基业还如何为继？伯父，我周公瑾誓死守住你留下的基业。狼大呼，心直令旗，奋力挥舞。面对10倍之敌，江东水师无时无刻都在承受着巨大的损失。周瑜亲自指挥，调动仅能动用的力量，轮番进攻，进退有据，一点突击，竟在局部形成了优势。不好，这周郎水上指挥楼船如同手臂，单论韬略，我远不如他。现江东水师有序推进，一点突击，竟隐隐被凿出了突围之势。东吴水军一点突击，蔡瑁调遣数倍舟船围堵，激战正酣。好一个周郎，周公瑾，江东真我主公之大敌也。许褚将军万万不可啊！江东之人被8面合围，拼死力争，将军万万不可亲临战场，水战不比马战。将军若是信蔡瑁，还请安心等候。江东诸将逞凶，我去杀杀他们的威风。万万不可，将军，请为蔡瑁向上人头考虑。深夜当中，刀剑无眼，大江激流之上，稍有不慎就要丧命。许将军若有丝毫损伤，丞相可饶不了蔡瑁。也罢，许褚就不给大都督添乱了。既然不能侵占，举进攻来。快，不要恋战，快撤，冲出去！这一夜，大江之上，蔡瑁布下8面合围之局，以10倍兵力围猎之。江东水师陷入重围，奋勇争先。江东、荆州是仇也，多年摩擦不断，激战不休。周瑜果断选择了弃船，原本1万江东勇士分布在1500多艘船上，激战半宿，战死者已然过半。周公瑾下令，剩下4000多江东士兵全部弃船，仅有20多艘楼船冲破拦截，得以顺流而下，返回江东。大都督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怎能如此丧气？1万江东儿郎随我奇袭江夏，2000残兵回，我周公瑾有何颜面再见？大都督，曹营中有高人啊，竟然能提前预知我们的动作。都督岂非忘了刘备、诸葛亮遭遇？
刘备、诸葛亮损兵折将，难道和吾在大江之上的惨败是一人所为？那这个人未免也太过恐怖了。难道郭嘉不死，许褚不出是真的？大都督，我们与刘备的遭遇同出一辙。此人神机妙算，神鬼莫测，总能预知吾等接下来的动作，然后巧妙地做出应对策略。500搜去，20收回。悠悠苍天，何薄于我？鄱阳湖水寨大火骤起，鄱阳湖水寨刚刚筹建，准备训练水军之用，堆放了众多木材，然而已被熊熊大火包围。速去禀报主公，有紧急军情。主公昨晚饮了不少酒，宿醉未醒。快进去唤醒主公，军情特紧急。李将军，吾等不敢唤醒主公，主公有交代，主公睡下，谁也不能靠近半步，违令者斩。鄱阳湖上锦帆招展，人影闪烁，明晃晃的尖刀屠戮着镇守鄱阳湖新水寨的曹军部族。为首之人双目如电，东吴大将，有锦帆贼之称的甘宁，来如鬼，去如风。这一次分兵两路，水陆并进。周瑜统帅江东水军奇袭江夏，甘宁统帅麾下锦帆贼深入荆州府邸，奇袭鄱阳湖新军水寨。于禁和李典率军赶到番阳湖新军水寨时，镇守番阳湖新军水寨的3000兵族全部被杀溃逃，建立新军水寨的木料全部被烧毁。程普将军身中数箭，这一箭已射入心脏，恐怕什么？大都督恕罪，程普将军已无力回天。老将军，我必为你报仇。大都督，到底是何人伤了老将军？许褚小儿，我定斩你首级，为老将军报仇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杀回荆州，为老将军复仇。回来！你要去送死不成？来人，把甘宁绑了，关起来。大都督，你不给老将军报仇吗？甘将军，此时不能意气用事，曹军势大，你独自前去就是去送死。你放心，我必会为老将军报仇，杀许褚、诛蔡瑁。新野之败在于曹军熟知我军意图，故而截杀。荆州已失，大军陈兵荆州，3月之内无力南下，3月之后势不可挡，围魏救赵，避其锋芒。军师，周瑜昨天夜袭江夏。主公，我已知周瑜遭遇伏击，只是折损8000兵卒，江东水军10万众，并没伤到根基。程普阵亡，或许会影响士气。若是在其他的地方，大将阵亡或许会影响士气，但是在周瑜的麾下，那便是哀兵必胜。主公无忧，此一战，我军与江东同气连枝，共抗曹操之志稳固。军师是否已经料到周瑜会偷袭江夏？主公，换成是我也会偷袭江夏，只不过我不会贪恋江夏钱粮。公瑾太贪，他若是不贪图江夏钱粮，一把火烧了江夏，必有时间撤回。不过也能看出江东需要粮草与兵器器械。又是许褚，军师可是有什么行动计划？亮并无计划，不过我要去一趟江东水寨，我要见一见周公瑾了。已经日山3竿，曹操仍旧呼呼大睡。他不知道的昨夜的发生了什么，更不知晓在他的住所外，一众谋士、战将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主公还没有醒吗？丞相有命，任何人等不得打搅。先生，还请再等等。天下还未平定，瞧瞧你们一个个得意忘形的样子，通宵达旦，连日宴饮，都忘了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稍有不慎，就生死夜宵之祸。扬州还有江东孙权未平定，锦帆贼深入荆州，鄱阳湖水寨被烧，3000水军覆没，江东已经向我们宣战了。一番慷慨陈词，众多战将都悻然地低下了头，不再言语。贾诩低下头，被荀攸说得老脸通红。仲康，孤的虎侯何在？昨夜宴席之上的种种浮现在脑海里。北军南下，荆州已失。唇亡齿寒，主公欲如何？江东孙权不会坐以待毙。江夏不仅是控扼长江，这里还有荆州超过1半的粮草军械。文聘善战能守，可堪大任。然江夏现有兵员不过满1万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！文聘孤兵守重镇，险之又险，悬之又悬。喝酒误事，昨夜醉酒。仲康禀报的事情如此重要，孤竟然没放在心上。就在他推开房门的那一刻，只见诸多谋士、战将齐刷刷的聚集在院外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如此场面，一定是出事了。主公可算是醒了。莫慌，发生了何事？姑且说来。主公，江东甘宁率领锦帆贼深入荆州，鄱阳湖水寨被烧，大批船只、木材被付之一炬，3000水军尽数覆没。这真是岂有此理！江东小儿欺我曹操太甚，吾数十万大军连营数十里，还未兵发江东，他们竟敢先下手，真是不知死活。主公，江东先袭我鄱阳湖水寨，虽有损失，然并未伤及我军元气。既然江东已经撕破了脸，吾等现如今要的无外乎整军备武，调兵遣将，为踏平江东做准备。祸兮福之所以，福兮祸之所伏。丞相，这正是踏平江东、一统华夏的机会。
江夏被袭，江夏被袭！京东大都督周瑜夜袭江夏城。什么？江夏可守住？文聘将军如何？启禀丞相，昨夜江东大都督律黄忠、吕蒙等江东虎将引精兵1万，楼船500艘，夜袭江夏城。江夏被从水门攻入城中，城内守军近乎全军覆没。江夏太守文聘将军身遭重创，昏死过去，至今未醒。张辽、徐晃，你2人各领2万步军，速将江夏城夺回。丞相，我还未汇报完，2位将军不用领兵去江夏。你且详细道来。周瑜把江夏城内半数的粮草、军械，还有1000余船只尽数劫走，又放了一把火，江夏城已被付之一炬了。江东鼠辈，哎呀，真是酒令智昏，喝酒误事，悔不该听众况之言，悔不该只顾饮酒。可怜我鄱阳湖3000水兵，可怜我江夏8000余守军。丞相，张辽罪过，请惩罚。此事皆是有孤一念之差，酿成如此惨祸，与诸将无关。孤悔不该不听众况之言。虎侯何在？为何不见他来？来人，速将虎侯寻来。老将军，我必为你报仇。此处为赤壁。赤壁。主公，樊城之内并未找到许褚将军。吾等去问城门手足，他们说昨晚许褚将军骑着一匹马，急匆匆出了城。昨夜出城，他一人骑马离开，现在都没回来吗？是的，急匆匆的离开，至今未归。主公，这段时间虎侯实在有些不寻常，屡献其谋良策，虎侯性情耿直，性若孩童率真，说不得昨夜真是生气了，愤懑之下负气出走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许褚是何人？我太清楚了。南征北战数十年，若无许褚，我这颗脑袋早不知在哪了。启禀丞相，许褚将军回来了，一起来的还有水师大都督蔡瑁将军。蔡瑁不好好训练水军，来这里干什么？不知许褚是主公最信赖的将军，蔡瑁是主公最讨厌的将军，此2者如何会搅和在一起？真是怪哉！虎侯昨夜为何不辞而别？喝酒误事，悔不该听虎侯之言，致使江夏被毁，鄱阳湖水寨被焚，我真是后悔死了。什么？鄱阳湖水寨也被烧了？江东之人果然胆大，我们还未对他们动手，他们居然把我们江夏和鄱阳湖水寨给烧了。大都督不在营寨里操练水军，来樊城作甚？启禀丞相，末将是来汇报战果。昨夜江东大都督率领1万江东精锐偷袭江夏，许褚将军寻到末将，救援江夏已来不及，遂在荆州水军营寨附近，江东水师回江东水道之上，设8面合围之局，江东精锐成功落入埋伏，鏖战一夜，江东水师500余艘船来，仅20艘得以逃回，近乎全军覆没。我军缴获1400艘船，其中400艘江东水师楼船，还有1000多艘是周瑜从江夏劫掠而来，上面装满了原储藏在江夏的钱粮、兵械。所有人彻底目瞪口呆，偷袭江夏的江东水师被蔡瑁半路伏击，全军覆没，被劫掠而走的巨量钱粮军械全部收回，还有被江东扯走的1000多条船，不仅全部返回，还多了400多艘江东楼船。好，新任大都督果然10万水军之士。周公瑾那江东黄口小儿，胆敢袭我江夏，最终全军覆没，痛快！看来周公瑾不如孤麾下的蔡瑁大都督啊！昨夜之战，许褚、荆州水师皆有大功，孤独当论功行赏。蔡瑁，末将在。赏1000金，金刚战甲1套，增食役300户。你张允要继续操练荆州水师，不得有丝毫松懈。此战当中，荆州水师所有参与者皆有封赏。谢丞相恩典，荆州水师10万儿郎，必为丞相死战。此战全赖丞相神武庇佑，丞相功德，大汉黎民。好了，大都督此战扬威于大江之上，要再接再厉。何日江东水师被剿灭干净，那便是大都督卸甲入朝着子仪之时。蔡瑁这就回去加紧训练水军，等待与江东决战的那一刻。周瑜小儿不知天高地厚，竟敢偷袭我鄱阳湖水寨和江夏城，这使我军损失重大。幸有许褚将军孤旗出城寻援，大江上一战，让东吴近乎全军覆没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。不报此仇，难消孤心头之恨。孤是要踏平东吴，活捉了那周瑜小儿。周方整军即日起便开始筹备灭江东之战。唐人院外巡逻的兵士增加了许多，周瑜偷袭江夏，甘宁偷袭鄱阳湖新军水寨，给这些士卒带来极大的冲击。曹操麾下的各部将领不敢大意，各自率领本部兵马密集的巡逻。周瑜遭受重创，肯定会联合刘备。虽然刘备的兵马损失了，但是刘备麾下还有诸葛亮，还有关张，还有糜竺和糜芳等人。
江东，刘备营寨之中，刘备和诸葛亮看着情报，脸色大变。情报写着：鲁肃向孙权谏言，刘备曾经的军师唐仁有惊天伟地之才，当发动全部力量寻找唐仁。鲁肃愿将军师之位让于唐仁，他愿成为唐仁的副手。主公，若是唐仁被江东找到，成为江东军师，恐怕不行，不能让唐仁成为江东的军师，我得先去江东水寨。程老英雄，你何故离晚辈而去？晚辈还没有聆听老将军的教诲。甘宁见到诸葛亮哭得如此伤悲，甘宁忍不住再次落泪。诸葛兄，程普老将军在天之灵一定会得到告慰。诸葛兄，此番偷袭江夏，被许褚小儿伏击，蔡瑁率领10万荆州水军截杀，着实可恨。诸葛兄，这许褚若是汉勇，倒不足为惧，但是他看破了我的计策，我甚至怀疑是不是荀彧来到荆州。大都督有所不知，在新野之战前，许褚一直在曹操身边做护卫，甚至从未独自领军。可在新野之战后，这许褚有如神助。我也认为许褚背后有人助他。至于郭嘉不死，许褚不出的传闻只是谣传，许褚背后定有高人指点。到底是何人与我为敌？昨日斥候来报，谏言曹操书信一封，令荆州士卒臣服的人是荀攸，给曹操献策。一封书信取江夏的人是贾诩，并非传闻的许褚。原来是贾诩这只老狐狸在背后捣鬼。不过，让曹操派出5万骑兵拦截我主的人，却是许褚无疑。诸葛兄不必介怀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敌众我寡，此事不必放在心上。两人互相宽慰着，他们都败给了同一个人，两人互相宽慰，颇有一些同命相连。诸葛兄，公瑾。孙权斩案立誓，谁若阻我为程普老将军报仇，犹如此案。江东4大士族已经彻底绑在了孙权战船上，程普战死，曹操的江夏被烧毁，两方人马已经势如水火。公瑾遭遇此败，必然寻仇。公瑾不是吃亏的人，不过现在不是与曹操决战的最好时机。你替我走一趟江东水寨，给公瑾送些衣物。是，主公。对了，你所说的那位旷世奇才可有下落？启禀主公，尚未寻到唐人下落，不过我寻到另一位奇才。哦，何人？主公可曾记得卧龙未出世时，水镜先生说过一句话？什么话？卧龙凤雏，得一可安天下。你是说凤雏庞统庞士元？不错，正是庞统。好，快将他引荐过来。士元兄，速速跟我前去，我为你引荐我家主公。我一无功绩，二无礼品，如何去见你家主公？我家主公不需要士元的功绩。不，我要去见刘皇叔，然后再去荆州。士元兄，你要去助曹为虐吗？非也，子敬放心，我不会投曹，我先去寻刘皇叔。那好，我为士元引荐刘皇叔。鲁肃与庞统进入了刘备大营，刘备喜出望外，夹道欢迎。凤雏之名，他久仰已久。我要去荆州。先生要去投靠曹贼？非也，现在不是传闻，郭嘉不死，许褚不出吗？我要去荆州，看看许褚身后到底为何牛鬼蛇神。刘备从庞统的话中听出必要一决高下，刘备想拦，却怎么拦不住庞统去往荆州的坚定决心。也不知道是元兄能否斗得过许褚。刘备凝视着庞统离开的身影，开始怀疑庞统的谋略是否能斗过许褚。明明凤雏之名天下皆知，可是刘备还是担忧，万一凤雏到曹营被许褚碾压，那可就滑天下之大稽。庞统如此高傲，怎能接受自己的失败？荆州我来也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庞统原本想要摸清许褚底细，谁知他将面临的是被许褚碾压。你遇到对手了，来者不善。有话直说，有屁快放，拐弯抹角，打什么哑谜？你可知凤雏？什么凤雏？小鸡崽子吗？一句小鸡崽子惹得旁边的将士哄堂大笑，连张辽也被许褚的话说乐了。许将军，你这话要是让庞士元听到，必得吐血3升。别跟我扯淡了，又是小鸡崽子，又是庞士元，少跟我打哑谜。去，别妨碍我巡城。谁和你打哑谜了？你真不知道卧龙凤雏？什么踏马卧龙凤雏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不会吧，打了这么久的仗，他连诸葛道号卧龙都不知道。太守府里，凤雏庞统喝了不少酒，在酒宴之上，旁征博引，侃侃而谈，大有指点江山之意。贾诩和陈群等人听着凤雏之言，暗暗赞叹：卧龙凤雏不愧是1等1的谋士，不愧是被水镜先生称为卧龙凤雏，得其一可安天下。这凤雏的韬略与辩才，当真厉害。众人一直喝到傍晚。凤雏来者不善，昨日在筵席上指明点姓要与许褚将军一决高下。我也听说了，他自诩为天下一流谋士，孙权、主公都不曾放在眼里。不过主公反而喜欢这口出狂言的凤雏，欣赏他的胆略。若是换其他人，如何敢说出此等言论？文远，你在想什么？二位将军可知道卧龙是谁吗？屁话，谁不知道卧龙？前不久还被许褚将军吊打呢。咱们军中有一人好像不知谁是卧龙。什么？还有人不知道卧龙？打了这么久，听也听出茧子了吧？谁不知卧龙？诸葛亮。许褚将军。啊？许褚不知道谁是卧龙？那其策摆出虐卧龙的不是许褚吗？
但许褚将军不知谁是卧龙啊。庞统从雅居里走出来，发现曹军守卫指指点点，看着他窃窃私语。庞统喜欢这种被人议论的感觉。他们一定是知道了昨日宴席之上吾指点曹孟德的光伟事迹。那小鸡崽子离开了。谁知道他老师哪根筋搭错了，给他取了个道号小鸡崽子。不是小鸡崽子，是凤雏。什么凤雏？多不好记，还是小鸡崽子好记。庞统的凤雏之名没打出去，却被许褚一句小鸡崽子被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樊城上下都知道有一位名士道号小鸡崽子。我道号凤雏，凤为鸡，雏为小，小鸡崽子，这分明是有人嘲笑我。这小鸡崽子是对我的称呼吗？先生的道号不是小鸡崽子吗？小鸡崽子这等蔑称，竟然是形容我，气煞我也！谁让你如此称呼我？小鸡崽子先生，您昨日入荆州，不是自报了道号吗？我道号凤雏，是凤雏，不是小鸡崽子。谁跟你们说我的道号是小鸡崽子？许褚将军与您不是至交好友吗？许褚将军称呼您为小鸡崽子啊！兵士越描越黑，许褚根本不知道什么卧龙凤雏。昨日张辽说的卧龙凤雏，也是搞得许褚晕头转向，随口说了一句话小鸡崽子，结果传的荆州百姓都知道小鸡崽子是庞统庞士元，根本没人记得凤雏是谁。许褚小儿，你如此羞辱我，我与你势不两立。不对，这是许褚的攻心之计，我万万不能上当，必须打起12分的精神应对许褚，我可不能步周瑜和诸葛亮的后尘。文远，这话可不能乱讲。许褚将军奇策百出，又料敌先机，伏击了偷袭江夏的周瑜。咱们可是所有人都没有料到，连主公和贾诩等人也没想到。但许褚将军一人一起请出荆州水军，大败周瑜，射杀程普，立下滔天大功。你现在告诉我，许褚将军不知卧龙是诸葛亮，谁信呢？不仅虐了周瑜和诸葛亮，连那凤雏也被许褚将军给羞辱了。这凤雏庞统刚刚出山，还没闯出什么名头，就背上了小鸡崽子的羞辱称呼，可叹啊！昨天我就看到那个家伙不顺眼，现在被许褚将军拿捏得死死的，真解气。没错，一个刚刚下山，什么功绩都没有的家伙，不就是仰仗着他的叔父是庞德公，他的师父是水镜先生，他们庞家是荆州最大的门阀，门生遍布荆州吗？文远，你被许褚将军给骗了。许褚将军如此智慧的人，怎么可能打了这么久的仗，还不知道卧龙就是诸葛亮？看来我被许褚将军哄骗了。唐文兄何故发笑？我在笑庞统的雅号。这庞统来到荆州之后，点名指姓的要让许褚将军来作陪，来者不善，谁能想到这许褚将军略施小计，便让庞统颜面无存。不过许褚将军真是扮猪吃虎啊！那凤雏也是名门之后，锦绣乾坤，结果还是被许褚将军虐得无地自容。是啊，许褚将军这一道攻心之计毒辣得很啊！庞统刚刚出世，正要扬名立万，结果先背上了屈辱之名，怕是日后别人见到他，先想到蔑称，这一招太狠了。这他娘的张辽，整天打哑谜，也不说清楚，好好的说卧龙就说卧龙，又扯上什么诸葛亮，搞得神秘兮兮的。从昨天见到张辽之后，许褚便在琢磨卧龙和小鸡崽子到底是什么东西。许褚昨天想了一夜，也想不通卧龙和小鸡崽子是什么关系。不成，还得去请教小先生，小先生一定知道卧龙和小鸡崽子之间的关系。小雞翼我懂一聲。如果赤壁之战历史被改写，那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。赤壁之战如果曹老板赢了，二乔会成为曹老板这人妻爱好者最大的福利。拿下江东，唇亡齿寒之下，胶州世界也会望风而降。如此，天下群雄就只剩下一州了。一州分为巴蜀和汉中，汉中拥有100万信徒的张鲁、张天师，应该是与历史上的一样，顺应大势，投诚曹阿瞒，受封万户侯。而巴蜀的刘璋大概率也会被刘备反客为主，到时刘备在巴蜀关上门过日子，反正易守难攻。等曹老板收复了西域，再把目光转回来的时候，到时候那可就真是天下英雄谁敌手。曹刘。小先生，你可真是神了！周瑜果然袭击了江夏，江夏果然没守住，蔡瑁果然想要巴结我，然而在江道上设埋伏，周瑜果然自投罗网。然后呢？对了，鄱阳湖水寨也被偷袭了，动手的是井番贼首领甘宁。江东的下手可真够狠的，无声无息的就端掉了主公寄予厚望的鄱阳湖水军和江夏。鄱阳湖被端掉，这倒是出乎了我的预料。
唐人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那一夜番阳湖大火可是满天通红。由此可看出，周公瑾果然胆大心狠，不愿放过任何有威胁性的存在。昨夜激战，我亲临战场，目睹了那周公瑾，果真是一代人杰。丞相都还未对江东动手，他就敢如此，真是果决狠辣，无毒不丈夫。没想到鄱阳湖水寨的事情，连小先生都没有料到。曹营那么多高官厚禄的谋士都没料到，我这个无官无职无俸禄，怎么可能会料到呢？不是这样的，许褚从未见过小先生这等神人，才智远胜主公身边的谋士，他们想得到的，小先生都不屑去想；他们想不到的，小先生全都知道。小先生年龄虽小，却胸有韬略万千，虽足不出户，却能知晓天下事，将刘备、诸葛亮还有孙权、周瑜直接碾压。许褚以为这普天之下，再无能在智谋上超过小先生了。一通马屁下来，拍的唐人倒是十分舒服。你也算是力挽狂澜，重创江东，也算是给曹操找回了面子。你家主公是如何奖赏你的？你敢信吗？许褚为了巴结唐人，送来足足10斤重的金条，就为了一条历史性的关键信息。主公对我大肆嘉奖，还说什么悔不听许褚将军之言。那些先生看我的眼光那个羡慕啊，你可是没看到。怎么说呢？惊异、惊奇、惊吓。对，惊异、惊奇、惊吓。他们都不敢相信我许褚能这么牛。小先生，你说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？看在这金条有10斤重的份上，刘备已入江东与孙权结盟，此后要面对的就是孙刘联军，主领军人物是周瑜和诸葛亮，此二人皆天下少有的志士，曹丞相稍有不慎就会翻车。如今江夏被毁，鄱阳湖被烧，能在水面上与江东水师抗衡的唯有蔡瑁的荆州水师。蔡瑁已成孙刘联军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蔡瑁的水师有2把刷子，北军不善水战，难御舟船，蔡瑁可以说是你们曹营如今唯一的依仗。小先生，我还有个事想问，卧龙凤雏是何东西？怪不得你会称呼凤雏为小鸡崽子，把凤雏的名声狠狠地踩在脚底下摩擦。卧龙是诸葛亮，凤雏是庞统，两人师出同门，老师吹捧他们，便称他们卧龙和凤雏。原来卧龙就是诸葛亮，小鸡崽子凤雏是庞统。凤雏已来荆州，赤壁之战即将来临，看样子此地不宜久留。先生要走吗？先生可不能走啊！不走留着做什么？先生，你是怕那凤雏吗？那家伙可是先生的债主，让先生这么怕他？你说是就是吧？小先生不要怕，让俺会一会儿这个凤雏去。你要干嘛？我去会一会凤雏。我教你点东西去对付这个凤雏，省得你见到他吃瘪。我听先生的。你附耳过来。唐人开始教许褚对付庞统的办法，许褚听着听着，眼睛渐渐亮了。庞统去了荆州，会不会遭遇不测？主公放心，凤雏、庞统智谋无双，此番去荆州，定能搅得曹营翻天覆地。何事？启禀主公，凤雏、庞统进入荆州，发生了一件大事，传遍了荆州。主公怎么样？我便说凤雏入朝野，必虐的曹营文武人仰马翻。不愧是水镜先生举荐之人，快说来，庞统入荆州到底做了何等大事，搞得曹营人仰马翻？你倒是快说啊！凤雏入了曹营是怎么虐他们的？并非凤雏先生虐了曹营众将，而是什么？而是凤雏先生在荆州中了许褚的攻心之计，现在荆州流传什么？你倒是说啊！吞吞吐吐的，流传凤雏先生的道号小鸡崽子啊！又是许褚，辱我师弟名望，此仇不报，非君子。对了，可有唐人下落？启禀主公，并无唐军师下落，但根据斥候探查，曹操南下，流民众多，恐怕什么？恐怕唐军师已入曹营。东吴正发生着政治巨变，周瑜兵败，程普战死。虽孙权斩案立誓，与曹操势不两立，但江东4大士族却不看好孙权。刘备败，周瑜也败，若是再败，他们便没有向曹操投诚的资本，继续负隅顽抗。江东4大家族恐怕有覆灭之险。江东4大家族商议决定，不顾孙权震怒，继续劝降。主公，某与诸位同僚有话要与主公说。自己这个江东之主斩案立誓，竟也挡不住江东4大家族投降之心，可恶可恨！我这江东之主竟如傀儡受制于大都督与江东4大士族之中。先生但讲无妨。主公，有些话只有老臣敢言。旁人害怕得罪主公，曹操拥兵100万，挟天子，以令诸侯。旌旗这日，兵甲漫天，其骄大多来自北方或西戎，悍勇万分。其卒大多久经沙场，连战连捷，兵锋正劲。其文臣谋士大多胸有韬略，卒最多
多谋，甚至王佐之臣也不乏少数。眼下曹操已取荆州，刘表麾下部将根本不敢与曹军交战，举城接将，与我江东难分胜负的荆襄部将尚且如此，我江东军旅又怎会是曹军之敌？主公慎重了。先生，莫要忘记，我们有一道长江牵线。可曹操有100万雄师，足以投边断流。况且曹操正在鄱阳湖训练水军，且曹操正派遣工匠日夜不停打造上1000条战船，训练水师有蔡瑁、张武，横渡长江天堑有上千条宽大战船，此上落战，江东必生灵涂炭。若将可保境安民，请主公率江东6郡官员百姓归顺朝廷，曹操必受主公提领江东之位，让主公永镇东吴。请主公率江东6郡官员百姓归顺朝廷。吾知道了，各位先生先请回吧，此事重大，还请容我三思。他们都劝我降，可你偏偏一句话也没有。主公，张昭他们劝降有他们的道理，因为他们归降以后，依旧是朝廷命官，依旧可以治理州政，太平如旧，甚至连在下也是可以降。但江东文武人人可降，唯独主公你万万降不得。这我自然知晓。那曹操在许昌建了个金子做的笼子，把皇帝关起来，占领荆州，又在荆州把刘琮、伍子关了进去。若我降，自不用说，曹操也会把我关起来。如此生死掌握在他人手里，我可不愿。更遑说江东6郡乃是父兄多年心血，怎会如此轻易拱手让人？此一战非战不可。对了，刘备一行至我东吴已经几日，可有异动？今夜江夏刘备败了半生基业，怕是一时半会回不过神来。刘备不识珍宝物，放着唐人这等天纵奇才不重用，反倒对那诸葛卧龙推崇备至，有今天这般下场，实属自作自受。只盼我能早日寻得唐人，收入麾下。届时曹操有100万大军，上千战船又如何？二哥，你说这诸葛真有本事吗？自大哥请他来，咱们净吃败仗。俺都怀疑这诸葛是不是曹操那老匹夫派来的。三弟莫要妄言，军师确有大才，还是相信大哥的判断为好。星野，江夏的2次打败，让刘备丢了半生的基业。如今兵马不过2000，而凭借2000人的小队，又如何才能卷土重来？刘备望着诸葛，满眼都是希冀。眼下他唯一的希望就只有诸葛亮。诸葛亮盯着桌案上的地图，他在思考哪里是扭转败局的关键所在。合肥，没错，就是合肥。军师可是有办法？主公，亮已有妙计，直取合肥，可转败为胜。哦。合肥之后便是曹操的大本营邺城。这合肥的确是反败为胜的宝地，不过现在只有2000兵马，如何攻下10万人驻守的合肥？主公，从濡须水往北达巢湖，经湿水、合肥、淝水到达寿春，最终汇入淮河流域。淮河流域水流众多，走水路若岩引水可直达许都秦王，若岩涡水浪荡渠可进入黄河，兵临曹操大本营邺城。只不过这路上有一座城横亘当中，需要越过。这座城池便是乐进值守的合肥。刘备听到合肥2字，豁然开朗。只要通过合肥，那便可遏制邺城，亦或是前往许都，效仿曹操以秦王之名号令天下诸侯。可以说合肥之地便是刘备转败为胜的关键。但唯一的问题在于，合肥之地有10万兵马镇守，他刘备不过区2000人，2000如何打10万？主公，合肥10万兵众看似是座难以逾越的高山，实际上只需一支骑兵便能轻松取胜，而这支骑兵只要7000方可。军师，你说只要7000兵卒即可，可我刘备满军不过2000，余下那5000如何筹措？主公，兵马一事，亮自有妙计。赶紧上船！他奶奶的，让你们上船，又不是让你们投江，不上船，难道你们要游着去和江东打吗？将军饶了我吧，骑马我可以，坐船真不行。美人骑马，男人行舟，果不虚传。主公，江夏大营的情况比预料的还要严重。这段时间，光并岛的士兵就已超5000之数，现每天仍有数百士兵倒下，军心惶惶。还有船在江上浮，摇摇晃晃，很多将士很难适应。现在许多士兵一看到楼船就双股战。丞相，这水土不服，只能慢慢适应，难登舟船，要一遍遍的训练。除此之外，恐怕再无他法。江夏被粉，半数粮草被毁，剩下的粮草无法常年为继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情况如此，只能加紧训练水军了。各位将士，等攻下江东后，所有将士都有重赏。启禀丞相，蒋干前来说有一策可免3军将士船舟劳顿之苦，且不费一兵一卒，就可为丞相全取江东。让他进来。方才传令兵说，先生有一策，可诸姑全收江东，不知是真是假。确实如此，吾有破江东之法：一，不用3军船舟劳顿之苦；二，可免北军水土不服之路；这3，收下偌大江东，可不费丞相一兵一卒。天底下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？
这蒋大喷子除了自吹自擂的一张嘴，再无其他用处。先生居然有如此奇谋，可说来一听。丞相，那统管江东兵马的大都督，乃是蒋干幼年同窗挚友，情同手足。竟有此事，不知蒋先生之计谋。三军可夺帅，匹夫不可夺其志也。然若三军之主帅投诚，纵使将在勇，兵在汉，又有何用？吾可渡江劝说周公瑾，言明天下大事，说清丞相大义。再加上蒋干与周公瑾手足之情，不怕他不率江东之众尽数投诚。彼时那孙权将无一兵一将可调用。真怕是个傻子吧？想我贾文和武艺主公，为的不过保住性命。你这张口一喷，整个江东就被你收了，可笑！若真如此，此次南征蒋先生便是第一功臣。不知蒋干先生需要什么？只需2名勇士，一叶小舟，送蒋干过江便可。不可啊，主公！蒋干既然是周瑜的同窗好友，又情同手足，若放他过江，他投靠江东不回怎办？吾主丞相全收江东，这可是足以载入史册的大事，岂是我与周郎的私情可去比的？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？好，不这就安排船只送蒋先生过江，我等着蒋先生带回来好消息。他要是演的，真就投靠了江东不回来怎么办？但愿他不回来。我看蒋干不一定演的，虎侯十有8九是演的。他娘的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又开始打哑谜了。不行，得找小先生问问怎么回事。公瑾，别来无恙。子义兄不辞风浪颠簸，远涉江湖，莫非是来为曹氏做说客？敢与公瑾久别，心中十分思念，今日特来叙旧，奈何怀疑我做说客呢？看来公瑾是不欢迎老友了。我虽不及实况熟之乐，却也忘不了子义兄当年抵足而眠的情谊。江东的群英宴一直开到深更半夜，蒋干如坐针毡，如芒刺背，被一杯杯江东酒水灌得如鲠在喉。蒋干一直熬到了深夜。公瑾干不胜酒力，实在是撑不住了，且先告辞。久不与子义同他，今宵当抵足而眠，若何？周公瑾佯作大醉之状，把蒋干拉进了自己帐篷。然而蒋干心中有事，周公瑾又呼噜如雷霆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江东大营已一片寂静，蒋干实在是难以入睡。想吾已经在曹丞相面前夸下海口，两手空空而回，怕是要遭曹营无数人耻笑。忽死冥想之际，突然看到了周瑜公案上的竹简帛书。此为周公瑾亲帐，他为江东大都督，统管江东兵马，这其中说不定有至关重要的机密，若能寻得一二，也不算空手而归。蒋干悄咪咪来到周瑜的书案前，蒋干蹑手蹑脚的翻看，翻着翻着，忽然怔住，发现一封书信，赫然写着蔡瑁张允的大名。蒋干又惊又喜，真想不到掌管10万荆州水师的蔡瑁、张允二人，竟然与周瑜有秘密往来，如此也好，送我一份破天功劳。急急忙忙的蒋干直接把书信拿出来观阅，这蔡瑁、张允二人好大的胆子，居然要造反，正准备刺杀曹丞相，事后江东助蔡瑁为荆州之主。蔡瑁、张允真是首鼠两端，毫无气节的小人。环顾左右，蒋大聪明发现并没有人，且周瑜还在呼呼大睡，连姿势都没有变过，当即把书信藏在了衣内。蒋大聪明匆忙回躺到床上，有蔡瑁、张允二人私通江东的信件在手，丞相定会对我大加封赏。蒋干已经信了，蔡瑁、张允在私通江东，周瑜不知道蒋干这么好忽悠。子义无数日之内教你看曹贼之手。哎呀，不好！若不能尽快把信件送回去，只恐曹丞相有性命之忧。大都督行否？有要事禀报。有何要事？蔡、张二位都督眼下急切，不得下手。幸亏子义兄酒后浓睡。时间一点一点过去，周瑜再度酣睡，蒋干蹑手蹑脚的走出。站住！哦，原来是蒋先生，先生何处去？我在此恐耽误都督的军务，权且告别。先生请便。快开船，快开船！江东水军大营之内，周公瑾与鲁肃并肩而立，眺望着那一夜往江北远去的扁舟。此计若成，则曹操师左膀右臂，数年之内都无法与我们的江东水师抗衡。只是不知曹操信否？我所虑者，蔡瑁、张允二人也。曹孟德者，生性多疑之人；蔡瑁、张允者，手属两端无骨节之人。北军不善水战，难御舟船。曹贼若杀蔡、张二人，则破曹指日可待。丞相抓到了东吴的奸细。东吴的奸细，你们被孙权派来做什么？丞相，我们是被孙权和鲁肃派来暗中寻找一人。寻找何人？丞相饶命，此人曾经是刘备的军师，后来新野之战前挂印离开了新野。鲁肃和孙权寻访之人是唐人，出身卑贱，无字无雅号。哦，
可是那曾经在徐州以5000兵卒伏兵百出，抵挡夏侯惇、张辽、徐晃10万兵马，为刘备断后撤回荆州的之人，正是此人。主公，难道说此人在荆州？孙权、鲁肃让你混入我军探查，可是此人便在我军之中。丞相，小人不知道此人是否在军中，不过鲁肃告诉小人，荆州已经落入丞相之手，万万不能让此人也落入丞相之手。拉下去，严加审问。你可熟悉唐人此人？唐人此人曾在刘备帐下担任军师，后来诸葛亮到来，不知二人发生了什么矛盾，诸葛亮成为了军师，那唐人下落不明。当初以5000兵马抵挡10万大军，着实让孤惶恐了许久。如今听闻此人被赶走，可笑刘备无智，诸葛亮无容人之量。找到此人，为我所用，此等大才绝不能落入孙权小儿之手。这蒋大聪明真是蠢得离谱，竟然大言不惭，要劝降周瑜。江东大都督岂能久居人下？这江大聪明前往江东，周公瑾岂能这么容易放他走？庞统的脑海突然浮现出3道毒计：离间计、美人计、声东击西之计。当下可能性最大的就是离间计，借蒋干之口提供虚假情报，离间曹操群臣。丞相，蒋干有大事要汇报。蒋先生为何回得如此之急？蒋干未能说服周瑜投诚，蒋干无能。许褚想起了昨晚他着急忙去请教唐人，把江干和曹操跟贾诩那些莫名其妙的对话说了一遍，岂料直接被劈头盖脸一通臭骂。许褚恶狠狠地学着唐人的语气：周公瑾在江东官至大都督，统领江东6郡所有兵马，在江东一言九鼎，凭什么投诚？你那张嘴可以，我看你的头是被驴踢了吧！你们尽情嘲笑吧，待我将蔡瑁、张允之事揭露出来，看你们还笑得出来吗？丞相，蒋干有要事禀报给丞相。说着，从袖子里掏出了那封信，递了出去。曹老板还未接过书信，就被信笺上蔡瑁、张允4个斗大的字体惊到。此书信从何得来？乃从周公瑾寝帐中往来书信中翻出。场中既然，曹操神情凝重地盯着书信，神情肃穆，眸中隐隐有杀机浮现。此时此刻，场中死一般的寂静，场中谋士、战将无不是追随曹操多年。此时曹操如此作态，已然是动了杀意。果真是从周公瑾寝帐中寻来的吗？不敢对丞相有丝毫隐瞒。速去将蔡瑁、张允2位都督请来。许褚阔步走向曹操，跟着曹操走南闯北多年。许褚虽然是个憨憨，却也看出曹操要杀蔡瑁和张允。他一瞬间想到与蔡瑁伏击江东水军回来那天，他见了唐人，唐人对他说的那番话：主公，北军不善水战，难御舟船，如今江夏被毁，鄱阳湖被烧，能在水面上与江东水师抗衡的，唯有蔡瑁统领的江东水师。蔡瑁俨然已是孙刘联军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仍旧是唐人的原话，一字不动地照搬了过来。随着许褚的窃窃私语，曹操的神情快速转变。曹操恍然大悟：好虎痴，若非仲康提携，孤险些酿成大祸。见过丞相。2位都督今日操练水军辛苦，各赏1000金，丝绸100匹。丞相，这是为何？丞相，蔡瑁、张允2人勾结江东，意欲刺杀丞相，如何不杀反赏？冤枉，实在是冤枉！吾等不曾与江东有任何勾结，丞相明鉴。那还请2位都督即刻进发10万荆州水师，攻打江东水军大寨。不可，万万不可！我军还不是江东水军的对手，万万不可擅动。你看，大家都看了，他们原形毕露了。住口！你重安那周公瑾之计还不自知吗？若蔡瑁、张允2人主动投诚，故如何能轻取荆州9郡？2位将军为何要与江东勾连？简直是天方夜谭！你可知前些时日，蔡瑁指挥荆州水师伏击周公瑾，杀了程普，和周瑜有不共戴天之仇。你告诉我他投降周瑜，如今我举大兵压境，江东岌岌可危。你说蔡瑁要反，要去投靠微弱累卵的江东，世人皆知我曹孟德生性多疑，这是周瑜小儿用来对付我的离间之计。你徒有一张伶牙俐齿，实在是个蠢货。许褚将军说的极是。许褚将军刚才怎么说的来着？蒋子义的脑子真是被驴给踢了，真是笑话，笑死人了。不该是这样的，为什么会是这样？我曹孟德生性多疑，世人皆知，可我曹孟德也是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丞相，这是此人的口供。曹操看着口供，口供上详细记录了江东4大士族对孙权的逼宫。鲁肃向孙权谏言，若得此人，必可击退曹军。卧龙诸葛取了他军师之位，他挂印离开新野。随后新野大战爆发，曹军到来，他并未前往江东，所以他离不开荆州。可有此人画像？并无唐人画像，不过唐人年轻俊朗，气度不凡，若在流民之中，很好辨认。年轻俊朗，气度不凡，太笼统了。
主公，或许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丞相找到这个唐人。哦，谁？徐庶。只不过徐庶一言不发，恐怕他来了也不会配合主公。我怎把徐庶给忘了？徐庶给唐人做过副军师，快写书信让徐庶来荆州。若是徐庶不来怎么办？他若不来，就接他老母来荆州。我看到舍不舍他的老母承受颠簸之苦。子龙贤弟，数月不见，依旧风采如故。徐庶迫不及待地追问起他离开之后荆州的情况。元直兄还是不要问了，一言难尽。发生了何事？元直兄离开之后，主公听元直兄之言，请出卧龙唐军师在新野练兵，准备迎战曹操。卧龙先生出山后，阻止唐军师练兵，而是调派兵卒迁徙百姓。唐军师不同意卧龙先生之言，迁徙百姓无异于将百姓推入火坑。曹操去荆州，但绝不会行屠城之事，屠城徐州也只是为父报仇为幌子，并未真正的屠城。主公怎么说？主公坚决要带百姓一同离开。那唐军师呢？唐军师坚决不同意，他愿意率领3万兵马抵挡曹操50万大军南下，他会拼死将曹操抵挡在荆州之外10日，这10日之内足够主公将新野的粮草兵械运送到江夏。主公说什么？主公说，我岂能让你折损我3万精锐？唐军师被免去了军师之职。你说什么？唐人军师被赶走？唐军师离开新野，下落不明，恐怕已经死于乱军之中。新野之战，曹操50万大军南下，势不可挡。是我害死了兄长刘备啊刘备，我徐庶与你势不两立。子龙，兄长有何事？我要投曹，你若嫌弃，从今日起你我割袍断义，我必须为兄长讨回公道。兄长，我不降曹，但我与元直兄站在一起。唐人看着地图，研究着跑路路线，一路北上，远离这个即将爆发大战的地方。看着看着，唐人发现不对劲。刘备身在江东，以唐人对刘备的了解，刘备不会轻易放弃一丝卷土重来、东山再起的可能。唐人分析着地图路线，唯有合肥一城最为适合进攻。从江东进攻邺城，一共有3条路线。唐人此时的想法与诸葛亮不谋而合。淮河往上，直通许都，直通邺城，一路城郡众多，刘备攻城略地，可直抵中原，端了曹操的老巢。可唯一的问题就是这条途径上有一座10万守军的城池合肥，刘备仅剩的那点人马根本无法攻下合肥，那得有兵。若江东孙权借兵给刘备，那合肥可还真不好说。眼下刘备急需一场大胜来回血，这合肥城，刘备哪怕硬着头皮也绝对要啃下来。没有兵，应该会找周瑜借兵，但周瑜何许人也，岂会平白无故借兵给诸葛亮？要是借兵，周瑜也不可能借诸葛亮太多兵，诸葛亮又要如何打下合肥城呢？唯一可能，那便是关羽。古往今来，沙场征战以少胜多，关羽便是那能够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。唐人心中思忖一番，便已经理清了诸葛亮的决策脉络。许憨憨，你今日有福了，我送你大功一件，可保你生侯家爵。你敢信吗？唐人将观看地图所想悉数告知许褚，许憨憨又将面临着生侯家爵。许褚闻听合肥危险，当即起身。他不会派兵的，合肥有10万兵马坐镇，没有人会相信合肥能丢。小先生，不管主公信与不信，我都是要说的。纵使不信，那我许褚也问心无愧。眼下夺了新野，收了荆州，只剩江东。曹操正在安排新进水族的训练计划，需一举打下江东，一统中原，只差这一场水战。这时许褚兴冲冲地走进大帐，许褚把唐人告知的信息通报给曹操，无奈被大伙嘲笑。乐进将军追随丞相多年，立下不少战功，有他镇守合肥，刘备如何进攻？更何况刘备仅剩2000兵马，2000对阵10万，虎侯多虑了。许褚一边回忆着唐人指着地图跟他说过的话，一边在地图上指出3条水路沿线，开口复述起唐人说的话。江东也好，刘备也好，想要北上，只有3条路，3条都是水路。第3条路攻下合肥，上达淮河流域，通过直流可直捣黄龙。主公，此事儿戏不得，千万要重视。我的虎侯，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当初奉孝也说过合肥的重要，老天待我不薄，竟让我的虎侯这样的文武全才。虎侯，刘备不过2000人马，即便孙吴借给他兵马，也断然不是10万大军的对手。合肥地险城高，只要不出城列阵，没100万大军绝无可能攻下合肥。主公，虎侯所言还是要当心些。那你便拟一份折子派给乐进，告诉他严守合肥，不得冒进取攻。不知诸葛兄深夜到访，所谓何事？我家主公败走新野，江夏险生，与曹丞相仇怨颇深。江东之地，程老将军殒命，曹操水寨被烧，亦与江东势不两立。既如此，
亮与大都督拥有共同的敌人，时风月余。亮与主公莫敢忘吴王收留之恩，虽是单力薄，但也想要为抵御曹军献上绵薄之力。亮近日来一直在思考退敌之策，今日终有所获，阻挡100万曹军，只需夺一城合肥。诸葛兄，这合肥可是有着10万精兵驻守，不好攻啊！大都督所言不假，可若给亮一支骑兵，合肥虽10万人，亮亦能攻下。哦，不知诸葛兄所说的骑兵需要多少人？还请大都督借亮5000兵马，算上主公2000兵力，亮有把握可凭7000人夺下那合肥城。周瑜没有想到诸葛亮竟然夸下如此海口，想以7000人对阵10万兵。尽管周瑜心中不信，但还是想要试一试。眼下攻下合肥是破除曹操100万大军的唯一办法。我借你5000精兵，不过攻下合肥之后，钱粮辎重我江东要7成。好，就依大都督所言，事成之后，合肥的钱粮辎重，江东的7成。周公瑾，我蒋干顾及年少同窗之情，要救你出江东危局，岂料你竟如此害我！苍天啊，你怎可如此欺我！我蒋子义若论辩才，天下无双，可对谋略军机，终归是一窍不通。经历此事，蒋干终于正确的认清楚了自己，还需密议良师益友，教军机谋略之道。这天下之大，名士何其多，吾该让何人做我的师傅呢？忽而，许褚在大堂之内臭骂自己的那番话，在蒋干脑海中响起。我怎就没有想到呢？拜师，我要拜许仲康为师，我要许仲康教我军机谋略。荀彧看着曹操写来的书信，书信上记录着最近荆州所发生的事情。北方军团不习惯南方作战，荆州水军无法击溃江东水军，需训练兵卒。荆州内的士卒已经全部归附，江东4大家族竭尽全力劝降孙权，以保全江东4大家族的血脉传承。曾经那以5000兵马阻挡夏侯惇10万精锐的唐人离开了刘备，鲁肃派奸细在江东寻找唐人下落，若找到此人，鲁肃愿拱手让贤。唐人，此人绝不可被孙权所得，否则今生恐怕再也无法攻破江东天险。启禀令君，徐庶、徐元直求见。他怎么来了？自从他来到许昌之后，丞相许诺他高官厚禄，他都不为所动。今日为何前来？快请元直进来。元直可遇到了什么难处？尽管讲来，我必竭尽全力。请令君为我给丞相上书一封，我愿意前往荆州，辅佐丞相，攻灭孙刘。荀彧万万没有想到，徐庶竟然是来投诚。他自入咸阳，一直一言不发，为何突然之间要辅佐丞相，攻灭孙刘？元直为何突然改变心意？皆因刘备逼走我兄长，我兄长为了刘备尽忠尽职，他却将我兄长赶走，害我兄长死在乱军之中，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。唐人死了。徐庶听闻此言，再次落泪。欲送登高千里目，愁云低锁衡阳路。余书不至雁无凭，今番欲作悲秋赋。回首西山又日斜，天涯孤客真难渡。丈夫有泪不轻弹，只是未到伤心处。元直放心，我这便给丞相书信一封。多谢令君。元直贤弟，赵云昨日已入许昌，此人忠勇，该担任职。子龙并未降曹，并不是给丞相请降，而是给陛下请降。启禀令君，古本军由许褚统帅，这羽林军还缺一统领庇护陛下。好，我这便上表陛下，为赵云将军请羽林军统帅之职，羽林中郎将。令君，我只是说说而已，这羽林中郎将的官职非同小可，令君不需向丞相禀报吗？曹丕被举荐武官中郎将，曹植被封平原侯，曹彰被封北中郎将，有向丞相禀报吗？令君大意，直至今日，徐庶才知荀令君忠于汉室，乃我大汉肱骨之臣。直到此刻，徐庶才明白荀彧先是汉臣，后是曹操谋主。合肥太守兼驻军总帅乐进统领10万兵马，在合肥乐进大权独揽，连地方的士卒都得看乐进的脸色。今日正是大练兵的时刻，10万兵马拉练，声势异常浩大。将军，樊城来信。乐进莫敢怠慢，当即拆开密折，仔细查阅。刘备大败，逃遁东吴，诸葛孔会设计进攻合肥。合肥示众，望子谦能严守合肥，不可冒进取攻。丞相未免高看了那诸葛，我有汉有10万军，固守合肥城，非100万军莫敢一战。那刘备经历新野、江夏2场大败，半生基业尽毁，纵使逃到江东，借来兵马也超不过1万之数，区1万兵马，如何与我10万大军相比？即便那刘备有诸葛亮坐镇又如何？不还是被许褚将军轻松看破计谋？他许褚能做到，难道我乐进就做不到吗？将军，那刘备麾下有关羽这员猛将，两军对垒，将帅的作用不可不重视。你说关羽，当年我与关羽在青泥有过一次短暂交手，其人力猛攻强，可依旧不是本帅对手。将军，末将以为，若此事是小，丞相断不会特意修书一封送来合肥。此件事情定然要比将军所想复杂许多。自古有言，骄兵必败，还请将军正视自己，万莫居高自傲。我且问你，即便此番乃是关羽领兵，他凭区1万兵马，如何攻下我这10万守军的合肥城？面对我10万悍勇锐士，那1万将士难道不知道这是在自寻死路？将军，
既然你如此坚决，那此战你便不用参与了。来人，将副将押入大牢，好生吃喝，让他好好看看本帅是怎么拿下关羽人头。将军千万要谨慎啊！主公，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。若是寻常诸侯，早就束手投降，可江东小儿孙权却应付得游刃有余，决然要与孤大干一场。虎侯的徒弟来了，拜见丞相，见过诸位将军。听闻蒋先生拜了许褚将军为师，可曾学得通天谋略？通天谋略岂是能讲你这种人听？蒋干先生博闻强记，辩论无双，如何会拜许褚将军为师？无知小儿，须知天下学识之广，虽穷尽一生，也不能尽得之。吾虽善辩论，博群书，可若论军机谋略，吾等实不如许褚将军也。此为不耻下问。尔等鼠辈也就徒成口舌之劳。吾曾一夜偏舟横渡大江，直入江东水军大寨，全身而退，尔等谁敢为之？敢问蒋干先生，今日可敢再过一次大江？主公，蒋干先生既已学得通天谋略，又曾孤身过大江，直入江东水寨，谋略胆魄知道一身，又有横渡大江的经历，末将要为蒋干先生请战，且与蒋干先生一牵水军去那江东水寨。我操！末将也为蒋干先生请战，喷不过你，还整不过你。丞相蒋干愿登楼船，再渡大江，去寻那周公瑾一雪前耻辱。这一拜让曹操直接懵逼，让张辽诸将彻底傻眼。大家都是开玩笑，这蒋大喷子当真了？蒋干先生，此话当真？干已从许褚将军那学得一些军略，不说纵横天下，对付一下周瑜还是没问题。蒋干愿立军令状。好，军中如戏言，我已先荆州水军20艘楼船与蒋干。至于接下来该当如何，蒋干先生好自为之。蒋干头脑发热要寻死，那就让他去。无外乎3个结果：蒋干大败而归，曹操直接把他给撵出曹营；蒋干阵亡，被喂了江中鱼。蒋干若死，可大做文章。周瑜何等的无情，就连自己的好基友都不放过。蒋干得胜而归，当然这种可能几近于无。楼船开拔，20余艘缓缓从江北往对岸而去。敢问先生要往何处去？敌不来，我当去，自然是要去对岸江东大营了。妙哉！不想蒋干竟直入江东大营，此置之死地而后生。主公，蒋干与周郎本是好友，构陷蔡瑁、张允之事，未必不是他与周公瑾合谋。此次再渡江东，恐有带兵叛逃之嫌。文远多虑了。大都督，那个蒋干在骂阵。蒋干还敢来此？上次竟然无事，走，会会他去。子义可是又来叛我？周公瑾，我诚心待你，你为何害我？各为其主，有何相害之说？现如今江东水军驻扎在岸，此为敌驻我扰，当扰之，缓缓靠近。子义既是来投我，何苦说那些？吾自当设宴赔礼致歉。我蒋子义好心寻你，那夜抵足而眠，却遭你利用，此无情也。你周公瑾在江东当得好大的官，有心偷袭江夏，却被蔡瑁伏击，500艘船来，20艘还，近乎全军覆没，就连程普都阵亡了，此无能也。可见你是何等无能之人。你周公瑾统领江东10万水师，如今曹丞相举大军南下，你却只是龟缩不前，实在无胆。无胆鼠辈怎配做统帅江东6郡的大都督？你这等无情无义、无能无胆之人，也配我蒋子义投诚？我呸！还揽2桥于东南西，乐朝夕之与共。公瑾，我看你还是速送2桥至江北曹丞相寝帐内，我蒋干保你荣华富贵。生擒蒋干，来50条船，此等不知廉耻之人，吾当活活剐了他。敌进我退，射，快射箭，射完赶紧跑。箭如雨下，一瞬间，上千支箭分落岸上。岸边上，江东士卒人挨人，当场有上百人被波及。周瑜大为发火，蒋干那里的士兵全都慌忙的拼命摇船，毕竟谁不惜命？追上去，活剐了他！蒋干20多条船前面疯狂跑路，周公瑾50条船竭力追赶。行过大江一半，对面的曹营隐约可见。停，快停！好你个奸贼蒋干！若继续贸然追击，只恐中了蒋干的诱敌之计也。掉头快回！那莫不是周公瑾？是周公瑾，为何半路回去了？不半路回去，还真跟着蒋干直入曹营，面见丞相不成？有意思。蒋干先生不用惊慌，周瑜已经退回去了。敌进我退，敌退我进。周瑜落荒而逃，
是我们痛打落水狗的时候了，赶紧调转船头，杀回去。周瑜莫逃，江东鼠辈有胆莫逃。周瑜小儿，无情无义无能无胆之人，且在江上与我战来。今日被蒋干如此折辱，实在是气煞人也。方才乱箭之下，伤亡如何？伤72人，亡39人。蒋干气煞我也，不想他竟如此卑鄙。丞相、诸位将军，我回来了。幸不辱命，蒋干携1000军士横渡大江，一冲敌营，毙敌100余人。吾等将士一直追至江东大营，二冲敌营，而我方将士未有一人伤损。丞相明鉴。蒋干先生弃周瑜于股掌之间，可真是让孤大开眼界。江东损伤100余人，而蒋干先生却未损一人，妙哉妙哉！两冲敌营，屡屡虎口夺声，先生真是好胆魄。先生是如何把周瑜玩弄在股掌之间的？不可说，不可说。你真的从虎侯纳学到通天谋略？莫非是那个可使枯木在逢春，柳暗负花明，可立于不败之地的16字真言？这丞相如何也知晓这16字真言？仲康，你跟这鹅有多少年了？这有半辈子了。我且问你，16字真言你是从何处得来？我如果说是我大彻大悟感悟出来的，主公肯定不信。这16字真言是我从一部兵书上看到的。这些计谋都是唐人教你的吗？刚来荆州之时，有很多流民家国入了曹营，我恍惚想起来，好像你带着一个流民到我面前，但是我没有问他的姓名，对不对？是的，主公。我记得好像让你给他在营中安排一个差事，对不对？是的，主公。许褚啊，诺。回樊城之后，那日入营，把那年轻人找来，我要重重的赏他。小先生最爱财，此次若是能够得到丞相的欣赏，那岂不是财源滚滚来？眼下奸细暴露，等于直接宣布东吴彻底与唐人先生无缘了。该死，这曹老贼真是坏了我们的好事。启禀先生，曹操已经派人从许昌接回了徐庶，并且命徐庶给唐人先生画像。什么？关羽听令，关某在此。今你与7000精兵良将北渡如须水，直取合肥。合肥守将乃曹魏麾下广昌亭侯乐进，领兵10万。此战关乎主公大业与天下万民，只准胜，不准败。他娘的，这傻逼诸葛7000战10万，9死1生。这傻逼诸葛点我统领大军。纵观主公帐下大将，唯我关云长可堪此重任。关某定取合肥、关平、关兴、周仓、廖化。木匠干，随我攻取合肥，此一役不成功便成仁。哥哥，攻取合肥，蓝叶铜雀，定杀的那乐进小儿踢滚尿流。三弟，且在帐中温好美酒，酒还未凉，哥哥的捷报便能传回帐中。二弟，自那日桃园结义至今，你与三弟受苦良多，被看在眼里，痛在心中。若非为了天下万民，匡扶汉室江山，又何须我二弟三弟受苦如此？眼下又要让二弟领兵7000去那合肥之地，与10万人拼杀。二弟，哥哥我二弟，这是大哥连夜为你编织的草鞋，大哥能为你践行的，也就只有这一双草鞋而已。大哥，此去合肥，必杀的那乐进抱头鼠窜。攻必战，城敌必破，不破不还。合肥城池之外，10万大军分列3军，战阵之中，曹军旌旗猎猎作响。合肥守将乐进银枪负手而立，看着对阵的7000兵马，与声势浩大的10万曹军相比，关羽携带的7000人有如沧海一粟。关羽位于前列，骑赤兔马，手抚美髯，虎目圆瞪，一人一马一大刀，气势滔天，霸气外露。乐进看着如战神一般的关羽，心中只有无尽的笑意，只因为今日大战人数实在是太过悬殊。乐进抬手一挥，城楼之上军鼓号角响起。关将军，新野江夏2城大败，你家主公可还安好？乐进小儿，休要多言，纵使10万军，关某也能斩落你项上人头。关将军，就让岳某借你项上人头，去丞相那请功。乐进小儿，废话少说，全军冲击！霎时间喊杀声震天，7000人对阵10万人，人数悬殊却没有丝毫畏惧。关羽身下赤兔马马蹄很踏，身下步兵被一脚震死，手中青龙偃月刀挥斩为环，霎时间10数颗人头飞然落地。关羽凝视着乐进，乐进慌了。关羽提着青龙偃月刀向他冲杀而来，万军之中无人敢阻拦，快挡住他！赤兔马如同洪流，乐进出现在关羽的面前，青龙偃月刀斩下，
82斤重的青龙偃月刀带着跃进的身子，直接倒飞出去10数米。眼前这一幕，所有人全部呆愣住。万军从中取敌将首级如探囊取物，合肥10万守军被关羽一人杀得战意全无，早已溃不成军。7000将士冲杀一番后，10万大军只剩8万，全部归降。小先生入我曹营这么久，还不知道先生之名？出笔之人，无名之辈，还是不要污秽了丞相的耳朵。那一日，小先生随同刘明一同入我曹营，后来我才知晓，刘备曾经赶走了一位惊世大才，曹真为此人民不平啊。丞相当真不派兵前往合肥？许褚已和我说过，若刘备真取合肥，那便是自取灭亡之道。若刘备取了合肥，获得了合肥的兵马，10万兵马直逼许昌，又当如何？曹操听闻色变，许昌有荀彧镇守，定然万无一失。曹操还是不相信刘备和诸葛亮能取下合肥，唐人也没有继续劝说，因他已经算准了曹操不会驰援合肥，因为他不相信乐进率领10万兵马会守不住合肥。丞相，我有一计，若刘备和诸葛亮争取合肥，可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。哦，何计？说来听听。合肥来密函。诸葛卧龙眼前一亮，急忙拆开密折，密折之上只有短短8个字：合肥大捷，降兵8万。二哥果真没骗我，酒还未凉，捷报已到。我二弟天下无敌，恭喜主公拿下合肥，现还请主公速撤离江东，半分都耽搁不得。刘备不禁心中疑惑，见军师神情严峻的模样，刘备纵使心中疑惑，但也多少猜到了什么。军师去了一趟江东水寨，就轻松借来了5000精兵，恐怕这周瑜借兵的条件多半与合肥有关。全军上下带上家眷财帛，即刻动身前往合肥。大哥，合肥大捷，理应登门拜谢吴王与大都督才对，莫非是二哥出事了？三弟，谢自然是要紧。你二哥凭借7000精兵，便大破合肥10万驻军，这可是足以载入史册的华丽大战。三弟，勿问过多，即刻前往合肥。鲁肃乘船带着这个月的粮草，自刘备投靠江东，孙权以诸侯之礼对待，不仅给刘备一行提供傍水而建的田园小居，每月还发放200担粮草，让刘备养兵。眼见已经过了1月之期，今日便是发放粮草之日。前几次拜访，刘备与诸葛亮都是早在渡口等候，这今日登岸，却迟迟不见两人身影。玄德公、卧龙先生、关将军，子敬来也。鲁肃穿门而过，却被眼前的景象彻底愣住。小居一片狼藉，四周厢房门扉敞开，地面布帛、锦缎、竹简散落满处，入目所及尽是一片狼藉。刘备一行跑得如此仓促，诸葛从大都督借走5000精兵前去进攻合肥，刘备一行连夜跑得如此匆忙，莫不是那关羽真把合肥打下？先生，大事不好，粮仓里的粮草全部清空。前几日补充马匹草料，粮仓里明明还有足100担粮食。不好，刘备一定是去了合肥，不成半刻都耽搁不得，立即乘船往武昌江东水寨前去。鲁肃把刘备清空粮仓、撤离江东的事情汇报给周瑜听。先生所言当真，那刘备当真跑了。劳力去粮仓查看，几日前还有100担存粮，现已空无一物。合肥大捷，降兵8万，钱粮充足，可扩10万军。操你妈！空口套走我5000剑东儿郎，又带走我江东100担粮草，现连约好的7成钱粮也想独吞。这合肥之地，本都督真是栽了。诸葛亮不仁不义，不守承诺，大都督莫要气坏了身子。子敬放心，我只恨刘备、诸葛亮背信弃义。我也没想到会是如此，恭敬，我还要去向主公禀报，我先去了。周瑜目光之中透露出了几分狡黠。曹操，我看你到底上不上当？你若率军驰援合肥，我便拿下你的荆州。所有一切都在周瑜的谋划之中，只不过他的谋划没有告诉过任何人，甚至在追赶蒋干，他也故意放慢速度，让天下人都认为蒋干有本事击败周瑜。只要曹操与曹营一众将领放松了警惕，他才有取胜的机会。合肥失守的急报。回不听先生之言。曹操猛然想起昨天唐人留给他的计策，快步走出太守府，再次拜访唐人。什么？合肥失守，叶进将军战死，何人攻打？多少兵马？被关羽携7000人马攻下。7000，没想虎侯一语成谶，这合肥竟真的失守。小先生，小先生，屋子里已经空无一人，唐人走了。那一瞬间，曹操慌了。若痛失如此大才，那将是我曹操毕生之憾事。先生去了何处？启禀丞相，他一早骑着2匹马离开了，去往宛城方向。
明亮的月光，漆黑的夜幕，曹操骑着找黄飞电，月光之下追赶唐人。江东未平，刘备未死，天下还没归一，我已经失去了奉孝，绝不能再失去唐人。先前没有听先生之言，已追悔莫及，被关羽奇袭了合肥。此时的曹操进退两难，他只恨没听唐人之言，派兵驰援合肥，只需5万骑兵前后夹击，必让关羽腹背受敌。可曹操没这么做，最终曹操没找到唐人，只能骑着找黄飞电回到了樊城。主公，合肥失守，许都邺城危矣。可主公您为何一点也不急？合肥失守，刘备入主，于孤来说反倒是好事。还请主公解惑。曹操想着昨天唐人所说的计谋，指着桌案上的沙盘说了起来。多年前，我将此处的百姓撤离。多年过去，这里早已荒草丛生，杳无人烟。大耳贼我在江东建业，碍于江东水师的厉害，我们还无法出兵。可现在大耳贼入主合肥，从合肥到建业这段路属无人区域，孙刘联盟彻底失去了作用。合肥往北，淝水地带，我有5万精兵驻守；合肥以西，我樊城100万大军列阵；合肥以东，一片荒野蛮夷之地。他自以为捡了大便宜，殊不知早已入瓮。只需要我一声令下，淝水5万兵，樊城100万军一起进攻，大耳贼必死无疑。主公好谋略，这下终于能将刘备他们一网打尽了。臧霸听令，末将在，速领5万兵马封锁长江800里，5日之内不得让江东水师越过长江。末将定不辱使命，让那江东之地一只飞禽都过不来。主公，文远也想领兵请战，留着你这份战役，待总攻合肥的时候用。臧霸领了命令，立即前5万兵马驻守长江以北，沿长江布守800里，一步一兵，100步一岗，战船横列，旌旗飘扬。臧霸知晓江东水师之厉害，既如此，那只要拦住江东的水师楼船渡江。臧霸在江面上横起一道道铁索横断，并隐藏着带有锐利尖刺的巨马，横陈在建东战船的必经之路上。纵使战船能冲断粗壮的铁索，也会撞上巨马。军师真乃我刘备之贵人也，有军师在，何愁汉室不兴？主公过誉了，为人臣者自然鞠躬尽瘁。大哥，军师，曹老贼怕是要为江东动手了。张将军，究竟发生何事？昨日我去接最后一批从江东建业发来的船只，看到曹操派兵在长江以北沿岸驻扎，大概有5、6万人，他们还架起了粗铁链子，把巨马往水里放，这明显是要对江东下手了。不对，曹操不是要对江东下手，而是要对合肥下手。军师，合肥易守难攻，曹操除非调集30万大军，否则难以攻城。江东虎视眈眈，曹操又怎会派兵30万来合肥？还请军师直言解惑。主公，并非如此。若曹操想对江东下手，绝不会只派5、6万兵马驻扎在长江以北。如今江东孙权与主公乃是唇亡齿寒的关系，所以如果曹操要攻打江东，我们也一定会派兵前去支援。曹操何等精明，麾下谋士众多，又怎会想不到这一点？所以为了拦住我们南援的大军，曹操派出去的守军至少要在10万以上，在人数上可对不上。再说那布置在长江上下的粗壮铁链与巨马，试问主公，这些东西是为了拦截什么？船只。没错，就是为了拦截船只。诸葛亮看着地图，伸出羽扇，指着樊城、合肥以及如须水3支流与长江交汇处。张将军，你所看到的曹操兵马是否就驻扎在这3个地方？对，就是这3个地方，樊城和如须水的驻军最多。曹操之所以在樊城和如须水2处支流驻兵最多，是因为他们要拦住江东北上的战船，粗壮的铁链也好，江面下的巨马也罢，都是为了拦住北上的战船。主公可曾想过，曹操为什么认定江东一定会北上？军师的意思是，曹操想要攻打我合肥。主公，还请为亮配快马备快船，亮即刻动身前往江东水寨面见周瑜，或还有一线生机。可军师若去了江东，周瑜岂不杀你？为今之计，只有履行承诺，将合肥钱粮辎重7成分于江东。可我无法运送出来，需请周瑜派兵来取，如此合肥才能有一线生机。主公，曹贼派兵封锁了长江，怕是要对我江东下手了。曹操如何封锁了长江？两人同时出声，不由得一愣，皆是心有所想。眼下曹操封锁长江一事要紧，两人倒也并未细想。水族将曹操派人在江面上设下锁链的事情说明，至于江面下防止的巨马，水族并不知晓，也没有上报。闻听水族所言，周瑜与鲁肃皆是肯定了心中的想法。主公，曹操并不是想要攻打江东，而是要对合肥出手。启禀主公，刘备麾下军师诸葛在江东水寨求见大都督。哼，好一个诸葛亮，竟然还敢来我江东，真是不怕死。主公，我先去会那诸葛亮去。大都督好雅兴，我此生最恨背叛盟约之人。我曾经立誓，若遇敢背叛我之人，定手刃之。我想诸葛先生不会是这种背叛盟约的败类吧？
大都督所言极是，亮此番前来，正是为了合肥盟约一事。合肥之地钱粮辎重实在太多，具体数额都已记在竹简之上，没有任何误差。诸葛先生如此信守承诺，我心甚慰。不过合肥钱粮辎重既已计算完毕，直接派兵送来便是，何须诸葛先生你亲自前来？正因钱粮辎重实在太多，我军麾下船只实在太少，即便分批运送，也要数年时间。亮想请大都督派兵前来，一次便可全部运走。诸葛先生倒是有心了，不过我江东士卒困顿劳累，每日训练就已劳累万分，现在让他们远赴合肥运输钱粮辎重，怕是会引起士兵怨言。这样吧，合肥钱粮辎重我江东再多要一程，如此我也好宽慰士兵。诸葛先生觉得如何？好，就依大都督所言。诸葛兄，这天时转暖，春水泛滥，我料不日即将开战，到时你定要助我。大都督不必客气，你我孙刘两家早已生死与共，主公吩咐过我军中任何事情，在下都要遵奉大都督军令。好，你看这水上交战，当以何种兵器为先？水上交战，当以弓箭为先。先生所言甚合兵法，只是如今我军中缺少箭弩，得劳请先生监造弓箭10万支，盼先生不要推辞才好。大都督军令，在下自当遵奉。只不知这10万支箭，大都督何时要用？先生10日之内可办好。大战已迫在眉睫，如再拖延10日，岂不贻误战机？哦，那先生估计几日可办好？只需3日。诸葛兄，军中无戏言，借箭之事，在下怎敢戏弄大都督？公瑾嫉妒我才识过人，担心我日后成为东吴大害。今日逼我造箭，如我不接令，有失体面，日后无颜在此立足。哎呀，你们2人斗法，把我卢子敬夹在中间，我太难了。子敬，你无论如何得救我。如果我死了，孙刘联盟也就崩溃了。到时曹操必取东吴，独成霸业关。这一点我也明白，只是我要如何救你？且借我20条快船，每船30名军士，船上以轻步为慢，戍草人1000余个，立于船舷两侧，我自有妙用。诸葛亮既然应承下10万支箭，他必是有恃无恐，别有用心。但他又如何弄到那10万支箭？天将明，江上雾气浓重，大江南岸，江东水师大营，20条轻船一字排开，上面扎满了稻草人。浓雾之中，诸葛亮与鲁肃2人联袂而出。诸葛兄，你这是为何？这是要带我去何处？去取箭。子敬兄，且吃杯茶。你这诸葛兄究竟意欲何为？子敬兄莫慌，且先吃茶。军师，去曹军水寨已经不足1步之遥了。好，下锚，船只一字排开，面向曹军大营，擂鼓挑战。诸葛兄，距离不足1箭，还要一字排开，是生怕曹军看不清楚吗？还要擂鼓，诸葛兄，你这是意欲何为？子敬兄，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来，吃茶。鼓声雷起，军号阵阵，寂静的曹军大营被江面上传来的动静彻底惊翻了。丞相，江面有敌船来袭。曹老板惊魂未定，众人一同来到岸边，只见江面上大雾浓浓，隐约能看到船只轮廓。敌军鼓声阵阵，且听声音，距离大营连1箭之远都不足。大雾弥漫，江东雾中来袭，定是想引我出水寨，聚而歼之，传命弓弩手，乱射之即可。丞相，我以为当用火箭为好，乱箭之下对付江东水军造成不了多少杀伤，反之若用火箭，则祸及满船。万万不可！用寻常箭击，纵然杀伤力有限，也可起到威慑作用，使其不敢贸然登岸。可若是用火箭，一旦着火，他们狗急跳墙，驾驭着火的船冲过来，岂不是要火烧荆州？还是依丞相之言，用箭急射之的好。曹操突然怔住，居然是之前与唐人相见之时对他所说的话。小先生离开前说过，江东水师会趁大雾来试探，今他们擂鼓不停，距我大营1箭之遥都不足。小先生可真是料事如神，破局之法都已经提前交给了我。来人，把蒋干传来。诸葛亮不会想得到，他想用20条船来找曹操借箭，可唐人却已告曹操破解之法。丞相唤我，子义可还敢再度大江否？啊！来，你且听我说。曹操将唐人的计谋详细告诉了蒋干，不过半刻钟，蒋干就明白了曹操的意思。丞相，且给我3艘快船即可。蒋干心中无比澎湃，若再次成功，他蒋干3渡大江，3系周郎，真就名扬天下了。子义，事成之后，汝为首功。丞相且等着，蒋干必不负厚望。放箭！一支支箭急不断从曹营射出，约有1半落水，1半扎在稻草人上。船舱内的鲁肃终于明白了，诸葛亮的聪明才智再次出乎了鲁肃的想象。这里距离曹营太近了，若是曹军从大营冲出，该当如何？子敬放心，曹操的战船根本就不会出来。
箭如雨下。之前连番受损，诸葛亮的计策屡屡受挫。如今诸葛亮先是帮刘备拿下合肥，绝地翻盘。面对周公瑾的刁难，他又来了一招草船借箭。一时间，诸葛亮找到了神机妙算的感觉。我早就算到3日后江面将有大雾，故而才应下周公瑾。周公瑾江东大营的沉寂被击碎，江东大营所有人都无比熟悉的声音，是那让周公瑾恨得牙痒痒的蒋干。周公瑾，无情无义、无能无胆之人，缩头乌龟，敢驾船与我单挑否？在岸边上可以隐约看到3艘快船，就是分不清蒋干到底在哪里。放箭！一轮箭雨轮射之后，蒋干那3艘快船往后退了退，而后骂声依旧。周公瑾，你实在卑鄙，竟然冷箭伤人！我蒋子义每一次横渡大江，都是光明正大的来，你却每一次都干这些阴损的勾当。你又有何颜面统领江东6郡，当个屁的大都督！混账！江干这个混账！大都督不可意气用事，此时江面上雾气浓重，若有埋伏怎办？这蒋干3次横渡大江，若不将其除掉，还会有第4次、第5次。长此以往，我江东军威何在？大都督，我甘宁前往即可，请大都督拨我50条快船，我带麾下3000锦帆贼，逼割下蒋干首级，献给大都督。好，甘宁将军，此去击杀蒋干为第一要务，但也要注意，万万不要落入曹军圈套。大都督放心。周瑜无能鼠辈，不敢来大江之上与吾决斗，却潜众来袭我，如可还有丝毫的礼义廉耻，吾将子义休与你曾为同窗。声音越来越模糊，蒋干的3条小船在疯狂逃命，后方的甘宁与3000凶神恶煞的锦帆贼疯狂追赶。弟兄们，若能杀了那蒋干，我等都有重赏啊！快！江东的人就要追上来了。蒋干先生，前面有几10艘战船，擂鼓喊杀不息，他们还没有走。现在我们后有围追，前又堵截，这下可如何是好？天助我也！他们竟然还没离开。前面是一阵箭雨，我们全都躲进船舱里来，拼命的划桨，从前面船队空隙里冲过去，一直冲到岸上。只要靠岸，人人都有封赏，人人都能立功。诸葛兄，再这样下去，船可就要翻了。曹军大营的那一面扎满了箭棘，负重过大，船体已经倾斜。骑兵军师面向曹军大营侧的漫步，稻草人已经扎不下了。好，将船调转过来，用另外一侧对着曹军，擂鼓喊杀依旧。诸葛亮的20多条战船正在调转方向，蒋干的3条快船已经直接冲了过来。江上大雾，根本看不清楚。待一众江东士兵发现之时，3条小快船已经直接从间隙处冲了过去。后紧追而至的甘宁船队也隐约看清了诸葛亮的20艘快船。甘宁将军前方有战船20余，擂鼓阵阵。江上大雾，不过是疑兵之计罢了。让蒋干逃了回去，我们如何向大都督交代？继续前进，蒋干敢屡次3番冲击我们江东大营，我就算冲一冲曹军大营又如何？启禀军师，方才有3艘小船趁着大雾从我们船队中穿过去了，直入曹营。诸葛兄，接下来该当如何？曹操乃是多疑之人，若无他人指点，他定不会轻易派出小船。如今我们的底细已被探，此处不可再留，当速速回师，返回江东。诺。擂鼓喊杀依旧，不可使得曹军察觉到我们已经回师。20艘一面满载箭棘、倾斜严重的船只开始缓缓掉头。原本在诸葛亮的计划中，只要另一面也接满箭棘，船体就会恢复平衡。可现在已经被人看穿了根底，唯一的选择就是赶紧跑路。甘宁将军被我们合围的那支船队朝我们冲过来了，不过20余条船罢了，不知死活的曹军，擂鼓助威，杀啊！子敬兄，你放心，我的想法一直是遥遥领先于同行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军师，我们退路被截断，突然出现了50余艘战船，阻断了我们的退路，他们已经朝我们发动了进攻。诸葛啊，诸葛，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，不好吗？你偏要玩什么花火，还什么遥遥领先？这下好了，你诸葛亮，我鲁肃、孙刘联军2大军师都要交代到这里了。幸不辱命，周瑜未出营，派遣甘宁率领50艘战船围剿。好，甚好！若计策成功，子义又立下了一桩大功。丞相，那擂鼓之音已消失，取而代之是混乱的厮杀声。江上好像有人在交战。且让士卒加强防守，大事已定。诸位先生，将军都回去睡觉吧。大事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何事？且说来。敌人看我们船体倾斜很严重，已经开始撞船了。我们有8艘船被顶翻了。诸葛兄，你的遥遥领先害死我了。
万事皆休矣，快令军士们赶紧把船上的稻草人抛下，那些曹军的舰级都不要了，再引2艘船为我和子敬左右护卫，一定可以冲出。一声巨响，诸葛亮和鲁肃所乘坐的船只被直接顶翻，诸葛与鲁肃一起缓缓坠入水中。3000锦帆贼如风卷残云一般，把诸葛亮船队的20艘战船全都撞翻。锦帆贼当场杀性大发，开始在大江上游曳，对落水的大批士兵进行猎杀。快哉快哉！曹军大营面前肆意杀戮，他们都不敢救援。此战之后，我3000锦帆贼在江东可以横着走了。启禀甘宁将军，那边浮起来2个文士，还活着，如何处理？哦，确定是文士。天昏雾重，看不清楚脸庞，不过就2人衣着大致来看，应是文士无疑。文士可不比寻常士卒，曹营的文士都是天下名流，不可擅杀。用麻袋把他们装起来，带回去给大都督鲁肃先生和诸葛先生见多识广，一定可以辨认出到底是何人。天昏雾重之下，诸葛亮和鲁肃被小兵打捞起来，也没有仔细辨认，就直接装进了麻袋，丢到了船舱里。大日东升，江上的浓重雾气被尽数驱散，大江呼啸东去。江东水军大营，周瑜一直在等甘宁回来。子敬为何不在？诸葛孔明去了哪里？他许给我的10万支箭又在哪里？去找，把他们2人找来。启禀大都督，整座大营都没有看到鲁肃先生和诸葛亮。据传4的人说，前2日鲁肃先生私下调走了20条快船和1000名士卒。诸葛亮搞什么东西让他造舰？他要20条快船和1000名士卒干什么？还有鲁肃，明明是江东的大军师，怎么和诸葛亮一起做什么偷偷摸摸的事情？这不是胡闹吗？甘宁是甘宁回来了。甘宁可曾杀得了那蒋干？大都督，吾等一路追击蒋干，最后被一支接应蒋干的曹军所阻挡。末将看他们的船不过20余艘，兵员也就1000余，索性就把他们给围杀了。昨夜兄弟们杀的是真痛快，吾等将1000多人屠戮殆尽。大都督，我们昨夜还抓了曹营的2个文士，要不把鲁肃大人和诸葛先生叫过来认认，说不定是天下名流呢。哦，赶紧把活捉的那2名文士放出来看看！快把那2个麻袋提出来！数名江东士兵抬着2个麻袋放到了码头之上，2个麻袋里，其中一个不时还动上一动，另外一个却是一动不动。来，且让本都督看看是何方神圣。当绳子解开，看到里面人真容的那一刻，周瑜直接愣住了。诸葛孔明见过大都督，你投曹了吗？不好，子敬还有气息，快去叫大夫。先有诸葛与鲁肃前往曹营挑战借箭，后有蒋干来我军大营叫阵，引走甘宁。你们双方都以对方是曹军拼死一搏，最后甘宁大获全胜，活捉了鲁肃与孔明，又是这个蒋干。公瑾，曹营中有高人啊！许褚也好，蒋干也罢，原本不过只是某一方面擅长。许褚勇武，蒋干善变，此2者绝技不可能有如此手段，定是背后有人在教他们。此人将我等耍得团团转。诸葛兄，那10万支箭呢？都和船一起掉进大江里了。若非你自作聪明，如何会被人抓住机会，酿成如此惨祸？毁的都是我江东的船，死的都是我的江东的人。刘备那里就去了你一个，你倒是还好，活着回来了。元直，那日一别，许久不见，甚是想念啊。启禀丞相，我徐庶今日来投，没有其他的目的，就是要灭刘备。元直，这是为何？为何如此激动？我必杀刘备，报兄长之仇。我与刘备的前任军师唐人亲如兄弟，唐人军师之才与为人，让小人敬仰。可是什么？可是那刘备却害我兄长死在乱军之中。什么？唐人死了？徐庶大哭，曹操宽慰了徐庶一番，命人将徐庶安顿在樊城，好好休息。你接徐庶的时候，他见过什么人吗？他怎么知道唐人死在乱军之中？我去接徐庶之前，徐庶见过赵云，唐人之死应该出自赵云之口。可若唐人已死，那前几日我所见到的小先生到底是何人？我倒是很想见见唐人的画像。你去告诉徐庶，让他画一张唐人的画像，交给顾看。小先生，你既出荆州，不如将我送到合肥，我夫君定然会重重赏赐你。赏赐我？他不杀我已是千恩万谢了。还有，是你千般恳请许诺1万金，我才让你跟着我一会到了你兄长糜竺的商行，这1万金一个子都不能少。元直先生，丞相颇为仰慕唐人军师之才，只恨从未见过唐人军师。丞相特请元直先生画上一幅唐人军师的画像，供丞相瞻仰。这好说。丞相，唐人的画像在此。画像上之人，分明就是那1日他所见到的小先生。丞相快派人去找小先生吧，他说过去长安，肯定能够在长安找到他。你个憨批，现在才跟我说，你早干什么去了？那小先生入营的时候，
你要多说一句话，我怎么可能会丢了他？不是主公，你让我给小先生安排个差事吗？我可是竭尽所能留住小先生的，每次得了奖赏，我都给小先生送去1多半。你个蠢货！唐人，他到底是何许人也？家主杨修正在主持新月的月旦评。有多少才俊来许昌？来自各个州郡的才俊有147人。哦，把这个人给杨修，让他品鉴。唐人刚到月旦屏的外围，马车上已经有一副锐利的眼睛在看着他。你去将此人请到我的府中，务必请到。这位才俊，我家家主有请，请先生随我们去府上拜会家主。你家家主谁？哦，刚才轿子里的人竟然是荀令君。小先生，我有问题想考考你。荀令君不问姓名，也不问是否愿意出仕，便要拷问我。或许你不想出仕的原因，只是没遇到明主，但是你还是想出仕。你若没有抱负，没有争强好胜之心，你便不会去月旦屏。你若不想出仕，便不会来此。荀令君果然厉害，荀令君出题吧。小先生，如果给你5000兵马，你如何抵挡10万兵马？便以合肥、荆州为界。这荀彧不会知道我的身份吧？竟然用这种事来拷问我。以我5000兵马必不可敌，但10万兵马也有弱点，粮草补给艰难，10万精兵的调动与运筹，不如5000兵马。合肥一条南淝河，东南流向，若蓄水待攻，10万精兵顷刻间便可化为鱼鳖；若水攻无效，则伏兵于山岳之间，遍插旌旗。哦，先生什么名字？山野陋室之人，无名。先生稍等片刻，我给先生准备一些佳肴美酒，同先生畅谈一番。荀彧离开，立刻手书一封，担心曹操不重视，另被加急一封。我为丞相寻得一大才，此人兵法不逊色，以兵先韩信。我为丞相留住此人，此人若领兵打仗，周瑜、诸葛顷刻间灰飞烟灭。若丞相信我，可封此人为首席大军师。若失此人，怕是天下又起一枭雄。这诸葛亮不可小觑，提早算出3日后江面有大雾，瞒着周瑜，让鲁肃准备了20条快船，1000军士，船上以轻慢包裹，船上无数稻草人，好溢出草船借箭。诸葛卧龙果然名不虚传，人中龙凤，他助刘备取合肥之举，便是一招神来之笔。子义，你可知那江东大将甘宁、周公瑾、鲁肃，还有那神机妙算的诸葛卧龙，昨夜被你玩弄到何等程度？蒋干昨夜所为，皆是奉丞相之命，岂敢邀功？曹操心情大好，小先生给的锦囊妙计真是让人钦佩。没想到这曹营当中最无用的大喷子蒋干，在小先生那里竟然有如此妙用。若非蒋干出马，还真不一定能够成功。启禀主公，大雾已散，江面之上发现数百具江东士兵尸体，以及覆满箭矢的稻草人。现今稻草人身上的箭矢已经全部回收。好，江面之上可有发现诸葛亮尸体？禀主公，并未发现诸葛亮尸体。文和，你安排些人手，沿着濡须水一路北上，传播诸葛卧龙已死的消息。主公，此计真乃毒计也。若能有小先生辅佐，我曹操数年之内便可一统汉语。800里加急，许都来信，许都来信。荀令君来信要举荐一人做我的首席军师。随人。荀令君并没有提其姓名，甚至家世，究竟是何人？居然值得荀令君如此大张旗鼓，居然能让荀令君作保，举荐为我的首席军师。敢问丞相，荀令君所举荐的俊杰，可是司马八达？哦，你说的那个达，可是仲达，司马仲达，司马懿。主公，大事不妙，大事不妙！你想说的是诸葛亮吗？对，就是这些流言。主公，曹贼此番用的乃是攻心计，诸葛已死的流言在我江东已传开，几乎人尽皆知。那合肥又岂会太平？如今曹操铁锁长江，彻底断了我们与合肥的联络。诸葛先生还活着的消息传不过去，刘备恐会出事。刘备若出事，那我江东也不保。子敬，你可有什么办法？主公，曹贼值守长江很严，连一只飞鸟过境都会被射下来。想要回合肥，只有一个办法，从扬州方向回去。可是这条路途遥远，等到诸葛回到合肥的时候，恐怕曹操早把合肥给打下来了。如此诛心毒计，仅用流言就能让刘备8万战士失去战意。我卢子敬自愧不如。先生，江东打造的战船已完工大半，预计再有5日，我们就能回合肥了。还有，何事隐瞒？但说无妨。启禀先生，江东传言说您死在了乱军之中，尸首无寻。这些流言倒是有趣，看来江东人是真希望我死。不行，我必须回去，必须让主公知道我诸葛还活着，否则将会有大事发生。启禀主公，坊间传言军师诸葛先生他
军师怎么了？主公，诸葛先生他死在乱军中了。啊！军师死了，诸葛先生乃卧龙，得知便可得天下，这可是水镜先生的评价。水镜先生是不会错的，或许这是曹操的阴谋，是曹操想要乱我军心，这一定是曹贼的奸计，他这是想要乱我军心。小小斥候，岂能胡言乱语？主公，可是军师前去江东都多久了，一点消息都没传回来，这怎能不叫人担忧？你这厮莫不是在咒诸葛先生？大战在即，你是想要祸乱军心吗？若再敢胡言乱语，俺杀了你姬起！大哥莫慌，还有我与三弟坐镇合肥，曹贼攻不进来，军师乃至心下凡，吉人自有天相。大哥切莫中了那曹贼的奸计。我刘备乃是当朝皇叔，由我来匡扶汉室天经地义。曹操、曹贼这窃国之徒，挟天子令诸侯，天下人人得而诛之。合肥不能丢，不能丢。可我只有9万兵马，我得活着，我要逃跑。对，我要逃跑，我要往北逃。淝水，对，淝水，我要逃往淝水，必须立刻动身，我不能死，我一定要活着。失去了那么多才得来的这一切，我绝不能再失去了。自黄巾之乱后，诸雄并起，天下纷纷。明公拥天子以辅天下，行尊王攘夷之举，诛吕布，吞袁绍，拜刘备，屠乌桓。若无明公，这天下真不知已有几人称王，几人称帝。若无明公，这中原百姓怎会有短暂的安宁？这一派太平景象，皆明公之功也。荀彧一直在唐人面前说曹操的好话，以至于唐人耳朵都要起茧子了。唐人知道荀彧想说服他去曹操身边做官。荀令君在下有句话，不知当不当讲。先生且言。荀令君的明公是拥天子以辅天下，还是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行尊王攘夷之举？所攘的吕布、袁绍、刘备之辈，又是何方蛮夷？若无明公，天下不知几人称王，几人称帝。这话没错，明公是汉臣，世持汉禄，自然不会称帝。可若是称王呢？明公不会称帝，明公之子若是称帝呢？荀彧怔住，唐人的话直戳荀彧内心最弱的一点。荀彧与曹操有共同的理想，却也存在分歧，但一直以来荀彧把分歧隐藏起来，视而不见。但曹操在荀彧的辅助下越来越强，天下越来越趋向于统一。可现在唐人挑出了荀彧内心刻意隐藏起来的东西。我与先生虽相识不久，可先生还不肯告知姓名。当今天下知我荀彧者，莫若先生也。先生可知这岳旦平的由来？自然知晓，汝南郡人，许少兄弟，明显于世，德高望重，常于每月初1对当世人物或诗文字画等品评褒贬，无论是谁，一经品题，身价百倍，世俗流传，夷为美谈，因而闻名遐迩，盛极一时。世子文人趋之若鹜，世人称为岳旦平。不知先生对这岳旦平如何看待？这岳旦雅平所评者非世子，而是虔诚。先生可想知这岳旦平会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品题？我无心名利，若非荀令君圣邀，在下怕是来这岳旦平都不是参与。岳旦平对我的品评，我没什么兴趣。不过我对这岳旦平却有几分品题的兴趣。岳旦平曾盛极一时，让元超惧怕。岳旦雅平世论天下，识人读心，评鉴推达，千帆过尽，评枭雄之谋，论天下分合。3尺茅锋，饮9天之水，着一世功名。一言难道千秋业，一指雅平办事人。先生文韬不逊武略丝毫，真是相见恨晚呐。若能早与先生相识，无怕不会再让那杨修为这岳旦平重修之人了。你们司马家一个个若不是天生蠢笨，就是个个坏的无耻。你们吃人家用人家，还要骂人家。杨修都说了伪作，为尔等遮掩，你们却不依不饶，不死不休。你敢信吗？斯巴达们想倒事情。司马懿在岳旦平上认为鲜有一德是伪作，要让曹操把辛辛苦苦打下的地盘无偿交到天子手中，却被唐人在岳旦平上对得体无完肤。司马懿当众下跪：是我等兄弟蠢笨，荀令君，我真无此意啊！此事是我一人所为，与我兄长无关。这位被荀彧尊为先生之人，居然厉害到此等程度，反手之间就可让人死无葬身之地，实在是太可怕了。而且还这么年轻，若我曹丕能得此人辅佐，天下何人还能是我对手？荀令君，我先走一步。先生来都来了，不如留下一首诗词也好，以供吾等瞻仰。此次岳旦平乃是曹丞相所办，也罢，我就姑且僭越，帮曹丞相把这首诗给说了。吾等洗耳恭听。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短歌行是在赤壁大战前夕被曹操创作出来，而唐人却提前帮曹操说出。不远处的曹丕神情中满是惊异，他早已被唐人的诗词给吸引住了。排当以康，忧思难忘，何以解忧？唯有杜康。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但为君故，沉吟至今。司马懿、司马孚都傻傻的望着，这首诗的气场也太强了。而荀彧开始好奇，这个少年究竟对他的明功了解多少，居然说出了替曹丞相把首诗词写出来这种大话。山不厌高，海不厌深，周公吐哺，
天下归心。高山不辞土石，才见巍峨；大海不弃涓流，才见壮阔。我愿如周公一般礼贤下士，愿天下的英杰真心归顺于我。诗歌吟咏完毕，我便不再停留了，告辞。说着悠然离开月旦坪，场中人都还在竞争之中，他们都还停留在这首诗无限的韵味当中，久久不能自拔。山不厌高，海不厌深，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。明公，荀彧为你觅得一经才绝艳之辈啊！又有一封800里家急自许昌而至，荀彧一五一十的将月旦坪上的事情全部抖落干净。曹操刚开始看的时候，还心中诧异，真是好强的手段，真不敢相信他不过20来岁的模样，青青子衿，忧于我心。但为君故，沉吟至今，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。廖树三匝，何之可依？山不厌高，海不厌深，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。此人怕是有吞天之心。荀令君，仲达绝无此意，只是一时蠢笨，还不嫌丢人吗？回司马府闭门司过去吧。谢荀令君宽恕，今日还是沉不住气，碰得满头血。今日之辱，我司马仲达终生不忘。祖公臧霸半日斩杀55名江东水鬼，布防森严，没让任何活物离开江东。好，臧霸做得不错，派信告诉他，任务完成后加官一级。臣替臧霸谢过主公。虎侯，主公刚刚说要给臧霸加官1级，这次大战可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。启禀主公，有关进攻合肥一事，我有一计可破江东。哦，仲康你来说说。许褚得令来到沙盘前，他拿起木刻的骑兵偶放到了荆州。虎侯，这是何意？莫不是要让荆州也出兵攻打合肥？合肥周围全是陆地，只有100里之外有水路，蔡瑁带着水师出击也无作用。佯攻合肥，拾取周瑜。张辽等人没想明白，可是贾诩却已经弄清楚一切。佯攻合肥，拾取周瑜，此乃引蛇出洞之计。合肥被夺，在诸葛亮和周瑜眼里，曹操会派大军围攻合肥；对于诸葛亮，会想尽一切办法保全合肥；对于周瑜，在派兵增援合肥之时，可顺路偷袭曹营。曹操在樊城、如须水两地派重兵把守，荆州的防备力量反而没多少。而许褚所说佯攻合肥，拾取周瑜，目的要在荆州将周瑜人马一网打尽。若是能将周瑜斩杀在荆州，那江东定会大乱。现老将城府深死，要是能将江东大都督周瑜也给杀掉，那江东水师便不足为虑，江东6郡也会成为我曹操囊中之物。至于如何斩杀周瑜，曹操早有计划。那日与小先生一别，小先生留下不少锦囊妙计，这其中便有诱杀周瑜的计策。让曹操率领大军准备进攻合肥的同时，派人大张旗鼓的言说自己要攻打江东，就为了降低周瑜的戒心，从而引诱周瑜偷袭荆州，提前将荆州10万水师调离，给周瑜一座空城。等周瑜进入水寨，再一把大火点燃水寨，连同周瑜一并烧死在大火之中。空城计加火攻计，这便是小先生留下的诱杀周瑜的计谋。贾诩，速速命人传播我要攻去江东的消息，消息传得越广越好。曹操决定攻打江东的消息，在江东6郡之内传得沸沸扬扬。孙权看着手中的竹简，上面详细的记录着所有有关曹操的消息。曹操欲攻江东，曹操100万大军已开拔。曹操决意覆灭江东，100万大军下江东，江东危也。这一字字一句句直戳孙权的心窝，纵使他再怎么不相信，在铺天盖地传言之下，心中不免也有了些许动摇。子敬，你作何想法？主公，我以为这些传言不过是曹操放出的狼烟罢了。曹操水师尚不成熟，100万大军不会水性，上了战船瞬间失去战斗力，再加上甘宁火烧水寨，让曹操损失了3000新征水卒。如此情况之下，换做主公是那曹贼，可会出兵？子敬，依你之见，曹操为何要放出这种消息？主公，这是臣也没想明白，唯一能够想到的，恐怕是与合肥有关。曹操越是说要攻打江东，那他便越是要攻打合肥，臣也就只能想到这一种可能。也就是说，放出消息是为迷惑刘备。大哥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先生已死，大哥现在的样子恐怕并不是先生想看到的。关羽的话说到一半愣住了，惊奇的看在门口处，见关羽如此模样，刘备顺着关羽的视线向前望去，只见诸葛面色惨白，一身素衣的站在面前。军师头7回魂了，军师啊，你死的好冤啊！主公，我是亮，我没死。二弟，军师还没意识到以命丧乱军。主公，我真是亮，我真的没有死。你听到的消息乃曹贼故意传播，目的就是为了让合肥失去军心。军师真的没死，可是奸细来报说你当日草船借箭，被蒋干引来的江东水卒给打翻了船。确有此事，不过幸好甘宁见我身着文士袍服，以为我是贾诩之流，打捞上船。若非如此，亮恐怕真就死了。亮的计谋又一次被看穿，主公还请速速整军备战。曹贼多次放出消息要攻打江东，但这些都是迷惑我们的烟雾。
曹贼真正目标是攻打合肥。先生已死，战士们的士气十分低迷。不过如今先生已回，那我便有办法重振士气。只不过合肥将士只有9万，怕是挡不住曹操的100万大军。主公大可放心，曹贼此次攻打合肥的人数断然不会超过30万。曹贼要留着大部队留守樊城，以防周瑜偷袭。而亮此番前去江东，也与周瑜谈好，而周瑜则会趁着曹贼大军在合肥、樊城两地攻伐守城，导致荆州布防稀疏之时，大举偷袭荆州水寨。此战我们必胜。速速将这灵位拆下，我要大摆宴席，给军师接风洗尘。主公，这灵位拆不得。军师，你还活着，还放着灵位，岂不是不吉利？主公，既然那曹操想要让我已死的消息在合肥传开，那不如将计就计，让曹操知道我真已死。究竟为何？主公，亮从江东归来一事，曹操并不知晓。现曹操肯定以为主公相信我已死的流言，不若就将计就计，让曹操更加轻敌大意，甚至诱敌深入，再一举围杀。关将军，你麾下副将周仓曾经是曹营的人吧？他在曹营中可有熟络的将领？军师，周仓追随我叛曹归降，其人忠心不二，不可能与曹营有联系。亮并不是怀疑周副将的忠心，反而我十分相信周副将，所以才选择周副将作为计策最为重要的一环。军师，周仓在曹营中时与夏侯惇较为熟络。夏侯惇，好，我计策很简单，只需周副将与夏侯惇传递一份密信，密信内容如实记述我死亡的流言，并让周副将在密信中说明，他觉得合肥没有发展，想回归曹营，恳请夏侯惇帮他在曹操面前美言几句，宽恕当年叛曹降刘的罪过。为了表达诚意，将合肥布防图一并奉上。军师，合肥布防图乃是重中之重，怎可交于曹贼手中？关将军放心，送于曹操合肥布防图只是诱饵而已，只要提前设好伏兵，800便能覆灭10万。只有找出合肥打胜仗的方法，我们才能提早布防。此战必须覆灭刘备，再不能给他生还的余地。面对曹老板的苛刻要求，文臣武将只得绞尽脑汁地进行推演。此时夏侯惇匆忙走进来。主公，好消息！当年关羽过5关斩6将，离开大营时，我的一名部下叛曹，您可还记得？东岭关斩孔秀，过洛阳斩韩福、孟坦，泗水关斩卞喜，去荥阳斩王直，经华州斩秦琪。这6位忠义良将，我岂会忘去？至于你说的那名叛曹小将，我也记得。周仓突然提起往事，可是有什么想法不成？主公，这是从合肥发来的密信，寄信之人正是那周仓，你看看。曹操接过密信，细细品尝。看完密信，曹操将密信扔进沙盘之中。文臣武将一一过目。恭喜主公，攻心计奏效，合肥已经军心涣散，再加上周仓送来的合肥布防图，合肥之城之守可摘。主公，请给我10万兵马，3日便可夺合肥。文和，依你之见，这密信可信几成？回禀主公，臣以为这封密信可信7成。这份布防图与乐进将军值守时有6成相似。按照诸葛亮的性格，夺下城池，布防肯定做出改变。从这份布防图来看，周仓的密信有很高的可信度。仲康在看什么？主公，小先生离开之前给我留下了几个锦囊。小先生说过，若是合肥寄来密信，就看这个锦囊。因我不识字，所以小先生就给我留了些图画，但这图画我现在也看不明白。闻听此言，曹操接过唐人留下的锦囊。原来唐人早预料到合肥会来密信，众人纷纷上前观看。那图画上有狮子，有兔子，还有2只手，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吗？狮子搏兔，图上画的是狮子搏兔。原来如此，看来这是要让我们切勿掉以轻心，而且对于这份布防图要做好2手准备，要按照这布防图发兵，也要有支援的部队，这样即便布防图有陷阱，我也能从容应对。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山不厌高，海不厌深。周公出步，天下归心。不想得足主持重修的岳旦平，竟出了如此了不得的人物。字里行间，其虚怀若谷的高度，竟然与父亲相同。去将这先生所居何处，姓氏名谁给我查出。不日之后，我欲登门拜访。那人必是我一生之敌。荆州出了一个神鬼莫测、用兵如神的唐人，许昌又出现一个惊世大才，这可真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。难道这璀璨的群星之中，没有我荣虎的一席之地？岳旦凭你羞辱我，那便让其他人来整治于你，哪怕有荀令军庇护，也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此人似乎不属于各个州郡的门阀，也没有师门，在荆州已有一个唐人，现许昌又出一位天骄。启禀家主，司马懿进入了羽林中郎将的府中。哦，难道他想借赵云之手除掉这位刚入许昌的顶级谋士？哼，
这司马懿若是在羽林中郎将的面前鼓噪弄舌，搬弄是非，他就不怕因此闯下大祸。这司马懿他恐怕不了解赵云，若是赵云能够被人蛊惑，那他便不是忠义无双的赵子龙了。司马懿去蛊惑赵云，就不怕被龙胆枪一枪刺死。你是何人？司马懿见过赵将军，就是月旦屏上的那个。正是在月旦屏上以贤有义德为汉天子摇旗呐喊，声贬曹贼，却落得凄凉下场的司马懿。听闻将军在景山之下，一人敌百将，乱万军，斩下50余战将，杀得曹军血流成河，堆尸成山。赵将军可知，那位先生可是荀令君请来的谋士，有通天之才，不日将送往荆州曹操身边，到时候等待孙刘联军的将是尸山血海，天下再无任何力量能阻曹操。彼时彼刻，图穷匕见，天子之位恐怕。将军，请您想一想，你是要借刀杀人，让我赵云做一个滥杀无辜之人？赵将军，这绝非滥杀无辜。你说那个人的容貌有何特点？稍稍有些俊朗，更多的是儒雅。司马懿形容着唐人的模样，赵云的眼睛逐渐亮了。司马懿继续搬弄是非，试图继续蛊惑，但赵云并没有被三言两语激怒。赵云任凭司马懿3寸不烂之舌，依旧不为所动。司马懿，你可听过一句话，搬弄是非者必为是非人。你在我的面前搬弄是非，我看在荀令君的面子上不杀你，但是你若继续在这里搬弄是非，哪怕你是荀令君的学生，我也会杀你。司马懿再次搬弄是非，赵云已对司马懿有了杀心。除了战场之上，赵云从不滥杀无辜。如果不是上次在荀彧身边看过司马懿，司马懿自称是荀彧的学生，赵云便一枪挑死他。不过赵云却从他的口中得到一个情报，这司马懿蛊惑所杀之人，为何如此像唐人军师？难道军师没死在新野战场上？将军，若将军为天下人考虑，汝为小人，也要让我赵云做你等小人不成？若不是看在荀令君的面子上，这一枪便让你魂飞魄散。你若再来此地蛊惑人心，我必杀汝！我不管你是司马八达，还是你背后有什么司马氏族，必杀汝！司马懿万万没有想到，短短2日，他竟然2次碰壁，丢了颜面，还险些丢了性命。司马懿从地上爬起来后，捂着伤，狼狈如狗。绝望中的司马懿出现了一丝希望，赵云的马向着那个人的院落奔去。他果然还是要为陛下除掉此人，不为曹操所用。马蹄声在院外响起，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子龙来了！”院门处，赵云提着龙胆枪，四目凝视。在陌生的许昌遇到了熟悉的人，那一瞬间，赵子龙仿佛找到了主心骨与靠山。他脚步踉跄地进入院内，泪水不争气地落下。当啷一声，龙胆枪掉在了地上。子龙终于见到军师，这一次子龙必在军师左右，鞍前马后，再也不离开了。这是诸葛亮从合肥寄来的密信。孙刘合作共抗曹贼，诸葛亮乃重中之重。诸葛亮已与周瑜达成一致。孙权看着密信上所写的内容，正是诸葛亮安排周仓假意通敌的计谋。好计策，如此骄兵之计，也唯有曹贼会上当。这一回我们能大获全胜了。子敬，你有什么看法？臣以为这骄兵之计，此番恐怕并不会有用。哦，何以见得？说来听讲。关羽以7000破10万，因越境轻敌，那曹贼经历了如此大败，恐怕短时间内会戒骄戒躁，变得异常谨慎。曹贼不会全然相信此计，臣以为还是谨慎观看为妙。你总是如此多虑，把世人看得太过谨慎。大都督又有何见解？诸葛亮的骄兵之计定然能够成功，曹操也绝对会相信那封密信。子敬不才，看不出其中端倪，还请大都督解惑。曹操打从心底里就没看得起刘备，在曹贼心里，他只觉得是越境贪功才给关羽有夺取合肥城的机会，而非关羽凭实力打下合肥。在曹贼眼里，他的100万雄师不可能会输。这场仗从一开始，曹贼的心气就孤高骄傲得很。诸葛亮正是看到这点，才决定用骄兵之计，让周仓寄出这封信。这封信不过是个导火索，而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曹贼那败袁术、夺荆州，差点覆灭刘备的骄兵之心。诸葛亮骄兵之计已成，恐怕大战即将开启。臣请命调用6万江东水师备战荆州，此战可定江东10年太平。小先生，你就是唐人？唐人也没打算在荀彧面前藏拙，即便他想隐瞒自己的身份，又怎么可能逃过荀彧的眼睛？先生，我此时若书信一封，向丞相举荐你为首席大军师，你可愿意？勋公，丞相帐下有贾诩、荀攸、陈群、程昱，我何德何能可成为丞相的首席大军师？更何况司马懿与杨祖德颇有才学。哈哈，司马懿守城，杨祖德傲才，皆不是首席大军师的人选。先生莫要推辞，在我看来，普天之下
只有你唐人可胜任首席大军师。勋公，丞相麾下谋士众多，小先生已与丞相见过面，在荆州，小先生更是借用许褚之手虐诸葛，败周瑜。如今月旦平上，丞相亲自评定10大军师，将先生排在第3，难道先生不知丞相的心意吗？勋公，你和我说实话，此番丞相南下，是否只想占据荆州9郡，攻取江东的决心有多少？看来什么都瞒不过小先生。丞相南下之时曾说过，若能取得荆州9郡，获得荆州的钱粮与水军，便有7成灭江东之心；若无法获得荆州水军，取江东之心只有3成。此时的江东固若金汤，孙权绝非碌碌无能之辈，若想取江东，还需从孙策血脉上离间江东。不愧是制败周瑜的顶级谋士，荀彧今日见识了。荀彧见天色也不早了，向唐人告辞。荀彧回到府上，立刻给曹操写了一封手书，将唐人的计策写在了书信上。这又是一招攻心之计，这一道计策无解。子承父业，孙策之子虽年幼，却理应当江东之主。孙权只是孙策之弟，孙策死前把江东基业交给孙权，但江东士族众多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孙权。这时需离间孙权与孙策之子，请天子下一道诏书，表彰孙策忠勇，册封孙策之子为江东刺史，骠骑大将军，封孙权为会稽太守，江东刺史执掌江东6郡，孙权只是会稽太守。都说贾诩之谋算无一策，这唐人之谋才是真正的无懈可击。若丞相如此大才，何愁天下不平？曹操坐在大殿上，看着荀彧送来的亲笔书信，书信之上褒举唐人为首席军师，凌驾于荀攸、贾诩等人之上。万幸他到了许昌，被荀彧挽留了下来。自从曹操南下，他已经见识到了唐人的厉害，他的谋略、胆识、深思远虑，皆胜于帐下谋士。荀彧在书信之上对唐人推崇备至。还是文若懂我，这江东可定。文若已找到小先生。找到小先生？小先生在何处？就在许昌。许褚，我命你率领1000虎豹骑，星夜前往许昌。能否攻灭江东和刘备，就看你能否请回小先生。若你把小先生请回，我记你头功；你若请不回小先生，或让小先生受到任何损伤，我砍了你脑袋。主公放心，就算我许褚死了，也不会让别人伤到小先生分毫。去许昌找荀彧，他会让你找到小先生。汉献帝刘协看着天下10大军师的名单，不住的唏嘘。曾经的袁绍雄踞4州，这10大军师，其中5位都曾在他麾下。当初朕从长安出逃，传召袁绍，他竟不应，朕这才入了许昌，何该他身死族灭？陛下所言甚是，袁本初非是明主，连累了无数的河北义士。赵将军且看着10大军师俱全是有雄才伟略者，若朕能得以辅助，又何至于此？陛下，且看这天下10大军师中的第3位。唐人杨修的品评，世间竟有如此天纵之才。赵将军，你一直都在刘皇叔左右，这唐人也曾在刘皇叔麾下效力。杨修的评语当真？杨修从未见过唐人，就连曹丞相也不过数面之缘，甚至连唐人的身份都不知道，他们的评语怎能当真？如此说来，这唐人言过其实，并没有那些本事。也是，年不过20，比朕还小，怎可能厉害到那种程度？陛下，月旦平上，杨修未评出唐人1/10，此人之谋略旷世未有，远超荀彧郭嘉。倘若刘皇叔不将其撵走，则大业可定，汉室可兴。如此人才，若能助朕左右，朕又何必处处受制于呢？若朕能得见此等人物，必奉为帝师，许大司马之职。陛下，唐人军师现已在许昌城中。什么？子龙，你快去把他召进宫来，朕要奉他为帝师，拜他为大司空。朕需要他，朕的大汉需要他。朕不是权势擎天的曹操，也不是刘皇叔。曹操麾下谋士如云，战将如雨，刘皇叔有关张在侧，又有卧龙辅佐。朕是大汉天子，一个傀儡一样的大汉天子，朕手里能用之将唯你子龙一人。赵云见过军师，有一急切之事要说与军师。唐人蹙眉，隐约有一种不妙的预感。如今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施压天下，天子虽羸弱，却也有冲天之志气。如今天下民心还是向汉的，纵然是曹操，也不敢行篡立之事。子龙，你莫不是将我举荐给天子了？正是如此，天子许诺将拜军师为帝师，受大司马之位。我既无滔天之功，又无任何背景与士族支持，我如何做得了帝师之位？子龙啊，你这是要害我！军师，我这如何是害你？你若成为帝师与大司马，便可与曹操分庭抗礼。分庭抗礼？靠个帝师的虚名去分庭抗礼吗？那先生的意思？坐看风云起，坐看朝阳落。军师接下来要怎么做？要么隐居山野，要么拜诸葛斗周瑜。子龙明白军师的心意了，军师是想借助曹操的力量，收复四海，恢复汉室正统。这帝师和大司马荀彧都没做，我怎会去做？
当不了3天帝师，变成众矢之的。你敢信吗？汉献帝刘协要拜唐人为帝师，却被他拒绝。唐人不想被架在火上烤，但因10大军师在月旦平上被公之于众，唐人已彻底曝光，无奈之下只能选择了帮曹操。不要再向天子透露我的消息，他虽有不屈之心，却无人主之能。如今这种情况，或许对他而言是最好的。小先生，你怎么就不辞而别了？我可是还有很多金条呢。曹丞相怎么把你个憨批给派来了？小先生，你不辞而别，知道我跟主公心里有多难受吗？还有现在江东情况严峻，江东间谍可是无孔不入。我本就无心事事，一心归隐，传你兵略，只是无心插柳柳成荫。小先生是旷世奇才，就此归隐，通奸谋略，世人皆不知，岂不是埋没了？此时荀彧骑着马才姗姗来迟，荀令君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，谢过荀令君近日礼待。小先生，他日再相见，该是天下已平四海一统了吧？但愿吧。汉兴400年，极尽辉煌。汉庭治下，华夏安定，民族繁衍生息，四方无敌。然天生万物以养人，人无一物以报天。土地有限，人却越来越多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汉室衰弱之因，是已到人为食而亡的地步。天下已纷乱许多年，相比大汉昌盛之时，时不存一，是时候结束纷乱，重定寰宇了。唐人下荆州，江东必平。小先生，上马车吧。然而，当唐人登上马车的一刻，他直接傻眼了。你怎么还没走？我奴家。许褚，和我没关系，是他自己非要来。小先生真有本事，把小娘子调教的都离不开你了。住嘴，滚！我的事情还没有圆满。什么圆满？圆房就圆满吗？你这样跟着我像什么样子？你是刘备的夫人，总跟着我会让别人误会。你这样跟着我太危险了。曹操好人妻，你总该知道吧？倪真低着头，心有所想，误会就误会，只要能找回阿斗，一切都是值得。入夜，一天下来，虎豹骑都在休息。篝火旁，许褚正在为唐人介绍荆州的形势。合肥就像一根钉子，如果不拔下来，曹丞相难以应对江东。固守不固围，南征基本上毫无希望。反之，如何合肥一直坚守住，江东要面对的压力会减弱1半以上。刘备如果能坚守住合肥，屡败曹军，将会真正起势。小先生，丞相以拜下侯惇为主将，张辽为副将，荀攸参谋，领30万大军，正在进攻合肥。合肥城防如何？城内有刘备的10万守军，若是要强攻，怕是免不了死伤惨重。还有江东那边虎视眈眈。不过小先生放心，丞相已经用了你留给我的锦囊妙计，早已布置。丞相管小先生这个计谋叫什么来着？堂堂不禅。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简单的交流之后，唐人已得知南方战场的局势。果然，一切都如他所料想的那样。现下侯惇带领30万大军去收复刘备占领的合肥。刘备肯定事先和江东通过气，诸葛亮、周瑜肯定有所计策。唐人画了一个圈，然后放进了一粒石子，然后在外面又画了一个圈，然后再次画了一个更大的圈。看，第一个圈是合肥，这粒石子是刘备。刘备现在兵精粮足，军械齐全。这第2个圈子是夏侯惇的那30万大军。那这个大圈是江东吗？是孙刘联军。刘备不是在圈最里面吗？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都在互相算计，互为援兵。唐人接着继续画出更大圈套上，这是曹丞相，再画圈，再套上，这是诸葛亮和周瑜，2人均可全权代替他们的主公。如今2人齐心，很容易就会让曹丞相上套。曹丞相虽有贾诩、荀攸，但毕竟在曹营，他们不能发挥出100%的谋略与智慧，要顾忌很多。最后，唐人在最外围画上最后一个大圈，这是一封来自许昌的800里加急，是荀彧来信。曹操只是略微扫了一眼，忍不住大笑。好，太好了，我的大军师终于要到来了，我的首席军师之位，虚席以待。诸葛军师在10大军师榜上位列第6，真厉害！厉害啥？真正厉害的是唐军师，唐军师排名第3，郭嘉又死了，活着的军师里，唐军师排名第2。真想不明白，刘备为什么会为了一个老六，把排名第3的军师给赶走？这不是纯粹的傻瓜蛋子吗？谁知道呢？没准刘备就是一个傻瓜蛋子呢。那个卧龙整天被吹嘘卧龙凤雏得其可安天下，结果呢，被天下第1大憨批虐得死去活来。你敢说许褚是天下第1憨批？你活腻歪了吗？这有什么不能说的？许褚本来就是号称虎痴。你说这10大军师是不是排错了？我感觉许褚都能吊打诸葛亮，应该把诸葛亮的排名撤下来，把许褚将军换上去。诸葛亮听着他俩的谈话，羞愧的面红耳赤。若是在其他的时候，他肯定斩了这2个乱军心之人。可是现在，诸葛亮只敢羞臊的掩面回去，根本没脸斩他们。
唐人遥望着荆州，这一次他再回荆州，带着腾腾杀气，必灭刘备与诸葛，不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。先生，首席大军师的位置，虚席以待。曹公，我认为还是暂时不担任首席大军师的位置为好。一，我没有寸功，凭空上位，对贾诩等人不公；二，我若是做了首席大军师的位置，孙刘等人便会有所准备。那先生的意思是，请曹公另选旁人做首席大军师的位置。不，普天之下，首席大军师的位置只有你能做。起初，你率领虎豹骑招摇入城，我与先生暗度陈仓。军师，你来安排接下来的事情。如今合肥已定，接下来定然面临曹操的穷追猛打。但是我军有10万兵马，粮草充足，足够支撑3年之久。曹操若是派30万大军来攻合肥，也要攻打半年之久。在这半年的时间内，足以让江东击败曹操留在荆州的水师。小先生，最近庞统有些过于活跃了，整天上蹿下跳，到处吹嘘，惹得丞相不快。庞统很活跃吗？卧龙凤雏其名，卧龙已成为了刘备的军师，庞统还一无是处，他自然急于表现。他为什么要急于表现？庞统的叔父是庞德公，门生遍布荆州。庞统出身名门，又拜司马徽门下，自命不凡。他想出人头地，告诉别人他庞统不是靠着叔父的名望，他也有本事傍身。许褚听得一知半解，这个庞统要倒霉了。先生说的是啥？这个庞统怎么倒霉？这个庞统，他见过孙权，见过刘备，哪怕他在孙权和刘备的面前张狂，孙权和刘备都会看在荆州士族的面子上，容忍庞统。但是若庞统在丞相的面前闯下祸事，丞相便不会顾及荆州士族的面子。为什么呢？孔融死了，他是孔家之后，覆巢之下无完卵。丞相以孔融3族，袁绍43公，天下第2的士族，被丞相所灭。丞相纵横天下20年。所灭士族多达100家，天下士族对丞相又敬又惧又恐，所以这个庞统若是再不知好歹，恐怕要闯下大祸了。士族的势力再大，也不过是士族家族而已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这注定了天下士族惧曹不惧刘。焦点在合肥，但江东一定要留意，刘备是江东唯一的强力外援，他们绝不会看着我们把刘备灭掉。加派一些人手监视江东的动向。启禀丞相，庞统闯营来了。他来干什么？10大军师排行没有庞统，他大为不悦，说要找贾诩先生一较高下。胡闹！把他给我撵出去！主公，且容我会这庞士元。庞统带着雄心壮志而来，他是凤雏，当世大才，就算要面对鬼谋毒士贾诩，那又如何？天下第1郭嘉已死，荀彧第2在许昌主理内政，天下第3的唐人不知去向，所以天下第4的贾诩刚好在曹营。庞统来找贾诩当试金石。庞士元找我何事？贾诩先生约旦评上天下10大谋士，唐人居然位列第3，庞士元为贾诩先生不值。唐人之才，旷古未有，身怀通天谋略，贾诩望尘不及也。莫说是贾诩，就是把唐人排第1位，我想荀令君也不会有异议。庞统彻底傻眼，在贾诩心里，唐人居然有这么高的地位。原本想让贾诩做他试金石，不成想贾诩甘愿成唐人的垫脚石。我20岁时见颍川司马徽，我们的交谈一直从白天说到黑夜。司马徽说，南州士子无人可与我庞统相比，襄阳庞德公称我庞统为凤雏，诸葛亮为卧龙，司马德操为水镜，我庞士元自认为有辅佐帝王的才能。庞统，你身无尺寸之功，军略未显，不思循民主辅佐，只知摇唇鼓舌，自吹自擂。纵然你摇唇鼓舌，自吹自擂，那又有何用？比得上蒋子义否？蒋子义亦未上榜，你凭什么上榜？还自比唐人，真不知天高地厚。南州士子无人可与你相比，天下何其大，南州一隅之地而已，坐井观天。你那所谓的名望，真当别人不知？那襄阳庞德公是你的叔父吗？有毒！贾诩的每一句话都有毒。庞统此时已经脸色发白，渐渐的看不清眼前的事物。又昏死了，这回也不知道多久能下床。上一次蒋干狂喷，让庞统火上心头，直接吐血昏厥。这一次贾诩寥寥数语，却说得庞统心悸。快传军医！先生，你醒了。白天的事情一幕幕的开始在脑海中划过。迟早有一天，我要让世人知道我庞统的雄才伟略。我庞统不是小鸡崽子，而是凤雏。迟早有一日，我要凤鸡9天。先生，你知道吗？你昏过去的时候，曹丞相勃然大怒，还骂了贾诩一顿，亲自来府上探望你，还派军中大夫来医治。庞统知道这些都不过是曹操收买人心之举。自此以后，我庞士元不再与人徒争口舌之劳，只以奇谋伟略让他们不得不敬重。鄱阳湖沿岸连营10里，密密麻麻的营帐遍布，湖上一条条战舰巡回反复。
鄱阳湖新水军正在日夜加紧操练中，足有20万之巨。这里全是荆州水师新军，多是南下的北军组成。北方悍将不习水性，顿时成了骄兵悍将，船上连站都站不稳，更不用说打仗了。赶紧抬下去，都抬下去！10万荆州水师防守可以，却没有足够的实力去进攻江东。训练这20万荆州新军水师是重中之重，能否横渡大江，踏平江东，就看他们的训练情况了。见过丞相，这种情况在军中还如此严重吗？比较严重，现在能克服的不足一成。20万荆州水师要多久才能有80%以上的士兵可以熟悉水战？不敢欺瞒丞相，至少也需要1年的时间。不，时间太久，100万大军南下，所费甚巨。丞相，若有半年时间，未必不能训练出10万荆州新军水师，加上原10万荆州水师，未必不能与江东一战。然而曹操却没有回应，他不同意这个方案，他要的是10拿9稳。丞相，我有一计可解决北方将士不习水性的难题。哦，士元有何计策？铁索连环。顾名思义，把所有战船用铁索连接起来，中间用木板铺垫，勾连一体，稳如陆地。如此，莫要说人站不稳，就是跑马行军，那也行得通。稳如陆地，可跑马行军。丞相若是不信，试一试何妨？甚好，此计若是行得通，庞士元当即以大功。蔡瑁在，你依照庞统先生之言，以10余艘楼船以铁索连环相连之，中间铺设木板，看看是否行得通。之后的巡视，曹操一直心不在焉，庞统的铁索连环计一直在他心里徘徊不去。可曹操心里又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。入夜，鄱阳湖水军大寨内仍旧一片通明，无数的火把摇曳着。上百条楼船整齐有序地排开，每条楼船都牵扯着一条条粗壮的铁链，木板一块接一块往上铺陈，填补上船与船之间的缝隙。打眼望去，上百只楼船宛若一体，如同一块岛屿漂浮在海面之上。这哪里还是楼船？上船！一声令下，10多只骑兵策马登船，军马竟然跑开了。军马居然可以适应下来。鄱阳湖水寨不远处，庞统望着已经让人如履平地、正在跑马行军的铁索连环，千百年都未被解决的难题，又怎样？还不是被我庞士元给解决掉了。曹操，等你知道铁索连环上真可以跑马行军，你就会明白谁才是真正身负通天谋略。岳旦平，天下10大军师，你们落下了最重要的一个。旁人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这么晚来叨扰，小先生不要怪罪。小先生，贵夫人一见我，似乎有些惧怕。虎侯从别处劫掠来的女子，算不得什么夫人。来荆州之时，我不愿意带上她，还恐吓她说曹公最好人妻。他还是太年轻了。曹公今夜来访，有事但说无妨。不瞒小先生，当下确实碰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，北人不习水战，难遇舟船，这是千百年都没办法解决的问题。然而100万大军南下，日耗巨量，这么耗下去，北方州县全都得拖垮。不过有个谋士给我献了一策，名为铁索连环，还不知道行不行得通。铁索连环是不是用铁索把船连起来，上面铺上木板，可行军，可跑马，可如履平地？小先生真是未卜先知。小先生，这样行得通吗？如履平地都是真的，这样当然行得通，岂止行得通，通往地府都行啊！小先生何出此言？让我来猜一猜，是哪个大聪明想出来的主意？应该是小鸡崽子学士吧。曹操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刚才之所以不说庞统的名字，那是因为不太好意思在唐人面前提。曹公，你看，起风了。风一直没停过。诸葛亮为何要草船借箭？水上作战，弓箭最佳。我听许褚说，那晚诸葛亮草船借箭，丞相命令乱箭射之。程昱似乎有别的建议。程昱提议用火箭。铁索连环，成千上万的船连在一起，有风的时候用火箭会怎么样？话还没说完，曹老板的脸色已经惨白，手心里都是汗。80万大军南下，匹马不还。天杀的小鸡崽子，我这就去劈了他！许褚，坐下，且先听小先生把话说完。再过3个月便是冬季，曹公，你说隆冬时节有东南风吗？没有，隆冬只有北风，没有东南风。这个冬天会有东南风，铁索连环不能用，用了80万大军都要去找阎王爷报道。多谢小先生指点，若非小先生指点，我83万儿郎几乎全数覆灭之危。去把庞士元请来，铁索连环为我军解决了大麻烦。庞统有大功，本丞相要尊他为首席大军师。场中轰然大作，庞统要成为首席大军师，这怎么可能是真的？一双双不可置信的目光看向了曹操。什么首席大军师？这
他竭力按捺下激动的心情，一切来得太快。曹操的亲卫来请他去参与军政会议，并明说因铁索连环一事立下大功，要尊他为首席大军师。曹营首席大军师与诸葛亮齐名，地位在鬼谋独士贾诩和荀攸之上，可以主管内政的荀彧并驾齐驱。庞统志得意满。昨日丞相命令下达后，末将连夜进行尝试，成功用铁索将上百条楼船连在一起，中间铺设木板，不仅北方士卒站上去后没有任何不适，上百条楼船连在一起，简直就是一座浮岛，可行军，还能跑马，运载骑兵。恭喜丞相，庞士元之才绝不逊色诸葛孔明，世传卧龙凤雏，得意可安天下。看来此言不虚，庞统先生确实有凤雏之才。众多谋士纷纷附和。曹操表面平静，实则以怒火中烧。这些谋士大多只会趋炎附势，敢于仗义直言者少之又少。元直，你对铁索连环之事如何看？在下对水战之事实在是一窍不通。昨日庞统提出建议，其中很多东西他看得出铁索连环忌火攻，甚至隆冬时节不止只有西北风，很有可能会刮一场东南风。但昨天他什么都没有说，他位卑言轻，多说无益。文和，你如何看？我随军以来，由北往南也从未经历过水战。万事以自保为先，贾诩本就是个老狐狸，前天臭骂庞统，现见庞统得势，连句得罪的话都不说。而贾诩最厉害并不是气象，而是人心。如今曹操赐座这种殊荣都出来了，他如果提出异议，无论这是事成还是败，对他都没有好处，只需明哲保身。曹操按住心中要发作的痛楚，看向了荀攸和程昱。主公，铁索连环，若是孙刘联军用火攻，如何是好？千百条船连成一片，一旦起风，可是火烧连营。启禀丞相，庞统先生到了。所有人的都往外看去，无数惊异的目光分落在庞统身上。贾诩默然低着头，他最善于洞察人心，从曹操的看庞统的神态中，已经隐约察觉到了猫腻。此时他才想明白，不，这是曹丞相弑心之举。庞统越往前走，心里开始犯嘀咕。曹操居中而坐，威严无比，这简直是一出鸿门宴。庞统不是傻子，一丝不祥的预感已经在心中油然而生。来人，将此人拉出去，砍下头来。丞相为何杀我？我献上铁索连环之策，对丞相有大功。铁索连环可行军跑马，北军登上如履平地。庞士元，正是你献上铁索连环之计，我才杀你。世人都说我曹孟德麾下谋士如云，战将如雨，可这满殿文武竟无一人看出你的计策。你认为我不知道你想害我83万将士的性命吗？将庞统拉出去斩。丞相，铁索连环之策无错，满殿文武都看不出问题，如何能有问题？莫要冤杀了我！住嘴！铁索连环，千百条船连在一起，若是孙林联军火攻，过段时日正好有东南风。庞士元，你这是要害我83万大军，到时候火烧连营，我83万儿郎的性命要尽数损在你手上。此言一出，场中众人恍然大悟，所有的一切都清楚了。不少人惊出了一身冷汗。主公，这庞统杀不得，庞德公乃其叔父，襄阳庞德公有盛名，门生遍布天下。丞相杀不得，主公三思，把他打入牢狱也是可行，绝不可杀之。曹操麾下超过2/3的谋士出来为庞统求情，他们并不是为庞统，而是为曹操考虑。襄阳庞德公名望很大，门生遍天下，尤其是这个庞统，襄阳的庞德公是他叔父，曹操若是杀了他，势必要得罪庞德公这能量巨大的人物。杀孔融还是孔胜之后，犯法，我照杀不误。今日若是庞德公来了，我便连诛杀他3族，险些害我83军士性命，就是诛他庞统9族，我都不解恨。曹操，我为你出计谋，你却要杀我。一刀砍下，血溅长街。庞士元在太守府堂前樊城中轴线上被砍下了头颅。凤雏于庞统之谋，铁索连环之策，满殿学士竟无一人能看透。还有你们，领兵打仗的是你们，铁索连环之策一旦真的付诸行动，到时候你们一个个都得跟着一起葬身火海。谋士如云，战将如雨，连庞统如此计策都识不破，真是笑话。今日若非是主公看破了铁索连环的祸患，只恐他日大祸将至矣。吾等10军之路，未能担军之忧，实在是惭愧。多亏了丞相，若非丞相，就中了庞统的计策了。83万大军差点被这庞统害了，吾等实在是惭愧，愧对丞相。够了，你们还有什么话就赶紧说吧。庞统确实该死，为今之计是要考虑如何应对接下来的事情。庞统有凤雏之美称，与诸葛亮齐名，更为重要的是其叔父襄阳庞德公，而且这庞统还与司马徽是至交。接下来要考虑舆论风暴，那襄阳庞德公可是当世1等1的名人，有着恐怖流量，司马徽也能算是100万大 V。 我会怕他们。凤雏庞统乃是荆州翘楚，丞相杀了他，恐怕会寒了荆州士子之心。当下应该考虑如何将人心收拢。
你就不怕寒了我83万将士的尸骨？不要说是一个小小的庞统，就是他的叔父庞德公，他的师傅司马徽，孤也要杀之。孤不仅要杀他，还要让庞德公和水镜来子看上一看，是孤的刀剑厉害，还是他们的嘴皮子厉害。传令将庞统尸首悬于樊城墙头。诺。把襄阳庞德公与司马徽邀来樊城，来看看他们的好侄儿，他们的徒弟是怎么死的。他们若是赶不来，一把火烧了他的水镜山庄，以灭庞统三族。诺。命令下达完毕，曹操自顾转身离席。整个大殿内此起彼伏的大口大口的喘气声，诸多谋士、武将今日真被曹操给吓死了，不少人的衣襟都已经湿透。最近这段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曹操突然变得聪明起来，搞得一众文臣武将有些招架不住。刘备刚刚从陈道卷钱粮逃离的重创中走出，有斥候进入大帐。主公，庞统先生被曹操斩首了。啊！刘备目眦欲裂。庞统去荆州，他还想着庞统在荆州搅得天翻地覆之后，他便嘉奖庞统。现如今庞统竟然殒命，刘备眼前一黑，昏死过去。庞统死，再断刘备一臂。曹贼，好一个嚣张的曹贼，居然敢当众斩杀凤雏庞统，可惜了庞统凤雏之才，可惜了这一出绝妙的铁锁连环。曹操当众斩杀了庞士元，嚣张的姿态仿佛浮现在周瑜眼前。铁锁连环，绝妙的计策。只要曹操上当，到时候只要东风一吹，他遣出几十条火船去攻打，管教他片甲不存。只可惜失败了。庞士元的计策瞒过了所有人，却还是被曹贼看出了端倪。曹贼虽老，却不糊涂，真是老奸巨猾。公瑾，无需气恼，伏羲祸之所依，祸兮福之所伏。庞士元的计策虽没有奏效，反被曹操所杀，这对我们而言是坏事，却也是好事。子敬是说，凤雏为荆州翘楚，又是庞德公的子侄，曹操已失荆州人心。哦。士元，你怎能离我而去？葛生蒙楚，敛慢于野，吾美王死，谁与独处？夏之日，冬之夜，100岁之后归于其居；冬之夜，夏之日，100岁之后归于其室。合肥城外，7000兵马拖着粮草仓促行军，领军者正是给刘备留下一封气到昏厥的诀别信的陈道。陈道带走7000兵马，其中2000人与军师唐人有着深厚的感情，都加快速度。若是刘备的人马追上，那别提给唐军师报仇了，咱们都得折损在这。为军师报仇，为军师报仇！刘备小儿，诸葛村夫，你们等着，待我陈道羽翼丰满，定要拿你2人的人头祭奠唐军师。谁又在说我？吕布曹操杀了。沮授和陈宫也被曹操杀了，袁绍被追得穷途末路，凤雏这家伙真倒霉，明明是一流谋士，却未立寸功，没任何丰功伟业，出师未捷身先死。庞统死了，距刘备灭亡也不远了。诗书之声在山间传荡，这里是水镜山庄，司马徽隐居之处，仰慕贤明的士子皆接踵而至，上百学子在此学业问道。先生不好了，外面来了上百骑兵，来者不善。虎豹骑，曹操麾下的虎豹骑，为何会来我们水镜山庄？不对，凤雏庞统已经入了曹营，很受曹操礼待。曹操他不可能会发兵水镜山庄，难道庞统出事了？先生，这些虎豹骑明显是冲着您来，您赶紧走吧。行得正，坐得直，无从未与人结怨，就是曹操又能奈我何？你们赶紧走。先生不走，我们不走。吾等是水镜山庄的学子，是与山庄共存亡，与先生同在。片刻，水镜山庄被上千虎豹骑围得严严实实，任何人都走不出去。刚才还口号震天响，现在全都被吓得脸色苍白。整日都在读书弄诗的学子们可没见过这阵仗。水镜先生司马徽何在？在下就是，敢问有何要事？传丞相令，庞统罪大恶极，欲害我83万大军，险些酿成大祸。今庞统已枭首于樊城，召庞统叔父庞德公、庞统之师司马徽前往樊城观看庞统之首级。话音落下，众士子一片哗然。大名鼎鼎的凤雏，荆州士子的翘楚，水镜山庄的骄傲，庞士元居然被杀。司马徽原本那平淡的神情，在这一刻变得悲怆无比。庞统与他亦师亦友，水镜先生，还请速随吾等前往樊城。曹丞相把人都杀了，还让我司马徽去看死相，未免欺人太甚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去还是不去？是可杀，不可辱。不去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司马徽不去樊城，他选择了抗命。激流一样的骑兵源源不断地冲进了水镜山庄之内，数百学子被犬马般打了出去，尽数驱散。在虎豹骑离开之际，一把大火熊熊燃起，整个水镜山庄都付之一炬。而那司马徽被虎豹骑五花大绑的捆走。士元无职兄有千般韬略，万种奇谋。曹孟德，你今日甘将他杀了。两鬓斑白的庞德公浑身颤抖，长须飘零，
此时的庞德公怒火中烧，他恨不得即刻启程前往樊城，叫上遍布天下的弟子去找曹操讨个说法。你们杀了我兄弟，还敢踏入我家府门？你们这些畜生！吾弟庞统乃是荆州翘楚，你们居然把他杀了，滚出去！庞德公，时间不早了，还请快快前往樊城。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大汉还没亡呢，曹孟德拥兵100万，那又如何？他不过是大汉的丞相，他有什么资格对我颐指气使？说罢，愤恨地将拐杖直接丢了出去，坐在椅子上。吾就在此处，让那曹操来见我。他若是不给老夫一个交代，老夫绝饶不了他。对，让他曹操上门请罪。他若敢不来，就等着吧。曹操但凡聪明一点，都该知道负荆请罪的道理。奉丞相之意，召庞德公入樊城一关，庞统失身，若是不从，诛庞统3族。此话一出，整个院落里上百口庞家人都静了下来。真要是诛3族，那他们这些人可是一个都逃不了。庞德公军中无戏言，想清楚了吗？他敢，我不愿去樊城，我倒要看看他曹操能把我怎样。庞德公请三思。虎豹骑面对名满天下的庞德公，不得不慎重。但曹操的命令是诛杀庞统3族，庞家可不小，真要株连3族，少说也是上千条性命。我绝不去樊城，让那曹操来见我。好你个曹孟德，杀我侄儿，还要诛3族，老夫的头就在这，有胆来砍就是。庞德公得罪了。下一刻，虎豹骑将军豁然抽出腰间短刀，已然把垂垂老矣的庞德公按住。只在电光火石之间，庞德公已经与他的子侄庞统一般，身首异处了。院子内有上百号庞家人都呆住了，一动不动。打死他们也不会想到，曹操是真的敢杀庞德公。庞统犯有大罪，庞德公不愿前往樊城，丞相令株连庞统3族，即刻执行。不要，别杀我，别杀我，我是小娘生的，和庞统没有关系。我和庞家没有关系，我是隔壁家老王，我刚好路过的。庞德公一死，庞家人全都吓破了胆，鱼贯而入的士兵纷纷抽出了腰间刀，开始屠戮，对庞家人就地扑杀。2刻钟后，庞府内已再无活物，偌大一个大家族，在府中的300、400人全部被杀得一干二净。将军，庞统3族一共是1367人，已斩353人，这是名册，还有1000人左右，全部抓起来，绑到樊城斩首示众。诺。数千虎豹骑雷厉风行，星夜抓捕，绝不落过一人。第二天，樊城城墙上，庞统的头颅还在挂着。大日耀耀生辉，城墙下人山人海，气氛低沉的可怕，足有上千人双手被绑。冤枉啊！庞德犯事，与我何干？我都未见过那庞德，只是远亲罢了。曹丞相饶命！曹丞相饶命！祸不及家人，为何要把我等也牵连上？上千人一齐发出的哀嚎声、哭泣声、求饶声、叫冤声，观者惊心，闻者触动。先是庞统被杀，后是水镜山庄上百学子被驱逐，司马徽水镜山庄被烧，然后庞德拒步前往樊城，整全府被屠，上下300多口一个活口都没留下。今日庞统3族上千人都在这里，我为什么要杀他们？就因他们是庞统的3族。庞士元包藏祸心，献上铁索连环之策，瞒过无数人，只差一点就害了孤83万军士的性命。有人说孤此举怕是要寒了荆州人心，可孤若不这样做，岂不是寒了83万将士的心？我意已决，不可回转。株连庞统3族，以儆效尤，行刑。曹贼，你不得好死！曹贼，你杀我，九泉之下，我也会化成厉鬼来索你的命。一把把大刀接连挥下，一颗颗头颅接连落地。樊城外就多了上千具无头尸身，浓重的血腥冲天，让人忍不住想要呕吐。这一日，整座樊城内的人都是胆战心惊，惶恐不安，震动整个荆州各大世家，无人不胆寒。诸葛亮为挑起江东与曹操的战火，不让曹操派遣大军前往合肥。诸葛亮与马谡远走会稽，绕开臧坝，铁索横江，前往江东。只有江东与曹操爆发大战，刘备才能在夹缝中生存。诸葛兄，几日不见，看来商议养好，劳烦子敬兄挂心了。诸葛兄，这位是？这位乃是我的小徒马谡，见过大都督子敬先生。舟车劳顿，先到水寨里歇息。诸葛兄，那曹操小儿在月旦屏上排了天下10大谋士，此事你可知？自是知晓，亮以为都是俗世虚名，不足挂心。诸葛兄好心性，不过我可没有你这般心境。刚得知那唐人排在先生名上，我心可是气恼得很。哦，如此说来，我与大都督倒真是心有灵犀。当我得知曹操这厮竟没把大都督排进名单，我也气恼好一阵。今日会面乃是定夺孙刘联盟谁主谁次的会面，所以周瑜故意刁难诸葛，两人唇枪舌剑，针尖对麦芒。两位切莫中了曹操的离间计。
子敬兄多虑了。诸葛兄，这一次来我江东，可有新的计谋？非也，此番前来乃是为了敲定出兵日子。曹操在荆州已建起了水战，开始培养新的水族，不能再拖了。时间拖得越久，对我们便越是不利。即便不能夺取荆州，也要让荆州遭到重创，绝不能让曹操顺利把水师练起来。诸葛兄，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若我现在攻打荆州，那等到曹贼进攻合肥之时，必然会在荆州加派防守，到时我江东水师恐被拦在荆州，无法北上驰援。诸葛兄切莫顾此失彼。主公杀庞德是一件坏事，但主公杀庞德之后又灭他三族，还火烧水镜山庄，就未必是坏事了。哦，可以。主公以为贾诩擅长于何事？先生的意思我明白了，传我法令，限期3个月，江东4大家族投诚，否则100万大军踏平江东之时，必血染长江。火烧水镜山庄，株连庞统三族，曹贼他这是疯了吗？曹贼如此倒行逆施，荆州人人心惊胆战。公瑾，他岂只含了荆州士人之心？他分明是士人之心。这下也好，让世人都看清楚了这曹操的真面目。曹操杀庞统，招致的是怨恨，对我们有利。桩桩件件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，招致来的是什么？是惧怕。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逆者的惧怕，这种惧怕若是只在荆州，那也就罢了，只恐他跨过大江，蔓延到我们江东来。江东4大家族与主公一心，与吾等一心，绝无可能。报，江北又有新的讯息传来。好奸诈的曹贼！曹贼大屠庞家之后，使人宣告3月为期，若江东4大家族不投诚，大军踏平江东之时，必血染长江。攻城为下，攻心为上，此等狠毒之策，必出自诡谋毒士贾诩之手。宣告丞相法令，限期3个月内，江东4大家族投诚，否则踏平江东之时，血染长江。就在孙权焦头烂额之际，殊不知江东4大家族早已经秘密联络，私下商谈。庞氏举族被诛，樊城护城河为之嫣红。若真等曹操踏破江东之日，吾等怕是真要被投身喂鱼。这可如何是好？本以为曹孟德已经开始主修仁德，不成想他还是死性不改，真是狗改不了吃屎。诸君可还记得当年曹孟德屠徐州否？孔子之后裔孔融怎么是死的？曹操看着探子刚刚送来的密信，密信上说诸葛亮已身至江东，恐与周瑜商讨联军事宜。臧霸已铁索断江，这诸葛亮怎还能抵达江东？臧霸，我再给你5万兵，给我把长江守得严严实实的。曹公无事不登3宝殿，怕是又有事情想问我吧？知我者，小先生也。曹公，说什么事吧？小先生，那诸葛亮又去江东了，他们似乎在密谋什么事情，小先生可有头绪？无非是曹公你按兵不动，刘备和诸葛亮坐不住了。诸葛亮这一次去江东，想必是催促江东发兵荆州，开启大战罢了。那周瑜眼睛盯着荆州，打算等我发兵合肥的时候偷袭，现在就攻打，周瑜肯定不答应。诸葛亮此番根本就是白跑一趟。非也，周瑜的确会拒绝出兵，不过诸葛亮这一次也不能白来，他一定会想办法促进大战开启。曹公，你又刚刚杀了庞统，夷了庞氏3族，还抓了水镜先生，烧了水镜山庄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诸葛亮怕是不会善罢甘休。曹公，你猜诸葛亮接下来会怎么做？悲痛欲绝之下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不过诸葛亮具体会做什么，我倒是不清楚。诸葛亮会借势，借天下士子门阀之大事，痛骂曹公。小先生，此话我不相信。诸葛亮若是敢下战书，我必杀他。曹公不相信诸葛会来骂阵。周瑜小儿，诸葛村夫，有什么胆量来触怒我？不若曹公与我打个赌。好，你说赌什么？就赌一座城，长安城。听闻小先生最早便打算去长安城避战，好，便与你赌。若那诸葛亮真敢来交阵，我便北上攻合肥，南下灭江东。曹公，你等着输给我一座城吧，这赤壁之战愈演愈烈了。曹贼，你倒行逆施！孙权初听曹操诛杀庞氏一族，绑了司马威后，他认为荆州必乱。可是让孙权万万没有想到，荆州士族非但没有群起反抗，反而纷纷投诚，还有江东4大家族竟然也开始向曹操暗通驱款。孙权已抓到5波信使。启禀主公，张昭、张宏、朱然、陆逊前来拜见。不见。又是来劝降。这些江东士族敢惹怒吾，却不敢惹曹操，欺软怕硬的家伙。叔父，我诸葛若不为叔父报仇，是不为人。师父，徒儿必救你逃出龙潭虎穴。曹操老贼，我要让天下士子唾弃你，我要让你遗臭万年。主公，岂能任由诸葛亮继续辱骂？看我劈了这个诸葛村夫！主公，我去会诸葛亮。好，那你便去吧，一路小心。蒋干乘坐一只小船出了荆州水战。此时此刻，唐人也出现在荆州水战。
今天他就要看诸葛亮见到他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神情。诸葛村夫，你看我是何人？大名鼎鼎的蒋干，一箭周瑜不成，差点误杀了蔡瑁、张允，才高八斗的蒋子义。诸葛村夫，你是不是忘了，你差点为了鱼鳖被甘宁所擒？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你蒋干也是九江名士，九江出英才，而你蒋干所做之事却令人不齿，行天下人不齿的偷盗之事。公瑾待你如兄长，你却偷盗公瑾之书信，谁能与此窃贼为伍？你也敢在我的面前大放厥词？你回去吧，让你的好友们看管好自己的物品，省得被你蒋干盗去。文和，你最擅长韬略，你去杀一杀诸葛的锐气。贾诩本来不想出列，但是见到丞相面色不悦，只能硬着头皮出列。诸葛孔明拜见文和先生，我对先生无比仰慕。先生当年在宛城献策败曹贼，杀了曹贼麾下大将典韦与丞相长公子曹昂，留下了暗弱的曹丕、无能的曹植。我替天下苍生先谢过文和先生了。贾诩站在船上，冷汗浸透了后背。贾诩正欲开口辩解各位旗主之时，诸葛亮根本没有给贾诩开口的机会。文和先生的乱武之谋，当称得上独世之谋。乱武一出，苍生受累，文和先生却独善其身，高明，连天子都被文和先生所累，被曹贼囚禁在许昌，天子被困，文和先生功勋卓著啊！贾诩意识到不妙，诸葛亮这是要激起天下人对他的群起而攻之，甚至连丞相恐怕都不能饶了自己。丞相，我贾诩会对陛下，会对丞相。诸葛村夫，你可知我是何人？无名之辈。你在新野败逃之时，我曾劝丞相要率领义军追杀你，我若追你，你必死在新野。曹贼100万大军南下，我主率领5万兵马抵挡，顺江而下，取合肥，以1万换10万与合肥重镇，也是你程昱的计谋吧？你程昱有荀彧的谋主之功吗？有郭嘉的定鼎之谋吗？你有何颜面在此自吹自擂，徒增天下人耻笑？诸葛亮，纵然你巧舌如簧，在丞相的100万大军面前，也只是逞口舌之快。那你便回去告诉曹贼，让他速速来攻。我想你一无名之辈，恐怕也说不动曹贼吧。无名之辈，回去吧，让曹操来，看我隶属曹操10大罪状。丞相，你给我一只小船，带我一箭射杀了他。一时间，大帐之内无人敢言。曹操谋士团去者导之，荀攸和陈群等低头不语。他们知道，即便出阵，也只能惹来诸葛亮的嘲笑。谁去辩诸葛？丞相，让我去和顾交聊一聊天。哦，小先生。众多谋臣看着一个俊朗挺拔的年轻小伙，众人纷纷困惑不已。主公，我去保护小先生的安危。好，许褚，我只告诉你一件事情，若先生有个3长2短，我必杀入。你果然还活着。诸葛孔明，你连便赢了江淮第一辩才蒋子义，无情将军程昱，甚至鬼谋独士贾诩，也在你这里折戟沉沙。我来凑个热闹，诸葛兄莫怪。敢问丞相，此人是谁？寻令君为顾色的骑士。莫非是那月旦屏上大放异彩，严杀种虎司马懿，短歌行的那位无名先生？曹孟德，暴虐之主，其人生性多疑而好杀，肆意屠戮士卒，为天下人所不容。你也不算泛之辈，不成想却助纣为虐，残害贤良。此言大谬，庞统者，庞家翘楚，受命于尔等，潜入曹营，欲以铁索连环之策，去害曹营83万儿郎。只可惜诡计被识破，既为之，何惧之？只许庞统害83万儿郎性命，就不许相杀他庞氏1300余口。如此年纪，便有如此胆识，如此辩才，却在曹营，真是让人痛惜。子敬，我隐隐觉得此人才略在诸葛之上，曹贼真是好运气，麾下居然有如此人物。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曹贼生性多疑而好杀，肆意屠戮士卒，为天下人所不容。好杀又如何？天下纷纷，群雄征战，生民实不存一。诸葛兄，路边尸骨无人问，白骨累累在荒丘，你可曾去数过？丞相歼灭群雄，有平定中原之功。天下若无丞相，真不知将有几人称王，几人称帝。可是实话，为何不提？生性多疑也值得一说。这天下有人生性懦弱者有之，生性宽和者有之，生性过刚者有之。诸葛兄，你这是吹毛求疵了。还有你说的什么屠戮士卒，为天下人所不容？士卒是天下人吗？士卒乃是天下之基石，德行之标尺。天下纷乱之始，在于黄巾之乱。黄巾之乱，士卒便是罪魁祸首。士卒有罪于大汉，士卒有大罪于天下人。士卒霸占土地，使百姓无地可耕。
指富者田千顷，连阡陌；贫者生无立锥之所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如此，天下焉能不乱？唐人究竟是怎样的人？他师从何人？他到底经历过什么？他到底是何人？庞家被灭，死1300余口，却空出万顷良田，巨量财物，其财货可让上万将士衣暖富足，其良田可让10万流民有地可耕。此庞氏一族1000人，可活生民10数万，此损一而得百也。诸葛兄，你说庞家当不当灭？诸葛兄，你敢说士族是天下之基石，道德之标尺吗？接着唐人列出了士族的10大罪状，诸葛亮听得浑身颤抖。快去把诸葛先生送回水寨。你们说，那气得诸葛孔明吐血的先生究竟是何人，还能得到丞相颇天的重视？丞相方才不是说那小先生是荀令君举荐的名士？这就是那堪称首席军师的人吗？不出意外，前段时间许褚前往许昌迎接的大才就是此人。这小先生也太过年轻了吧？如此说来，信源春雪应该也是小先生的手笔。唐人在舌辩诸葛亮后，并没有进入曹营拜见曹操，而是独自回到了樊城的别院之中。此乃大喜，此番挫败诸葛亮，我军士气大振。吾等不才，险些坏了丞相大事。诸位不必自责，诸葛村夫本就有卧龙之称，诸位一时大意，被他侥幸取胜，不足为虑。丞相，今日那位小先生痛斥士族的10大罪状，吾等也是士族。诸位勿忧，诸位跟随孤征战南北，出谋划策，立下汗马功劳，孤不是不计人情的人。小先生骂的士族是小鸡崽子那批人，又不是骂你们，你们操啥心？虎侯所言极是，诸位勿扰。今日先生在两军阵前大骂卧龙诸葛，可是大快人心。此番挫败诸葛亮，使得我军人心大振，先生功不可没啊！天下人不懂我曹操，都骂孤是奸臣，是汉贼。孤何尝不愿意匡扶汉室？孤何尝不想做个汉臣？孤也有心，孤也有肝，孤也有满腔热血。荀彧不理解孤，文臣武将都认为孤狼子野心。天下人也不理解孤，可是他们可曾知道，若不是孤，北方战乱至今尚难平息，大汉百姓哪一个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？只有先生懂我。诸葛兄，现在感觉如何？无妨，休养2日便可。现在可有那人的消息？那无名先生回曹营之后，再没传出消息。那无名先生是我生平所见最精彩绝艳者，小年纪已如此了得，月旦屏上言沙种虎司马懿，一首诗词天下传，真了不得。如此年纪，倒是与10大军师的唐人颇为相似。诸葛亮不愿让江东听到唐人还活着的消息，鲁肃对唐人推崇之至。江东为了把唐人招纳过来，鲁子敬自愿让出江东首席大军师之位。江东更是决定用美人计，把那孙权之幼妹孙尚香许给唐人。若唐人入江东，就以江东对唐人的欢迎程度，孙权、鲁肃，甚至是心高气傲的周公瑾都会甘拜下风，任其驱驰。诸葛兄，那人到底是何人？师出何门？周瑜是何等聪慧之人，一眼就看出了诸葛亮心慌之下露出的马脚，他在隐瞒。他叫什么名字？我也不知。此人出身平民，行为卑劣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当年他欲得庞德公指点不成，又想拜入水镜山庄为所，故而心生怨恨。若无他在背后撺掇，曹贼又怎么会疯了一样火烧水镜山庄，屠杀庞氏？诸葛瞒我，然我江东大营之中见过他唐人，又岂止你诸葛一人？子敬，我有要事问你，今日在江面上的那名少年是谁？那是相距太远，看不真切。诸葛兄想应当是看得清清楚楚。我只问你，虽说相隔太远，看不真切，但看身形、声音，倒与一故人颇为相似。可是那唐人，虽然我与唐人曾促膝长谈，可毕竟也只是一面之缘，我只有70%把握是他。并陈将军，这乃是半年前唐人先生与我家主公往来密信，请您先过目，之后我再说明情况。唐军师的信，而且还是半年前的信。唐军师提出汉中攻略之时，正好在半年前。难道这密信便是与刘璋商讨同取汉中的密信？陈道拆开密信通读一番，陈道的猜测没有错，军师早在半年前便已与刘璋联络好了，一起夺下汉中之后平分9县。陈将军，我家主公坚守与唐军师留下的承诺，已在此地等候数日。既然陈将军已来，那我们便迅速会师，整编军队准备作战吧。好，那还请你回去通禀一声，我们这边动身会师延将军。将军，既然陈道已经不再追随刘备，那他区7000人马，凭什么和咱们平分汉中？这于情于理也说不过去啊。君子取信于人，岂可出尔反尔？再者说，这是主公与唐人先生的约定，唐人先生何等人杰，
虽死却声名远播。面对如此英雄，我辈自当更加尊重。说是平分，便是平分。不多时，陈道与严颜两军相会，两位将军在营帐中相互见面，相互嘘寒问暖起来。两位将军，西南方向有2万精兵赶来。两位将军望着对岸，只见对岸军队越来越近，陈道与严颜也渐渐看清楚了对方的旌旗，旌旗之上黄字飘荡，对方部队派遣使者乘快马而来。长沙太守黄忠黄将军奉唐军师之命前来驰援，同取汉中。陈道与严颜两位将军异常惊讶，又是唐军师？唐军师生前究竟做了多少谋划与布局？陈道见又有一方势力千里驰援，他心中不禁更加的气愤与郁闷。气愤是因唐军师做了如此多的谋划和努力，为刘备多方奔走，可刘备却偏信那诸葛亮去荆州。若是听从唐军师所言，那这汉中岂不是予求予取？黄老将军缘何会与唐军师有联系？说来也是在半年前，唐军师来长沙拜访过我。小先生与我说明天下大事，未来100年中原如何定局，便由这场曹操与江东大战而定。小先生断言，由他帮刘备，曹操必败；若先生在曹营，则孙刘必败。分析完天下大事后，小先生劝我归降刘备，可被我拒绝了。他们争来争去都随意，只要这天下还是汉家天下便好。我做这长沙太守有些年头，如今上了岁数，也懒得折腾。不过为了答谢唐军师的一番天下大事的分析，我答应帮他一个忙。小先生说，如果荆州被曹操收入囊中，我就率领士兵前往汉中，到时自会有人接应。这不，我便赴约而来了。陈将军，小先生可还安好？黄老将军难道还不知唐军师已逝于乱军之中？什么？不过半年未见，这小先生怎么就死了？陈将军，你领7120兵弃刘备而来，可也是与唐人先生有关？没错，正如将军所言，我7120兵有人就是被唐军师一手操练起来的，对唐军师有极深的感情。唐军师为刘备小儿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再配线军师躬耕练兵，每日秉灯至5更，只为刘备谋划定天下之谋。可刘备他天天就知编他那草鞋，这么喜欢编草鞋，直接去卖草鞋便是。有生之年必杀刘备小人诸葛匹夫。好，骂得好！这无名先生当真是当世奇才，只可惜不能为我所用。时装大罪，桩桩详实，固若金汤，牢不可辩来。把此文誊抄数百份，广布江东。这些该死的士卒，看你们还敢对我有一丝一毫不敬！对了，去遣2名刽子手，分立大殿2侧，且发无令，再有言说投降者，格杀勿论。再告诉张昭他们，现在我可以见他们了。当孙权下令刽子手入殿，还下令将士卒有罪论誊抄100份，然对外宣传，再敢言投降者，立斩不赦。整座建业城都沸腾了起来。往日里每日都要来上好几趟的2张为首的几大士卒，此时此刻纷纷哑了火。大日炎炎之下，张昭、张宏2人走下马车，前方就是大殿。张昭和张宏2人背后一直发凉。士卒有罪论，他们都已经看了许久，心中的那口气都没有缓过来。2位大人，还请快一些，主公在里面等着呢。好。2人突然停住了脚步，看着分立2侧的2名凶神恶煞的刽子手。主公说了，若再有言投降者，立斩不赦。故调刽子手2名已被调用，2位大人无需理会。今日怎么见2位老大人闯宫来见我？臣惶恐。江东4大家族，你们是江东之基石，是道德之标尺，也会惶恐？主公也要学那曹操屠庞氏一般对付吾等吗？纵然去学那曹孟德，又有何不可？我是无兵无将，还是无打无谋？主公三思啊！现而今一侧士卒有罪论，乾坤逆转。原本对孙权步步紧逼的江东4大家族，现如今却是形势逆转，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。看着跪在地上，从未对他如此恭敬的2位老大人，孙权的训斥足足持续了半个时辰。他当然不会对江东4大家族动手，需要的只是威慑，只是4大家族的服服帖帖。如今关头，孙权需要的是内部稳定。怎有刘备这狼心狗肺的阿萨子孙？真气煞我也！小先生知才学德性，我是亲眼见过，那真可谓天纵奇才，天下文士无人能出其右。可如此小小英雄，就因刘备落得如此下场。近日来，长沙士卒与麾下诸将都在催我群医明主投效，我一直都在思考是否要答应。今日得知小先生事迹，我便下定决心。陈将军，我黄忠愿与陈将军一起拿下汉中，养精蓄锐，到时一起手刃刘备，手刃诸葛亮。黄忠所言
叫陈道既惊讶又欣慰。原本陈道只有7000百尔兵，势单力薄，现在有了黄忠入伙，他们陈家军的势力便又增大了不少。严将军6万大军扎营数日，我们得加快行动啊！张鲁这汉中郡虽不大，但要攻下来却也不是那么容易。早做对策，早攻汉中，早养兵士，早杀刘备与诸葛亮。汉中虽有9县，可实际上拥有控制权的只有南郑、安阳、上庸城这3座城池而已。其中张鲁领益州牧刘焉之命，攻打汉中太守，夺下汉中9县。至此以后，便拥兵自立，亲自镇守南郑。南郑有守兵8万，极难攻下，故这南郑便交由我来进攻。至于安阳、上庸这2座郡县，便交由黄老将军与陈将军攻打，无需真攻下，只需拖住这。我家的老尾巴巧，因此也跟他吵老口，小到上面去讲电话。南郑汉中太守府内焚香无数，府内大院一座1丈高的炼丹炉，汉中太守张鲁盘膝坐于蒲团之上。张鲁此刻正在炼长生不老丹。师君，大事不好了！刘璋麾下将军严颜领6万大军进攻我南郑，大军距离南郑仅剩100里。炼丹炉正旺盛之时，别打扰我。张鲁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炉火，半刻后，炉火熄灭，炼丹炉中传出一阵焦糊味道。该死的刘璋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丹药炼成的时刻来打，害我道心不稳，致使丹药不成，该杀严颜。传我命令，大军出击，给我砍了严颜的狗头。严颜，你敢来攻我南郑，真是不知死活。何妨小小，也敢直呼我的名号？有胆你过来！有胆你攻过来，我才不上你当！兵不动，我不动，耗死他！但又没成，这该杀的严颜。张鲁太守不必费心炼丹一事。不要来救我！不要！为替我家金氏报仇，虚借你人头一用，对不住了。张鲁已死，汉中已破，不降者枭首。陈道的暴喝如惊雷一般在南郑轰然炸响，6万严颜军与8万南郑军纷纷望向城楼。只见陈道将军手提张鲁人头，眼前的一幕太过于震撼，以至于14万人没有丝毫声音。这不可能！陈道不过7000人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如今攻城3日不到，偌大的汉中郡就被攻下来了，而且还没费一兵一卒。3日之内攻下9县，不费一兵一卒，拿下将领首级。陈道这一战彻底打响了名号。战后分割9县，三方势力平分9成。陈道将南郑、安阳与西城3县分给了8郡太守严颜，剩余6县陈道与黄忠合并。在唐人当初给刘备设定的汉中攻略里，万分强调一定要夺下上庸城。上庸靠近合肥，以上庸为跳板，便可攻取合肥。如今刘备占据合肥，面对曹操100万大军，陈道在占据上庸城，刚好在刘备撤军的路上，待刘备途经上庸，便可一举杀之。恐怕自此之后，唐人便会成为天下万民心中的精神领袖。假以时日，恐会再复张角之势。唐人一令引动天下万民起义，那士卒可真不是对手。先生，大事不好！汉中易主，汉中9县3日不到全被攻破。什么？汉中易主，汉中9县全被攻破？马谡，你所言可真？究竟是何人做到如此事情？曹操拥兵100万都没能打下汉中。张鲁自从夺下汉中9县以后，刘璋曾多次派兵征讨，可全都无果。现竟被人3日之内不费一兵一卒夺下汉中。曹操100万大军对我合肥虎视眈眈，在我的预想中，便是将汉中上庸作为撤守的据点。眼下汉中易主，谁做了如此离奇之事？去查，给我仔细的查。先生，攻下汉中的乃是长沙太守黄忠、8郡太守严颜，以及叛曹的陈道。这个叛将陈道真是歹毒，为截断主公的退路，竟联系黄忠与严颜共取汉中，忘恩负义的小人。想必不费一兵一卒便拿下汉中，也是唐人的计谋。难道说陈道的离开是唐人暗中授意？主公麾下到底还有多少将领与唐人暗通曲直？马谡立即派信合肥，告知主公严查奸细，军中恐有唐人的奸细。马谡要主公行事万般小心，切莫打草惊蛇。诸葛亮话音落下没多久，周瑜和鲁肃便登门拜访。诸葛兄可知汉中易主，叫陈道、黄忠和严颜给夺去了。此事我已知晓，一切尽是那陈道叛将所为。那你可知是陈道施展斩首行动，不费一兵一卒，取了张鲁人头？什么斩首行动？这叛将
唐人是唐人，是唐人的计谋。诸葛兄不是说他知晓了吗？又吐血了，这身子不行啊，真是虚的一批。早知如此，我便不说了。大都督，若是诸葛兄真被气死了，不止刘备，咱们也完了。未废一兵一卒，那究竟是如何拿下的汉中郡？陛下，陈道将军深入城中，直取张鲁首级。据说陈道将军也是因唐军师被刘备撵走而叛流，并且唐军师早在半年前便已拟定汉中攻略，只不过刘备并未听取，还撵走了军师。眼下汉中易主，定是唐人军师下的命令。汉中9县虽不大，可3月便能培养出20万兵马。若是能将陈道将军收入陛下麾下，那陛下不是平白多出了20万大军？唐人军师虽身在曹营，却也已开始为我大汉天下谋略版图了。陛下，这乃是好事一桩啊！子龙将军，那陈道将军能听你劝谏吗？他能投我麾下吗？刘协心中焦急不已。刘协手下无兵，手里无刀，而没能留下唐人。现在若是陈道能投入他的麾下，那刘协便有资本邀请唐人坐镇中军了。虽说陈道与我乃是旧日幕僚，但末将定竭尽全力为陛下收服陈道将军。主公，唐人那厮未死，岳旦平上言杀种虎司马懿的无名先生，正是他。士族10大罪状正是出自他之口，火烧水镜山庄，灭庞家全族，这些事情全都与他脱不了干系。主公，唐人已得曹贼重用，孔明亲朋故友尽丧荆襄，死在了这2人之手。唐人没有死，还活着，还得到了曹操的重用。唐人，主公，汉中已易主啊！汉中易主。刘备早与诸葛亮商量好，以巴蜀为大后方，北据汉中，以入关中，西占荆襄，以图中原。如今荆州被曹孟德全收，汉中又被未知势力所占据，这可真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活路了。那位小先生的身份，诸位猜到了吗？还有什么好猜的？普天之下，能让诸葛亮服输的人，除了荀令君，便是10大军师排行第3的唐人。在岳旦平的刻意描述下，唐人死于战乱之中。可是丞相岳下追唐人的时候，荆州已定，并无战乱。唐人这种工于心计的谋臣，怎会死？漏洞百出。许褚前往许昌的时候，我便在猜测，许褚如此急切地前往许昌，肯定有重要的事情。丞相又在此时设立首席大军师。我听闻过唐人的一些事情，并且还有一些事情众人并不知晓。何事？唐人此人无氏族背景，无迹可寻。他出身微末之中，但是他的谋略却丝毫不逊色在场的诸位。诸位可知唐人派兵取了汉中？什么？攻打你莫要说笑！唐人在丞相帐下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如何取汉中？你们可知刘备麾下有一支精锐的兵马，名为白二兵。陈道叛逃，率领麾下7000白二兵，卷走了刘备的钱粮。公大师说，陈道率领白二兵取了汉中，不可能。汉中张鲁拥有15万精兵，汉中地势险峻，易守难攻。陈道只是1名武将，白二兵也只有7000人，如何能取汉中？若刘璋发兵呢？我所得到的情报便是汉中易主，并且只用了3日便攻破汉中全境。我也不知刘璋为何能3日取下汉中，但我得到的消息确实如此。据说是陈道的手中有唐人的谋略，并且半年前就已经开始谋划。将军，色目人又来掳掠，这一次足足有6万兵马之多。3番5次骚扰我凉州边境，区区枪敌胆大包天，传我命令，3军包夹，一个不留。爹，让我们一耍法律去。对付色目人，你们倒是来了劲，跟韩遂对垒，怎不见你们斩落敌将人头？主公，我们大军南下已有些时，凄凉的韩遂和马腾是不是需要提防了？主公，马腾坐拥15万大军，韩遂坐拥17万大军，这2方势力若是联合起来，那许都可就危险了。无妨，我也有所部署，尔等等着消息便是。恐怕又是那疑似唐人的无名先生献计了，究竟是什么样的计策？将军，色目人兵马全诛，俘获降兵13000人，请将军定夺。这点小事也要问我？全砍了便是，将砍下的首级放在城外草原上，垒成浮屠塔，叫那些色目人看看清楚。若再敢来犯，便是这等下场。将军，许都来圣旨，听说韩遂那边也送去了一份。西凉太守一职，行落许久，朕苦思冥想，也不知该封赏给谁。若是封赏不均，难免会伤到爱卿之心，还请马腾将军自荐功绩，以便朕参考评断。
说是许昌圣旨，实则是曹操的意思。曹操假借皇帝刘协之口，让马腾与韩遂自己决定，究竟由谁来当这个西凉太守。此为离间计，以西凉太守一职，诱发马腾与韩遂之间的战争，以此来确保马腾、韩遂自相残杀。爹，这西凉太守本就是你的。当初董卓乱政之时，您便是西凉太守，京城本也是你的，可却叫那曹操分给了韩遂。爹，圣旨都到了，咱们不能再拖了，恐那韩遂已派兵杀过来了。你还是太嫩了，这封圣旨乃是曹操的离间计，他害怕我们与韩遂联合攻打许昌。曹操还是多想了，即便没有这封圣旨，我马腾也会杀韩遂。既然他曹操想看我与韩遂争斗，那便趁这个机会和韩遂这个狗东西把新仇旧账全都清算了。你们去准备准备，我们往京城方向行军。当年讨伐援军，韩遂与马腾皆有功绩。曹操封马腾为安狄将军，屯兵眉县；封韩遂为征西将军，屯兵京城。马腾当年便因封赏不均而与韩遂生了嫌隙，双方10年间争斗不断。韩遂连马腾的妻子都不放过，暗中派人暗杀，两人之间仇恨早已达到不可化解的程度。将军，刘备麾下军师诸葛亮派来使者，说有一封重要的书信，必须亲自交于将军。我与那诸葛亮素不相识，为何给我派信？定是刘备被曹操围困合肥，诸葛亮想求我发兵，他们之间的事情我才懒得管。眼下与韩遂交战要紧，叫这使者哪来的回哪去？将军若不看此信，将军必死。你这狗东西说的什么话？信不信我挑了你的脑袋？将军饶命！将军饶命！是诸葛军师教我这么说的。都说那诸葛孔明才谋盖世，江上蛇变群谋。好，我倒要看看这诸葛孔明想干什么。把他拉下去，掌嘴40，叫他说不出话来。将军饶命！将军饶命！曹操盘踞荆州，一取合肥、江东。若江东灭，合肥沉，孙刘皆亡。那下一个必亡的便是你马腾。元直，你是为那无名先生而来的吧？还请主公成全。许褚，带徐庶到小先生那去看看。谢谢丞相。切记，小先生的身份你知我知许褚知，不能有他人知晓。如有违抗，我必杀你，你的母亲也活不了。兄长，元直来晚了，元直让你受委屈了。元直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忘记我说的了？没忘。兄长说过，我们没有高低之分，天下万民也没有高低之分，大家平等。若非父母，不应跪拜。兄长，赵云在许昌说已死在了乱军之中，我才愤而入营。如今见兄长活得好好的，我这心终于是安稳了。既然兄长康健，那明日我便向丞相请命，领一支兵马，把大耳贼和那诸葛匹夫给兄长绑来，并叫他当面谢罪。你呀，跟我这么久，学问都学到狗身上了。合肥9万兵马，江东10万水师，你领一支兵马能做什么？且静心等着便好，我自有妙计。今日你我弟兄重逢，不谈正事。曹操针对马腾已经有了谋划，离间马腾与韩遂，使他们无暇难顾。但是这条计策能否奏效，曹操却没有十足的把握。主公，当速战速决了，臧霸已经拦住了刘备和江东的联系，此时攻打合肥，可将其一举攻下。需要多少兵马？30万兵马足矣。诸位先生平日里出谋划策，怎今日都闭口不言了？启禀主公，大战在即，您之前设下的首席军师一职尚未落实，眼下大军即将开拔，不知主公是否已确定首席军师的人选？两军交战，由首席军师坐镇中军，也好统帅我们这些谋臣。主公，大战在即，还是早日敲定谋主的好，以免战场之上谋士相争。我说你们这些家伙怎么今天装起了哑巴？原来是对首席军师的位置望眼欲穿啊！文和，你以为呢？臣以为首席军师可定军心、定方针、定谋略，乃是行军之本，应当早日落实为妙。那文和以为这首席军师的位置该交给谁？主公，若是在那诸葛亮将上舌辩之前，我等或许还都有争夺首席军师之心。可自从与诸葛亮舌辩一番后，我等心里都已有数，我等没脸面再去争抢。不过江面之上提出士卒10罪的神秘少年，以他的眼界、格局、才华，定能够胜任首席军师一位。我等谋士对其心悦诚服。主公，那无名少年究竟是何人？如此年轻便有如此大才，实属罕见。他并非士族出身，也没有师从，只是一介平民而已。主公没有师从，那他这些眼界、格局究竟是从何而来？好了，无名先生是谁？首席军师的位置会给谁？到时候你们便知。我定会风风光光的办上一场封礼宴，
你们等着便是。诸位，近来发生不少大事，合肥沦陷，汉中易主。对于当今局势，诸位有何见解？合肥只有一地，周围诸郡皆在主公管控之下，刘备无事可借。刘备若想求存，只有2种办法：一是与江东结盟，共同对抗我100万大军；另一个则是以汉中上庸城作为退守据点，且战且退。如今汉中被刘璋攻下，上庸城如何归属还未可知。若上庸城被陈道占据，则刘备危矣；若上庸城被刘璋占据，则刘备或可存续力量。现在只是不知刘璋对于刘备的态度。若是刘璋执意要保刘备，那纵使陈道占据上庸城，刘璋也会派兵护送刘备前往益州。眼下大耳贼占据合肥，那他唯一的撤军路线便只有上庸城。既然陈道已占据了上庸，那刘备必死无疑。不过大耳贼撤军的路上，还需要一支让他意想不到的部队奇袭。你老打我干什么？谁让你诅咒马将军？我他妈的只是个使者，只是负责传达那狗屁诸葛的话。就因你传达的话，活该被打。狗屁诸葛，你害死我了！若是孙刘联盟被击破，合肥、江东被攻陷，那下一个砧板上的肉便是我。但曹操不是寻常人，这诸葛亮派来这封密信究竟是何意思？西凉距合肥、江东足有万里，长途跋涉，这万里路程又怎么克服？等赶到江东、合肥，他早已陈疲兵累将，大后方还有韩遂这家伙虎视眈眈。难道说诸葛亮是想？诸葛亮派来送信的使者呢？给我带过来。将军，您说叫使者再说不出话来，手下人便下狠手。现在被你们弄死了吗？不，只是使者的牙全都被打掉，手也因为挡脸被打断了，现在昏迷不醒，怕是短时间醒不过来。这使者真不经打，区区几个巴掌就昏死过去，只能怪他咒我死。你们说说，诸葛亮这是何意？爹，要我说，这诸葛村夫就是危言耸听。我马家对丞相有功，丞相一统中原后，为何要打我们？我猜测诸葛亮可能是想要让我们发兵许昌。天子就在许昌，曹操便是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这才有了今天的势力。若是我马超又能入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那曹操之今日岂不是就是我马超的明日？爹，万万不可！许昌乃是天子落脚，我马家绝不做忤逆之人，被万世骂名。咱们不能和曹操一样被天下人唾弃。这我自然知晓，但诸葛亮信中所说也没错。孙刘若被灭，我们马家坐拥15万大军，的确会成为曹操的新患。究竟该如何定夺？这还真是个难事。爹，我倒是觉得这封密信可以用来栽赃韩遂。哦，儿啊，细说说。爹，你刚才说诸葛亮的目的是想要我们对许昌下手，若是我们对许昌动手，那曹丞相必定放弃攻打合肥与江东，班师回朝。到时候他打着清君侧的名义对我们出兵镇压，我马家不过15万将士，怎会是曹操100万大军的对手？即便是真拿下许昌，也不过是当几天土皇帝而已。所以这许昌我们动不得，不过我们却可以将这封密信修改，改成诸葛亮给韩遂送去的密信，将密信送给丞相，告诉丞相密信被我们截获。如此一来，嫁祸韩遂，不仅西凉太守的位置会是爹的，那被韩遂霸占的京城也会回到爹的手里。好，就如此办，这可真是个好办法。以曹操多疑的性格，他会相信吗？曹操信与不信都不重要，这封密信交到曹操手里才重要。只要信交到曹操手里，那韩遂便必死。曹操为何要假借陛下之口，让我们与韩遂交战？为的就是让我们相互厮杀，削减兵力。曹操只想要我与韩遂其中一人死而已。这封密信送到丞相手里，死的必定是韩遂。先生，眼下汉中易主，我们没了后撤的城池，现在该如何是好？马谡，关于此事，我已派使者带着密信前往西凉，信上说明了韩遂与马腾目前的处境，并且我还让使者从中说和，让韩遂与马腾联合起来攻打许昌，他们加起来有32万兵马。占据许昌城后，曹操即便有83万大军，没个10年半载绝攻不下许昌城，有这10年半载缓冲，主公便能安心发展了。不仅如此，许昌失守，天下各方势力都会站出来指责曹操，守护陛下不利，到时天下各路诸侯并起，一起讨伐曹操，曹操便是下一个董卓。先生，韩遂与马腾之间的仇恨不可磨灭，甚至韩遂还暗杀了马腾的妻子，如此深仇大恨，先生一封信如何能够调和呢？
你还是想的太少了。若主公和孙权都倒了，他马腾、韩遂便是下一个人头落地之人。在生死存亡的大事面前，区区仇恨又能算得了什么呢？想那曹操为了收服贾诩，典韦儿子的死都可以原谅，在生死抉择面前，马腾妻子的死算得了什么？马腾和韩遂可都是聪明人。不行，现局势，曹贼兵多将广，必然打算率先破局，一平江东，先拔合肥。我必须提前回到主公身边，明早我们便动身。丞相，刺客在何处？下去，都下去吧。做了个噩梦。甲士们面面相觑，拱手退了出去。曹操长长出了口气。曹操坐在床边，开始回忆那个梦。是3匹马，3匹马在一个槽里吃屎，吃着，3匹马把槽里的屎吃完了。3马同时一槽，吃空了槽。主公，可是昨夜没有睡好？昨晚梦中惊醒，倒是做了一出噩梦。主公能否说出来听听？有道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且梦亦能预兆吉凶。梦里怎么说呢？梦到了3只马同时一槽，那槽里的屎被吃空之际，孤莫名惶恐，直接惊醒。槽同槽，3马食一槽，槽被吃空时，丞相莫名惶恐。这3马，莫非是马腾、马超、马铁父子？主公所言正是。3马盘踞西北多年，他若是趁主公与孙刘交战之际突袭许昌，主公还请严加防范，凉州铁骑来去如风，不得不防。此言甚是，我这就传令在虎牢关派驻雄兵，以防不测。马腾父子若不除，他日必祸患。待踏平江东之后，丞相应及早准备处理凉州事宜。曹操不露声色地听着，心里却想着找小先生解梦。小先生，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那个梦很稀松平常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莫名惶恐。莫非是3马同槽？这特么的是著名的历史典故，都以为是马腾父子，于是曹操杀了马腾。马腾死后，曹操还做这个梦。曹公不妨说来听一听。昨晚梦到3马同时一槽，莫名惶恐。军中的那些先生都说这3马是曹腾父子，小先生以为，或许此马非彼马。我也是这样觉得，哪里有这么简单的道理？且那马腾父子只在凉州有些根基，根本不懂治国，权术更是一窍不通。小先生以为这3马究竟是……我这里有个故事，叫八王之乱。该皇朝的建立，一不靠马，还是那个打天下，以武服人；二不靠圣明仁德，以德服人。这个皇朝依靠的是谋朝篡位，把前朝那些忠臣义士尽数屠戮殆尽。采用一种名为9品中正制的东西来笼络天下士族，在士族的支持下，这个皇朝得以取代前朝而立。然而万事万物都有利有弊，他们依靠士族支持上位，却反过来为士族所掣肘。为了制衡权力越来越大的士族，他们大肆封王，最终这场八王之乱导致刚刚统一的华夏再生动乱。更因有汉以来对外族的压制，他们放松了对外族的警惕，导致异族入侵，中原汉人尽死尽。神州陆沉，衣冠南渡，大江以北，甚至是巴蜀、汉中、关中皆胡国。该死，真是该死！想我曹孟德3万虎豹企图无还，当年的公孙瓒打得匈奴东胡望风而逃，东南蛮族之人对孙权亦是敢怒不敢言，就连马腾父子那些胡人羌人都不敢存有二心，何以如此屈辱？小先生，你说他们是谁？他们姓什么？姑猜不管他们是哪个世家，就是汉高祖的子孙，我也给他弄绝种。与刘季无关。小先生，他们是谁？告诉姑，姑要灭他们满门。本诸生家，传礼来久。我司马氏族，本诸生家，传礼来久。白马非马，司马非马。司马懿已得知曹操心中的那个梦，一阵惶恐，冷汗浸透了后背。兄长，妹妹可有为江东丢人？好妹妹，让你下嫁给唐人，真是便宜了他了。兄长，我不准你如此说，我的意中人不是你说的那种肤浅之人。孙尚香见周瑜前来不禁有些拘谨，因昨日下午周瑜与孙尚香见过，他给孙尚香安排了极其重要的任务，若能成功，不仅江东6郡的百姓能够免于战火，天下百姓也都能够安居乐业，而这任务也只有孙尚香能够胜任，便是刺杀曹贼。周瑜以天下万民为志，又使孙尚香接受。周瑜知道孙尚香不会在乎江东士族的死亡，但在乎天下百姓的生死存亡。
事情也如周瑜所想一般，孙尚香虽有所推辞，但最后还是答应了。不过孙尚香也有条件，那就是无论成败与否，事情都不能波及到唐人分毫。郡主出嫁，公瑾在这里祝郡主与唐人先生百年好合，白头偕老。小妹，到了荆州一切小心，若那唐人敢欺负你，我哪怕搭上整个江东，也要为你做主。郡主，对不住了，为了江东，只能舍弃你了。不管你刺杀成功与否，唐人都会死。先生，对于西凉一事，我还是觉得不妥。只有一封书信，实在不像是先生的风格。先生可是还有什么其他的计谋没有说与我听？马谡，你再仔细想一想，对于曹操来说，西凉如何才会让曹操坐卧难安？先生，自然是韩遂与马腾真正联手对许昌出兵。曹操大军南下，许昌防守力量薄弱，若是许昌出了问题，曹操便是无根浮萍。马谡，你再想一想，我究竟要如何做？思来想去，马谡也没想明白，想要让韩遂和马腾联手，这根本不可能，两人之间的仇恨无法消解，更不可能言和。对于许昌，两人虽然嘴上说着是汉臣，愿为陛下效忠，可真要是给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机会，这两个人根本不会管什么名声。先生，学生愚钝，想不出来。韩遂和马腾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，此事我自然知晓，给韩遂和马腾分别派信，告知联合攻打许昌只不过是计谋的第一环，真正的杀招乃是我往许昌发的一封密信。我在密信中写明，韩遂和马腾不日将组成联军对许昌发难，倒是需要许昌城中的内应悄悄打开城门，放联军进城。许昌是何地？曹操的暗探眼线遍布，这封密信最终一定会落到荀彧的手上，而我要的就是让荀彧得到这封密信。荀彧定会800里加急往荆州送去情报。以曹操生性多疑的性格，只要接到荀彧发来的密信，那即便马腾和韩遂没有和好，没有组成联军，两人合伙攻打许昌的事情也会被我给坐实了。若是大军回援许昌，那合肥之难便不战而解，主公可以趁此机会吞并周边郡县。若是不回许昌，那曹操就会饱受日夜猜疑的折磨，在合肥大战的决策上难免出现纰漏，不论是哪一种，对我们都有利。听着诸葛亮的话，马谡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如此，给马腾与韩遂派去的密信不过是由头而已，真正目的是要通过荀彧之手，将西凉联军意欲攻打许昌的事情给坐实。不管马腾和韩遂究竟联不联手，在曹操那里，他们两个都已经等同于背叛了。诸葛孔明究竟何意？若是请求我发兵驰援，大恕我爱莫能助。非也，军师并非请兵，而是有一道妙计，想要献上而已。哦，妙计倒是有趣，且说来听听。军师试想，宋将军一份大机缘，曹操100万大军南下，盘踞荆州，此去距离许昌足有数千里，来回行军，少说也要半年之久。若是将军能与安敌将军马腾组成西凉联军，凭借32万兵马，足以盘踞许昌城，挟天子以令诸侯。我韩遂一生忠良，岂会学那曹操做出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等令人不齿之事？念在你是刘备麾下使者，便免去你冒犯之罪，下去好好反省。韩遂表现出一副忠肝义胆、大义凛然的样子，可实际上他的内心比谁都想要打进许昌。要不是顾忌曹操和虎视眈眈的马腾，韩遂早就动身了。但韩遂终究还是动了心，传我命令，派遣使者前往眉县。我与马将军有些时日没叙旧了。启禀荀令君，抓获一名合肥探子，从他的身上搜出一封密信，请荀令君过目。西凉马腾、韩遂已组成联军，到时会加以交战，实则奔许昌攻打而来。届时还请买通守城官兵，放开城门，让西凉联军进入许昌。不好，可知晓这封密信是要送给许昌哪位大人手中？不知，那探子口风很紧，严刑拷问，半日内必须得出结果。此事关系重大，暂时封锁消息，除你我外，不能有第二个人知晓。颍川巡视、弘农杨氏、颍川陈氏、河内司马氏。曹操想起了司马家的司马懿，有种虎之名，虎视因故之态让他很是讨厌。当看到这河内司马氏这5个字，司马懿那虎视因故的神态，第一时间就浮现在曹操的心头。定是这河内司马氏无疑了。来人，800里加急，送往许昌，荀令君亲启。诺。是河内司马氏，你们都心知肚明，只是不愿得罪他们吧？主公明鉴。我理解你们的难处，都是士族，相互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您说了，只恐被天下士族疏远，为自家招来祸患。曹操说着，突然意识到荀彧他也是士族，且与司马房氏故交，自己麾下的这些谋臣都不愿明说，让荀令君去抓捕司马氏族，只恐怕……虎侯何在？
我要你做一件事，河内司马氏给我抄了，司马家一个不留，全部抓起来，给我带到荆州，押到樊城来。许昌阴雨连绵，连日不开，城墙上油纸伞下，荀彧木然站立。之前曹操来信明说了梦中三马食曹之事，又让他寻船里久来的诸生之家。荀彧直接想到了河内司马氏，甚至可以笃定曹老板梦中的三马正是司马氏。他与曹操不同，同那种虎司马懿接触较多，所以京兆府尹司马防的次子是个什么人，荀彧心中一清二楚。司马八达，唯有一中达，三马食曹，其中必有司马懿。且住，何人出城？吾乃司马府司马仲达。原来是司马二公子，请。城楼上，荀彧望着司马懿冒雨出城而去，在大雨中逐渐模糊，最后消失不见的司马懿。可见了仲达。三马同曹之事，他也是刚刚有所耳闻，正想找最成器的儿子司马仲达商榷一二，却不成想连人都找不到。不曾见，倒是方才雨大的时候，见二哥去了一趟马厩。这个仲达最近古怪的很，下雨天去马厩做甚？一会他回来，让他来见我。父亲，饶恕仲达，大祸临头，若是全家出逃，打草惊蛇之下，一个都活不了。我不能死，我还要杀唐人血纸，我还有满腹的韬略未施展出来。我司马懿要把月旦屏上所谓的10大军师全都踩在脚下。唐人，你等着，卧龙凤雏又如何？且看我种虎之谋。你们几个各领百骑，封堵四门，在未得本将军之命前，不得放出一人。剩下的人听着，直冲司马府，姓司马的一个都不许放过。虎豹骑鱼贯而入，直入许昌城中，行人纷纷躲避。大人，800里加急，丞相的密信。这密信来晚了。外面何事如此大作？启禀大人，是许褚将军领兵回来了，他让人封堵了许昌四门。人都走了，封堵四门又能如何？丞相梦中见三马同时一曹，此梦何解？父亲，孩儿以为这曹同曹正是当即曹丞相，马应该是姓氏中有马的名门望族，应该与我们司马家无关。为何与我司马家无关？吾等兄弟8人，世称司马八达，若加上父亲，那就是9人，应是9马同曹，三马太少了。而就在此时，铁骑破门而入，府内惊慌之声响起。奉主公之命，搜捕司马氏全族，一个不留，全部带走。这几日都没见许憨憨，派去许昌办差了。小先生足不出户，怎么什么事情都知道？小先生真是神机妙算，故先前写了信给荀令君，说明了梦中事，后又怕荀令君念在旧情，会庇护司马家，故让仲康亲自带人去一趟。不好！小先生何意？唐人此时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。此事待到许昌来信，曹公便清楚了。翌日，樊城中军大帐内，曹操神情凝重，他召集文武群臣齐聚首，有极其重要的事情商议，重要到足以影响未来10年中原局势。曹操将荀彧寄来的密信扔到了战争沙盘之中，一众臣下纷纷凑上前相继查看。看完密信后，文臣武将皆是眉头紧锁，脸上浮现出一派凝重神色。诸位都有什么想法？说说。这马腾和韩遂真要对许昌下手了。主公分我20万兵马，我即刻启程回防许昌。夏侯将军，你带走20万兵马，那攻打合肥、江东怎么办？别看我们有83万兵马坐镇，就樊城得有30万兵马留守，否则挥师北上攻打合肥，那江东就会大军出击樊城。攻打合肥，少说得有45万兵马，荆州还要留下守军，长江之上还有10万兵马封锁长江。你自己算算，哪里有闲兵能给你20万？陈群的话虽尖锐，但却是实话。曹操虽有85万大军作战，但是屯守樊城、荆州以及封锁长江，这就有将近1半的兵马不能动。攻打合肥，至多也只能抽调出50万兵马，而且还要速战速决。要是夏侯惇从屯守的守军里抽调20万兵马，樊城、荆州、长江的防守力量都会变弱。若是从进攻合肥的军队里抽走20万兵马，那攻打合肥又是难题。那你们说现在该怎么办？主公，不若叫小皇帝再发一封圣旨，让他们尽快决断究竟选谁出任西凉太守。万万不可！如此关键时刻，绝对不能给马腾与韩遂派去任何信件，圣旨更是万万不行。元长，这是为何？若你是马腾或者韩遂，你觉得这圣旨是小皇帝的意思，还是主公的意思？自然是主公的意思。既然如此，那主公在这种时候派信过去，岂不是叫马腾与韩遂认定主公无暇北上，确定主公大军不会回朝？
那马腾与韩遂便彻底没有了后顾之忧。钟繇这一番话彻底点醒了大帐中的众人。那我们便大军回朝许都，先解决掉所有隐患，以后再南下。不成，若是如此，那便是给刘备、孙权积蓄力量的机会了。合肥周边有许多小的郡县，而且主公当年为了防止孙策北上有补给点，将长江以北100里范围内的百姓全部内迁，这些百姓就被安置在合肥周边的郡县之中。若是放任合肥不管，只需3年，刘备便能坐拥30万大军。倘若是别人的30万大军，那还不是丞相对手。但刘备麾下有诸葛亮、关羽、张飞等将，他们所统领的30万大军，可是有着堪比100万大军的战斗力。若是叫刘备掌控30万大军，那他往北汇入淮河流域，许都、邺城都将面临危险，所以合肥绝不能丢。至于江东，若是主公撤军，那江东必会对荆州出手。江东已有10万水师，若是再夺荆州，丞相，天下还有谁能为您再训练水师？徐庶这一番话说到了曹操的心坎里。江东6郡近在咫尺，定鼎中原只在一战。若是撤军，那20年之内都无望攻下江东。元直，那你可有妙计？启禀主公，我并无良策。文和，你来说说看，眼下该如何？主公，文和才谋不敌诸葛，方才思忖良久，也没想到一个破敌之法。若是退，则江东不可的，又放任刘备起事；若不退，那西凉联军进攻许昌，天下士族早就憋着股劲儿想要弹劾主公。若是许昌真被攻下，恐天下所有士族都会借着护军不周的由头对主公口诛笔伐。到那时，昔日之董卓便是明日之主公。贾诩不愧是毒士，一针见血的道出了最惨的情况。曹操听得心里发凉。主公，为今之计，也只有请那日江上蛇变诸葛亮的小先生出场了。或许只有他才有办法克敌制胜。许昌城内，一辆辆囚车从闹市中穿行而过。这个司马仲达还真是不简单，居然提前预知了，下次若遇上，不由分说，定要把他一刀两断。荀令君，救救吾等冤枉！3马10曹是3马，我司马氏族兄弟8人，对不上啊！荀令君，冤枉啊！荀彧来送司马公，3马同曹是假，杀鸡儆猴是真，诸君好自为之。言罢，囚车便被拉出了许昌城，只留下满城惶然的士族。庞氏被灭族发生在荆州，而河内司马氏则是发生在他们身边，眼睁睁看着河内司马氏族全数沦为阶下囚。小先生，像樊城内都在传什么3马同曹，司马氏族被抓。这曹操动手倒是挺快，司马懿啊，司马懿，你如此重视家庭，而你的家族却因你而亡。我所欲杀者，司马懿也，而非司马氏族。不过，就算我不推波助澜，司马家也必死无疑。诸葛亮为求自保，必挑动马腾攻打许昌。许昌之中须有内应，这内应绝非司马氏族，但诸葛亮要让所有人认为内应就是司马家族。司马家族必死，诸葛孔明，终究只有你才是我知己手。大江之上，烟波浩荡，密密的芦苇荡里，一艘小船缓缓南去。黑色的斗笠，黑色的衣裳，一个强壮男子的小船缓缓抵达了江东。江东大营，海量的舰簇一车车的运进来，水上作战，弓箭最佳。合肥城，诸葛孔明轻摇羽扇天下事，在心中，唐人毁了刘备的半生基业，断了所有退路。可他孔明偏要在乱世当中为刘玄德谋出一条活路。凉州骑兵，无穷无尽的骑兵在原野上呼啸，铺天卷地的奔涌，如同决堤的洪水，声势滔天。京城韩遂17万大军尽在此地驻扎，马腾、韩遂若能会盟，可是32万铁骑，纵横天下。孙权神情凝重地打量着大殿之中的黑衣人。你便是种虎司马懿？你为何而来？报仇，为我司马氏族上百口族人报仇。曹贼梦中见3马同曹，便疑心是我司马氏族，抓了我司马家族上下数百口人。幸好那日大雨滂沱，我未回许昌城，不然我与曹贼势不两立。我愿投身吴侯麾下，若能得其用，必竭尽心力报之。司马先生渡江而至，又与曹贼有血海深仇，我自然愿与先生共谋大事。听闻司马先生有种虎之名，也不知是否真才实学。先生有种虎之名，河内司马氏有，实在是不能让众谋信服。请主公考效。我江东9郡以区区一隅之地对抗曹孟德的中原大军，无论钱粮还是兵源，都是捉襟见肘。前几日还是江东4大家族心善，捐赠了大量财货，才渡过了难关。可接下来的日子仍旧紧张如旧。启禀主公，如今是战时，与曹贼鏖战之际，还需要士卒出力，不可薅过甚，否则过犹不及，恐将其逼反。那钱货将由何出？如今江东百姓的赋税已经太重了，若是再加税，只恐江东百姓要渡江投曹。吾有一策，上不用征士卒财货，下不用加百姓赋税。如何借？江东之内，百越是大，身居山林之中，
其重何止100万，为抵御曹贼，主公可向百越借钱粮。说，司马先生且接着说。驱虎吞狼，所谓驱虎吞狼，当先寻觅到最强的几支越族，许诺重利。所谓重利，就是攻下其他越族，分其田地，分其钱财，分其子女，如此主公可得财货。越族重小利而无大义，他们之间必然会争斗不休。那些弱小的越族实在是太多了，他们为了存活，必然向主公求饶，到时主公便可收为己用，主公可得战兵。主公没抓到司马懿、司马家其他族人，全部擒获。全押进大狱，河内司马氏族可真是能人辈出。那司马懿居然能未卜先知，重抗星夜兼程，马不停蹄地赶到许昌。那司马懿居然提前冒雨跑出许昌城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司马仲达应是狼谷之辈，他日必为我之大患。仲康在，去，请小先生入殿。小先生，小先生，大喜事！小先生，主公要你去中军大帐，现文武群臣全在帐内，主公这是要给你表现的机会了。小先生，我许褚等这一天不知道等了多久了，这一次您一定要大展身手，叫贾诩、荀攸他们这些个鼓弄文墨的家伙自惭形秽。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，不曾降虎后也能说得出自惭形秽这等文词。小先生，现在没时间打趣调笑，主公还在等着，您就赶快动身吧。唐人衣着朴素，可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却是不卑不亢，少年英才，气质惊人。文臣武将抬眼看向唐人容貌，当看清楚那一张少年英气稚气未脱的脸时，群臣再度震惊。当日江上距离遥远，群臣只知晓唐人年轻而已，今日近距离看到，文群武臣心中皆惊异，这小先生太年轻了。草民见过丞相。小先生，诸葛亮生歹计，叫我100万大军进退两难，对此你有何妙计？在来的路上，许褚已将诸葛亮的计谋详细说给唐人听。面对曹操的发文，唐人稍作思量，便开口：眼下合肥大战在即，江东虎视眈眈，诸葛亮想要坐实西凉马腾、韩遂组建联军攻打许昌的事实，以此来逼迫丞相班师回朝。表面上是让丞相您进退两难的绝技，实际解决起来却十分轻松。群臣闻言皆是眉头轻皱，如此绝户计，文武将臣都没有商讨出个对策，却被唐人说可以轻松解决。请小先生说来听听。诸葛亮这一封密信不是发给许昌，而是发给丞相你，而西凉的马腾、韩遂也很有可能会组成联军，毕竟天子就在许昌，天下人人骂丞相，却又人人都想成为丞相，所以我料定马腾与韩遂定然会对许昌动心。既然诸葛亮想要坐实西凉联军意欲攻打许昌，那丞相不若就将计就计，坐实马腾、韩遂是大汉忠良的身份。大汉忠良，这如何坐实？该不会是要大家封赏吧？那岂不是叫马腾、韩遂更加确定主公无暇回防？既然要赏，那就要大赏特赏，叫天下士族全都知道马腾与韩遂是汉家忠良。唐人的话越发让众人不解，他们不明白，同样是封赏，为何要大赏特赏？丞相，草民建议封马腾为大司空，封韩遂为骠骑将军。小先生，你可知大司空、骠骑将军是何职位？如此封赏，岂不等同于自掘坟墓？将军莫急，草民自然知晓大司空与骠骑将军是何职位，但我所说的封赏，并不是真的封赏，只是口头宣旨而已。虽封赏马腾、韩遂2人高职，但并不下放实权，也不给2人开府的权利，2人还是在他们的眉县与京城，没有任何的实质性收益。先生，既然没有实权，只是封赏个名头，那马腾与韩遂又不是傻子，怎会被虚名给糊弄住？计谋的核心便是名誉，丞相的封赏要大张旗鼓，要让天下的士族知道，在封赏的时候含糊掉具体的赏赐，只说上封他们为大司空与骠骑将军。天下诸侯哪一个不想成为大司空与骠骑将军？眼下这2个高职被封赏给了马腾、韩遂2人，会引起多少人的嫉妒艳羡？若他们领了如此高职，还敢对许昌发兵，那根本不用丞相出手，天下诸侯便会打着秦王的名号群起攻之。马腾与韩遂是聪明人，是想冲动拿下许昌城，成为第2个董卓，还是老老实实的留在西凉？他们心里有数。唐人一番话，叫大帐之内的文武群臣皆是瞪圆了眼睛，满脸的震惊。独是贾诩心中更是翻涌起惊涛骇浪，满心的震撼。如此将计就计，实在是高妙计。小先生，如此妙计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小先生之谋平生罕见，如此将计就计，定能叫那诸葛村夫自愧不辱，懊恼不已。诸位，关于小先生的传闻与计谋，想必大家早有所见与耳闻，今日孤就不再多说。
曹操取出了一方精美的檀木盒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曹操起风。曹操拿出硕大的一枚大印，上方雕琢着4个印字“大军师印”。此印一出，场中人长长的出了一口凉气。小先生，主公。自此以后，小先生便是5等的首席大军师。今日故拜唐人为首席大军师，掌大军师印，兼统内外，3军听命。故不在时，大军师掌管荆州83万兵马，与所有文武群臣有生杀大权。拜见大军师。军师已成丞相，帐下首席大军师，军师为天下人所恨，身边无人保护。我操！赵云攥着徐庶的书信，为保唐人，需入宫拜见天子，请求天子准他率领300羽林军前往荆州。恐怕从今往后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痛饮了。小先生为何说这样的话？如今我已身处风口浪尖之上，所有人都想取我性命，恨不得手刃了我。我怕今夜宿醉，明日便被人取了性命。谁敢伤小先生的性命，我剁了他。天下士卒恨不得吃我肉，啖我骨。曹操大军有100万之众，在江北延绵300里不绝，敌众我寡，要想破曹，绝非1日之功。今令诸将各领3个月粮草，准备御敌。大都督，我水军远胜曹军，当川曹军立足未稳，鄱阳湖水师未完全练出之际，趁势破敌。黄老将军，曹操足智多谋，善于用兵，今又得唐人相助，绝不可轻举妄动。当年袁曹大战官渡，袁绍数十万大军被曹操数万兵马所破，今我军兵马远不及曹军，攻难取胜，不如固守，用疲军之术拖垮曹军，待其粮草耗尽，不攻自破。依大都督之见，莫说3个月，就是支13个月的粮草也无济于事。以我之见，本月之内能破曹便破，若是月内破不得，莫不如就如张昭所言，弃甲倒戈，北面而降。黄公父当初劝战示辱，如今要降又示辱，如此反复无常，亏辱还是30老臣。我奉主公之命，统帅3军，早已言过，敢有降曹者必斩。今2军相敌之际，竟敢口出狂言，扰乱军心，不斩难服众心。来人，将黄盖斩气报来。大都督，周瑜，我自追随孙坚将军以来，纵横东南，以立3世，哪有你这周瑜小儿？拉下去斩了！周瑜小儿竟敢斩我，好你个周瑜小儿！大都督，黄老将军乃江东老臣，万望宽恕。竟敢多言，乱我法度！来呀！将甘宁乱棍打出。话音刚落，数人持棍而出，乱棍朝甘宁抡过去。大都督，大敌当前，先斩大将，于心不利，望大都督三思，请大都督开恩。都督黄盖罪当斩首，容先记下，待破曹军之后再斩不迟。若非众将情面，定斩不赦。今日免他一死，打100军棍。大都督开恩啊！军棍砸在身上的声音和报数声此起彼伏。诸位将军不必求他，我有死而已。给我重重的打，若有徇私，一同问罪。边上的行刑士卒只能卖力的打。军中大帐之内，可清楚的看到已打了20军棍。那江东立3世的老将军黄盖已经是皮开肉绽，众多将领无可奈何，实在不忍观之。大都督，功夫年迈，恐受刑不过啊！再要多言，休怪我无情。鲁肃无计可施，却正好看到了司马仲达，他目光中满是殷切。若司马懿能开口，或许周公瑾会看在新客的面子上。然而不等鲁肃开口，司马懿蓦然把头低了下去。不好了，黄老将军昏死过去了。抬下去，先记50军棍，再敢乱言，两罪并罚。众将都抬着黄盖离去，中军大帐之内空空如也。司马懿是最后一个起身的人，他行至周瑜身边。江东果然多豪杰，这司马懿居然能看透卧龙、种虎，果然都不简单。这个练兵方法在唐人的基础上优化的，绝对比唐人的练兵方法优秀。马谡，主公的士兵我便交于你训练，不可出现任何差池。若是士兵的素质训练出差错，那便是与主公不忠。虽然我恨不能杀了唐人，但却不得不承认，唐人还是有些本事的。军师，刚刚得到消息，曹贼假借陛下圣旨，封马腾为大司空，韩遂为骠骑将军。大司空、骠骑将军，主公，曹贼可给2人开府了。马腾和韩遂可有实权？圣旨中只说封赏了官职，却并未谈及具体的赏赐。主公，既是圣旨，封赏必会说得清楚，含糊其辞便是只赏官职，不赏实权。曹操是打算给马腾、韩遂一个大司空和骠骑将军的名头而已。主公，我的计谋被识破了。
军师何出此言？既然没赏实权，那马腾和韩遂又不是傻子，岂会被这点名头给框住？并非如此，我为何要往许昌寄信？目的就是要在曹操心中坐实西凉联军图谋许昌。曹操假借大司空、骠骑将军是何等重要的官职，天下多少士族对这两个官位望眼欲穿。大司马位列3公，骠骑将军可掌100万军。若能得这2个官职，那便是光宗耀祖，那便是大汉忠良。马腾和韩遂被赏了这2个官职，不管有无实权，他们都成了天下士族的眼中钉肉中刺。要是他们再敢对许昌动手，那根本不用曹操出兵，天下士族便会联合起来发兵围剿。我本想让曹操护军不利，成为第2个董卓，却不曾想曹操一纸圣旨，将祸水东引，把马腾和韩遂架在了火上炙烤。好一个将计就计，好一个见招拆招，不费一兵一卒便轻松化解了我的毒计。军师可还有妙计破唐人？主公，容我再想想。现在是到哪了？还要多久？郡主，马上就到了，等到了樊城，你有的是时间和你的唐人哥哥亲热了。你这妮子竟敢如此跟我说话，是不是找打？郡主，荆州接应的楼船来了。虎侯究竟何事隐瞒？我不知道，你问别人。曹公究竟何事？近日乃是大军师你大喜的日子。什么？惊呼出声，一同惊呼出声，还有在里屋的糜夫人。众人循声看去，发现一名容貌俏丽的妙龄女子，满脸愕然地看着唐人。我不得了！大军师，我说你身在樊城却久不现身，原来是金屋藏娇。徐庶满脸惊愕地看着糜夫人，徐庶心中惊异无比，随后他露出了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，竟情不自禁地冲唐人竖起了大拇指。曹公，你说的大喜的日子是什么意思？前几日你将上舌辩诸葛之后，孙权便给我寄来一封书信，说江东郡主单恋大军师，现终于鼓起勇气要嫁于大军师。啥？江东郡主公邀姬孙尚香？不，这婚事我不从，我不娶。大军师孙尚香可是江东郡主，身份尊贵，而且这一次的嫁妆可是有金银布帛足12串。况且孙尚香姿色出尘，巾帼不让须眉，可大军师你可是郎才女貌，如此完美姻缘，为何要拒绝？曹公，中原尚未一统，战乱尚未平息，我唐人一心为万民安康，无暇顾及儿女私情。唐人小哥哥，你为何不见我？不愧是公邀姬，大婚之日院外叫门，进入之事，恐会在天下传为一桩美谈。急报！主公找到糜夫人了。什么？快说，夫人她在何处？糜夫人糜夫人身在曹营，住在唐人的独居小院里。啊！夫人没事就好。阿斗呢？阿斗在哪？可知道阿斗的音讯？事后低垂着脑袋，不敢抬头，他甚至连声音都不敢出。事后不知，那阿斗一定是在曹营了，一定是在曹操手里了。事后接着把糜夫人的事情汇报了一遍，刘备感觉被当头一棒。主公，糜夫人安全比什么都重要。眼下糜夫人已经有了下落，阿斗公子的安危应该也有保证。主公还请注意身体，匡扶汉室的大业还需要仰仗主公您。为什么要如此对我？糜真，我待你不薄，你为何如此对我？让我刘备成为天下人的笑柄，你本可以投井自尽，保全民节。若你真的跳井，我会为你修祠建庙，供奉你。可是你偏偏选择了苟且，还将我的阿斗交于曹贼的手里。糜真，你这个歹毒的恶女！我现在真是有点后悔，应该和陈道将军一起离开才对。现在越待越是觉得刘备没什么前途。魏武长可不敢说这些话。陈道将军叛逃以后，主公便在军中设下典武一职，专门筛查有反心的士兵。要是叫典武听到刚才的话，咱们可都得砍头。合肥一共才多少兵？有反心的多了。刘备要砍得过来吗？我魏延的脑袋就摆在这里，任由他来砍。反正等曹操大军打过来，横竖都是死。武长放心吧，军师先生自有妙计，合肥肯定能守住。就凭他诸葛亮3番5次被唐人先生碾压，算了吧，我可不想把命交到他手里。主公，孙尚香进去了，军师给孙尚香开门了。那就好，今天怕是彻夜难眠了。你怎么追到这里了？唐人认识孙尚香，是孙策遭遇暗杀的那一年，正是唐人率领兵马抵挡曹操10万大军的那一年。孙尚香与孙策狩猎，迷失了方向。如果不是孙尚香迷失了方向，初会击到了荆州，恐怕也会殒命在刺客的手中。
你还记得这个吗？你曾经说过，有朝一日再次相见，便让我把它还给你。现在还给你。曹操与我兄长已为你我主持了大婚，虽然你不在场，但这已经算是明媒正娶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便是你的妻子。其实你可以找到更好的郎君。唐人还没有说完话，孙尚香已经解开了衣衫。你要做什么？你猜呢？虽然你身边已有了糜夫人，但我毕竟是你明媒正娶，我是正房，他只能做个妾室。小先生，昨夜可好？生无可恋。小先生，那司马家百余口竟被逮捕，也押到了樊城。独缺司马懿，不成想他竟逃到江东，入孙权麾下。司马懿不可小觑，能耐不逊诸葛孔明。都怪我，我若能提前几个时辰赶到许昌，必不使司马仲达逃脱。如此也好，倒是也有点意思。尽可放心，我会将其死死压制，永不得出头。管他卧龙凤雏种虎，皆不是小先生的对手。就是什么卧龙凤雏种虎，凤雏那小鸡崽子坟头草都老高了，卧龙我看是臭臭，种虎我看也是只土狗。对了，江东那边除了司马懿之外，还有一事。可是周瑜打黄盖。正是此事。黄盖立三世，在江东可以说是德高望重，就算有骄横之举，也至于此啊。周瑜打黄盖，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。小先生的意思是苦肉计也。苦肉计，那黄公父也算是老英雄，扶孙家3代，纵横东南，功劳苦劳甚重，年迈至此，却被打得皮开肉绽。这周公瑾也倒是真下得去手。若不皮开肉绽，如何能是苦肉计？不出2日，黄盖的降书就会送来，还会许诺多少粮草。士兵们接受着马谡的操练，对于马谡这个愣头青，士兵并不服气。年纪轻轻，毫无战功不说，训练士兵也只知道喊口号，丝毫不懂得体恤士兵们日渐颓败的事情。若不是有着关羽、张飞2位将军坐镇，8万大军早就撂挑子不干了。这个马谡小将好像是军师的高徒，可我怎么感觉他不厉害呢？以前从未听说过此人的名字，他有何战功呢？根本就是愣头青。若是论起行军打仗的经验，他怕是连我们这些老兵都不如。他若是有军师1/10的本事也行，但他连毛都不是。诸葛亮又有何能耐？不过是耍耍嘴皮子，沽名钓誉之徒罢了。长江之上，他连嘴皮子都没耍过唐人，就这还卧龙，我看就是一条卧虫。魏延对诸葛亮的不满可以说是非常之深，而这种不满的情绪是从诸葛亮主导的一场场大败中积累起来。若不是夺合肥成功，怕是现在士兵们都想要秦王。诸葛亮谋略的失误，每一次死的可都是他们这些士兵，拿别人的性命当做他谋略的赌注。真是诸葛妙计安天下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先生，军中对您颇有微词，我已经下令彻查了，不知是谁带的头，我实在是气不过，决定揪出这个人，斩首示众，以儆效尤。我有何面目去见主公？先生，那不过是闲人闲话而已，当不得真啊。马谡，我与主公有罪。糜夫人委身唐人，是因为我献计不周；赵云将军叛主降曹，是我献计不周；陈道叛逃出营，也是我献计不周。马谡，我真的累了。自我出山以来，我从未有如此挫败过。我与主公说，还有解围的办法，可我思虑多日，却一条计策也想不出。想当初，我献上隆中策时，何等雄姿英发，可出山以后，我却连遭大败。马谡，我诸葛亮是不是真的不如唐人？先生，在马谡心里，别人只看到了先生的失败，可我却看到了先生的成功。若不是先生，主公现在还委身于江东，寄宿在人家的地界；若不是先生屡次奔波江东，促进联盟，那曹贼又怎会顾虑许多，迟迟不肯发兵？若不是先生妙计频出，我们哪里有今天的这8万兵马？先生，你不是不如唐人，而是唐人的计策阴险狡诈，无所不用其极。若是先生肯放下成见，出谋划策，不计名声，不计损失，那唐人根本不是先生的对手。大军师，获封之后还未带你面见三军，今日恰逢水师都督蔡瑁令荆州水师受检，便趁着这机会让大军师检视三军吧。好，那不如即刻动身，叫我看看主公的大军究竟有多么剽悍。论起练兵，天下无人能出其右，能给刘备练出5万精锐，并且凭借5万精锐让刘备可以上桌与诸侯博弈。有这等本事的唐人，又岂会简单？拿枪来！
唐人锐利枪尖在阳光照射下寒光凛凛，唐人虽是文士，却舞枪舞得万分霸气，眼神之中满是杀伐，满是雄心伟志。一番舞枪之后，以猛蹲长枪结尾，伴随着一道咚的枪杆砸地声音响起。唐人这一番舞枪看呆了三军，在士兵心中，谋臣文士只是脑袋好使，毕竟文士们手无缚鸡之力，只能逞口舌而已。士兵们一般都看不起文士，但唐人方才那一番舞枪，彻底把士兵们镇住了。唐人站在检阅台上，意气风发，三言两语便轻松收服83万大军与15万荆州水师。如师，在下韩泽。原来是当世大儒，韩夫子自江东而来，有何事要见姑？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还请曹丞相一观。不会吧，小先生说不出两物，现如今连一日都没到，黄盖的降书就已经送过来了。然而当看到信封上黄盖的名字，曹操心情很是复杂，硬憋着不露声色，打开信封，曹操开始阅读。我黄公父乃是江东旧臣，历3世，却遭遇如此毒打，实在于心不甘。得知曹丞相徐怀那事，因此黄盖愿率众来归。到时黄盖将带上战船、粮草前来投奔，万望丞相收留。此时的曹操一脸震惊，震惊于唐人的未卜先知。曹丞相，黄盖将军遭周于毒打之事，乃千真万确。老将军为江东3世主公辛劳一生，可如今被如此毒打，险些丧命。还请韩夫子稍后，此事容我思量一二，劳烦等候。说完，曹操把信直接塞进了自己怀里，火速往樊城赶回去。小先生，一切都如小先生所料，那黄盖果然来降。且说要带着麾下士卒、粮草、战船一起来降，当下该如何应对？既然江东使了一出苦肉计，那我们不妨就将计就计。将计就计。对，将计就计。我一共放了100人，绝大部分都放在江东水师大营附近，还有10几人会前往建业。我们不是造谣，而是陈述事实，将周瑜毒打黄盖之事彻底宣传开，让江东水师大营里每一个士卒都知道。还要将阚泽替黄盖送降书之事开诚布公，明说曹丞相对黄老将军惺惺相惜，将授予高位。他周公瑾不是要用苦肉计诈降了，那我们就假戏真做。咱们的大都督还是太年轻了，居然把黄老将军给逼反了。不能够，我觉得这是不一定真。黄老将军就算受了点委屈，怎么可能就反叛了呢？受了点委屈，你也不看看黄老将军多大年纪，被打得皮开肉绽，为咱们江东辛劳了一辈子，差点被周瑜毒打致死。换你寒不寒心？寒心。想不想反？好家伙，黄老将军肯定是不想反了，就算反了，那也是被逼反的。还不信是不是？黄老将军现在还瘫在床上不能动弹，连信都是看着看夫子渡江去送的。不能够吧？你们看，那不是看夫子吗？看夫子，黄盖将军真的降了曹操吗？看夫子，这是假的，对不对？看夫子，你真的渡江去帮黄老将军送降书了吗？阚泽冷汗直流，浑身都在打颤。我被曹孟德给骗了，他竟然将一切都开诚布公了。阚泽一口血水喷出，当场昏厥。曹操答应消息不外传，谁知1日不到，江东已传遍。阚泽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，而是直接吐血昏厥。黄老将军真的被大都督给逼反了，黄老将军都要投曹操了，我们还在这里坚持什么？是啊，曹操有100万大军南下，光是水军就是30万，我们一共才10万人。不干了，黄老将军都降曹了，我也不干了。这则消息火速传遍了整个建业城，将领谋反。可黄盖不一样，更何况是被周公瑾逼反的。公瑾啊公瑾，你这是意欲何为？黄老将军，你怎能投曹？你这如此，将吾我孙权置于何地？大都督，我麾下将近1半军士都出逃了，根本收不回来。为何如此？兵士们得知了大都督杖责黄老将军，士兵们心中不满，又闻听阚夫子为黄老将军给曹操传了降书。大都督，我麾下军士大半都溃逃了。周瑜脸色惨白，曹军还没渡江呢，江东10万虎士就不战自败了吗？主公来信，大都督亲启。周瑜手忙脚乱地拆开信封。唐人已派人入建业，大肆宣扬黄老将军事。唐人甚至派人到建业宫里，把你逼反黄老将军的事情讲给我听。公瑾，汝不知黄老将军德高望重，年老体衰，还是不知他战功累累，对我江东忠心耿耿。孤何以面对江东百姓？公瑾，汝意欲何为？合肥近段时间军中点武越来越多，军中传出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戏谑之言后，点武的数量增加到每10人1个。
接下来要盘查便是魏延管辖的士兵。魏延不想因扰乱军心这种莫须有的罪名被砍了脑袋。魏延反叛的种子早就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。我不能死，我还没去追随唐仁先生，我还没为唐仁先生复仇。我魏延是顶天立地的汉子，即便是死，我也不能屈辱的被人斩首。我要死在沙场上，死在战斗中。武长魏延，例行审查，还请随我入帐相谈。典武的语气十分不妙，魏延知道一定是邻近的武长将他出卖了。魏延抽出长刀，手起刀落，刀光一闪，便斩下了典武的人头。我乃武长魏延，诸葛亮沽名钓誉，害得你我弟兄死伤无数，换来场场惨败。江夏、新野2场大败，5万弟兄死伤仅剩2000，百姓遇难无数，幸存者沦为流民。刘备撵走唐人军师，独尊诸葛村夫为上宾，不顾你我将士安危。诸葛村夫冷血无才，大耳贼刘备疑心离德，眼下曹贼100万大军压境，唐人军师负气出走投身曹营，刘备必败。弟兄们，若是不想做无谓的死亡，就和我一起武装起来。魏延声音洪亮，短短10数息的功夫，音便传遍了整个教场，不少士兵们都是心神为之所动。魏延闹出的乱子，第一时间传到了中军大将马谡的耳朵里。真是无法无天，区区一个武长竟有如此大的反心。先生早就说军中还有唐人的奸细，现在终于现身了，即刻逮捕斩首，以儆效尤。马谡先生，这种事情还是我出手的好。关将军，我敬你忠孝仁义，可不懂你为何要追随刘备这等伪君子。为人臣，为人兵，你却口出如此狂言，你已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。关某与你无话多说，今日便替主公斩了你这逆贼。别人都怕你关羽，说你关羽世上无敌，可我魏延偏不信。魏延挥刀主动攻上，一名不见经传的小武长。这场战斗在士兵眼里根本没有悬念，然而接下来的一幕却叫8万将士目瞪口呆。只见魏延挥刀竖劈，关羽横刀格挡，关羽突厥双臂一沉，虎口发麻，隐隐有些不支的迹象。他万万没想到，小武长魏延竟有如此力气。我还真是小瞧了你。魏延，今日之事，你若就此作罢，给诸葛军师负荆请罪，给主公请罪，我可保你姓你，并举荐你为先锋将军，统领万人。刘备为了诸葛亮，连立下累累功绩的唐军师都能撵走，还有何事做不出？我何德何能与诸葛亮相比？若要我认错投诚也可以，叫诸葛亮与刘备给唐军师3叩9拜，可12个响头认错。若是做不到，我魏延宁为了公道，为了忠义，为了唐军师，死又何惧？魏征说的慷慨激昂，热血万分。原本还在观望的士兵们，又有不少人响应。算上最初的200人，魏延麾下已经有800拥趸。既然你一心求死，那关某便成全了你。魏将军快走，我们掩护你。尔等不是关羽对手，快撤退，撤往汉中。汉中有陈道将军接应，我们共为唐主公谋士。魏延则策马上前与关羽大战30回合，30回合皆平手。魏延大有越战越勇的架势，8万将士看得目瞪口呆。小武长这么厉害，关羽也是越打越心惊。他现在已没有丝毫留手，刀刀发狠，刀刀致命。可魏延却能与自己打得有来有回。800士兵得了魏延命令，策马突围。魏延也是且战且退。魏延抓住空档，将关羽甩开，策马逃遁而去。问你们，关羽告诉刘备和诸葛亮，我魏延会给他们准备一个大惊喜。速传3000关家军，随我出城追袭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定要斩杀魏延。快速撤往华容道，绝不可恋战。 800士兵全力奔袭，身后箭矢不断，密集箭雨遮天蔽日。800兵士全力挥舞着手中刀戈抵挡箭矢，全速撤往华容道之地。不停有士兵中箭，魏延也中箭。先生，军中武长魏延造反，与关将军大战30回合不败，现已领800叛军出城。关将军调走3000关家军追袭，是要斩杀魏延。魏延为何叛逃？回先生，前几日军中传言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，便是出自魏延之口。他这是畏罪而逃。魏延造反时还蛊惑大军，言说是为了唐人的公正，此人当真该诛。马谡啊，马谡，你真是闯了大祸！若你不深究那军中戏言，魏延这等绝世将才又怎会叛逃？真是坏了主公的大事。你可知关将军追到哪里了？华容道。
速遣斥后骑快马追上关将军，告诉他不要深追，华容道有峡谷，若有伏兵，关将军必死。父亲，万万不可再继续追击，此地极为凶险，一旦敌军在此设伏，此地怕是吾等绝地。若不杀他，此人必成主公大患；若叫此人投入唐人麾下，那更是绝境。此人今日必须死，不惜一切代价斩杀魏延。贼人休逃！今日我关某定要将你斩于马下。逃！谁说我要逃？关羽，明年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，好好的看一看四周。华容道两侧山谷上，密密麻麻的弓弩手纷纷站起，蓄势待发。许褚亲率5000虎豹骑快速杀至。关羽，军师早已算准你必会追杀至此，特命吾等在此送你上路。想要关某之命，那便亲自来取。弓弩手听令，虎豹骑听令，军师有令，灭杀关羽、关家军，不留活口。顷时便天箭矢自上而下倾泻而落，加上山谷两侧月光映照，影响着关家军的视线。一时间，华容道峡谷内惨叫、哀嚎声响彻不止。关羽、关平听力抵挡着箭矢侵袭，但如此密集箭雨下，又有月光影响着视线，纵使关羽有着万夫不当之勇，亦难以抵挡。父亲，你怎么样了？想天下英雄，凡文无名，无不丧胆，今日却被这等鼠辈暗算。父亲，眼下时局对吾等不利，就让孩儿掩护父亲撤退。关羽，看吾乔郡许褚将你斩落马下。快掩护父亲先走！黄口小儿，吾敢与我许褚一战。魏延亦率部全速追击关羽于众，经过方才伏杀一战，3000关家军在密集箭矢射杀及虎豹骑的冲杀之下，早已十不存三。今护卫在关羽身旁的兵士也不过100-200之众。军师有令，绝对不能放关羽离开。于禁手持弓弩，目光死死地锁定着逃窜在华容道内的关羽。伴随着一道刺啸破空之声响起，直射入关羽背部。先生运筹帷幄，不过倒是有一事令本丞相颇为不解，不知先生可否解惑？丞相但说无妨。先生怎会如此肯定关羽一定会追兵前往华容道？若关羽并未追击而去，岂不是白白浪费先生埋下的暗器？我先已让魏延于军中讥讽诸葛，再假借马谡之手，令关羽问责于魏延，待魏延斩现其过人之资，且叛逃于刘备。关羽又岂会不动杀心？若魏延逃离，一旦成长起来，关羽是否又会有其把握？是否又为刘备树立一大敌？故而关羽必会一心要除掉魏延。先生真乃大才，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。丞相谬赞了，当下之际，应尽快解决关羽这个麻烦。不错，军师所言极是。传令，立即派遣之后调查关羽踪迹。关羽此次身受重伤，必然逃不了多远。一旦有其下落，速速来禀，切勿不可伤及关羽性命。唐人面色微变，看来曹丞相还是舍不得关羽。找到关羽立斩，只要关羽首级，不求活捉，能射死便射死。军师，丞相明白你爱才之心，但关羽之勇冠三军，在场皆知，且此人更是以忠义闻名于天下。一旦认定刘备，绝不会侍奉于二主。若保关羽性命，我军将士不知道要死多少人才能活捉关羽。可即使将其追拿，这关羽又岂会甘为丞相所用？为了这为不熟的白眼狼，实为不妥，故必将其射杀。此等猛将不能为我所用，也绝不能留给刘备。丞相，唐军师所言极是。难道丞相忘记先前是如何对待关羽，而那关羽又是如何回报丞相了吗？既然不能为我所用，那便杀了吧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必须将关羽的脑袋拿下。云梦泽外200里，赤兔马驮着陷入昏迷的关羽。关羽身受重伤，只见赤兔马往宜城方向行去。因襄阳宜城有荆州名门马氏。当下如何是好？再这样下去，我江东10万虎士，怕是连一半都剩不了了。甘宁、周泰、凌统、太史慈，末将在。我命尔等各领麾下部曲，分堵大营4门。公瑾何以至此？
吾与黄老将军还有看夫子谋划了一出苦肉计，想要杀一杀唐人的锐气，不曾想被他将计就计。现如今只令诸将分堵四门，不过权宜之计，人心不定，不能成军。如今军中哗变，有泰山崩摧之势，我有定军心振士气之法，愿说与大都督听。司马先生既有高见，请畅言。有道是乱世用重典，如今乱局，当行以雷霆手段平息动乱。当行以何种雷霆手段？杀，以杀之乱。如今乱局，只有鲜血和人命才能让江东士卒静下来。军心已乱，杀几十上百人虽能止住动乱，但人心惶惶。如今虽兵士人心惶惶，但需一场胜利，一场大胜即可提升士气，荡平江东士卒内心的慌乱。何等大胜？此次大都督所行之苦肉计为诡计，诡计虽能起奇效，但很容易被干扰，最终自己反受其害。这一次被唐人用阳谋将计就计，便是例子。在下也有一阳谋，只需大都督手书一信，写给那曹贼。可是离间计。对了，大都督给曹操写一封信，信中就言唐人才略旷古未有，吾等西越城服。信中再言大汉丞相之位，有才者居之，曹操可让位。信中还虚言为平天下动乱，早还黎民安康。待唐人去了西川之后，就让将兵权交接之。让我们出去，让我们出去！黄老将军都被逼反了，这仗还怎么打？甘宁将军，人心已散，大势已去，你们何须做无用功？此人乱我军心，当杀！尔等各回个营，本都督既往不咎，如有违逆，就地扑杀。周公瑾，你个无能鼠辈，逼反了黄老将军，你有何颜面统领吾等？放吾等回家！放吾等回家！箭雨飘落，这一日，江东大都督亲领执法队，杀95人，伤176人，江东大营哗变被迅速平定。大都督，一共有将近万人已经离营，传无令，限期3日归返，既往不咎。在下以为还应该再加上一条：3日之内不归者，以叛逃罪论处，期为继子为奴。可以杀治乱，周公瑾果然是杀伐果断之人，只是离营3日不返，以叛逃罪论处，期为继子为奴，这不似周郎的作风。难道司马懿成了周公瑾的狗头军师？周公瑾以雷霆手段制止了军中哗变，但也只是强行压制住而已。江东军心已彻底涣散，军心惶惶，已不复从前的10万江东虎士。要想重新恢复士气，除非是打上一仗，并取得大胜，攻城为下，攻心为上。周公瑾来而不往非礼也，破你的苦肉计只是无奈防守罢了，这才是我唐人真正的反击。来人，拿去给曹丞相。之前封孙策之子孙绍为江东刺史，骠骑将军，封孙权为会稽太守，就已经种下过种子。妙啊！想不到现在才是真正要施展的时候。孙权、周瑜，江东4大士卒，好一出连环计！来人，再遣500人入江东去建业。要散布的消息如下：月光之下，曹操把唐人写在信上的计策一条条开始布置下去。我不是让你们封住4门了吗？废物，都是废物！现在城内民情如何？民心惶惶，对大都督的意见很大。今天一早，唐人设计谋合肥，关羽下落不明，关平被杀，一则新的消息再一次开始席卷江东。军师，大事不好了！说何事不好？关将军追入了华容道，原来魏延叛变出逃，一切都是阴谋。华容道上许褚竟大设伏兵，3000关家军全军覆没，就连关将军战死华容道。此事可当真？千真万确，华容道内尸山血海，3000关家军全都死了。我千叮咛万嘱咐叫你不要去，你偏偏要去。现在你死了，我如何与主公张飞将军交代？如何与8万将士交代？立即封锁消息，暂时不要叫士兵知道关将军的死讯。你随我同去面见主公。可怜我那二弟英雄一世，却落得如此草率结局。大哥，二哥他可是真的战死了。三弟，你二哥他战死了。你说是何人害我二哥？究竟是何人？将军，是许褚和于禁，是唐人下令让他们在华容道埋设伏兵，军中发动哗变的魏延也是唐人的奸细。我也唐人小儿，我兄长待你不薄，为何要对我二哥痛下杀手？我要宰了你，为二哥做祭奠。还有许褚、于禁2个小小之徒，不该与我二哥正面相抗，就只会如此下三滥的手段。魏延又是个什么东西？都给我等着！我张飞今天就杀了你们！滚开！
关将军已死，大战在即，军中不可再生变故。张将军还请不要莽撞，一切以大局为重。诸葛亮，你是说我二哥被奸人所害，这个仇就这么算了吗？我二哥的仇就不报了吗？还请张将军以大局为重。大局，去你娘的大局！我二哥死了，这就是你说的大局。往日大哥护着你，二哥也替你说好话，可我张飞就是看不上你，你赶走了唐人，接连大败，害得大哥赔了夫人又折兵，现在你连我二哥都害死了，你还想害死谁？是我还是大哥？我看最该死的人是你。三弟，给军师道歉。大哥，他害死了二哥，给军师道歉。大哥，你难道忘了我们兄弟三人的桃园结义了吗？是他害死了二哥，是他诸葛亮，给军师道歉。你不敢给二哥报仇，我自己去。三弟，你给我回来！张苞、关兴去拦他，绝不能放他出城。诸葛亮说不出的无力，他在张飞身上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杀念。张飞刚刚是真想杀了自己。诸葛亮以为自己出事之后，定能搅动中原风，为刘备出谋划策，问鼎天下。即便出事后接连大败，也没有将诸葛亮击溃。可现在从张将军身上感觉到的杀意，让诸葛心悸。难道我诸葛真的如此无能吗？军师不可，万万不可！丞相，合肥的事可先停一停了，江东需要继续对付。丞相，江东放出第一条讯息，周瑜逼反周瑜，此举致使江东大营军心涣散，孙权与周瑜之间必然产生缝隙。第二条讯息是江东大营哗变，此举使孙权惶恐，民心思变，四大家族与孙权离心离德，孙权必是怨恨周瑜。第三条讯息是天子册封孙策之子为骠骑大将军、江东刺史，却只册封了孙权为太守，现已在孙权的心里埋下了种子。接下来只需派一个人去说给孙权一个人听即可，这样便能离间孙权与周瑜。曹操看着唐人满是赞赏，唐人此举简直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。司马懿的那份书信同样是这个道理。当然，唐人的计策要比司马懿的老辣很多。现在就看江东年轻气盛的江东之主能否抗住这套组合拳了。关羽被杀，合肥失守，曹操平江东。臣死罪。杖责黄老将军之事，是臣不妥，以致酿成大祸。但是大都督无需自责，此皆是唐人的诡计。唐人身负通天谋略，可说是当今天下奇谋第一。莫要说大都督，就算是诸葛孔明，不还是在华容道上失了关羽，3000精锐尽数折损。正想与主公商议此事，关羽被杀，刘备如失一臂，元气大损。曹操欲平江东，必先拔合肥。如今合肥势单力薄，困守孤城，只怕难以守住。主公，我们要做好独自应对曹军的准备。先有赵云陈道，后有魏延，也不知刘备身边还有多少唐人的棋子。唐人能入曹营，恐怕曹营之中也少不了他的棋子。我怀疑许褚与唐人有救，也不知我江东之内是否有唐人的案子。关兴将军、张飞将军他要带兵寻仇，主公劝说无用，还请将军您前去劝慰。劝你妹的！你爹死了，你去不去劝慰？这他不干曹贼，我们自己去，让他在合肥好好当他这个主公，滚出去！唐人奸贼设计伏杀我二哥，昔日他在营中，我二哥待他不薄，可唐人狗贼却恩将仇报。今日我张飞点将出战，闯荆州大开杀戒，许唐人狗贼向上人头来祭奠我二哥。关羽战死的消息如一记重磅炸弹一般在士兵们心中轰然炸响，人们面面相觑，眼神之中满是震惊。如此悍勇之人竟然战死了！怎么，刘备劝不住我，叫你来劝我吗？他派个傻逼叫我劝叔叔别出兵，死的不是他爹，他说的倒是轻松。我为人子，为人弟，父兄皆被歹人所害，尸骨未收，如此大仇怎能不报？三叔，我是来和你一起给爹报仇的。尔等与我共领3万兵马冲杀荆州，为我二哥关羽报仇。为关羽报仇。什么？张将军执意要去复仇，一个个都想干什么？都急着送死去吗？关羽不听号令，张飞现在也不听，他们以为我是为了谁才如此费心费力？去，叫他们去请夏侯夫人。三弟，你究竟要干嘛？跟头驴一样，你为何就想不明白？荆州有曹贼100万兵马，你区3万，这不是送死吗？那唐人连军师诸葛都被赶棘手，你又如何能战胜？二哥被歹人所害，你不愿去报仇，我自己去，你为何还要拦我？难道二哥的仇就不报了吗？就让二哥白白嘎了吗？二弟的仇怎能不报？只是时候未到。那等何时？等你我都老死吗？二哥的尸骨还无人收取，暴尸华容道。大哥，你闪开，不要拦着我。
我又何尝不想为二弟报仇？可是你带着区3万兵马，怎么报仇？连唐人的面都见不到就被嘎了。你死了，我怎么办？我单枪匹马如何为你们报仇？纵死又何妨？想要我不出兵，除非你现在砍了我，让我随二哥而去。若主公执意阻拦，便连我们的人头也砍了吧。我等不愿做那不忠不义之人。张将军，你看那是谁？翼德。诸葛亮，你为何将我夫人也拉扯过来？若能拦住将军，保住将军性命，手段再如何卑劣也值得。诸葛亮，你算盘打错了，我张翼德的夫人可不是普通人。翼德，二哥被歹人所害，你若不能替他报仇，便是不仁不义之人，我便不认你这个夫君。今日我看谁敢拦我。大哥，关将军嘎了，如段主公体谅，现在这头驴还要去，这合肥还能守得住吗？他这一去，必死无疑。要真是没人能拦住张飞，我看这合肥也没必要待了。先是陈道叛逃，接着魏延哗变，现关将军又死了，真不知这诸葛亮究竟是智星还是灾星。要说诸葛亮的计谋不行，倒也不是。诸葛亮提出的那些计谋，换做你，我绝技是想不到。可这些计谋就是不奏效，接连失败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诸葛亮的才谋在唐人之下。你说主公撵走了一个才谋远在诸葛之上的大才，这岂不是倒行逆施？老天赏给主公唐人这等大才，主公却不珍惜，那大运自然就转到曹操的身上。自从唐人入曹营，曹操接连大捷。你的意思是唐人便是大运，唐人才是真龙护道的人才？就是如此。难怪妹妹会主动委身于唐人，你我兄弟二人都不如妹妹啊。我现在在想，我们糜氏究竟还要不要继续资助刘备？妹妹都委身唐人，眼下刘备又颓势尽显，守住合肥基业的成功率实不存疑。这种情况，咱们兄弟是不是也要早做打算了？暂时先观望观望，唐人那边也得托妹妹洽谈洽谈。若是势头不妙，咱们就转支持唐人。告知你家马良公子河东郡谢人从合肥来投奔。襄阳马氏虽不是显赫大氏族，但在襄阳地界还是有话语权。马氏共有5子，5子的表字里都带有长字，故乡便用马氏5长来指代马家5位公子。此刻马良正查看着合肥的地图，虽还未出世，但马良对天下是十分关注。诸葛亮究竟要如何凭借区8万兵马抵抗丞相100万雄兵呢？启禀公子，门外有一浴血壮汉求见，他说是河东郡谢人，从合肥来投。浴血壮汉，河东郡谢人。关羽关将军便是河东郡谢人，从合肥来，难道是关将军？马良参见关将。然而话说一半便被关羽抬手打断。马良会意，将关将军搀扶进院，并派人请来了襄阳最好的大夫。马良参见关将军。马良与诸葛亮是旧识，自诸葛亮被刘备请出山后，马良便一直关注着刘备阵营的动向，对关张2位忠勇之士心中很是钦佩。关将军，发生了何事？何以至此？关某感谢马公子救命之恩，此恩关某必涌泉相报。待关某回合肥，便向大哥引荐公子。关将军为人忠勇，换谁都会搭救。不过将军究竟发生何事？为何伤重来到荆州襄阳？他将魏延哗变直至华容道遇伏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全盘托出。马良越听越心惊，关羽面对如此必杀的局面，竟还能逃出生骗，关羽究竟有多神勇？马良同样为唐人的奸计感到胆寒。他虽没见过唐人，但唐人获封首席大军师的消息早已在荆州传开，唐人的那些计谋事迹也早已成荆州士族茶余饭后的谈资。只恨我害死3000弟兄，独自苟活，却不能斩了那叛贼魏延。若是魏延投入唐人麾下，那大哥胜算就更小了。关将军，我以为那魏延本是唐人麾下的奸细，这一场伏杀就是唐人针对将军你设计的阳谋。眼下最重要的不是斩杀唐人，而是合肥。现知将军生还的唯有我马良，恐怕那唐人早将你战死的消息传到了合肥。将军，您是玄德公的肱骨之臣，是玄德公的左膀右臂，是军心所在。若是你战死的消息传到合肥，恐合肥的大军将会生出变故，而这变故的核心很有可能就是张飞将军。马良公子慧眼识局，关某感激不尽。关某必须即刻上路，回返合肥。关将军糊涂，那唐人既然在华容道摆下必杀之局，那见不到你的尸首，他是不会罢休的。恐怕丞相的大军已在荆州范围内展开搜索，将军若是现在出去，岂不是自投罗网？那还请马良公子为关某准备笔墨纸砚，让关某给大哥写一封信。此计甚微，眼下所有寄往合肥的信件都会严加审查，若是寄信，还是由我来寄的好。
我与孔明乃是旧识，信中夹杂些暗语，他能清楚。不过为了叫张飞、刘备信任，还需关将军的一件信物。马良公子只需在信中写上长生2字即可。关某本字长生，后改字云长，此事只有大哥与三弟知晓，有此2字便可服人。张飞等一众战将当着士兵们的面不尊刘备与诸葛亮，这叫士兵们不禁开始思考，要不要和魏延将军一样叛曹刘备会更好呢？不知不觉间，刘备和诸葛亮渐渐失去了军心。将士们，关羽之死竟是唐人之谋，我刘备自问对唐人问心无愧。可能你们当中有人在下，是我赶走了有功在身的唐人，才招致唐人的疯狂报复。可事实是当年唐人事必攻侵，我想勤政慰劳三军，为唐人横加阻拦。起初以为那唐人是体恤我，可后来有了诸葛军师，我才得知这唐人是想将我取而代之。你们当中有随我刘备共同起事的弟兄们，我刘备待你们如何？待贤良之才如何？曹操麾下文臣谋士多如繁星，江东孙权有鲁肃、周瑜辅佐。我刘备呢？我刘备帐下人才稀缺，若非逼至绝境，我又岂会撵走唐人这样的大才？若我是那虚伪之人，为何不杀了唐人，而是将他逐出军中？将士们，千万别中了那唐人的离间计。关将军的仇，我刘备立誓，此生必报。眼下刘备为了笼络军心，选择污蔑唐人，只有给将士们树立一个十恶不赦的共同敌人。尽管刘备心中对诸葛心存怨怼，但刘备实在是缺少谋臣，为了保全诸葛，刘备只能如此。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，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，而我渐渐明白，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光。自曹操下令操练水师，欲以一举拿下江东以来，蔡瑁、张允2人几乎夜以继日的操练。水军将士们挥舞着手中兵戈，整齐划一的挥刺着。我听闻江东水军天下无双，更有传言这江东水军未尝一败。但我可以告诉你们，这一战我们不会败。关羽如何？关家军又如何？自吕布死后，关羽看谁皆是插标卖首之徒，其麾下关家军更是被其吹嘘为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其结果又如何？只需本军师略施小计，便可令其死无葬身之地。而那江东水军天下无双又如何？我们打的就是天下无双，只要灭掉江东水军，你们便是天下第一。大丈夫生于天地间，当征战沙场，建功立业，又何须马革裹尸？只要踏足江东，尔等之名皆可流传百世。众将士听令，传我命令，登团。军师，这便是夜以继日打造的战舰，加上荆州现有战舰，共计大小战舰500余艘，其中大型战舰方长120步，高约10余丈，可承载兵士3000余人。若是顺风全速航行，日行可达100里。另外数月以来，军械器备也在不断改造中，保守估计，在赤壁之战前，我军可调出箭矢不少于30万根。好，大都督辛劳，待我回去，自会向丞相如实禀明大都督之功。多谢军师美言。唐人指向卢荡从中的一些稻草人及战船。众将士听令，今日就让我看一看你们训练的成果，展示出你们应有的杀气。天下无双又如何？我们打的就是他天下无双，狭路相逢勇者胜。众将士，杀！放！一根根箭矢形如暴雨，一轮接一轮，箭矢接踵而至。这样的战术亦正是当初唐人所创，乃是采用3轮射方式，每艘战舰之上共计配备3组弓弩手。第一组射出1轮箭矢后，迅速推至后方，第2轮继续，待第2轮射出后，再推到最后张弓搭箭，由第3轮继续轮射，周而复始。在最短的时间内，有效的打击敌军，让对方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。整整1日，唐人皆在战船上度过，与将士们一同训练，指挥着行军。想那关羽温酒斩华雄，斩颜良诛文丑，千里走单骑，其声势为名。没想到今日竟被军师一道连环计打得生死不明。军师何许人也？孙刘大军在军师面前也不过是土鸡挖狗。唯一可惜的就是当时我未能亲手斩杀了那关羽。诸位有所不知，军师命吾等在华容道埋伏，借助两侧地势才能困杀关家军。大战之初，关家军死而不乱其行，退而有度，这样的一支大军，一旦成长起规模，无疑是我们的劲敌。多亏了军师的连环计，将关家军诱杀至此。若是平原，两者相战，吾等怕无法轻易拿下关家军，甚至付出的伤亡将会是现在的数10倍。军师之才多至近妖，平生罕见啊！军师之才堪称亘古烁今。你们以为军师的连环计只是在刘备军中安插了一枚小小的棋子，为的就是将关羽引出来吗？哦，难道其中还有什么更深一层次的含义？还是说此计之中另有巧妙之处？
你们以为这魏延只是小小的一枚棋子吗？错了，我从他带回来的兵士口中得知，当时关羽率军追击，与之一战，双方大战30回合，魏延而不落下风。小小武长竟有这么强？自然，根据我的分析，军师使用此连环计外，一是为了诱杀关家军与关羽，这二嘛，便是将魏延从刘备军中拉到我方阵营来。这样恐怖的战力，若是留在刘军之中，岂不是便宜了那大耳贼？今日请诸位前来，正是为了商议接下来关于合肥、江东两处的战事，容不得有半点马虎和差错。丞相攻略江东前，有一人我要举荐给丞相。武长魏延参见丞相。魏延，你能领300兵马投效，又能与关羽大战30回合不败，便已不是小小武长了。曹操话里有话，他想要让麾下将军们和魏延比武，亲眼见识魏延的武力。主公，魏延孔武悍勇，我很是钦佩，请主公赐令，让我与魏延兄弟切磋切磋。好，元让，我和那关羽有过交锋，还是叫我来吧。既然2位将军都想与我魏延交手，那不若一起上吧。年轻人有傲气是好事，可傲气过剩，则是会遭到反噬。魏延小将，还是稳妥些好。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，岂能言而无信？好，若你能与虎侯元让交手10回合不败，我便封你为先锋将军，领1万中军，仗中施展不开，我们去教场。众位将士，那日在合肥与关羽大战30回合不败的魏延，今日魏延要挑战许褚、夏侯惇2位将军。我已立下许诺，若魏延能在2位将军的围攻之下坚持10个回合，便封他为先锋将军。魏延背负长弓，腰佩长刀，手握长枪立于马上。他擅长骑射，刀工、枪技也十分了得。许褚手持火云刀，背负长枪，摆好了架势，杀气腾腾。夏侯惇手握长枪，单兵立马，好不神勇。魏延拉满长弓，箭矢破空而出，对着许褚战马脚下便是2箭，精准射起半米高的沙尘。许褚身下战马受惊嘶鸣，翻腾跳跃不止。马受惊，魏延瞅准机会加紧马肚，策马上前。2人短兵相接，枪尖碰撞，迸发出刺眼的火花，铿锵之声不绝于耳。短暂交锋1个回合，魏延已经摸清楚了夏侯惇的脸。夏侯惇跳马不及，被马儿压在身下，短时间失去了战斗力。如此2个回合，便轻松击败了夏侯惇。这个魏延着实厉害，2个回合就把夏侯惇打趴了。我绝不能轻敌，不能叫小先生看了我的笑话。狂猛的力道震得枪杆频频颤抖，冲击感顺着枪杆波及到虎口。魏延直觉得虎口发麻，这般力气与关羽交手时也相差无几。若是叫许褚这般震刀震下去，手臂断然受不了。仅1个回合，双方便对招40，刀刀阵战，刀刀力度狂涌。渐渐的，许褚发现这魏延是越打力气越大。如此2人已交战了9个回合，许褚之下1回合若是再不能胜，那便是大败。2打1，即便是平手，也等同于失败。只听砰的一声闷响，魏延和许褚的长刀竟然相互切割，陷在了一起。眼前的一幕叫在场所有人都震惊了。魏延神勇，当如在事关云长。魏延神勇，魏延神勇。诸位请看，自华容道一战，关羽大败，刘备如断一臂。此时的刘备早已没了往日的气候，一旦率军兵临合肥，刘备大军难以抵挡。而此刻的江东士卒对孙权有所不满，其麾下将士更是对周瑜离心离德。江东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。此时我军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，但不可有半分大意，狮子搏兔亦需用全力。一旦与江东开战，其海上兵力将全部集中在赤壁，届时我方大军将全部铺开于此地，对江东进行毁灭性的打击。大军师，我有点担心。我军固然在兵力及战舰上占据有利局势，但有一点不可不防，海上作战不同于陆地，一旦出现变故，将士们很大可能难以变通，而战机稍纵即逝，一旦被周公瑾抓到可乘之机，必然将。不如诸位反过来想一想，若你们是周瑜，面对荆州水军会何想法？
荆州水军兵力虽多，战船虽大，却并不熟悉水战，而这也将是江东唯一取胜之处。不错，既然他们觉得荆州水军缺乏于实战，必然会在此事上轻视，而越是这样，江东水军也越容易落入提前准备好的陷阱。不知大军师口中所说的陷阱是？数日前，我已代替丞相前往鄱阳湖检验荆州水军。除主要作战战舰外，我会采用一部分大翼、小翼、秃帽等战舰用于主要作战。同时，这些战舰之上配备钩具等作战武器。一旦江东水军迎击而来，荆州水军大舰散开，以大翼、小翼、秃帽等战舰为主要战舰，采用钩具等武器，使两方战舰相接。如此一来，我军大舰则可趁势攻入江东水军战舰之上，敌进则钩之，敌退亦可钩之。众人闻言，眼前顿然一亮，没想到唐人还留有这样的后手。另外，据我所知，赤壁之地水势极为复杂，交战之时切不可贸然追敌，以防中了埋伏。若敌退，则可按照事先规定的路线强行登陆，未免敌军以溃退之势，反而再次袭扰。届时大翼、小翼、秃帽等战舰则可趁势追击。此次一战，我军占有全面优势。我打算安排蔡瑁、张允二人负责赤壁战场，于禁、庞德二人负责大翼、小翼、秃帽等战舰，听从蔡瑁、张允二人指挥。军师，那吾等呢？放心，接下来便是合肥之地。眼下关羽生死不明，关家军阵亡。此刻的刘备几乎没有一战的能力，一旦我大军来袭，最有可能便是弃城而逃。故此，我要你奇袭合肥，在最短的时间内围歼合肥内的刘备大军。诺。未免有意外情况的出现，一旦我军调度，必然引起诸葛亮的警觉。若许褚率军赶至之时，对方已弃城而逃，最为有可能逃离的两个方向，便是广陵或是丹阳。广陵上可进赴徐州，断我军粮草后方；丹阳下可入江东，与江东合兵。故此，夏侯渊、夏侯惇，末将在，你们二人负责此地的围堵。诺。这一次我定要刘备、孙权等留，此无葬身之地。诸位尽快下去准备，待荆州水军及粮草军械筹措完毕，便是我荆州大军南下之时。大都督，荆州急报。当周瑜看到急报内容的第一眼，脸色骤然惊变，荆州水势异动，随时有兵临江东的可能。短短一句话，仿若让周瑜如蒙天塔。荆州之地传来加急军报，荆州水军异动，因有南下之势。这么短的时间，蔡瑁、张允便可将荆州水军训练完毕，可眼下箭矢等怕是都还不够用。以目前我江东之局势，内忧外患，若荆州水军来犯，将无法抵御。够了，今日是商量对敌之策，而不是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公瑾，你可有何良策？当下时局，无论是兵力还是战船，我们都比荆州水军弱数倍。一旦双方大军开战，我江东必陷入极为不利的局面。自荆州训练以来，我江东夜以继日地打造箭矢、军械等物，可时至今日依旧难以满足，必须加快打造箭矢的速度。公瑾，如此短的时间，且不说能不能打造出如此多的箭矢，单是所需的箭雨、木材等都不是一个小的数字。子敬，其中困难我自知晓，可水军作战，若是没有箭矢，我江东水军无异于砧板上的鱼肉，任人宰割。一旦双方水师进战，我江东水军的优势将荡然无存。除此之外，还需再多打造一些小型战船。荆州水军多北方人士，虽经过一段时间的海上训练，但毕竟不是常年在海上作战之兵，缺乏实战经验。唐人定会安排大型战船将这些兵士聚拢于一处，而我们所打造的这些小型战船便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。这些小型战船便可用于袭扰荆州水军。关于箭矢所需问题及小型战船的建造，只得劳烦子敬与子布督造了。公瑾不必如此，眼下江东危机，我等自当出一份力。眼下我等自会督促将士及江东百姓们全力打造弓弩、箭矢及所需之物。除此之外，我会修书一封给刘皇叔，请其相助一批箭矢于江东。那个大耳贼贪生怕死之辈，眼下荆州水军用兵于江东，那唐人又岂会不趁此时刻发兵于刘备？此时向那刘备借箭，怕是会一推再推。公瑾此言差矣，也正因那唐人对我江东、合肥同时用兵，吾等也才容易借鉴。一旦江东失守，那刘备无异于将面对曹军的全部压力。唇亡齿寒的道理，相信诸葛亮不会不知。但愿如此，诸位，此乃江东危机存亡关头，还望诸位打起12分精神。眼下合肥越来越乱，关羽死了，张飞不听话，这合肥如何待啊？我看要不了多久，曹操就会发兵。现在军中士气低迷，士兵全都怀有二心。曹操大军一来，怕是过半士兵都得投降。真搞不懂那关羽，明知华容道容易设伏，非要硬闯，他就没想过他死后会接连发生的事情吗？统帅3军的大将死了，军心受挫何等严重？将士若不报仇，军心又会动荡到何等程度？兄长，现在我们要考虑的不是这些问题，而是要考虑是不是要及时止损。糜芳，你的意思是要叛逃？之前你就提过，
我说再等等，实际上我是拒绝你的。兄长，忠义不能当饭吃。咱们糜家已资助了刘备不少钱粮辎重，共事这些年，咱们资助的还少吗？兄长，刘备这些年除了逃跑还是逃跑。当年在徐州，要不是吕布辕门设计，主公早被袁术大军剿灭。再往后呢，小沛留下军师唐人和5000兵马，自己带着大军逃跑。新野、江夏带着20万百姓逃跑，偷偷夺下合肥，又背着孙权逃离了建远。现在合肥大战即将开启，刘备又想着往汉中逃跑。我再看看曹操和孙权，曹操控制大半个中原，孙权独居江东一隅，刘备有什么？天天就是编草鞋，假仁假义，收买人心。兄长还是为咱糜氏好好想想吧，要不是他刘备现在还需要咱糜家的钱，你我便是第2个唐人。糜芳这一字字一句句直戳糜竺心窝。这么多年的相处，糜竺早已知道刘备并非当初他所想的那般仁义，可为了顾及糜氏的名声，他还是一直追随。可咱们已支援了刘备这么多钱，现在撤出去，那些钱岂不是白花了？而且，要是咱们这时背叛了刘备，世人会如何看待我们糜家？兄长，再继续支持下去，损失才更多。至于你说的名誉，世人的看法，那重要吗？古往今来，素来成王败寇。当年项羽何等英姿，不也是自刎于江东？高祖皇帝拿了天下，世人如何看待高祖皇帝，又是如何看待项羽的？历史素来是由胜利者书写的。唐人为刘备鞠躬尽瘁，反观那刘备每天只知编草鞋，对于军政丝毫不上心。兄长，那刘备在教场上是怎么蛊惑军心的？他竟说是唐人不让他参与军政，你我心里都清楚。如此歪曲事实、倒打一耙的主公，你觉得还有追随的必要吗？如果刘备真的仁义，那为何陈道、魏延会先后叛逃？以魏延的本事，当个3军都尉不过分吧？合肥我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，反正我是走定了。兄长便信你一次。两兄弟做出决定，当晚便收拾行囊，连夜秘密逃离了合肥。先生，大事不好了，糜氏兄弟跑了，府宅上下收拾一空。什么？诸葛亮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糜氏兄弟的叛逃对于刘备来说极其致命。刘备起事多年，所有的开销基本上都是糜氏在担负。糜氏兄弟走了多久？估计是昨夜子时离开，府邸上下全部财物都被带走，速度应该不快，到现在应该有3个时辰左右。3个时辰，快马可走300里。糜氏兄弟离开合肥会选择去哪里？如果回许都，那糜氏兄弟就放弃了天下争霸，这不可能。去江东建业投效孙权。孙权虽能守住江东6郡，但长江以北200里无人区的缘故，江东北上只能偏安一隅。那唯一的可能就是荆州樊城，刚好糜真也在樊城，快去禀告主公，糜氏兄弟就在如须水。主公若是骑快马追赶，还能追得上，千万要劝回糜氏兄弟。若没了糜氏兄弟的资助，那合肥大战必败无疑。主公，糜氏兄弟连夜逃跑，府邸上下一片狼藉。糜竺为人忠义，怎可能会抛下我？我与糜竺情同手足，虽未结拜，但却情真意厚。我与他们糜氏兄弟可是亲人。主人，快追吧，要不然就走远了。主公，先生说糜氏兄弟现在就在如须水，打算去樊城投奔曹操。若现在骑马追赶，定能追上。糜氏兄弟坐于渡船之上，兄弟2人从昨夜亥时便已动身，距离现在已4个时辰。糜氏兄弟早将府上财物分成2拨送往许昌，兄弟2人则是轻装上阵，一路上乘马车抵达如须水，乘快船驶入江口。刘备策马扬鞭加快速度，穿过树林，波光粼粼的湖面映入眼帘。然而水面之上空无一物。诸葛亮说糜氏兄弟就在如须水，可刘备以最快的速度赶到，连个人影都没看到，这让刘备心情跌入谷底。他知道他已彻底失去了糜氏兄弟。刘备看着水面上自己的倒影，昔日英姿勃发的自己，现在却是颓废枯槁。夫人跑了，2弟死了，3弟兵变，众叛亲离，我刘备糊涂。如果当初不撵走唐人，那现在的一切都不会发生。一步错，步步错。我刘备此生最大的错误，就是轻信了那诸葛亮。我刘备不识珍宝，叫庸人误一生，庸人误我啊！一旁的马谡全听在耳朵里，只觉得如芒在背，如鲠在喉。走吧，回城。朋友啊，朋友，你可曾想起让我？如果你就承受不起，不轻易忘记我。刘备回到府上，便躺在了床上。江夏、新野听从诸葛亮的谏言，带着百姓离开，结果被百姓所累，丢了半生基业。为何江东结盟，合肥7成钱粮辎重被江东渡走，让刘备失去了一大笔物资。眼下
唯一能够救他刘备于水火的，便只有江东孙权。简雍何在？叫简雍来见我。先生，主公快马加鞭抵达如须水，可江面之上空无一物。糟了糟了，怕什么来什么。马谡啊马谡，你误我啊！你说他们走了有3个时辰，可照现在看来，根本不止3个时辰。先生，主公后悔撵走唐人，并说庸人误我。庸人误我，一切皆因我哪有脸面配得上卧龙2字？先生，请不要如此看清自己，您可是水镜先生的高徒。为今之计，只有江东能救我们。随我面见主公去，这一次赌上我诸葛亮的项上人头。启禀主公，军师诸葛与马谡求见。亮知主公想维系江东联盟，亮可愿前往，若是不成，亮愿赔上脑袋。叫他们进来吧。军师还有何计？糜竺、糜芳根本不在如须水，可真叫我好找。启禀主公，关于糜氏兄弟，我不想多说，但我料定这定然也是唐人的阴谋。眼下糜氏撤资，合肥受不起大战，合肥又腹背受敌，孤立无援。现在唯一能救合肥的只有江东，江东与主公唇亡齿寒，亮怎敢保证？此去江东，定能带回足够的钱粮辎重。师尊，此去危险，曹操又有铁索断江，还是让我去吧。不可，周瑜才谋不输于我，你不是周瑜的对手。主公，我与周瑜打过交道，互有胜负，没人比我更了解周瑜。这次江东之行，必须我去。诸葛亮一番话语不断的强大自身的不可替代性与重要性，他要让刘备知道，刘备麾下只有他诸葛亮能够外交成功，给合肥带来希望。你要去，那便去吧。一起北下，在原野上呼啸奔驰。他从许昌火速南下，要送一份800里加急。这份密函至关重要，乃是主政中原的荀彧亲笔写给曹操一封信。来了，听到马蹄声了，之前信使都是从这里过。军师真是神机妙算，若是能截取到有用机密，吾等都要升天发财了。路边厚密的枯草丛中，数人已在此蹲守好几日。他们是刘备麾下军士，受诸葛亮之命出城数百里，埋伏于此处。都准备好，射！数道寒光，不过眨眼间，身负曹营最大机密的信使已倒在了血泊中，断绝了生机。3、4名军士上下其手，从信使的怀中翻出了一封信件。小七，你怎么了？别发了，上面写的啥？我尚书令荀彧，大汉丞相曹操亲戚。明公，听闻荆州粮草已所耗无几，需调中原之粮南下，100万大军，日耗巨量，所需人力物力，沿途损耗之惊人程度，敢告以明公前。中原初定，民生凋敝，正是百岁待兴之际。敢见于明公，切不可为取江东一隅之地，便将中原、河北、荆襄、山东等州府尽数拖垮。此不至也。荀彧愿为明公筹谋，调集各州府之粮草南下，然也仅足大军3月之量。若再多，那便伤民。3月之后，若江东仍未收复，望明公班师回朝。3个月，天不亡我，快去将此事告知城内士卒，只需再坚守3个月。3个月后，曹军不战自退。一路上两人无言。这一次江东之行是诸葛亮最后的机会。一行人来到了入江口。先生，这一路上未生事端，倒是个好兆头。先生此去江东，必定旗开得胜，主公也会重新信任先生。希望如此。一发铁头淬毒的箭矢当的一声射在船上，距离诸葛亮的脑袋不足半拳距离。诸葛亮当即拉着马谡就往船上跑，然而敌人一发不中，接二连三的箭矢铺天盖地而来，所有没来得及登船的人全都被射成了筛子。我乃丞相帐下曹仁，今日奉首席大军师之命伏杀诸葛亮。军师说的果然不错，诸葛亮真的来了。弟兄们，取诸葛亮首级者赏1000金。撑船入江，他们是骑兵，只要入了江便安全了。先生，马谡感谢先生教诲提携之恩，眼下若无人拖住曹仁，先生必死。马谡此生无悔成为先生之徒。马谡，军师，请不要让马谡将军白死。先生，匡扶汉室的大业就全靠你了。为了军师能顺利抵达江东，誓死抵抗。
先生，匡扶汉室的大业就全靠你了。诸葛妙计安天下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诸葛孔明，你弟死的人头我就拿回去领赏了。楼船之上，诸葛亮看着曹仁手里马谡的人头，听着曹仁戏谑的话语，诸葛亮目眦欲裂，心中悲痛不已。马谡悔不该跟吾来江东，吾为何要执意去江东？都怪我。诸葛亮从船舱之走出，看到10余艘印着曹字旌旗的楼船横亘在长江之上，数十名荆州水师在楼船甲板之上，长刀霍霍。敌军每一次挥刀都会带起一道喷溅的血线。军师，主公的未来就全仰仗您了。无论如何，您都必须活下去，兄弟们，冲啊！百夫长留下一队士兵守护诸葛亮，自己带着仅剩的弟兄与敌人砍杀作一团。纵使百夫长如何骁勇，依旧双拳难敌四腿。乱刀之下，百夫长连个全尸都没能留下。诸葛亮，我乃荆州水师大都督蔡瑁，今日特奉大军师之命，在江上设伏。大军师说，对付你诸葛亮3000新兵足矣。蔡瑁的这一番话，无疑是压倒诸葛亮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既生亮，何生堂？自然是以你诸葛亮的庸才来凸显我家大军师的天才，你不过是我家大军师的陪衬罢了。马谡为师无言苟活了，主公，亮不忠，要先走一步了。诸葛亮话音落下，走到船舷边，张开双臂，投江而去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绝不能叫诸葛亮跑了。丞相，军中的粮草已不多。崔良信前几日已送去，行令军的性子不会供给太多的粮食，我估计不会超过半年。毕竟北方出地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。何须半年？哦，小先生，这江东3月可平否？何须3月？之前的每一处布置，每一次用计，看似眼花缭乱，实则是一层一层的推波助澜。即便是微波涟漪，这么一层层的击打过去，也水滴石穿。孙刘联军的核心在江东，而江东的核心在孙权。只要孙权稍微一动摇，整个孙刘联盟都会巨震。喵！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，是非成败转头空。百折不挠，弘毅宽厚，大名鼎鼎的刘皇叔，且随着浩荡大江东去吧，就用你的鲜血来开启我司马懿的时代。今日终于有所感悟，想出了一条计策，可对曹军保江东20年无虞。我司马懿要登台了。司马懿虽被唐人整得很惨，但要说当时能逃过唐人魔爪的人，貌似也只有他一个。断仕途，灭全族，还能苟且活着投身江东得以重用，这就司马懿的能耐。主公，周公瑾实在可恨，当初便是此人主战，将我江东拖入泥潭。公瑾毒打黄老将军，黄老将军历30，他打的是我江东3世，打的是主公，打的是先主孙权，打的是主公之父孙文才。黄老将军之言难道有错？敌众我寡，敌强我弱，就应趁荆州水师新军尚未成军主动发动进攻。现荆州水师新军至少已训练出10万，现已晚，此人主战却不能战，他这是要毁我江东10万儿郎，毁我江东数百万百姓，兵败如山倒，请先斩周公。孙权越想越乱，心如焦焚。司马先生，听文先生想出可破曹军、可保我江东20年无虞的妙策。禀主公，此策须分几步，愿主公听我详言。姑洗耳恭听。第一步，需主公写一封信给曹操，说原本江东不想抵抗，是刘备、诸葛亮煽动了鲁肃与周瑜。主公18岁即将东魏，并无威信，只能亡送。如今这等僵局，实在是骑虎难下，有心投诚，奈何孙刘联盟已经结成。主公可告诉曹操解决之法，就是曹操攻克合肥，杀刘备，如此盟约自动解缔，主公就可安然投诚。诈降，那曹贼生性多疑狡诈，如何能信？这就需要第2步了。为取信于曹操，主公可主动或被动把这封信的内容公之于众，但以其生性多疑的性格，该是半信半疑。接下来应如何面对？合肥重镇，兵多粮足，非30万大军不可下。曹操欲拿下合肥，需40万大军，如此曹操100万大军已去办。此时可是出兵攻曹？非也，此时或已取信于曹操，但最多只是轻信而已。又有唐人在侧，所以曹军绝不会完全放松警惕，绝对不可轻举妄动。主公，我们要把你与这些人对弈，与他们较量。先生请继续。主公，你要做是曹操把刘备灭掉，造成江东独木难支，然后假装投降。此时纵使曹营一众谋士死盯着江东大营，然曹军必然放松警惕，其中荆州水师也会完全松懈。等到这时，立马发动夜间突袭，
10万江东虎士全部出击，直猛攻的30万荆州水师，哪怕只让荆州水师损失过半，则曹军20年内都在无力南下。孙权一听懵了，总结起来就是撕破脸皮，脸都不要。先在天下人面前保证和曹操结君子之盟，然祸水东营，把盟友刘备坑死，把之前的协定全都撕毁，最后抓准时机疯狂输出。主公，简雍来迟了。我本想让你去江东，可现在却被军师抢了先，现已无事，你回吧。主公，我这便动身追赶军师。简雍带着500轻骑往江东赶去，行至江边渡口，简雍隔着树林闻到浓浓的血腥味，江边的场面叫简雍双目圆瞪。江边之上，数百具士兵尸体，尸体当中赫然有一具无头尸首。简雍惊愕发现，这具无头尸体竟是军师的弟子马谡。全面搜寻军师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500轻骑立刻散开，在密林之中搜寻军师的踪影。简雍则命人将士兵的尸体就地掩埋，扩大范围搜寻军师，无先带马谡的尸体回返合肥。启禀主公，我全力追赶军师，却在入江口发现了士兵尸体。从现场残留的敌军盔甲制式来看，截杀伏击军师的乃是曹贼的军队。这是主公，这乃是马谡的尸首。我到达现场，只看到马谡的无头尸。眼下我已派500轻骑搜寻军师，军师是死是活尚未可知。马谡，你如此年轻，还有远大的前程，你为何就此了？我都已想好，等合肥大战之后，我便封你为军师，让你总领军政大权。可你却死了。主公，荆州水师大都督蔡瑁送来，说主公务必查阅。玄德公，我奉大军师之命伏击诸葛孔明，本欲只是将其活捉，不料诸葛棣死不从，投江自尽。我派300水鬼搜寻半日无果，恐诸葛孔明命已绝。爱到尽头，覆水难收，爱有缘无恨有无忧。无边的黑暗，无边的火光，不知过了多久，诸葛亮恍惚间感觉自己置身于江水之中。诸葛兄，子敬为何在这里？子敬你也死了吗？诸葛兄真是吓坏我了。我正在前往建业面见主公的途中，忽见江面上飘着一个活人，仔细一看，竟是诸葛兄。诸葛兄，究竟发生了何事？明氏兄弟叛刘降曹，主公没了钱粮支持，若是打起仗来，合肥不超3天便无粮可吃。我想来江东求援，谁知路上遇到唐人埋设的伏兵，2000将士皆死，我的徒儿马谡也。马谡小将如何了？马谡为助我过江，被曹人斩了。诸葛兄，你不能死，待你伤好，我与你一同面见主公，一同劝谏。主公，请多保重。我三弟他如何了？启禀主公，张飞将军还在沙场练兵，看样子估计明日就要大军开拔了。宪和，我三弟他做事鲁莽，你一定要替我劝住他，千万不能让他出兵。你怎又来了？你每次来总没好事。从糜夫人与唐人同居在一起后，每次来报全是坏消息，一次比一次坏。我能斩了你泄愤吗？不要害怕，跟你开了个玩笑。说什么事情？启禀主公，这是荆州襄阳宜城马氏送来的密信。宜城马氏，我与马氏并不相熟，为何会给我送信？刘备心怀疑惑，拆开密信，阅览了密信的内容。刘备无神的双眼重新焕发了光芒，脸上挂满了欣喜的表情。马氏马良来信，我二弟没有死，他就住在马良府上。唐人，你不是伏杀我二弟吗？没想到你也有失算的时候。我二弟没有死，我二弟一脚无敌，一脚无敌。我得告诉三弟去。不是说来投奔曹丞相吗？怎不在樊城亭？兄长，我们此行投奔的并不是曹丞相。当初是你说投奔唐军师，我冒着被主求荣的骂名与你一起叛逃。如今你说不投奔曹丞相，兄长误会了，我们的确要去投奔唐军师，但却不是去樊城，而是去汉中。为何去汉中？兄长，汉中之地谁做主？陈道将军与长沙太守黄忠共镇6城。陈将军离去时是如何说的？为唐军师谋不平，才算而出走。眼下7000兵马便数万，却并未自立诸侯，这是为何？为何？自然是在等一个主公。陈将军是因唐军师才分而离去，那兄长以为陈将军在等待的这个主公是谁？是唐军师。原来陈将军的兵马是为唐军师所筹建。我们不去樊城直面唐军师，反倒去汉中，又是为何？兄长，在樊城，在曹操麾下，纵使唐军师再如何受宠，他依旧也是谋臣，是臣子。我们糜氏家大业大，若是表明了去樊城投奔唐军师，只会有2种结果：一种是把唐军师架在火上烤，
曹操如此多疑之人，岂会容许臣下私营势力？第二种便是成为曹操的臣属，听从曹操的调遣，无论哪一种都不是你我兄弟想要的结果。与其去樊城面见唐军师，倒不如先去汉中和陈将军会合。张将军，有大好的消息，你还不去迎迎主公？除非抓到唐人交于我手刃，否则什么都算不上好消息。那要是我说二爷他没有死，还活得好好的呢？简勇，我告诉你，敢拿我二哥开玩笑，我不管你是谁，照样挑了你。三弟，休得无礼！你二哥从宜城来信，他没有死，他还活得好好的。大哥，二哥真的还活着吗？我二弟一家无敌，二哥还活着。大哥，我不遵军令，想要私自带兵复仇，此乃大罪，按律当诛。但现在合肥大战即将开启，军中正是用人之时，还请大哥酌情量刑。等到大战结束，张飞愿听从大哥发落。三弟，当大哥的又怎真的生你气？你与二弟的感情何等深厚，大哥何尝不知？但在军中，若是不处罚，难以服众。这样，留守原职，罚俸3月。同时，8万大军交由你操练，必须给我练出一支劲旅来。是。将士们，我二哥没死，唐人、许褚、于禁在华容道胜负又如何？依旧杀不了我二哥，我二哥天下无敌。关将军天下无敌，关将军天下无敌。主公说了，鲁肃军师先入宫来，劳烦诸葛先生稍后。难道孙仲谋已经从了司马懿之谋略，直接放弃孙刘联盟？该死的司马仲达，有一个唐人这样的对手就已焦头烂额，现又来个司马懿这样一坨拦路屎。诸葛兄莫要多疑，我主乃当世之人杰，定不会为司马懿所迷惑。你我肝胆相照，做兄弟，在心中本就生死之交，无需多言。司马先生，外面那人是？正是刘皇叔的军师诸葛孔明。哦，诸葛亮循声望去，蓦然怔住。他见到了那一袭黑袍之下的英式狼顾，司马懿也看向了诸葛亮。卧龙、种虎初相见，一坨拦路屎，此人绝非善类。久闻诸葛军师大名，司马仲达，这厢有理了。大名鼎鼎的诸葛孔明，如今却是这般惨相。卧龙，且先让我踩着你的尸体攀上高峰，再与那唐人一战。诸葛亮察觉到司马懿的来者不善。司马仲达哪里来的司马仲达？籍籍无名之辈，从未听闻过。如今曹军大兵压境，吴侯还是慌了，什么鸡鸣狗盗之辈都收入门下。是啊，若论名声，诸葛军师之名，天下何人不知，何人不晓？想那火烧新野冯夏侯之事，长坂坡上遭惨败之日，吐血昏厥于江南，草船借箭于江北，江东路上丧马谡，华容道上死关羽。卧龙凤雏的伊可安天下，凤雏何在？名满天下，门生弟子遍天下的庞德公何在？水镜先生司马徽又何在？正所谓三顾茅庐出笼中，一见唐人误终生。诸葛军师真是神机妙算，机智近妖，天下无敌呀！当下诸葛孔明只觉得怒火冲颅，机遇昏厥，一丝甜意在喉咙中涌现。他被唐人虐也就算了，他技不如人，如何能让这初出茅庐的司马懿压上一头？唐人富有通天谋，乃无一生之敌也。对了，你叫什么来着？在下司马仲达。哦，什么达？司马仲达。哪个司马？和那司马氏还在吗？诸葛亮飘飘然3两句，却像是拿一把刀狠狠插进了司马懿的胸口。每每深夜念及此事，司马懿都忍不住痛声哭泣。诸葛亮心知已抓住了司马懿的软肋。司马懿，我孔明得刘皇叔三顾茅庐，有知遇之恩，汝抱头鼠窜，昼伏夜出，才得喘息之机，逃至江东，才得活命苟且，也配与我诸葛孔明指指点点。想那唐人虽有通天之谋，屡屡败我，然又有何惧之？我与刘皇叔生死相托，虽有百折，而未曾离。据守孤城而执大义，直面曹营100万大军者，刘备、刘玄德也。纵威如累卵，亦披荆沥胆，九死一生，尽忠以报三顾茅庐之遇之恩者，舍命与唐人对弈，无诸葛孔明也。司马懿，你为一己活命，抛弃全族，苟且江东之内，未有尺寸之功，徒逞口舌之劳，有何颜面与吾并立一隅？你这不忠不孝之辈，如此无能无义之人，也敢在这建业宫前对我嚷嚷犬吠？司马懿整个人都陷入了呆滞，面目神情痛苦无比。种虎，我看是土狗，真当我诸葛孔明浪得虚名不成？收拾不了唐人，我还收拾不了你。子敬，孔明与司马懿，你如何看他二人？孔明为卧龙，司马懿为种虎，此二人都有惊天伟地之才。孔明刀锋亮节，可托大事，只可惜已跟了刘备。司马懿此人，
说到这里，鲁肃点到为止，毕竟现他和司马懿同朝为官，若说的太露骨，只恐有相互攻讦之嫌疑。司马仲达之谋可用，司马仲达之人不可用，可使其居高位，绝不可使其掌实权。子敬，你是江东首席大军师，需帮姑看住他。卧龙、荣虎参谋皆在我鲁肃之上，只可惜孔明遗辅刘皇叔，司马仲达应是狼顾，可用其谋而不可用其人。恭敬此言，今与主公之言如出一辙。主公是如何说的？司马仲达之谋可用，司马仲达之人不可用，可使其居高位，绝不可使其掌实权。吾主之英明，不逊曹刘丝毫。孝直，我好愁。主公该是在想刘备的事情吧？知我者，法正也。我一直在想，究竟要不要出兵远增刘备？主公无需担忧，合肥落魄，那刘备借道汉中往北逃窜时，我们让出管道即可。毕竟以目前的局势，外援的兵力无法救活合肥，合肥城破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主公要考虑的是合肥城破以后，应如何应对曹操的大军。刘备退守合肥，必定借道上雍城。陈道既然叛逃刘备，就绝不会放刘备轻松通过。到那时，他与曹贼里应外合，那危险的可就不仅仅刘备一人，我偌大的益州也会腹背受敌。请主公下令，即刻围剿上雍城，斩杀陈道、黄忠，夺回汉中全部9县。就依照先生所言。主公只怕严颜将军会不同意。先生可有妙计？切记，千万不能寒了严颜将军的心。眼下最有效的办法，就是一步一步夺了严颜的兵权，等拿下汉中9县，再将兵权交还给严颜将军。到那时，即便严颜将军心中还是有怨，也说不出什么话来。甚是，就依先生说的办。传我命令，唤刘巴、吴懿、黄权入府，召李严、孟达入府。不多时，5位大臣来到府上。今日召见诸臣，乃有要事相托，事关我益州生死存亡。眼下刘备合肥内乱不停，兵变频起，如此一支残军，必定不是曹贼的对手。曹贼若攻下合肥，定然会发兵我益州，而汉中9县就是我益州横断阻拦曹贼大军的天然屏障。汉中9县我们必须全部掌控，可汉中9县我益州只得3县，还有6县在陈道、黄忠手里。我欲攻打陈道、黄忠，诸位以为如何？刘璋一番话说完，5位大臣把视线都落到了法正身上。不用说，这些话定然是法正的意思。虽然5人心中都有怨怼，但却并没有反对意见。面对曹操的大军，唯有掌控汉中9县才有一战的可能。并无异议，谨遵主公所言。刘巴、吴懿、黄权，你3人取代严颜、张任，掌控汉中兵权；李严、孟达，你2人入主汉中，主管汉中军政大权。益州存亡，全仰仗诸位了。眼下合肥、江东已成定局，倒是益州刘璋近来有些动作。益州刘璋的性格较为保守懦弱，他可是会影响到军师的计划。若是给我1000兵马，我去益州挑了那刘璋。不仅从西川寄来的密信，上面记录着刘璋近来的人事调动。刘巴、吴懿、黄权3人分管汉中兵权，李严、孟达分掌汉中财政军政，而原本主管汉中3县的严颜与张任则是被调回西川，被架空了职权。秦时5人分权，刘璋这是想要打仗啊！刘璋如此调动，的确是要动兵了。子龙，你能看出刘璋要动兵？那你猜刘璋要打哪？通过汉中，直抵合肥，莫不是要打合肥？非也，刘璋如此调动，看起来像是要打合肥。不过他真正的目标乃是陈道和黄忠掌管的汉中6县。合肥内乱频发，破城是迟早的。合肥城破，丞相下个目标就是刘璋。而汉中横亘在益州与丞相大军之间，刘璋为了自保，自然要拿下全部汉中才安心。对于刘璋的动向，唐人早已料到，并早做好了排布。当初在刘备麾下之时，唐人可没少奔走。刘璋，你若不动，尚且还能苟延残喘一段时日；动了汉中，怕是你命不久矣。孝直，我已经将汉中的军政、财政大权全部移交，接下来是否发兵攻打陈道？面对刘璋的询问，法正不由叹气。刘璋的懦弱与依赖，让法正知道他不是能成就大业的主。法正不想再追随，可眼下他还没闯出名堂，所以法正打算先在刘璋麾下打出名声。启禀主公，献个相排布已就位，但在与陈道开战之前，还有更重要的一步需臣亲自前往。最重要的一步是何事？臣要去合肥说服刘备发兵汉中，我们需与刘备同时发兵，前后夹击，说服刘备这一步，既是锦上添花，也是重中之重。我得孝直，如虎添翼，此事就交给孝直去做。曹贼歹毒，唐人阴险，他俩让我失去了很多重要的人。启禀主公，府外有一州来使求见。益州刘璋是我的同宗弟兄，既然派使者到来，应当有求于我，叫使者进来吧。益州军议校尉法正见过玄德公张将军。原来是孝直，孝直前来，可有事求我？玄德公，孝直此番前来只为送一份大礼。刘璋有何大礼要送给大哥？
汉中、陈道。孝旨，具体如何，还请详说。玄德公，曹操大军对合肥虎视眈眈，汉中是您唯一的退路。可眼下汉中被陈道、黄忠占据6城，断了您的退路。我家主公想要夺下汉中，已准备出手，但贸然攻城难免会陷入持久战，所以我家主公想速战速决，这才派我前来与玄德公借兵，只需发兵1万，由张飞将军领兵截断陈道退路，到时陈道腹背受敌，必败无疑。不知玄德公意下如何？哦，计策的确很好，可我担心唐人。玄德公，你太高看那唐人了，此番计谋乃是一州机密，唐人根本不可能知晓。如此甚好，我也正有此意。法正圆满完成了任务，但刘备却偷偷打量着法正。益州牧刘璋其人懦弱，容易轻信臣子，难成大事，所以想出联合攻打陈道这计谋之人，定是法正。孝旨，我帐下正缺你这等大才。我的才华已经这些人主诸侯们察觉到了，不过追随刘备还得考虑考虑，毕竟货比三家，曹操、孙权还没去看过。玄德公，孝直一笨，追随一主便已是蒙恩，怎可是二主？孝直感谢玄德公如此看重。刘璋心情大好，法正安排的一系列布局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，只等法正带回好消息，便可攻打陈道，夺汉中余下6县。刘巴，零陵郡征阳县人，与邢道荣同乡，出身于官宦世家。刘巴少年时便颇有名气。有一件事情压在臣心中许久，不知该不该说与主公听。你既已站在我面前，还有何可犹豫的？主公，臣以违法正此去合肥，很有猫腻。刘巴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此番攻打汉中，乃是孝直奔前走后，为我忙碌。如此股肱之臣，你居然诬陷于他。主公，让我、吴懿、黄权、李严和孟达5人都去汉中，这并不是您的主意吧？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如果臣没猜错，这应该是法正的计谋。主公不妨仔细想一想，区区汉中需要5人分权吗？我们5位臣子都被赶去了汉中，那西川都城之内，可还有人能比得过他法正？主公，您就不觉得法正是故意支走我们这些忠臣吗？刘巴3言2语就把刘璋给忽悠住了。原本还对法正无比信任的刘璋，现在心里也犯嘀咕了。主公，你可知私下里有些人是如何评价您吗？如何评价？有人说，主公你性格懦弱，容易轻信臣下的谏言，而且还年轻好糊弄。究竟是何人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？启禀主公，说出这话的正是法正。不仅如此，他去合肥也是别有用心。主公，如果臣没猜错，法正是去合肥邀请刘备发兵汉中吧？正是。主公，这是法正的借口。他此去合肥的目的乃是缴纳投名状。前几日军中传来消息，马谡战死，诸葛亮投江生死未卜，刘备麾下正缺谋士。法正此去是想要为刘备献上一州，他想要让刘备取代主公您啊。法正这个狗东西，亏我如此信任他，这狗东西竟然如此对我。来人呐！传我命令，以法正3族女子全部移籍为妓。幸亏子初提醒及时，否则我就成为刀下亡魂，无颜面对父亲了。让开，让开！主公有令，法正不忠，乃刘备内奸，以法正3族女子全部移籍为妓。骑兵一路高喊，原本还不明所以的人们这下全了解了。人们你一言我一语的热切讨论着，他们并不知道法正是被刘巴陷害。法正，你来找我大哥，是背叛了刘璋来的吗？张将军何出此言？我此番乃是作为主公的使者，劝谏玄德公出兵汉中。孝直，你看看这个吧，这是斥候刚刚从益州送来的情报。法正见刘备也是一脸凝重的表情，法正颤抖着双手看完密信中的内容后，法正彻底怔在原地。法正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刘巴，你这个狗东西，你害我全家3族，整整2000余人。刘璋，你这个懦弱的家伙，如此轻信小人谗言，不辨是非，如此主公不随也罢，你干我全家，我也要杀你全家。刘璋、刘巴，你们谁也别想好过。刘璋啊刘璋，你还真是给我送了个大礼。孝直，我没想到刘璋竟如此愚蠢，居然听信了小人的谗言，没有举证就直接下杀手。作为他的同宗弟兄，我代刘璋向你致歉。玄德公，杀我族人的是那刘璋，您没有理由替他致歉，我只恨不能亲手复仇。孝直，若你不嫌弃，我刘备愿为你的族人洗清冤屈。南州千代言，皇帝勇，为国出宝华泽。玄德公，还叫我玄德公。主公。法正衷心呼号，叫得刘备心里飘飘然。但刘备正却不知唐人的计中计即将开启。
孝直，今日之后，你便接替军师一职。这一次的汉中攻伐就全交给你了。等拿下汉中9县，便立刻发兵剑指刘璋。刘备跟法正许诺攻下汉中便攻打益州，然而实际上法正心里却并没打算。益州能固守这么多年，自然说明其军事力量不俗，更何况在刘璋这样懦弱主公的治理下，还能完好的立于诸侯之间，足以说明益州的攻伐难度不低。刘备现在不过是在给法正画饼而已。大哥，这法正不能信，他今天能够背叛刘璋，明天就能背叛你。对这种人，就该叫他从哪来的回哪去。嘿嘿，三弟，在武力上我不如你，可在用人上你不如我。这法正的确是心思活泛，未来或许有可能背叛我投效别人，但至少在我帮他报灭族之仇前，法正不会离开我。眼下军师投江，生死未卜，我手中急缺谋略之才，法正这送上门来的人才，根本就是老天爷的赏赐。三弟，在用人这方面，你还有很多要学。我脑子笨，装不了那么多想法。反正我就知法正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就算大哥你对自己用人的办法很有信心，我也不能掉以轻心。这个法正，我帮大哥看着，他要是有一点反叛的苗头，我立马砍了他。刘巴看着送来的密报，嘴角不由得轻轻翘起。这份密报乃是从荆州唐人发来，唐人在益州埋下的棋子就是刘巴。密报中说，合肥刘备已将法正收入麾下，刘备笼络人心的手段对法正很是受用，刘备轻松收获了法正的忠心，现在是时候收网的了。刘巴在益州蛰伏8年，刘巴对法正恨之入骨，因法正阻拦了他的仕途，让他一直谋不上高层的位置。刘备，你不是笼络了法正的忠心吗？那我便叫你好好享受享受。主公，法正全族被杀，可是你为了拉拢他而施展的手段。剑河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你我少年相识，多年君臣，你就如此看我？主公，县外面全在传，是你派人在刘璋耳边吹风，害得法正全族被杀。坏了，这是离间计，快随我去见法正。刘备，别怪我无情。奉主公之命，清查粮草辎重。清查此等小事，先生吩咐一句即可，何须亲自前来？大战在即，事无巨细，马虎不得。待主公前来，将军帮我递个话，就说是吴法正给主公留的一份大礼。人不在吧？禀报主公，大事不好了！城内大小粮仓不知为何突发大火。啊！粮仓大火，刘备心中惊恐交加。粮草乃是重中之重，他一直派重兵看守，为何会着火？本就粮草匮乏，诸葛亮去江东，其中一大任务就是去借粮草。现江东支援粮草没到，合肥城内为数不多的粮草又被焚烧，刘备一时间大脑空白，不知所措。此天绝我刘玄德，苍天啊！此时此刻，合肥城内混乱之际，法正趁乱离开了城内。主公，刘大耳，枉我还当你是明主，却不过是大奸四忠之辈，归图我效忠，竟用计灭我全族，不报此仇，誓不为人。刘璋要死，刘巴要死，刘玄德也要死。时有西风吹动，粮仓内的火舌开始往外蔓延，封住火势，火借风力，以极快的速度往城内民房蔓延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刘备，你为了得我辅佐，竟然设计离间我与刘璋，你且等着，待我入曹营，坐上大军师之位，刘备、刘璋我都不会放过。整整一夜，火势终于控制下来了。幸好合肥城临近巢湖，水源充足，最终还是把火势给扑灭。城内一片焦土，城内大半建筑都被付之一炬，道路两侧哀嚎遍地，死伤众多。主公，粮草保住了大半。昨夜为何起火？是法正。不可能，我与法正先生惺惺相惜，他如何会做出这等事？他怎么可能会烧我粮草？难道是城中谣言，他轻信了？法正何在？让他来见我，我要当面问个清楚。主公，法正昨夜趁乱骑马跑了。法正啊法正，你为何叛我？主公，法正叛变的原因找到了，这是刚刚截获的，乃是法正手书。刘备赶忙接过书信，只看了2眼，就开始浑身发抖。这是嫁祸于人，这又是唐人之计。点3000兵于我，我要亲自去把法正追回来。启禀军师，昨夜合肥大火，法正趁乱出逃，引入荆州地界，就在樊城之外。启禀军师，昨夜法正出逃后，您让埋伏下的2万虎豹骑苦等了整整一夜，现在刘备终于出城了，带了3000骑兵。启禀军师，从合肥城的百姓处探知，火烧合肥的正是法正，军师真是料事如神。就靠法正那一把火，还远远不够。刘备粮食的粮食，如果只供给士兵，那也能让8万大军吃上3个月，一直把丞相给耗走。幸好我还留有后手，
走吧，随我去见丞相，你们去说清楚其中细则。大哥，大哥，二弟如何回来了？可见法正。大哥，不要再追了。我隐隐看到了一人与法正衣着相似，体貌略同，一直追着。只可惜一入荆州地界就见不到人影，再追可就危险了。就算入荆州地界，那又如何？我有3000块骑，来去如风，曹操还能拦得住我不成？大哥，依德无需多言。纵然3000轻骑不顶用，那又怎样？你有万夫不当之勇，有三弟在我身旁，哪里我去不得？三弟，若不将法正追回来，我们哪还有谋士可用？三弟，一小无敌，有三弟万夫不当之勇，我怕个球！荆州地界，许褚一人一马立在原野之上，西风呼啸，一骑东来，是曹营士卒，可他却穿了与法正相似的外袍。许褚将军，他们被我引来了，马上就到。来了就好，嘿嘿，且回营领功去。此处有本侯，小先生的计策真是神鬼难料。大耳贼，你的死期到了。许褚将军可要当心点，那张飞也跟来了。哦，张飞来了，好，刘关张虎老关之战威震天下，我曾生擒赵云，今日就看看这张飞的斤两。主公，大事不好了！主公，大事不好！何事如此慌张？合肥城守军众多，就算是曹军突然来攻，3、5日也难攻下。可是合肥丢了。不是，主公刚离开合肥不久，粮仓又燃起了大火，纵火之人已抓。在我严刑拷打之下，他什么都招了，是陈道之前的麾下。陈道离开后，他们可以留在我军当中，他们全是军中斥候，靠着出城刺探情报时机，常与唐人联系。唐人料定合肥比邻巢湖不缺水，大半粮草会救下来，所以在我们救火之后松懈之际，他们又烧了一把。主公，仅剩粮草已不足1月之用。啊！唐人，又是唐人。这法正真乃狠人，不报隔夜仇。大耳贼现在怕是要吐血3升。非也。哦，小先生是何意思？因为刘备他来不及吐血3升。法正就在前方，把法正追回来。 3000骑兵在加速前进，只约莫半刻钟的时间，就见前方出现一骑，不是法正，而是大耳贼，你中我家军师之地。不好！然而一切都晚，虎豹骑从两侧缓坡上显现，越来越多，左右各有万余虎豹骑从两侧的山坡上倾泻而下。自关羽败走华容道之后，又一次中计了，数万虎豹骑提前埋伏，只等刘备上钩。主公，当下可该如何是好？大耳贼，莫逃！简雍，你护送大哥突围先回合肥，安来断后，火而莫狂。许褚那憨憨设伏的地点应该就在这吧？小先生，我昨夜拨给他2万虎豹骑，会不会不够？难说，刘备的生命特强，要杀刘备，就算派上10万虎豹骑都不一定能成。唐人实在不敢小觑刘备的生命力，历史上的刘备可是堪称打不死的小强，投陶谦死，投吕布吕布亡，投袁绍败，投曹操则卷走曹操前粮兵马，现在人家还活得好好的。我百般算计，却还是棋差一招。启禀丞相，太守府外有一人自称是明士法真之孙，要见丞相。小先生是千算万算，愣是没算到法正会投曹吗？丞相，吾乃扶风法正，曹丞相要为我做主，可怜我一家老小举足上下，可恨那刘备与刘璋。我法正身负才略，不曾想却是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来，有何冤屈，且说来与孤听听。敢告于丞相，都是刘备那厮。我在西川得刘璋重用，刘璋对我言听计从，我法正在其位谋其政，忠心耿耿。岂料刘备那厮见诸葛亮无能，非唐军师对手，在下去合肥时，便一意要留下我。我主为西川刘璋，我岂能辅刘备？然而刘玄德看似仁善，实则虚伪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竟与益州刘巴勾结，诬陷我要请刘备入蜀。那刘璋昏庸之至，一怒之下以我3族。那刘备以为事情做得周全，可纸包不住火，我一怒之下烧了合肥粮草，大火漫天，我这才趁乱逃了出来。什么？合肥城那把大火是你放的？其他谋士也是无比惊异，但曹操与唐人却非常淡定，这场面大大出乎了法正的预料。本以为此举会让他在曹操的心里地位大大加重，会被热情招待。丞相，法正火烧合肥，对我军有大功劳，且为明士之后，曾是西川重臣。刘备为拉拢，竟不择手段，可见法正之才。主公不若就收入麾下，日后攻略西川，也许会有大用。
如今我西川回不得，合肥不能去，无处可归，举足覆灭，还望丞相垂怜，能收容一二。孤少年之时，便知明事法真。既是明事之后，那便留下为我帐下一谋士。小先生以为如何？丞相之意，便是我之意。果然如此年轻，少年登高位，必早夭。就凭我法正之才，在曹营就如囊中之锥，必破囊而出。当初诸葛亮能将你排挤走，现我法正就能将你排挤走。唐人看着法正，不由想起了汉中之事。西川刘璋欲要对汉中下手，即便在刘璋身边埋有案子，可两军对阵，汉中的兵力远不如巴蜀，汉中不过9县，刘璋的地盘10倍于此，当下心中觉得不太安稳。军师，我若走了，何人护持军师安全？无妨，我找丞相把许褚借来便是。且持此信，亲手交于臣道。汉中之战，你若不去，我心难安。军略布局皆在信中，让臣道务必遵行。诺。主公，马上就到合肥城了。3000轻骑被2万虎豹骑伏击，那是一场无比惨烈的激战。3000轻骑活下来不到10人，若不是张飞舍命拖住许褚，只怕刘备的头颅早被许褚抢去邀功了。渐渐的，前方出现了合肥城的轮廓。主公，合肥城到了。终于到了，三弟呢？主公，张将军去拦那许褚去了。若无张将军断后，吾等如何活下来？主公，许褚无能，让那刘备突围跑了，请斩无头以肃军纪。那夜唐人定下围杀刘备之策，曹操点将，营内将军争先恐后争夺领兵机会。毕竟唐人计策周密无比，以2万虎豹骑设伏，刘备生还机会渺茫。若是统兵斩杀了刘备，势必名扬天下。最后许褚依仗蛮力争得领兵出战，当着唐人与曹操的面立下军令状，若没能斩刘备之头，便斩许褚之头。战况如何？刘备3000轻骑尽数覆灭，仅数骑逃出。张飞与我大战110回合后，被乱军冲散。有一部区士卒冷箭齐发，张飞连中数箭坠马。他们说亲眼看到张飞被踏成肉泥。此话当真？不敢欺瞒，我与那张飞鏖战足有100余回合，不分胜负。我与他有些力竭，这才被乱军冲散。他被乱箭射下战马，乃我亲眼目睹。至于踏成肉泥，有10多士卒目睹。当年关羽尚未过5关斩6将，曾对姑说过他三弟张翼德在万军当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。而今张飞已死，则又断刘备一臂膀。率军全面刘备3000骑兵，也算建功。若是刘备身死，则大事可定。许褚，你这功不抵过，让姑如何惩戒你才好？请斩无头！你他喵的，真当我不敢砍了你？来人呐，递刀来！新来的吧，没点眼力见。小人确实刚来没几天。请斩无头！许褚既已立下军令状，姑怎能轻饶？不过念在你认错态度良好，且先打上100军棍。正巧子龙有事走了，再罚你做小先生3个月的侍卫，日夜不得懈怠。这算什么处罚？主公，请斩无头！问你吗？这憨货，跟我回军师府去！还不快滚！滚！北风卷地百草折，一片萧瑟肃杀景象。一个被断了手臂的残兵骑在老马之上，面色惨白。有幸存者回城，有幸存者回城。主公，快叫大夫撑住，老兄弟，这么多年都撑过来了，你一定要撑住。主公，当初一起的兄弟全都没了。主公，何时能有一块落脚之地？我们何时才能安稳下来？老兵一句句话直戳刘备内心深处。快了，只要我们再守合肥3个月，到时曹军就会北返，到时候和江东平分荆州，再取西川，可3分天下而鼎立，很快就有立足之地了。听主公如此说，我就是九泉之下也心安了。主公一定会兴复汉室。刘备的手在颤抖，老兵还不知合肥城中军粮已不足1月。此时此刻的刘备心在滴血。主公，我赶回来就是为了告诉主公一件事。三将军三将军和许褚鏖战上100回合，不分胜负，力竭之际被乱军冲散，有曹军放冷箭，三将军中3箭不止，对吗？我见他被马蹄践踏，血肉模糊。老兵的最后一丝气息没了，睁着眼死的，他死不瞑目，到死也没安稳下来，到死都没看到刘备有一块根据地，到死都没看到一丝一毫的希望。我的三弟，你让我如何给你二哥交代？说好不求同年同月生，但求同年同日死，你怎能先大哥一步？你这是要大哥的命啊！
陈道立于汉中定军山上，眺望山下驻扎的10万西川军，心中百感交集。唐人给他来信，唐人带来了汉中攻略图，如何破败西川大军的详情。定军山是决战之地，唐人还教给他全新练兵之法，并附带了一张连射7箭弩箭的图纸。唐人并给出了新任务，全据汉中之后，以全新的练兵之法训练10万精锐部队。等10万精锐大军训练完成，便可去见唐人。秦师，陈道必取汉中，我一定会用您给我的练兵之法，训练出10万精锐大军。定军山下，浩浩荡荡的一支队伍开来，由蜀将孟达率领。原本汉中就有刘璋的5万大军，刘璋为了以防万一，让孟达又带了5万大军入汉中支援。他奶奶的，刘璋小儿是真舍得下血本，足足放了10万大军过来，近乎是倾尽西川之兵了吧？巴蜀地广人众，可用之兵不低于15万。若是刘璋拼尽全力，20万大军也是凑出来的。若是此战能胜，那就算打断了刘璋的脊梁骨。既然他们来了，黄老将军，我们开始吧。可记住那10个字：以逸待劳，必朝锐，息怒归。这10个字正是唐人传给他们在定军山之战的核心战法。黄老将军策马离去，陈道留守原地。此战陈道坐镇中央，统筹全局。密密麻麻的西川军倚伏而上，一波一波的朝着定军山冲锋，山上滚石一波一波轰隆而下，山呼声在整个定军山飘摇，鏖战了整整1日。定军山道上全是尸体，血水浸透山地。一颗颗头颅被赤血刀横空斩下，老将黄忠率领前军已击退了西川兵10多次进攻。他身先士卒，单是亲手所斩下的头颅就已过百。以逸待劳，必朝锐，击木归。每当西川兵发起冲锋之时，黄忠就收缩战线，以滚石雷木箭雨御敌，只防守不出战。而当西川军冲不动要撤军之际，黄忠就策马带着手下如猛虎下山一样扑杀而出。这一招屡试不爽，对西川军造成了巨大的伤害。真不知陈道黄忠是怎得知消息，居然提前收缩兵力，躲到了定军山上。而今战不能战，退不能退。他们兵虽寡，可占据了地利，5等虽重，士气却是低沉。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，不能这么拖下去了。迟则生变，务必尽快拿下定军山，否则一旦士气被消磨殆尽，他们皆是从山上俯冲下来。那你有何话，且直说。明日一鼓作气，把定军山给拿下。怎么拿下？说得轻松。黄忠所率领不过1万，为何能使遇刺败我10万大军？那黄忠身先士卒，明日5等3将亲领前锋，10万大军缓缓莽上进逼。再是千密督战，胆敢后退一步者，立斩不赦。好，就该如此。攻取汉中，这可是颇天的功劳，有道是得陇望蜀，反过来亦然。得到了汉中，则关中在望。明日西川10万大兵定会全部压上来，决胜之机就在明日。且等着吧，看我明日不敲断他们的脊梁骨。实在是辛苦老将军了，到时需要黄老将军先顶上一阵，待西川兵力有不待之际，我率5000白二军猛冲下去。此一战必要尽全功，为主公打下汉中后，5等也就算是有了自己的一块基业。小雨淅淅，微风徐徐，风声飘飘，雨也潇潇。汉中定军山之战已经开始了吧？刘璋至少发10万兵攻略汉中，陈道虽有将才，可千万不要刚愎自用，以计策而行，汉中可定。军号声在天地间悠然响起，山呼声直冲云霄，10万西川兵全部压上，3将策马齐行，攻下定军山，3军皆有重赏，临阵脱逃者格杀勿论。黄老将军一定要撑住，5等5000白二军蓄势待发。儿郎们挡住，前锋用盾牌。西川军的剑阵推到了半山坡上，当即有漫天箭雨遮蔽天幕，黄忠部下开始出现了大批量的伤亡。他奶奶个熊，给老子放！2000弓箭手向山腰处抛射出一道道箭幕，如同波浪，一层层的往山下冲击。时间一点点地过去，定军山上尸横遍野。日正中午，虽双方都已人困马乏，力有不逮，但仍旧在打拉锯战。此时松一口气，那就是满盘皆输。再有1刻钟，一定要撑住！小子们，看到了吗？那3人就是西川统兵之将，谁能砍下他们的头，升5级，赏100金。
射，对准那黄忠老儿射。放冷箭的狗崽！孟达、张仁、黄权三将应声落马，整个战场上一瞬间的寂静，全都傻眼了。大势定矣，黄老将军真当是神将也，兄弟们！5000百尔兵蜂拥而起，定军山巅斜势俯冲而下。陈道剑指之处，西川军会如山崩，3员大将全身死，10万西川军惶然，如山崩一般，会不成军。大将已死，西川军仓皇沿着来时路逃窜。黄老将军，不好！箭上有毒，快叫大夫！10万溃兵一路南逃，陈道派遣部下领1万兵后方尾随。然而等溃兵沿着来时路就要入蜀之际，却惶然发现剑阁易主，回路被断，剑阁峥嵘而摧为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吾乃常山赵子龙，降者生，不降者死。有胆闯剑阁者，则先试一试我这杆银枪。吾乃常山赵子龙，降者生，不降者死。有胆闯剑阁者，可先试一试我这杆银枪。赵子龙所过之处，溃兵纷纷伏跪，如麦浪一般不断绵延。黄忠3箭定军山，陈道1日收汉中，赵云孤骑降10万。刘璋不敢相信10万大军攻打，然而汉中没了，10万大军也没了，一直握在手里的剑阁也没了。主公，黄忠3箭定军山，孟达、黄权、张任全都身死。陈道纵兵掠取汉中，赵云奇袭剑门，孤骑收我10万西川溃兵。为军之计，必须赶紧调兵遣将，守住西川北的通道，不然现蜀中还有多少兵可用？8万，倾尽全力，也就只能凑出8万可用之兵了。严将军，我悔不该把你调回来。严将军，我把蜀中仅有的8万人马交于你，望将军为我守住巴蜀北面通道，严防那陈道从剑阁杀进来。末将领兵。即便陈道收拢了10万西川兵勇，不能马上用，但刘璋依旧不能心安。主公，臣请求征兵。哦，巴蜀多年未有战乱，人丁茂盛，征10万兵应不是问题。即日征兵，1月之内定要征集10万精壮，如此吾就又有18万大军了。诺。自为西川人主之后，刘璋从未经历过此等大事，内心的慌乱与惧怕让他难以安定。现有了严领兵去镇守巴蜀北道，刘巴又去征兵了，西川暂时还翻不了天。悔不该轻易出兵，要不然就不会遭此大祸。若曹贼要打进巴蜀，可怎么办？刘璋看着地图，俨然发现东至徐州，西至汉中，都已是曹操的势力范畴。往南一线，江东孙权，合肥刘备，然后就是他西川刘璋了。他们无一部正在遭受曹操的轻攻，仅靠西川抵抗陈道都勉强，如何能抵挡住曹操的100万大军？为今之计，只有结盟。我要加入孙刘联盟，唯有如此，才能抵抗住曹操。三将军，真是活神仙，敢问大夫大名？等三将军醒了，他定会为您建祠立庙。玄乎就是，何须留下姓名？活神仙，这让吾等何以报恶？然而他头也不回地往樊城方向走去。他受人所托前往樊城，要为一位位高权重的贵人治病，说是什么头痛。我华佗岂是那等贪慕名利之辈？汉中之战大家都已经知道了，元直，说说你的看法。丞相，汉中之战简直是一场奇迹。陈道的战略部署就像是如有神助。定军山山路狭窄，3路封堵，仅有1路可以出入，但又是进入汉中的咽喉要地，除非孟达等人插上翅膀，否则万般天险，大军不可能过去。既然是咽喉要地，有重兵把守也并不稀奇。可古怪就古怪在这，我等百思不得其解。陈道是如何知道刘璋会发兵攻他，甚至精确到了日期，才能在对方来临前做好万全准备？丞相要知道，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兵法之道虚虚实实。即便派大军防守，长年累月的消耗也不是区区一个汉中能承受。所以陈道在短期内集结如此庞大的队伍，如果不是在定军山、汉中2-3万人的兵力，如何能打败刘璋10万大军？兵法之道，以弱胜强，以虚击实。这场战斗，陈道他们完美的诠释了这一点。莫不是有内应？众谋士百思不得其解。突然，一个身影走了进来。
被打扰思绪的众人都有些不满，是法正这位才从刘璋手下叛逃而来的谋士，故意拖沓时间，不与众人相同，显得格外特立独行。他的出现引来众人不善的目光。主公、诸位，我有一言，请诸位静听。汉中之战，孟达他们的失败，一定是因为内应。那不知孝直大人有何高见？依我看，一定是刘巴，他在刘璋前面进献谗言，诱惑刘璋攻取汉中，然后又趁机联系外敌，所以才会让陈岛他们抢占先机，让3位将军身陨。可有证据？暂时还没。虽然没有证据，可我法正愿毒咒发誓。好了，够了，吵吵嚷嚷，成何体统？这里是议事厅，不是菜市。孝直，我知你从刘璋那里而来，内心对他无比愤恨，也知你在西川时就和刘巴不和，但无凭无据，你又怎能证明刘巴是陈道的内应？凡事不能依靠感情用事。主公。但曹操没再给他机会，挥手示意他退下。法正心有不甘，也只好退了出去。主公，此人太没礼貌了，未免有些恃才狂傲。我倒要看看这法正有什么能耐，就先由着他吧。你们知道汉中大捷，但刘璋准备与孙刘结盟，你们可知？我得到消息，他也暗中派人向合肥与江东送去了盟约。一番话让原本热闹的议事厅又冷清了下来。刘璋与孙刘结盟，对于现在势如破竹的曹军来说，绝对是个不好的消息。西川之地富庶，要是真让孙刘联盟有了西川的支援，那我军想啃下这块硬骨头，恐怕还要费不少力气。不必担心，刘璋必不可能与孙刘结盟。小先生的意思是，小先生可有解决的方法？他有张良计，我有过强击，我早已服下案子。接下来西川已是我囊中之物。秦师，大事不好！子龙何事如此着急？秦师，黄老将军在定军山之战遭孟达冷箭，箭上有毒。老将军现在如何？已经病倒了，好些大夫都不顶用。有了，樊城新来了一个神医，名叫华佗，本是我托人请来给丞相治头风病的。刚好丞相去了荆州水寨，你即刻带华佗去汉中。诺。刘大耳、孙权，刘璋要找你们结盟，使者都快到合肥和建业了吧？千万不要高兴得太早，免得乐极生悲。此出为今之计，我西川已元气大伤，只有求助于孙刘联盟，才有一线喘息啊！主公，依我看，此计万万不可啊！为何不可？主公，你想，曹军根本不足为虑，臣道不臣之心，路人皆知。在这乱世，谁不想建立一番功勋？谁不想名垂千史？臣道也是。所以目前他绝对不会投靠任何一方。可主公有没想过，若是留着陈道，我们北面是陈道占领的汉中，东面是孙刘联盟，更有西川天险，曹大军便是插翅也飞不过来。我们若是严守孤立，三方混战，自然谁也不会注意到我们。可我们一旦投靠孙刘联盟，势必引起陈道警惕，到时候北投曹操，汉中门户可就大开了。说完，刘巴若有深意地望了一眼刘璋，后者想到这个后果，脸上的色彩也瞬间变得铁青。我差些酿成大祸，若非先生，我险些酿成大祸矣。先生大才，刘璋铭记在心，为主公效力，万死不辞。好，吾即刻派遣新使者前往合肥与江东两地，通告刘备与孙权盟约作废。原野上，一骑飞驰往合肥城赶去，一把后世赫赫有名的大刀横骑在马背上，青龙偃月刀。高光血战战役，战火随风涌，英雄江山天下梦。结盟取消？你们是来消遣我的吗？说结盟便结盟，说取消便取消，你们把我孙仲谋当成什么了？我家主公说，汉中乃是扼守要道之地，汉中不灭，就可以拖住曹操，汉中陈道可以为西川北方屏障，唇亡齿寒。简直愚不可及！刘璋就是一个废物，就因这个，他便想撕毁盟约，好一个唇亡齿寒！来人，将这两个人剥去衣服，入油锅炸。刘璋既然不仁，那休怪我不义。他既敢戏耍我等，那我先煮了他的使者，再和他算账。大哥，二弟，我二弟，老无敌！大哥终于等到你回来了。大哥，三弟呢？怎不见他人？三弟，他三弟他到底怎么了？三弟他死得好惨，他被唐人的军队乱箭射死了。唐人，又是唐人，我要带兵讨伐唐人。二弟，如今曹军势众，又连下几场胜仗，
士气高涨，当暂避其锋芒。自刘备听到刘璋结盟破裂的消息，刘备心如死灰。如今孙刘联盟已是他唯一的依靠。这回孙刘联盟的脸可是丢大了。小先生，他们怎么突然笑起来了？你就只知道吃，小先生，你就给这粗人解释解释吧。春秋战国时期，楚怀王熊怀听信纵横家公孙衍的话，合纵5国伐秦，那秦国不是危险了吗？要按说5个打1个，优势在我。你耐心听完。若是平凡人斗5打1，自然是胜券在握，但国家形势不可以以个人避之。合纵5国伐秦，在5国联军浩浩荡荡开向秦国的途中，楚王中途倒戈，命令军队撤出战斗，让4国直面秦国兵锋。最后4国联军面对秦国，怎可能有一战之力？秦可是虎狼之师，4国被覆灭10万大军后，狼狈逃回本国。小先生，你说楚王之后怎么样了？自然是覆灭了。4国联军惨败的5年后，当时秦国丞相张仪游说楚王，承诺只要楚王愿意和最强大的盟友齐国断交，秦国愿意将富庶的商於之地割让给楚国。这不明显是个陷阱吗？这楚王简直是个糊涂蛋。对，所以得知消息的齐王大怒，断绝楚国的一切往来，而楚国在独自面对秦国的兵锋之下，不久便覆灭。丞相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。竟然如此相像。但凡真让西川、江东、汉中、合肥4地联合，依靠长江天险和蜀中天路，能不能攻下孙刘联盟，恐怕还是未知。即使咱们占据半壁华夏之地，对方进攻不足，但守城有余，默默消耗，也未尝不可找到那一抹生机。所以幸好刘璋没有和孙刘结盟，天佑丞相。是啊，否则到时候4方联盟，再遣使者进入凉州后方时期，我曹军虽兵多将广，一会儿只怕也顾不过来。就算刘璋像楚王一般昏庸，但他毕竟占据西川基地，土地肥硕，兵粮充足，况且东有孙刘，北有汉中，我等大军想要过境，怕也不是那么容易。就算刘璋像楚怀王一样昏庸，没有张仪的游说，谁又能保证他不会再主动投靠孙刘联盟的心思？曹操的眼睛却瞬间瞪得像铜铃，看到曹操这样子，就是再傻的人也意识到这件事，曹操绝对知道些什么，更别提在场的都是人精。主公有张仪，就不知谁有幸能成为主公的张仪。莫不是蒋干？说起来，已许久未曾见他。子义虽有口才，但心性浮躁，做事不问粗细，把他比作张仪，恐不太合适。依我看，是钟繇吧。袁长才情非凡，能言善辩，又有临机应变的能力。袁长坐镇许昌，又怎能跑到千里之外的西川？曹操对自家谋士们的请求，曹操看了一眼身旁的唐人，先生可有谋虑？丞相无需多虑，这是我计划的开始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哦。汉中陈道正在训练军队，汉中一战虽损失微大，但凭借陈道他们在汉中深得民心，白耳军迅速扩充到了1万，恢复到了战前的编制。黄老将军虽中了毒箭，好在唐人派神医华佗为黄忠刮骨疗毒，现黄老将军也组织了2万的精锐，加上从10万巴蜀降兵里挑选出的7万，组成汉中新军。我有了这一批班底，就能更好的帮助到主公了。苏轼，听时候按主公给的下一步行动了。是啊。将军之前要求打造的连弩，工造方刚刚成功打造了一支。哦，这就是主公所说的诸葛连弩。这样的弩箭真的是给人用的吗？不知道主公为何要将它叫做诸葛连弩。汉生，你且看看它的威力。随着一声发射的指令下达，耳旁却只传来了咻咻咻的声音。一瞬间，黄忠只感觉一阵凉意。什么？黄忠看见方才空无一物的标靶，此刻已整整齐齐地插满了箭矢，标靶彻底成了一滩废铜烂铁，被弩箭直接射穿。这些标靶为了承受住射击训练，专门采用了金属熔断而成，居然撑不下一轮诸葛连弩的齐射。好，宝物，实在是神兵利器。诸葛连弩务必加紧量产，最好做到1万支。我会再抽调一支白二兵过来，此地务必严加防范，若有泄露者，严惩不贷。诸葛亮坐在船上遥望着合肥，此次江东之行可说意料颇多。此次本是为了加强孙刘联盟的纽带，可谁曾想短短数天，合肥发生如此之多的大事。先是法正叛逃火烧刘备粮仓，又传来了张飞身陨的消息。想我初出茅庐时何等意气风发，如今竟然惶惶如丧家之犬，实在可耻可恨。诸葛亮虽从江东带回一些粮食与兵器，可都是低声下气求过来的。江东君臣嘲讽的面庞死死刻在他的脑海中，让他有种想要毁灭一切的冲动。但现实告诉他还不能那么做，他也想到一个很好的计谋，他要做的就是尽快恢复合肥，让刘备重振旗鼓。
先生，船快到合肥了。他时若遂凌云志，引兵入晋江东市。先生，你受苦了。主公受苦了，亮没尽到辅佐之才，让唐人那厮诡计频频得逞，有愧于主公。之前是我识人不明，错怪了先生。唐人误我，法正判我，我现算是看明白了，这两个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只有先生才是我的股肱之才。亮在此发誓，竭尽全力，亮一定战胜唐人，助主公一统天下。好，先生相助，大计可成。先生远道而归还，请先回休息。大哥，为何不和军师一起回去？只怕明枪一党，暗箭难防。二弟，你可知我们为何屡次失败？不知。因唐人在城中埋下的案子，现还不知埋藏了多少案子在我身旁。魏延与陈道叛反，赵云不见，现就连法正也反了。这一切若是没有唐人的安排，你会信吗？所以现我能依靠的只有你了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什么都是假的，除了我们桃园结义是真的。大哥，那你要我做什么？查查看军师带回来的这批粮食和盔甲，看看有没有问题。二弟、三弟不见了，咱们桃园结义，我能依靠的只有你了。子敬，为了江东基业，我决定出使西川，说服刘璋继续和江东共抗曹贼。司马懿自投靠江东以来，虽没受到重用，可也是得到了一丝喘息。如江东之地再被唐人吞并，那还能投靠谁来立足？唯有江东。孙权之所以能司马懿，因眼下曹军将率100万雄师席卷江东之地，他太需智谋之士辅助。此外，周瑜在军中威信一度超过了孙权，为防止周瑜兵变，孙权必须留司马懿在身边提防周瑜。先生此言当真？子敬只管放心，纵然上刀山下火海，在下也不辱使命。刘巴得知司马懿入川的消息，可谓是欣喜若狂。他等待这个时机已久，正愁找不到借口杀了司马懿，没想到他却自己送上门来。刘巴星夜兼程赶回西川，拜见了刘璋。当刘巴把消息汇报给了刘璋，让刘璋精神为之一振，双目中爆发一阵阵不安和怀疑。刘巴，你料司马懿此番前来所为何事？回禀主公，司马懿此次入川，必是想说服主公与孙刘结盟，共抵曹操。我已严词拒绝，江东为何还不死心？主公岂不知，司马懿游说您加入联盟为甲，夺取西川为真。此话一出，刘璋心中一颤，脊骨发凉。听到有人要夺取自己的基业，刘璋一下子乱了心神，怒火充斥着整个胸间。孙权有这个胆子，胆敢率军取我西川？主公难道忘了当年张鲁为了抵抗曹操，向我西川用兵之事？江东虽说有长江天险，10万水师，可这点力量在曹军的面前，无异于蝼蚁想要撼动大树。江东要想自保，唯有取西川为屏障，从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司马懿入川，必定是劝主公率军前往之地，然趁其空虚夺取西川。刘璋听着刘巴分析的头头是道，句句在理，不禁露出了杀心。主公，司马懿这人做事心狠手辣。司马懿可恨至极，传我军令，司马懿一旦入殿，即可拿下，打断他的双腿。属下遵命。给我死死的按住！吾乃司马仲达，司马懿抓的就是你，给我打！果不其然，司马懿刚进入到西川，还未见到刘璋，就被周围的侍卫一左一右按倒在地，又有2名侍卫拿起棍棒对着司马懿的双腿无情的挥去，司马懿直接瘫倒在地，一股辛辣感让他眼前一黑，险些让他痛晕过去。汉中之地，唐人遣人快马加鞭给陈道送来了一封密信。陈道看着密信中的内容，陈道将军见信如晤，江东之战已成定局，如此一来，西川守军必苟延残喘，为早日一统江山，命你与黄老将军率军出剑阁，直取巴蜀，不得有误。此外，要活捉司马懿。这天他终于等来了。眼下汉中之地3家分庭抗礼，陈道早就想出兵一统汉中，可没唐人的命令，陈道不敢贸然进军。如今等来唐人出兵的命令，看来收复汉中指日可待了。翌日，陈道责令黄忠整备兵马。这黄忠真不愧为魏国的军事支柱，无论是训练士兵，还是挂帅出征，都堪称为当世之名将。在黄忠的策划下，4万名虎狼之师齐聚演武场，其中有1万白耳军，3万精兵。什么？这是他们的骑兵部队吗？竟然这么多人！是啊，恐怕我们难以匹敌啊！行军列阵，出发。
大军开始朝着巴蜀进军。严颜在得知陈道、黄忠前来攻打巴蜀，严颜没有任何犹豫，开始紧锣密鼓地加强城防的防御。城墙之上，数千名士兵坚守着自己的岗位，城中又有几千兵勇正紧锣密鼓地往城墙上运输着各种防御类的武器，其中包括雷石、滚木、热油。可陈道率军兵临城下，并没有盲目攻城。他深知严颜手中有8万士卒，而自己只有4万人马，兵力如此悬殊，想要攻陷巴蜀不现实。所以陈道命人搬出了诸葛连弩。诸葛连弩准备发射。诸葛连弩简直是古代战争中的大杀器，仅仅2、3个回合就打得巴蜀守军没有招架之力。作为中军主将的严颜知道，如果自己再继续坚守巴蜀，恐怕8万士卒必定白白牺牲。为此，严颜决定放弃巴蜀，保存有生力量，撤回成都。什么？你败了？你可是有8万士卒，数百天的粮草供应，怎能丢了巴蜀？主公，黄忠所部不知研发了一种什么新式兵器，威力强大，末将不能与之匹敌，还望主公恕罪。严颜听令，我再调给你1万精兵，你定要严加防范成都，绝不能让成都再落入陈道之手。刘璋虽说在成都招募了10几万士卒，可这些士兵既没武器装备，也没足够的粮草供应。其实刘璋手中实际能够调动的兵马，也只不过严颜麾下的8万士卒。末将遵命。严颜领命之后，开始在成都城部署重兵。在吸取巴蜀郡的经验教训后，严颜在成都设下了3道关卡。第一道关卡为天淮，严颜命高震为统帅，陈从为副将，郭毅为先锋，统兵2万镇守。第二道关卡由严颜率3万军亲自镇守。为加强此处防御，严颜在当地临时组建5000名兵协助自己。第3道也是成都最后一道防线，由刘璋本人率军镇守。很快，陈道和黄忠2人率军来到了成都城防下。由于刘璋不敢出城，所以只好派遣严颜出阵。严将军，我大金已兵临城下，一旦开战，必定生灵涂炭。为了城中百姓，我可和你立下盟约，只要你交出司马懿，我马上率大金后撤。你们可以不交款，不割地。不知严将军意下如何？小先生，江东4大家族已早早暗中投靠，他们是惧怕丞相你的100万大军。现在孙仲谋对周公瑾的猜忌也已到了深入骨髓的地步，主将不和，江东可不是固若金汤，而是危如累卵。荆州30万水师已成，如今要灭江东，何须100万大军？孙刘联盟，我100万大军还未出动，小先生略施手段，他们就已阵脚大乱。江东还有6郡之地，能勉强维持。至于大耳贼的合肥，现在千疮百孔，风雨飘摇，也就诸葛村夫还在苦心竭力的经营着，不然合肥早不攻自破。诸葛孔明却有卧龙之才，丞相不可轻视之。卧龙、钟虎都是当世经才绝艳之辈，只是生不逢时，被我所压制罢了。若无小先生，只怕我曹孟德就要在大江之上败在这些后起之辈的手上，折戟沉沙了。小先生，荀令君说中原供给也只能3个月了，合肥城是不是？丞相可是看合肥城碍眼？故是看刘备碍眼。大耳贼乃孤一生之敌也，欲平江东，先拔合肥。小先生，合肥城都已如此，何时能攻？合肥城副手之间便可破之。哦，何时可破？若丞相愿意，合肥城破，只在今夜。合肥城头，士兵还在巡守，被围困至此，城内士气早已消磨殆尽，难以为继。整座合肥城仿佛是一座死城一般。攻破合肥城，生擒刘玄德，封其应子升官发财，只在今夜出晓之前，一定要赶到合肥城。大军师神机妙算，城中有我们的内应，到时吊桥放下，吾等只管横冲。10万骑兵在夜中奔驰，大地震颤，山林摇动。着火了，快救火！救火！赶紧救火！简雍，你赶紧调集人手去救火。主公，此事蹊跷，不可大意。军师是何意思？主公想一想，这已是合肥城内第3次着火了。前2次所攻乃城中粮草，今次未烧粮草，所攻为何？是城中有曹军内应。主公，只恐此为点火为号。唐人那厮是要夜取合肥城啊！走，去城头。合肥人定然是与内唐人有勾结。
暗夜下出现了无数的骑兵，无边无际，像是潮水呼啸，往孤零零的合肥城冲击过来。合肥城内虽有8万守军，但当虎豹骑冲入合肥城的那一刻，他们的心理防线就已崩溃，纷纷弃甲抛戈投降，更有甚者直接反戈相向。毕竟大多数人都曾是曹营的兵。活捉刘玄德，摸跑了大耳贼！活捉刘玄德，摸跑了大耳贼！主公，快逃！大势已去！诸葛亮拼了命的把刘备扶上了马，城内山呼阵阵，都是活捉刘玄德，摸跑了大耳贼。刘备心中惶恐惧甚，慌乱之下，只带了数十亲信与1000余亲兵出逃。孔明，那个落单的就是诸葛孔明，捉住他，赶紧捉住他！问你们，天明，刘备在荒野中逃窜，身边已不足1000人。合肥城已部署他了，不等他心中悲苦之情涌上心头，又见一队骑兵杀来。刘玄德，我奉大军师之命，早已恭候多时。主公，军师，你们快走，我来拖住他们。刘备仓皇在逃，仅有的1000人折损过半。简雍等追随多年的谋士尽数死于乱军，仅有关羽率领百骑，仗着关二爷神勇，护持刘备、诸葛亮突围而去。主公，合肥城破！啊！快请大都督火速回都，还要召集江东各大世家贵族。刘备和诸葛亮完了。刘备军当真有如此不堪？不是刘备军太弱，而是唐人太强了。原本我也认为他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发动突袭，可唐人偏偏反其道而行之，虚虚实实，让人琢磨不透，这才是他最恐怖的地方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应该做什么？我们什么也做不了。我要回建业一趟，主公估计已得到消息，他肯定需要一个能够商量的人。诸位先生，接下来我们该如何乃至？合肥城破，刘备逃亡，孙刘联盟已然被破，现曹操100万大军就在长江边上虎视眈眈。我江东虽有10万水军，但也危如累卵。孙权说完，求助的看向底下众人，渴望平日那些指点江山、激扬文字的谋士们能拿出些主意。但此时那些平日侃侃而谈的谋士们，现一个个成了缩头的鸵鸟。满朝文武难道没有一点办法吗？我军必败。一堆贪生怕死之徒，枉为臣子。趁着散朝后，周瑜步履匆忙赶到了孙权的大殿内。公瑾，你可回来了？主公这是怎么了？子布他们都劝说我降操，说江东30万之众击曹操100万大军，无异于是以卵击石，还白白损人性命。我若降操，仍不失封侯之位，可落得个闲散闲职。主公，你可想清楚了，我等降操尚有一官半职，4大家族降操可落得闲事疏散，产业不坏。要是主公降操，主公如何自处？主公，你是江东之主，你投靠了曹操，让曹操如何自处？子布他们说，就算如此，唐人向来对俘虏宽大处理，想必也不会为难我等。主公，你要让孙家在江东几10年基业化作乌有吗？这样有何面目去见伯父和伯服？公瑾，你先出去吧，让我再想想。既然如此，公瑾告退。公瑾，子敬叫我，此这般该如何破局？公瑾，我也不知。莫非是天要亡我江东？现合肥城破，孙刘联盟被破，江东几无可御敌之军。曹操100万大军，只需分出1半，就足以匹敌江东。这司马懿去西川劝说刘璋，毫无结果，现落得个生死未卜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唐人之计谋，天人无解啊！刘备的逃跑在我的预料之内，毕竟他是打不死的小强，只要一次不死，下一次就会用更强的生命力活过来。那小先生可有何妙计？根据夏侯将军的报告，刘备逃窜的地方是西边，但目前西川之路已封，刘备这1000余残军不可能在夏侯将军的眼皮底下逃进西川，即使他想，诸葛亮也不会同意，因逃进西川无异于作茧自缚。那小先生认为刘备逃到哪去了呢？这里，西凉。军师，逃了这么远，我们应该算逃掉了吧？应该没有问题了。关将军，周围情况如何了？周围已带人查过，没有伏兵，没有问题。主公，传令全军就地休整吧，将士们人困马乏，再不休息，恐怕会撑不住。军师所言极是，
剩余的残兵败将像散了架的骨头一般，纷纷倒在地上，战力全无。军师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军现在的粮食不足，恐坚持不了多久。为今之计，只有向西投奔西凉马腾。听到诸葛亮提及马腾，刘备惊讶地看着诸葛亮。西凉马腾可是西北边陲最强大的势力，其战斗力在整个凉州可谓是第一，在中原也是赫赫有名。马腾其势力在羌人之中占据绝对的优势，如果能够得到他的帮助，或许他能够更顺利地解决眼前的问题。主公，我军尚且还可一战，如果将这一支部队赠予马腾，马腾必将事半功倍，先群雄并起，逐鹿天下。马腾必然也有争夺天下之心，所以我军必须加入马腾。主公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只要我军能重整旗鼓，到时我军便能安心的发展，重新找到崛起的机会。是啊，大哥，西凉马腾拥有32万西凉铁骑，实力雄厚，咱们去投奔他，说不定真的有东山再起的机会。况且马腾的力量对于咱们现在来说也是雪中送炭，快做决定吧，大哥。军师所言，备固然不敢不从，不过备心中还有一疑问：马腾在西凉既然拥有如此军力，残兵败将前去投靠，岂不是惹人耻笑？也不确定对方是否会接纳我等。主公勿忧，亮早有考虑。亮本打算先行一步面见马腾，说服马腾。如今曹军破合肥，兵锋直指西川，拿下西川只是时间问题。如此情况下，天下英杰怎能不慌？若是再让曹操吞下西川，江东则危，汉家天下半壁江山必落曹贼之手。亮素闻马腾忠于汉室，若是晓之以理，马腾对接纳主公想必不会有任何疑问。等我等取信于马腾，我等将率领塞外32万西凉铁骑直捣许昌，到时大功可成，曹贼必死。若果真如此，我等大求可报，汉家天下可安矣。就依军师所言，命全军休整，今晚夜色已过，咱就去西凉投奔马腾。江东是时候该拿下了。小先生，这会不会太快了一些？且粮草衣裳尚未准备完全，仓促行动恐怕不美。丞相奉大军师令，荆州30万水军，10万荆州军已整装待发，粮草衣裳皆已准备妥当。丞相，江东之事还请丞相速做决断。听大军师之命，还请丞相发布檄文，罚江东诸叛逆。允。再请丞相准备百例，攻破江东后，迅速接管江东事务。允。得如此，江东可定。随着唐人与曹操的决议，攻克江东的细节马上被其他谋士敲定，但唐人显然显得还有些意犹未尽。小先生，可是还有什么想说的？我还希望丞相再给我30万兵马。得来何用？大耳贼不除，始终是个心腹大患。我打算率30万人出关，直抵凉州。不可，小先生要是出了什么意外，曹某难辞其咎。如果小先生放心不下大耳贼，我让身经百战的将军领军去也行。我必须亲自去对付。刘备军中还有诸葛亮、卧龙之才，除了我，应没人能战胜诸葛亮。到时候30万大军折损凉州，许昌空虚，才是最致命的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尊重小先生的选择，我会派最精锐的大军给你，愿先生平安归来。丞相放心，我还会荡平凉州，一统西北，凯旋而归。征收军粮可有新进展？我们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一些阻碍，我们在30个郡县征收军粮遭受到地主豪绅们的强烈抵抗。照比前日，今日我们只征收了不到5万担军粮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回禀主公，曹操攻陷合肥一事已传遍了整个西凉，如今西凉百姓人心惶惶，他们惧怕曹贼，因此城中的青壮年携妻子老幼离开了西凉，现庄稼无人打理，他们还带走了家中的余粮，所以此次征收军粮无异于是从百姓口中夺食，这才遭受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。另外，当地的一些地主豪绅们也是趁机作乱，抬高粮价。现大敌当前，应该一致对外，西凉绝对不是他们放肆的地方，他们一再挑战我的底线，罪不可赦。庞德听令，我命你部将那些违法乱纪之徒全部捉拿归案，交由慎刑司审讯。末将遵命。马铁听令，我命你带领3000铁骑，在西凉各个郡县布下天罗地网，将地主、地痞流氓之徒、违法乱纪之辈全部逮捕。此令不得破坏城郭、民用设施，更不得枉杀无辜。末将遵命。庞德，此次征收军粮之事，我只给你3天时间，3天之内此事还不能完成，杀头无论大小。虽说一战成功夺取了合肥，但唐人却一刻也没放松过自己对刘备的追捕。每次在即将追到之时，刘备都好像如有神助，逃跑能逃到这个地步，刘玄德啊，刘玄德，你也真算是独树一帜了。在下拜见马腾将军，不知足下前来有何意？难道想当一名说客？将军多虑了，我此番前来，无非是想告诉将军，即将要大祸临头。此话一出，惹得马腾一身怒火。
自己镇守西凉几十年，还从未有人敢侵扰他的境地，何谈大祸临头？将军岂不知那曹贼挥师数十万直奔将军而来，为的就是西凉30县。那敢问先生何意？此番曹军大举进攻西凉，可谓是倾巢而出，其后方许昌是前所未有的空虚。将军要想保住西凉，唯有率军奇袭许昌。军师，关将军，可是发现了什么？军师，我们还有不到半天的路程就能抵达京城。关将军，我感觉你的心思似乎不在领军带路上面。军师，只是我以前听闻，在西凉，马腾并不是唯一的势力。西凉韩遂此人同是一方豪杰，势力不可小觑。我只担心我们此行如果仅仅征得了马腾的同意，恐并不能轻启西凉之军。不愧是关将军，一眼就看出问题。不错，西凉势力并不仅仅马腾一支，除了马、韩二人，整个西凉错综复杂，汉族、羌族皆有涉及。但这也是我们的机会，正因西凉不是铁板一块，我们才能够在各方势力间辗转腾挪，许之以利。咱们只需联合一个，去扳倒另一个，最后获得大多数的同意，即是胜利。况且不正是因为各方盘根错节，而我们初来乍到，实力弱小，不会引人注目，这才能让主公默默发展吗？军师之旨，吾等不及，军军一席话，让关某如醍醐灌顶。义弟以为应如何处理？自古以来，不过也是兵来将挡，水来土遁。不管诸葛亮说的是不是真的，我们还是先把他放进城看看情况先。毕竟现曹军一家独大，整个天下都对其忧心忡忡。亮此次唐突前来，还望二位将军莫怪。自是不怪，中原谋士为何不远千里来我这荒僻西凉？自是为了联军抗曹。联军抗曹，我已经答应了你们，现在又有何问题？将军确实已答应了我等，但我看见的是将军不肯全力以赴。西凉铁骑32万，但数天时间集结得如此吞慢。如果这就是名震天下的西凉铁骑的本事，那未免太让人失望了。如今曹军横行，将军威王已到不可不察的地步，将军却还如此温吞，是信不过亮吗？或许将军现只看到亮的几千残兵败将，但我看到的是一支不折不挠、复仇强烈的军团。孙子兵法云：哀兵必胜，这点将军不会不知吧？听到诸葛亮的话，韩遂与马腾二人交换了一个眼色，各自点了点头。尽管目前我家主公示弱，但我等熟悉中原地形，有我等帮助，西凉32万铁骑踏破中原不费吹灰之力。祝二位将军拥有逐鹿中原的资本，这份大礼可有资本？军师所言有理。目前曹军已吞并中原1/2，我等如果继续作壁上观，难保曹操的胃口不会越来越大。我们愿尽起西凉之兵，助军师一臂之力，也愿意收留刘皇叔，祝皇叔大业继续。亮必不负所托。攻打！我走之后，策略务必按照竹简上进行。烦请大军师为我细说。荆州地区只需留有30万水军和10万荆州步兵，作为攻灭江东的主力军。蔡瑁将军需谨慎进军，江东绝对讨不了好处。其二，蔡瑁将军率军离开荆州，荆州必然空虚，需有人坐镇此方。我认为丞相最合适不过，一是可以镇压心怀不轨之人，二是丞相身边还有虎豹骑这一强大战力，巩固荆州需要用到他们的力量。最后，粮草，我率30万大军出征，蔡瑁将军率领40万大军，荆州城内大军便会骤然减少，原本能够支撑数月之久的粮草，如此一来，支撑的时间也可更久，应能有足够的粮草支撑到我们班师回援。所以粮草之地，务必谨记。是，大军师，万事俱备，只等您一声令下。将军还需稍安勿躁，此去江东，你毕竟要和周瑜作战。江东虽有内忧外患，但也有忠贞之士，周瑜的才华更是冠绝天下，所以40万大军远征江东，绝不能儿戏。多谢大军师提醒，此去江东，我一定会再三小心。有如此觉悟，甚好。这里有3个锦囊，如遇事不决，可打开锦囊，其中自有妙计。攻打我不在的日子里，就靠你们了。时候到了，是时候出军了。眼下诸葛亮说服了马腾与韩遂，尽起西凉之兵，正浩浩荡荡地杀向许昌。唐人，你攻破合肥，让吾等惶惶如丧家之犬，那又如何？我入凉州，只言片语，便撬动32万铁骑，直扑许昌。我倒要看看你究竟还有何等本事。32万铁骑行进有条不紊，星夜兼程，仅用了几日便横渡关中，出函谷，赶到了许昌前的关隘、虎牢关。
虎牢关城坚持后，城高墙深，守备森严。看着眼前的雄关，刘备与关羽的脸庞上露出了追忆的神色。想当年，虎牢关前3英战吕布，传为美谈。虎牢关地势险峻，易守难攻，说是天下第一雄关也不为过。但它又是中原与关中通途，可说是通往中原的必经之路，所以这一仗我们非打不可。马腾与韩遂凝重地望着天下雄关，他们不愿正面强攻一座雄关，代价太大，时间太长。西凉军驰骋疆场，靠的是动若雷霆的机动力和枪足的骠勇善战。如果在虎牢关前被拖住，等到曹操大军来援，恐怕陷入险地的就是西凉32万大军了。那诸葛先生有何妙计？根据情报，虎牢关在被当初诸侯联军攻破之后，曹操入驻许昌，又用了大量民力财力修复，如今城墙之间恐怕远胜以往，为今之计只能智取，不能硬攻。虽探听的虎牢关守军只有5000滨州铁骑与3万匈奴人，但滨州铁骑乃是虎狼之旗，战力相较西凉铁骑不分伯仲。若非曹操派遣使者许以重力，恐这些生性散漫的匈奴人不愿听从他的指挥。匈奴人，他乃哪个熊？我们凉州在前面苦苦抵挡匈奴数十年，曹操就这么将他们引了进来，还委以重任。呸！国贼，名不虚传。今日吾等便要让这些匈奴崽子知道我西凉铁军的厉害。像这样的匈奴人，我西凉已不知杀过多少。父亲，超儿可有事？父亲，当年刘关张在此地迎战天下第一的吕布，与吕布鏖战许久不分上下，虽未能击败吕布，但从此扬名四海。今时今日，虽吕布已不在，但我自认勇武，不在吕布之下。我请缨出战，拿下虎牢关，作为这华夏听见我声音的垫脚石。哦，也好，超儿勇武，举世无双。可虎牢关，义弟放心，超儿的勇猛是你我都知道。马超领命，命你带3万大军拿下虎牢关。西凉二老，随我破敌。西凉麒麟子，果真名不虚传，就不知他武艺如何。我乃西凉马超，城中之人，何敢应战？我乃西凉马超，城中之人，何敢应战？匈奴左贤王在被曹操招安前，他是匈奴残暴嗜血的匈奴王。当时曹操对这些北方游牧极其头疼，无论是迅捷刚猛的滨州铁骑，还是威严厚重的虎豹骑，都不曾彻底打败过这些人。极其无奈下，曹操选择了招安。为了限制这群唯恐天下不乱的匈奴蛮子，曹操将匈奴左贤王请到了虎牢关。等本王取笑这纳斯的项上人头，壮我军心。无胆匪类，为何不敢出来迎战？难道是缩头乌龟不成？无名小将，报上名来，我不伤无名之辈。记住，取你手机人的名字，西凉锦马超。2位将领不约而同的动了，胯下坐骑冲刺的速度也越来越快。随着一声震若雷霆的怒吼，左贤王被马超生生挑起，重重砸到了10几米外。夕阳下，马超挥舞长枪，枪尖血色如红，匈奴左贤王彻底没了气息。通往中原的官道上，浩浩荡荡的30万北反大军。诸葛亮果然是一条卧龙，居然搅动了凉州32万铁骑东出。既然这么不长记性，大耳贼看你这次怎么逃！快速回返许昌。马超将军当真是当时难得的猛将，这份勇武，比之当初吕布也毫不逊色，不愧有西凉麒麟子之名。儿郎们，随我攻下此关，破许昌，灭曹贼，志在今朝。残阳如血，西凉铁骑的战旗如红色的烈火般熊熊燃烧，一路追杀，不知道杀死了多少匈奴人。一声声惨叫在虎牢关上响起，那些曾经残暴嗜血的匈奴人，今天碰上了劲敌，碰上比他们更加残暴的西凉军团。在马超的带领下，虎牢关守军溃不成军，全军出击，攻克虎牢关，在此一决。32万西凉铁骑向城内发起冲锋，宛如一股不可阻挡的浪潮，以铺天盖地的气势压向虎牢关。匈奴人在惊慌失措中被一路碾压，匈奴人被杀了个片甲不留。匈奴人见西凉军队杀进城，纷纷弃械投降，不敢抵抗。2位将军，我认为现在我们应该乘胜追击。军师何出此言？穷寇莫追，不正是兵家之言吗？兵家之言，并非金玉良言。曹军新败，必然无心恋战，而我军现士气正盛，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现正是一鼓作气拿下许昌的大好时机。若是错过了，等到士气衰竭之时，我军势必会和曹军陷入僵持。2位将军，胜负反转就在一夕之间了。
义弟，军师所言必有道理。那就依大哥的，全军继续进军，直逼许昌。关中西凉军一阵欢呼，带着浓烈的复仇，带着劫掠的喜悦，直逼中原最繁华的城市许昌。一支支败退的残兵仓皇的逃往许昌，许昌已然正面暴露在西凉32万铁骑之下。启禀陛下，西凉轻骑32万铁骑已攻破虎牢关，现朝许昌杀过来了。啊！这可如何是好？上一次西凉军进入长安，我可还记得一清二楚，洛阳、长安都是毁在他们的手里。尤其是郭汜、李傕二人在城内的荒诞行为，荀爱卿如何奈之？难道要朕在此丧命吗？许昌城城墙上现已挤满了从前线败退回来的残兵败将，城内守军瑟瑟发抖，看到将军们垂头丧气的落幕，军心不稳，大势已去。32万大军压阵，许昌城几乎没有逃跑的可能。众位将士们，你们都是留守许昌的军人，朕为你们感到骄傲，你们是当之无愧的精锐。但是西凉军来了，他们想要夺走你们的一切，夺走你们的生活，你们的妻儿，你们的钱财，这样的事情你们允许吗？你们忍心看着自己的妻女被蹂躏，房屋被烧毁，子子孙孙沦为奴隶吗？刘协的话语引来城墙上一阵骚动。如果你们不愿意，那就拿紧你们手中的长枪，拿好你们的盾牌，站在这城头上，将来犯之敌挡于城下，保护你们的家园。可是陛下，我们现算上虎牢关的残军和从前线撤回的部队，加上许昌城中部队，拢共不过2万之数，如何和32万西凉铁骑抗衡？该死的，你是想当逃兵吗？你认为你们守不住吗？竟敢灭我军威！今日朕与你们同在这城楼上，你们生，朕生；你们死，朕死。陛下万岁！是则守许昌。诸葛孔明，别来无恙。那是军师口中经常提到的唐人吗？如此年轻就指挥数十万大军作战，难怪诸葛军师对此人讳莫如深。马腾将军、韩遂将军，你们听好，退出关中，保尔全师。曹营首席大军师，年不满30，却统治100万大军，权势滔天，真是少年得志英雄了得。曹孟德有此人辅佐，真是羡煞无等。如此人物，我看这许昌城是否能攻下，怕是两说了。传令下去，绝不可妄动。唐人此人谋略通天神鬼莫测。凉州32万士卒无比侧目，疯狂议论，然而却无一人敢擅动。凉州32万铁骑也不过如此。荀爱卿、唐爱卿能守住许昌城对吧？陛下，恐怕唐军师想的不是如何守城，而是如何吃掉那32万西凉大军。末将唐人拜见陛下。唐军师不必见外。谢陛下。唐爱卿，朕早就扬你的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真是大汉的福星。唐爱卿为了大汉的江山社稷立下汗马功劳，明日早朝，朕要为唐爱卿加官进爵。陛下能为大汉效力，是在下的荣幸。如今大汉正处危难之际，不知爱卿有何妙计能够救朕于水火之中？唐人明白这天子真的是把自己当作大汉的救星，他也真的受够了被人奴役，否则怎么会在这种场合公然向一位臣子低头？陛下当下恕微臣无能为力，朝堂之事还请陛下与丞相商议。很显然，刘协失算了。不过他也听出了唐人话中有话，那就是在朝堂之上有些话不能讲出来的。那不知爱卿有何良策应对凉州32万骑兵？陛下放心，微臣保证西凉32万骑兵必定会不战自退，许昌城绝不会成为火海。此刻的陈道、黄忠两人带领着汉中之地的4万精锐禁卒，以暗渡陈仓杀进了关内，正大张旗鼓地朝着函谷关逼近。将士们，此次我们的目标是函谷关，军师给我们的命令，3天内攻克函谷关。许昌城下，马腾、韩遂两拨人马共计32万大军俯视着许昌各郡。马腾把32万大军兵分4路，分别驻扎在许昌东西南北4个方向。此外，马腾还抽出部分人马，将中军大营扎在了各个隘口。即使城中曹军能够突破西凉军的防线，马腾的军队依旧可迎头阻击。然而一传令兵给马腾带来了一条沉重而又绝望的消息：陈道、黄忠他们杀进了关内，已逼近函谷关了。一旦函谷关这咽喉要地被攻占，那么我们这32万西凉骑兵绝无可能再退回西凉。可面对唐人手中的30万大军和固若金汤的城防，恐占不到一丝的便宜。现最担心的，一旦曹操平定江东，那么50万大军将调转马头，直奔我们后方。到那时，我们就没有活路了。父亲，我们西凉之地还驻扎有5万精锐，另外我们的手中还紧握32万大军，
只要有这32万人马，我们就有一拼之力。不，我们绝不能攻击许昌城。父亲，为何？许昌城是一座坚城，这里四面环山，易守难攻。一旦我们迟迟无法攻下，我们的处境可就危险了。在得知陈道、黄忠出兵函谷关的消息后，刘备和诸葛亮两人瞪大了眼睛，整个人都傻了。马将军，刘皇叔，何事？马将军，如今我大军已兵临城下，将军为何不下令进攻许昌城？诸葛先生岂不知陈道、黄忠率领汉中4万精锐已杀进了关内？一旦让他们攻下函谷关，那我们这32万大军将无法返回西凉。将军有所顾虑，合情合理。不过眼下来看，我们唯有攻陷许昌城，入主中原才是上策。即使将军丢了西凉等地，却能换来中原重镇许昌。将军得了许昌，可以凭手中数十万兵马虎视荆襄各县，从而择机一统天下。马腾听后眼前一亮，被诸葛亮出乎意料的想法给惊讶住了。虽说许昌城内有唐人30万大军，可将军麾下却有32万西凉勇士、数十万担粮草和无数的工程器械。一旦开战，我们可以击败他们最后一点力量，将其彻底覆灭。诸葛亮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激动起来，尤其是和一向主张进攻的马超更是不谋而合。既然回不去西凉了，不妨就攻下许昌，在中原立足，让南军看看他们西凉人的神威，羌人的威严，敢压整个中原。先生好胆识，父亲孩儿愿做先锋。马腾也被诸葛亮说服了，于是不再顾忌，直接下令：传我军令，全军调转方向，攻击许昌城。翌日，马腾抽调5000兵马，将攻城梯搬运到了许昌城下。此外，又对许昌场的4个方向上展开了袭扰、偷袭作战，试图摸清曹军的兵力部署，为即将展开的攻城做好战前准备。仅仅1时辰，西凉军就停止了进攻。城墙上，唐人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士兵尸体，又看城中被炸毁的建筑和燃烧着的滚滚浓烟，唐人内心长时间得不到平复。军师，敌军已退。军师，末将奉命运来了300辆马车的军用物资。车上装的是什么？回禀军师，车上装有油料、粮食、锈石、箭矢。唐人觉得这些东西已没有必要了。既然诸葛亮能劝服马腾进军，那么自己就有把握让马腾退军。于是唐人将写好的信件拿了出来，派人前去送往马腾的军营。仅仅一轮袭扰战，就让马腾折损了300人马，这无疑打击了马腾继续进攻许昌城的意志，这让他不知如何面对昨天立下的誓言。马腾拆开唐人差人送来的一封密信：马腾将军，见字如面。如今刘备已是亡命之徒，丧家之犬，狗急跳墙，无可厚非。及合肥兵败后，转投将军旗下，如今也是苟且偷安，命不久矣。将军乃大汉臣子，坐拥凉州、西凉之地，麾下数十万精锐甲士，又是天子册封的大司空，为何却要助纣为虐？如今在下已略施小计，令黄忠、陈道率军出汉中，进关内攻函谷关。一旦得手，试问将军还能否回到西凉？马腾顿时恍然大悟，唐人将事情的严重性在信上讲得很清楚。函谷关一直是他最担心的地方，一旦稍有不测，真会面临全军覆没的风险。如若能在陈道和黄忠攻陷函谷关之前，将有生力量全部撤回关内，据守西凉，或许还可以扭转战局。来人，主公，号令全军停止攻城，星夜兼程，撤往西凉防守。为了防止敌军偷袭，命马超率领1万铁骑断后，不得有误。诺。有人欢喜有人愁，对刘备和诸葛亮来说，这将是天大的打击。此刻刘备沮丧万分，有唐人在这大汉的土地上，从此休想崛起任何一股势力。而诸葛亮愤恨不已，他知道这一撤恐怕永远不会再回来了。江东迟早会落入曹操之手，到那时西凉就会被东西夹击，必败无疑。曹军最终占领天下，完成他的统一大业。眼下的诸葛亮心有余而力不足，马腾一旦撤军，诸葛亮必定孤掌难鸣。诸葛亮和刘备只能率领麾下士卒跟随马腾撤回西凉。许昌城头之上，唐人望着凉州军马浩浩荡荡的西撤，中原刚刚稳定，方兴未艾之际，唐人不想再生动乱，战场只能移至塞外荒无人烟的凉州。仲康、子龙可愿随我决大幕，伐羌胡，远征塞外，万里追索大耳贼。马腾撤军，接下来我军压力会更大了，不知诸位有何看法？大都督，马腾撤军对我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和灾难。不过我军绝不向曹军低头，我们还有10万水师和应敌，可继续战斗。兴霸所言在理，马腾虽撤退，但丝毫不能减弱我军保卫江东、抵抗曹贼。为此，我们必须要在今夜扭转战局。周瑜走到地图前，用手指已标注好的位置，中原重镇樊城。奇袭荆州，斩杀曹贼，兵分2路，一路潜入荆州，偷袭樊城，择机斩杀曹操；另一路集江东10万水师，偷袭荆州水寨。只要有一路成功，
那江东必定会大获全胜。末将愿率前往。甘宁听令。大都督，此次奇袭樊城作战任务由你领兵，不得有误。末将遵旨，末将必不辱使命，斩灭敌军。众士兵听着，此次出征必定会有去无回，可我们没有退路。作为江东子弟，我们必须保卫江东。此战生死有命，各凭本事。一句话，进则生，退则亡。进则生，退则亡。出发！士兵们一个个热血沸腾，教场上尘土飞扬，3000锦帆贼浩浩荡荡地离开了营地，直奔荆州。曹操盯着兵力分布图，为了南下征战江东，曹操的头发已发白了一半。主公，太茂将军派人送来了一封密信。周瑜如此不知死活，殊不知你的计划都在小先生的掌握之中，并叫你的骑兵有来无回，死无葬身之地。早在唐人率军北上之时，就曾和曹操说过，周瑜志在天下，用兵如神。坐拥10万水师的他，绝不会坐以待毙，必定择机发起反攻。荆州和樊城定会是周瑜的首选目标。传令下去，樊城守军严阵以待，待甘宁落入包围后，再将其拒歼。将军，大约130名曹兵在把守着城门。此刻甘宁已趁着夜色率军潜伏到了荆州城下，为了能顺利潜入城中，他需先解决这100多名士卒。荆州樊城高池深，三面环水，想要潜入城中，唯有从正门进入，考虑是以偷袭为主，不能惊动城中的守军。甘宁临时挑选了100名精锐甲士，打算以迅雷不及之势击败防守中敌兵。甘宁等人在城下等待着时机到来。很快，坚守在暗堡中的曹兵开始进行换防，这正是甘宁发起突击的绝佳时机。上！当曹军反应过来，已死伤无数。甘宁凭借超群的武艺，几个回合下来，一鼓作气斩杀了20多名敌人。此时的曹兵就像无头苍蝇一样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很快，130名曹兵一个不拉的被吴军歼灭。传令下去，所有人翻越城墙，必在天亮前赶到樊城，潜入荆州。今夜必定擒杀曹贼。忍不住的催促士兵加快脚步。就在甘宁想要翻越城墙之时，曹操出现在了城防上。忽然，城楼上无数火把举了起来。周瑜萤火之光，也敢与日月争辉，尔等苟且之事，皆在小先生预料之内。放箭！城上的弓弩手万箭齐发，甘宁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，一枚箭矢划过天际。甘宁将军，甘宁将军！曹军早有准备，箭击一轮接着一轮，锦帆贼接连倒在血泊当中。如此密集的箭，让吴军顿时乱了阵脚，疯狂的逃窜，打得吴军没有招架之功，也没还手之力。3000名水师不到半个时辰就阵亡大半，大半吴军开始撤出城去。可城外的虎豹骑已等候多时，吴兵刚从城中逃出，还未得到一丝喘息，就又遭到了虎豹骑的截杀。大都督，甘宁无用，又中了唐人的计谋。甘宁睁着眼死去，死不瞑目。随着最后一名吴兵的倒下，宣布周瑜偷袭樊城计划失败。甘宁的阵亡对于江东来说将是巨大的损失。西凉军退兵的消息如旋风般刮遍了许昌，深宫之中，少年天子的踱步从未停止。陛下，您已经2天2夜没吃没喝了，再这样下去，身体会受不了的。你又懂什么？唐人若是在朕手中，朕又怎会茶饭不思，心绪不宁？如此英杰，为何偏偏被那曹贼所得？西凉兵已退，曹操又成为了汉室的心腹大患。想到自己最强大的对手手下竟有如此人物，刘协心中怎能不慌？陛下，依老臣愚见，陛下现在反倒应将唐人晾在一旁。什么？你是想谋害朕吗？老臣不敢，老臣这样做自然有老臣的道理，还望陛下一一听来。陛下，老臣斗胆敢问，唐人拥有的，陛下能给吗？陛下，现在什么都不能给予唐人，这是有所必先有给。陛下，如果连给予都做不到，怎能指望对方忠心耿耿为自己效力呢？一爱卿意思，我们现在难道除了冷落唐人，什么事都不做吗？当然不是，唐人智谋滔天，所以我们必须得用聪明人的方式留住唐人。陛下可以派人在城中散播唐人的事迹，夸大唐人。唐人对许昌百姓有救命之恩，唐人的名声自会在许昌打响起来。
可这又和唐人有何关系？和聪明人谈条件，自然要用聪明人喜欢的条件。如今唐人权势、地位、财富都是独步天下，但曹操无论如何也不能给予他的，只有名声。名声？没错，曹操无论如何始终是汉家丞相，只要他还没学王莽篡汉，汉家仍是天下之执掌牛耳的家族，这天下就始终是姓刘。刘协也激动了起来，这个天下还是他刘家的，曹操不管怎样也不过是一个反贼而已。所以唐人若是继续在曹操手下为官，曹操的恶名又怎可能逃得过清算？唐人也是必会落得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。所以陛下只需暂时冷落唐人，待时机成熟，施以援手，那唐爱卿必然对陛下感恩戴德。爱卿妙计呀！事成之日，朕一定好好犒劳爱卿。唐人，你可别怪我心狠手辣，你的才智心性太过妖孽，若不能为我所用，即便可惜，悔又何妨？大军师不愧为吾辈楷模，不仅能让孙刘联盟大军覆灭，也能让西凉铁骑不敢越雷池一步。这天下终究还是年轻人的舞台，与大军师同在一个时代，既是吾等的幸运，也是所有谋士的不幸。唐人，未来的你又有多高的成就，真让人拭目以待。可能从今往后，这个时代要数小先生了吧？诸位，甘宁将军已率军奇袭了樊城，如今荆州只驻扎不到10万曹兵，可谓是前所未有的空虚。今日一战，必要彻底打碎曹军，还我江东之安宁。此刻的周瑜已按耐不住，看着唾手可得的胜利，传我将令，其江东10万水师和我杀入荆襄，此战哪怕战至一兵一卒，也绝不轻言撤退。看来对方终于有所行动了。蔡瑁看着江东大营冲出密密麻麻的战船，按军师计策，是时候执行第一个锦囊的内容了。吴军的前进速度很快，千帆竞发，百舸争流，转瞬之间就到达了荆州水寨。诸位将士，就地扎营，做好攻城战前准备。这周瑜的一声令下，一个个营帐如雨后春笋般的拔地而起，战车、投石车等一些重武器也已抵达战场。殊不知蔡瑁早有准备，其暗中已将驻守武陵、长沙、贵阳、零陵4郡的精锐力量调回荆州回防，只留副都督张允率偏师弱旅驻守此4郡。诸位，攻击固若金汤的荆州水军大寨，我打算把全军所有人马按照一字长蛇阵全面铺开，从4个方向同时进攻城墙，把拥有重火力的投石车部队部署在最后方，弓弩手、弓箭手等部署在最前沿，并在阵地的前方铺设硝石、硫磺等爆炸物。翌日，周泰指挥的投石车部队已调整好了方向，几百门投石车一字排开，等待着命令。林统、潘璋等将领率领的攻城部队也已经整装待命。徐盛麾下部队待命，他们将配合步兵提供掩护，弓箭手也搭好箭矢，随时准备射击。全军攻城，给我杀！将士们，随我上！身后的士兵看到主帅身先士卒，顿时士气高涨。士兵以一种攻防兼备的阵型，朝着城墙掠去。放箭射杀敌军！一队队攻城士兵跟随主将冒着箭雨，悍不畏死地发起了冲锋。吴军的攻城梯部队也已在盾牌兵的护送下来到了城墙下，一架架攻城梯精准地架在城墙上。吴军5000名先锋兵开始借助攻城梯翻越城墙，攻城车部队也在巨兵的护下朝着城门冲撞而去。城墙上的曹军即使奋勇抵抗，可也阻挡不住杀意升腾的吴军。5000名吴兵双管齐下，从不同的方向开始登上了城墙。随着吴兵攻上了城墙，战斗随之变得越发激烈。仅仅1个时辰，就让他们攻陷了城防。张允带着贴身卫队匆忙应战。随着越来越多的吴兵和猛将投入攻城中，守城的曹兵已经成了强弩之末，无法久食了。将军，守不住了，吴兵越来越多了，我们已经破防了。撤退，撤退！接下来交给后面的其他人。远处指挥的周瑜见攻城如此顺利，不禁喜出望外，觉得荆州已经唾手可得了。全军攻城，进攻！黄老将军，你带一队人马从南门杀入，绝不允许一人漏网。黄盖领命后，点兵3000直奔南门扬长而去。此刻荆州正门已被攻破，周瑜快马加鞭冲到了队伍的最前方。又苦战一番过后，坚守寨门的800曹兵被就地歼灭。吴军已攻陷了南北正门，满地曹兵的尸体横七竖八躺在血泊之中。只要攻下荆州水寨，江东的威胁就迎刃而解。
然而就在这时，四周突然狼烟滚滚，10万曹兵如天神下凡一般直扑吴军而来。还未等周瑜缓过神来，其余3个方向突然杀出了10万人马。江面上更是有数千艘战船围堵助威，短短的一瞬间，吴军的10万水师就被4倍于敌紧紧地包围在了城中，逃脱。大都督，不好了，我们被包围了！可笑周郎无谋，也敢行营。周公瑾，你已中了我家军师之计了，还不下马受缚？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名曹兵从城防上扔下了一个人。周瑜定眼一看，怎么也没想到是甘兴霸。兴霸！周瑜接近崩溃，其余战将看到甘宁的首级之后，也是惊骇至极。没想到江东第一战将竟落得如此下场。蔡瑁看到吴军已经军心涣散了，于是挥动令旗，指挥大军突击。大都督，快撤吧！是啊，大都督，末将率军抵挡。大将军韩当更是翻身下马，左手夺过一面战盾，右手持一把长剑，立于阵前。刚刚还胆战心惊的吴兵顿时充满了斗志，越来越多的人挡在了曹兵面前，双方数10万人马很快就厮杀在了一起。阵中的嘶喊声、哀嚎声、绝望声充斥着整个荆州城中，不一会的功夫，战场尸横遍野。周瑜孺子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，传令将虎豹骑部队全部投入进去。随着蔡瑁的一声令下，从城外又杀入了一支兵马，正是曹军的精锐力量虎豹骑。此刻的吴军已经杀红了眼，即使面对着虎豹骑也是不再慌乱，提刀欺身上前，继续和曹军绞杀在一起。身处重重包围之中的周泰已经身中2枪1箭。文相，你率先保护大都督撤退，我来殿后。徐盛领命之后，立刻集结了300甲士，想要护送周瑜迅速脱离战场。可是曹兵早已死死地盯住了周瑜，两路骑兵立刻绕到中路，齐头并进，剑锋直指周瑜。徐盛一人一骑抢身而出，陆鹤提枪杀入曹兵阵中。子布，公瑾已亲率10万江东水军大举进兵荆州，你觉得此举能成功吗？毕竟我们的对手是唐人，哪怕他不在荆州，也让我感觉心惊肉跳，难保他在荆州之地不会留下后手。况且这10万水军是我江东最后的资本，一旦出了岔子，我江东就无御敌之兵，到时曹操要覆灭，我们就更轻而易举了。听懂了孙权的担忧与疑虑，当昭心头暗暗嘲笑孙权的不识时务和庆幸自己的选择，想着自己已投靠曹操，一旦等到曹军入主江东，便可飞黄腾达，心里已乐开了花。主公多虑了，要知荆州城现可是城防空虚，唐人将大部分军队拉去北伐，又怎可能暗中伏兵？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消耗。即便曹操实力雄厚，要准备这么一大笔不菲的费用，恐怕也是颇为吃力。想要在又短又急的时间内筹集大军粮草，根本不可能的事。所以荆州城内必定无重兵把守，主公大可安心。荆州方向10万火急。主公，大都督中计，10万水军被围啊！子布，我江东还也。经历了一晚混战的周瑜，终于从蔡瑁的30万水军中突围出来。昨晚一战已是他竭尽全力的结果。蔡瑁就像一只咬住猎物的饿狼，盯紧着周瑜所率领的江东水军，一口也不肯放松。要不是周泰等人死力拦住，恐怕江东10万水军估计都要交代在这里。大军怎样了？大军10万大军，恐怕只剩2、3万人。唐人，这一切都是唐人所为。子敬，还请你教我，接下来仅凭2、3万人，如何阻挡曹军30万大军？事到如今，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公瑾，不知你还记得司马仲达在江东时所处的那条毒计？那条计策吗？公瑾，现可不是城妇人之人的时候。看见周瑜面露犹豫，鲁肃在一旁继续劝说：此计虽然尚毒，可若要护住江东，便是唯一可行的办法。否则，仅凭手中2、3万残军，怎可能挡住30万如狼似虎的曹军？听到鲁肃的一再劝说，周瑜的脸色彻底沉了下去。就按你说的办。回江东后，我会马上向主公阐明，接下来的事情也只有交给历史去评判了。